6月6日，华夏国苍兰省桃城市杨华区第一中学高3 7班，左侧黑板上写着距离高考仅剩1天。沉闷的高3生活结束，教室里满是快乐的空气。班主任张景明快步走上讲台，这个3年来不曾见过笑容的国字脸男人，今天难得显露笑容，好见魔力更出风，鱼跃天门才画龙。同学们，首先恭喜你们毕业。张景明直到欢呼浪潮稍有减弱，才双手示意安静，清清嗓子。报名参加觉醒者实战选拔的同学，别忘记明早6点在教学楼前的广场集合。教室转瞬安静。沈子彤、唐不凡、马安国，你们3个可要好好努力啊，别丢了咱们7班的脸。被提到名字的3人兴奋点点头。沈子彤站起身，长长的马尾左右摇晃不停，漂亮的瓜子脸蛋儿绽放花儿一样的笑容。觉醒 A 级战斗天赋寒焰暴熊，拥有凶兽寒焰暴熊的体质与能力，声音中满是自信的力量。张老师放心，明天我们肯定不会给您丢脸的。张景明欣慰一笑，目光下意识看向角落的俊朗少年，心里不自觉叹了口气。不过你们3个也别骄傲，高考选拔可不比过家家，结局未定，谁都有做黑马的资质。意识到班主任投来的目光，苏洛瞧着手上盘旋的8种元素，勉强一笑。他本是一个游戏公会的团长，凌晨带金团结束醒来，已经来到这个类似平行世界的蓝星上。现在身处的蓝星面积扩大几10倍，资源无比丰富，并且有强大的凶兽与其他世界位面的异族降临同人类争夺生存空间。这场维系人类文明灯火的战争已持续数千年。世界规则改变，每个人到15、16岁的时候都有几率获得天赋，成为觉醒者。他们将来会成长为对抗异族凶兽、保家卫国的战士。觉醒者站在社会金字塔上层，荣耀与财富唾手可得，甚至可以打破一夫一妻的制度，只为延续更优良的基因。天赋有元素、强化、异能3大体系，强度从低到高有 F、E、D、C、B、A、S、SS、SSS 共9种。S 级天赋已是万中无一，至于 SSS 级天赋更是数百年不曾出现。苏洛很幸运，觉醒天赋为战斗系全元素掌握，轻松使用构成世界的8大基本元素，本该是法爷的顶级搭配，强度却是 F 级，每次能够使用的元素量极其稀少，没有放弃努力整整1年，最多也只能凝聚出指甲盖大小的元素能量，打出去真是比刮痧还刮痧，看似强大，实则拉垮。思考明天该如何发挥的苏洛跟随人流走出教室。天还没黑，回到家中，一座位于闹市区的老旧居民楼。苏洛的家在第5层，3室2厅。才刚打开门，就听到一个格外有活力的娃娃音。哈哈，爹，看妈今天给你做什么好吃的了。抬起头看到姐姐罗妙夏，一双丹凤眼里满满都是笑意，容貌娇俏可爱，刚工作2年也有几分成熟风韵，只比苏洛大2岁，如今已是远近闻名的面包店老板，按往常本不该这么早回家。妙姐，你怎么？切，又给我装傻。罗妙夏将苏洛拉到餐桌前坐下，满满是她最喜欢吃的菜。一个美妇从厨房端着2盘菜走出，嘴角满是笑意。妈，今儿是什么日子？庆祝你顺利高中毕业的日子啊！妈也预祝你高考能取得好成绩。一家人并不算富裕，却很幸福。眼下正是苏洛前世无数次幻想过的情景，鼻子不禁一酸，笑得格外开心。妈，妙姐，谢了。哈哈，妈，我就说小洛肯定会被咱俩感动到哭的，对不对？萧晴瞪了眼罗妙夏，后者扮了个鬼脸，识趣闭上嘴巴。如许多穿越小说里那样，苏洛是个孤儿，爸妈在他很小的时候死于凶兽浪潮，后来被萧晴收养。到小学时，养父罗飞鸿因公去世，坚强的萧晴开了家早餐店补贴家用。罗妙夏毕业前，家里生活一直都很拮据。温馨晚饭时间结束，萧晴带苏洛来到阳台，正中摆放一把黝黑长弓，长约 1.6 米，通体光滑，手握处设计有贴心的糙面，增加摩擦。合金战弓，苏洛眼睛顿时一亮。觉醒者的武器大多有专门的公司制造，但是价格不菲。眼前这把合金战弓是高级品质，至少需要20万华夏币。苏洛又惊又疑，母亲又从哪儿来的钱？那这是我资助你的，考完别忘了请我吃顿饭。直起竖在沙发后角落的螺旋剑，罗妙夏挥了挥粉嫩的拳头。螺旋剑顾名思义，剑头有螺纹，通体以金刚打造，极具穿透力。那一筒螺旋剑品质同样为高级，足有10万华夏币，整整30万华夏币，对这个家庭无疑是笔超大支出。小洛，我和小夏明白你的志向，总该放手一搏。我们能帮的只有这么多，不论结果如何，你都是妈的好孩子，对，也是我的好弟弟。心头暖流淌过，
一时竟不知该说什么。手握冰凉的战弓，眼神前所未有坚定。夜晚，苏洛独自坐在客厅，身体发力，弓如圆月。合金战弓有60斤的重量，是平时训练用木弓的4倍，重也顺手。弓弦在苏洛手中没有丝毫的傲气，轻松完成大开大合的完美姿势。朦胧月光下，手臂更显粗壮，看似瘦削的身材，实则满是肌肉。熟悉这个世界的规则以来，从不懈怠，坚持锻炼。至于少儿不宜、无法过审的运动情节，更从未有过。黑暗中，一只苍蝇飞过，与假人重叠时，弯弓搭箭，如行云流水，一气呵成。预测到苍蝇的轨迹，木剑轻松将其洞穿后扎在假人上，手握弓弦，将声音带来的影响降至最低。才拉过几次，就掌握到合金战弓的使用技巧，即便是许多老射手也难以做到。或许因为最后一把金团玩的是弓箭手，苏洛在这个世界的射术天分极高，与生俱来优秀的动态视力，100米外就能看到壁虎的快速移动。吱嘎吱嘎吱嘎，一只鸭嘴鼠鬼头鬼脑贴着墙根行走，这是种比印象中老鼠要大、速度更快的生物，皮毛柔韧度极高，木剑无法刺穿。苏洛眉头微皱，再度引弓搭箭，自手指处有一缕金光快速流过剑身，汇聚于箭头。铮，金色闪光刹那闪现，箭头毫无道理刺穿腹部，鸭嘴鼠立时毙命。柔韧光滑的皮毛在经过光元素强化的木剑面前什么都不是。这是苏洛觉醒天赋后开发的天赋运用技巧，没办法调集更多的元素，索性就把元素附着在剑枝上，增加效果，提升威力，取名为元素附魔剑。光元素大幅度提升剑枝速度和穿透效果，射穿鸭嘴鼠自然不在话下。要是对付更强大凶兽也能像这样就好了。苏木喃喃自语时，眼前突然出现文字提示，耳边则响起提示声音：完成射杀10000只活体目标，系统启动。这是系统被激活了吗？系统启动成功，返还10000点自由点数，可用于提升天赋强度等级、技能熟练度与各项属性值。获得新手礼包，请问是否开启？再过几个小时就是觉醒者高考了，系统来得很及时。开启。提示：你获得技能极目星瞳，成长。提示：你获得技能心之眼，归神。觉醒者的技能有入门、熟练、精通、宗师、至真、超凡、归神7个境界。成长，这又是什么技能境界？苏洛暗忖道。怎么查看技能介绍？系统，打开面板。密码错误。苏洛沉思片刻，猛然一拍桌子，轻声喊道：不是，系统启动。密码正确，系统启动中。不出几秒，眼前悄然浮现出类似信息面板的东西，所有属性一目了然。姓名：苏洛，等级：觉醒者，天赋：全元素掌握 F 级，黑色向上箭头，力量57，黑色向上箭头，敏捷43，黑色向上箭头，体魄65，黑色向上箭头，精神112，黑色向上箭头，技能弓术掌握精通，黑色向上箭头，心之眼，归神，极目星瞳，成长。装备合金战弓高级，自由点10000。看见弓术掌握达到精通境界，苏洛剑眉挑起，也不枉这10几年来废寝忘食的训练，总算射出个精通境界。还有一个归神的技能，要知道许多觉醒者终其一生也不过将技能从入门提升到宗师，宗师再往上提升，个人努力、天赋、奇遇缺一不可。迫不及待选择2个技能查看介绍。极目星瞳，成长，开启后提升视力与视野范围，使用者体魄与精神2项属性提升会进一步强化效果。心之眼，归神，以心为眼，洞察万物，能够感知并看到弱点，攻击并命中弱点时伤害增加，领悟技能、学习技巧时间消耗降至最低。一个提升弓箭手的视力，另外一个增加攻击和学习的能力，都是相当实用的技能。接下来使用自由点数提升属性，苏洛心中已有决断。选择天赋后的箭头连续点击，自由点数飞快下降。全元素掌握 F 级 E 级，消耗150点自由点数，从 E 级到 D 级变成450点，还剩下900点自由点数，不足以提升弓术掌握的境界等级。全元素掌握成功提升至 S 级。意念集中，偌大的客厅中同时浮现8大元素，摊开手掌的瞬间，元素光点源源不断汇集而来，随心所想变成各种造型，再用冰元素攻击，威力增强何止100倍。不知以后达到 SSS 强度的全元素掌握又会是何等景象。
苏洛不禁有些期待。最后，四维各自使用200点自由点数。力量157，黑色向上箭头；敏捷143，黑色向上箭头；体魄165，黑色向上箭头；精神212，黑色向上箭头。比例为2:1嘛，倒也还行。S 级天赋再加上现在的属性，比之前强100倍1000倍。不知道以我现在的实力，能够在苍兰省排到什么层次？陶城的教育虽然落后，苍兰省却是华夏国出了名的觉醒者供给大省，每年都会有上千万的觉醒者参加高考。再加上苍兰省负责高考出题的名人葛大爷，其难度更是吓人。关闭系统信息面板，感受着身体翻天覆地的变化。苏洛握紧拳头，信心满满。转眼，晨曦的光刺破夜的黑，一夜不曾合眼，精神饱满，睡意全无。回到房间，将之前所有训练用的铁剑和木剑全部搜集整理，装下满满2个巨型手提包。嗡，又一只苍蝇。苏洛转手横弓抬起，一箭射出，轰！整栋居民楼震颤，墙壁自下而上裂开一条触目惊心的裂缝，楼上楼下先后传来尖叫。苏洛咽了口唾沫，就这还是已经控制过力道。死！罗妙夏穿着清凉的睡衣，双腿颤抖，2只眼睛不自觉向中间靠拢，变得十分睿智，盯着距离鼻尖仅有几厘米的箭。苏洛，你是想射死你姐姐我吗？第2仗，谁尼玛这么能射？妈！你看他家都被射成危房了。萧晴无奈扶额，眼前是一片狼藉，凳倒桌翻，承重墙整个裂开一条大缝，蔓延到楼上楼下。这是你射的？苏洛尴尬点头。今天是高考，其他什么都不用想。萧晴快步从厨房端出早饭，颇为豪气说道：高考完我给咱家换新房子。3下午除2吃完，回到卧室换上暗色长款皮衣。姐，等我胜利的好消息吧。罗妙夏眼睛忽然明亮，有一瞬的心动。直到苏洛出门好久才回过神，轻轻拍打发红滚烫的面颊，是有些不一样了，那还不是我爹？哼！清晨的校园人潮涌动。陶城是苍兰省最小的地级市，人口只有300万。此次高考地点路途很远，想要在9点高考开始时抵达，必须提前出发。校门口挤满开车送别的家长，一个个神情满是担忧。张景明看到队伍中没有苏洛，不免稍稍松口气。明明可以靠脸，再不济也能吃软饭，不香吗？找个厉害点的女觉醒者，同样能过得很好。专门将沈子彤3人拉到一旁，再次确认3人是同一个考试入口，这才稍稍安心。难得班上出现 A 级天赋，正常发挥，他的奖金肯定会多不少。5点58分43秒。张老师，还有我。黑色皮衣，宽松的训练长裤。苏洛副弓背剑，手提2个大袋，快步跑来。才一夜不见，苏洛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如同温和的猛虎，一旦爆发将变得极为凶险。忍不住多看几眼，转瞬脸色一沉。你到底是参加高考还是搬宿舍？明哥，这都是我带的剑。苏洛解释道，打开大巴行李舱将其放入。比成绩更重要的是命，你小子可千万别冒险。放心吧。走上车。与众不同的打扮瞬间吸引所有人目光，几个女生不由张大嘴巴，揉揉眼睛，还以为哪个明星出现。早啊，苏洛，你果然还是来了。早上好，沈大班长。沈子彤今天梳起高马尾，穿一身迷彩装，领口处依稀可见雪白，衣服宽松，难掩宽广胸怀。不过才17岁，却有令许多女人都羡慕嫉妒的本钱，很难不怀疑是寒焰暴熊天赋对身体的强化效果。目光瞬间被巨大的合金战弓吸引，忍不住打趣：看来你为上大学也下了血本啊。那当然，我妈和我姐可是把我娶媳妇儿的彩礼都拿出来了呢。温柔牵起雪白柔仪，一双会说话的眼眸含情脉脉看向沈子彤。班长，请原谅我，到时候娶你就不给彩礼了，好不好？唐不凡和马安国目瞪口呆，暗自佩服苏洛的勇气，向勇士伸出大拇指。昨天放学路上，他们可是亲眼看见隔壁班的觉醒者当街表白不成，气急败坏，破口大骂，反被沈子彤一拳送进医院。你看哈，自己那一坨坨还想娶老子，老子真想给你2锤锤。沈子彤强行抽出手，面红耳赤，不再言语。脾气火爆的班长居然害羞了。吃瓜群众双目瞪大，莫不是2人真有什么奸情？苏洛嘿嘿一笑，也不再说话。少有人知道他和沈子彤是小学做了6年的同桌，平日班上交集不多，私下里总会相约一起训练，也是他为数不多的好友。系好安全带，准备出发。考生们个个神情严肃，只有循环播放的高考注意事项犹如催眠的魔音。车上觉醒者大都是 C 级天赋，B 级天赋者寥寥。
而 A 级天赋只有沈子彤一人。按照往年数据，低于 C 级天赋的考生一旦进入考核区域，死亡概率极大。学校和班主任都会劝说这些人参加普通高考，同样也有光明的前途。苏洛也是努力许久，才让萧晴签字同意。窗外的景色飞速向后，苏洛双臂抱怀，闭目养神。8点12分45秒，废弃停车场，十几辆大巴先后抵达。桃城市的考生们刚下车，污浊腐烂的山风扑面而来，一个个不由皱起眉头。苍翠大树掩映间，隐约能看到被藤蔓缠绕的高楼，直耸入云的烟囱。停车场5里外是曾经远近闻名的不夜城隐山市，也是本次的高考考场。100年前是人口数量超过5000万的大型城市，之后由于突然降临的凶兽浪潮与异族灾厄，变成一片废墟。凶兽密集，地形复杂，数辆货运装甲车早已停靠，两旁站立全副武装的士兵，肃杀之气令在场所有考生顿时安静。军官模样的男人针对此次高考的注意事项一一做出解释，随后又拿出一枚黑色手环，遇到致命危险时启动，会释放出能够抵御5阶领主凶兽的传送阵势，3秒后回到安全地点。考生如果这样做，也意味自动放弃高考资格。记住，生命只有一次，按照考号顺序领取，违反纪律者当场驱逐，5年内不得进入国家机关或单位任职。苏洛将手环佩戴，补给包中的3根能量棒插入皮衣内口袋。整场高考持续12个小时，对考生的体力、耐力，包括资源分配，都是严酷的考验。苏洛打开地图，将每一处细节都记入脑海，扫描准考证激活手环，正面为完整的倒计时，背面则是分数显示。分数初始化成功，仅代表高考中心提示您：人生道路千万条，生命安全第一条。高考规则十分简单，击杀凶兽会获得分数，最后以分数确定排名成绩。击杀凶兽评定等级越高，分数也会越多，并且在考试过程中无法查看排名。不远处组队申报区人声鼎沸，高考是可以组队的，申报成功后，小组击杀凶兽成功，会根据每个人的贡献比例获得分数。提前有准备的考生正在进行组队申报。沈子彤、唐不凡和马安国3人申报完毕，恰好看到苏洛从行李舱取出2个黑色大包。苏洛，你这是带着什么？能让我持久力爆棚的好东西。沈子彤一腿踢去，被灵活躲开，内心纠结是否要拉上苏洛一起组队。沈大班长，女人可是只会影响我射箭的速度哦。自作多情的瓜娃儿，没人会搭理你。沈子彤犹豫片刻，语气满是关怀。苏洛，你别勉强自己。切，班长，要不咱俩打个赌，我要分数比你高。靠近悄声耳语，叫我生哥哥怎么样？狂妄！你要超过我，别说哥哥，爷爷我也叫。不同于苏洛，沈子彤爸妈各有一家公司，从小家境优渥。别看同样是衣服，沈子彤的迷彩衣可是高级品质防具，兼顾防御和隐蔽，一套要上100万华夏币。沈子彤弯腰去拿黑色大包，小嘴微微张开，提不起来。惊奇之余，手臂冒出寒气，仿若幽火。使用天赋寒焰暴熊这强化能力，才将黑色大包提起。手环震动，倒计时开始出现变化。高考正式开始，还是给我吧。一把接过黑色大包，轻松随意。好妹妹，哥哥我先走一步了。苏洛快步疾驰，留下一脸通红的沈子彤。这次搞不好自己真得叫和 2E。 不可能，绝对不可能。飞身越过栅栏，脚掌发力，身体如子弹激射而出，风声在耳边呼啸不停。合金战弓重60斤，100支螺旋剑也有将近200斤，木剑和铁剑各一大包，也有近200斤。换言之，苏洛是负重超过500斤奔跑。单纯的身体力量可以与开启强化系天赋的觉醒者相媲美。整个高考考场有外围、精英与核心3个区域，分布凶兽的难度依次增加。外围属于隐山市郊区，凶兽不入街，用于考生练手，获得分数极少。毕竟有很多考生家庭能力有限，没办法雇佣保镖前往灰区提前接触凶兽。高考会在范围内给予公平。精英区域中一阶普通凶兽居多，也会有精英和领主级别的凶兽存在，数量并不多。凶兽实力从低到高分为1到9阶，每阶又有普通、精英和领主之分。核心区域在隐山市曾经的繁华商业区，范围狭小，会出现达到2阶领主的凶兽。在倒数第3个小时，还会有实力更强的2阶异族作为特殊挑战被放出。异族与凶兽的强度等级划分相同，但是同阶位的异族普遍强于凶兽。茂密林间，苏洛定睛凝视，眼前出现约莫拳头大小的璀璨光华，片刻化作繁星阵势快速缩小，引入眼眸。漆黑如墨的双瞳亮起星芒，视力增加至600米。虽说之前在家中做过实验，可到野外极目星瞳的效果
才真正得以凸显。众所周知，弓箭手的眼睛看得越远越好。抽出一支平时训练用的铁剑，双目远眺搜索目标。相隔400米外的平原上，通体白黑相间的尖刺豪猪正在悠闲进食。这种没有阶位的凶兽看似可爱，却有受伤进入狂暴的特性。一招猪猪飞翔，不知将多少初出茅庐的觉醒者压成肉饼。名副其实的新人杀手。下一秒，半个手掌大小的红色十字缓缓浮现，恰好在尖刺豪猪的头顶中心位置。技能心之眼感知到的弱点出现，弯弓搭箭，箭头斜指天空。正，一道优美的弧线正中豪猪头心，两眼一翻，立时倒地毙命。手环显示获得3分，启动系统面板，自由点数增加1点。正常情况下，需要光元素附着才能击杀的尖刺豪猪，普通铁剑命中弱点也能做到。如果面对再厉害的凶兽，以元素附魔剑命中弱点，相信可以更快击杀。苏洛转瞬去寻找新的目标，3个埋伏在旁边的考生面面相觑。为首的少年破口大骂，问候这个抢怪老六的祖宗18代。叮！一发木剑恰好命中头顶飞过的青羽雀，3人顿时闭嘴，讪讪开溜。连续使用铁剑和木剑交替射击，普通剑命中弱点也能轻松击杀。查看过几次系统面板，苏洛对自由点数的获取规则有所了解。木剑和铁剑射杀同样的凶兽，增加自由点数不同。由此推断，使用剑支的品质越高，射杀越厉害的凶兽，获得的自由点数也越多。像刚才用木剑射杀不入流的青羽雀，连1点自由点数都没有。热身结束，苏洛不再耽搁，径直冲入精英区域。50米外的工厂空地，体型硕大的暴血灵猴刚冒头，一支木剑精准命中左眼，接踵而来的第2剑在碰到身体时直接掉落。一阶普通凶兽，单纯用木剑连皮毛都射不穿，反手又是一支木剑，闪光迸发。闪光剑，咔嚓嚓嚓，木剑射杀暴血灵猴的同时，剑身彻底崩裂。完全熟悉弱点的规则，苏洛飞身爬上一座约莫200米的烟囱，登高望远，嘴角满意翘起。配合极目星瞳，可以看到几乎整个精英区域。接下来就是无聊射的时间。大部分考生在外围区域热身完毕，连忙跨入精英区域，看到遍地的凶兽尸体，大惊失色。这些凶兽的死亡原因完全相同，被一剑贯穿身体而死。某个考生发现一只分数较高的凶兽，正准备动手，天际有金光，急速而来，凶兽闷哼一声，倒地而亡。靠！伴随时间流逝，凶兽的尸体越来越多，找不到凶兽的考生们只能对着天空叫骂：他妈的，好歹给老子留点啊！谁尼玛这么能射，就不怕虚的下不了床 ？Doom！ 木剑落下，警告意味十足。虽说有不能互杀的规则，自知失言的考生下意识一巴掌抽在嘴巴上：是我下不了床，是我下不了床！妈的，听力还挺好，操！说归说，骂归骂，找也找不到，抢又抢不过，稍微厉害点的凶兽又都被干掉，还能咋办？一咬牙，挺进核心区域，1042分，还行。自由点数升至349点，还不错。就是射出去的铁剑，好歹一根也100多华夏币啊！苏洛一阵肉疼，老子钱啊！第3章，班主任在骂骂咧咧赶来的路上，正午的阳光洒落，残破水泥地上变得炙热，冒头的杂草被一脚踩折，鲜花随风微微摆动。废弃的学校操场，3人将凶兽包围，喜形于色，庞大的身躯流出淡紫色的血，摇摇晃晃。唐不凡舔了舔淬毒的匕首，歪嘴一笑。B 级天赋淬毒，能够附加毒素在武器上，虽然毒性不强，却能使其陷入虚弱，实战中格外有用。能够与宗甲巨猿这种一阶精英凶兽战到如此程度，已经超出3人的预料。双臂大力捶打胸膛，发出震耳欲聋的嘶吼。沈子彤距离最近，一时不察，头晕目眩。班长，小心！马安国浑身肌肉隆起，说话瓮声瓮气。巨猿垂死爆发，野蛮撞出，飞身闪躲的沈子彤恰好在空中无法移动，若是被正面击中，必是全身筋骨碎裂。天际闪现炙热红光，精准命中巨猿左脚。砰！爆炸声响，血肉横飞，残破左脚上燃烧烈火，挥之不散。宗甲巨猿失去平衡，站立不稳时，沈子彤眼疾手快，趁势骑上去，用出寒焰暴熊最大力气，照直扇了巨猿一个逼斗。瞪着沈子彤，大脑空白，完全忘记反击。给老娘去死！啪啪啪，左右开弓，逼斗不断，巨猿眼冒金星，裹挟寒气的巴掌与不断燃烧的火焰。宗甲巨猿结结实实体会了一把被光华人员骑在身上的冰火两重天。
刚要反击时，两只能量箭矢落下，毫不费力贯穿巨猿手掌，狠狠钉在地上，动弹不得。马安国和唐不凡短暂发愣，各自跳上巨猿身体。三人组成功击杀宗甲巨猿，个个心有余悸。人均49的得分又令三人开心到飞起。毕竟组队杀死一阶普通凶兽的速度虽然快，分到每个人头上也不过10几分。一阶普通和精英完全是天壤之别。沈子彤捂着胸口，暗叹与训练馆的精英模拟兽不在一个档次。多亏有人帮咱们，要不然凶多吉少啊。唐不凡说道。听闻精英区域有个擅长一剑抢怪的考生，不过一路走来，沈子彤三人完全没有遇到。咔嚓，两只光剑碎裂成漫天光点。沈子彤的脑海中忽然浮现出一张熟悉的面庞，难道是他？呵呵。沈子彤摇摇头，转身离开。就凭苏洛 F 级天赋强度，可凝聚不出如此厉害的能量剑矢，的确是威力颇高，可消耗的精神是附魔剑之的10倍，不划算啊。苏洛放弃直接以凝聚元素能量剑的想法。高考结束前还有特殊挑战，必须尽可能多的保存体力。收拾起地上2个瘪瘪的包，摸着身后鼓鼓囊囊的剑袋，螺旋剑一直还未使用，等老子有钱了，买个储物戒指，再干他几万支螺旋剑，一次射个够。如今木剑和铁剑全部用光，只剩下100支螺旋剑。唉，弓箭手的箭实打实都属于消耗品。手环显示得分1867，系统启动，面板上显示自由点数有835点，倒也不算太坑，总归是后台有在记录。木剑射杀最低级的凶兽，如果连1点自由点数都不到，就不会在面板上显示，后台却会累积，直到能增加1点才会显示出来。拍去黑色皮衣上的泥点，将2个包折叠整齐塞进口袋。时间过去还不到一半，不浪费时间，铁剑老子不要了。抽出2把螺旋剑，苏洛从烟囱上一跃而下，皮衣飘飘，剑枝在身后摩擦出连串的火花，2剑齐发，刹那洞穿轰火爆双目。桃城市政府市教育局局长董强会同一众高中校长和火箭班、特优班的班主任老师坐在实况会议厅，观看考生们的精彩表现。30米的超清显示屏，大大小小有上百个分屏。国家为确保更精确了解优秀考生的信息，进入精英区域后，各市级考场成绩排名前100的考生会自动激活手环上的雷达，附近的摄影飞行器在15分钟内赶到。科技才是第一生产力。华夏国没有像其他国家因为觉醒者的出现荒废科学，而是利用科学的理念培养出更优质的觉醒者。显示屏右侧是前100名考生姓名及其成绩。1. 周宇轩负2295分。2. 肖六火负2146分。3. 苏洛负2112分。49. 莫辉宇负1569分。98. 沈子彤负784分。华阳区一中高3部教导主任李文才揉了揉眼睛，内心震惊无以言表，竟然真的是他！可这怎么可能呢？对于苏洛，因为年年都会拿奖学金的缘故，李文才倒也十分熟悉。人不错，也努力，就是觉醒的天赋不行，拿得出手的也就是100发100中的射术，在这种激烈对抗满是凶兽的比赛里，又能起多大作用？要知道，凶兽之所以区别于普通野兽，除了性格更加狂躁，生来好血嗜杀，他们的身体同样凶悍无比。普通的箭头连一阶凶兽的皮毛都无法射穿。华阳区一中公认最强的特优班种子生莫辉宇，也才堪堪挤进前50而已。以前倒是看走眼了。你们看，所有人目光聚集在排名第1的分屏。一俊朗少年挥舞焰火破山棍，打碎钢甲暴龙系的头颅，干脆利落的击杀手段，一时引得赞叹四起。少年目光坚毅，容貌俊朗，棕色的脸庞棱角分明，正是目前排名第1周宇轩，是市一中火箭班的种子生。身穿稀有品质全覆盖防具，光是一身装备就有上千万。曾在最近一次高考模拟中拿下全市第1的成绩，据说已经有一流大学提前上门，开出上百万的条件。而周宇轩不为所动，他的目标是全国仅有4所的顶尖大学。转身闪避，躲开一阶领主凶兽双头风雷虎的飞扑，周宇轩战意高昂，又与之站在一起。市一中10几人难掩心中得意，嘴角翘起，却显得异乎寻常镇定，仿佛周宇轩取得的成绩像吃饭喝水般不值一提。周宇轩是我市一中的骄傲，之后2阶一族领主击杀的荣誉也会属于我们市一中。残影闪现连连，刹那跃出树林。苏洛站于废弃大楼顶部，黑色短发，如墨的眼眸仿佛鹰一般锐利，脸部线条分明，鼻梁挺直翘拔，握弓附剑，黑色皮衣吸引了不少人的目光。校长，排第3的是咱们学校7班老张的学生。真假的？刘坤连忙戴上老花镜，终于认出了苏洛。意识到校长喘不上气儿，李文才赶忙从怀里掏出速效救心丸。
自从华阳区一中建立，第一次有学生冲进市排名前10。两人其实明白，苏洛的装备与其他几人完全没法比，顶多占了弓箭手的射程优势。唉，这孩子还没放弃，要是能有人给咱们一中拿个全市第一，该多好。刘坤摸着八字胡，喃喃自语。躲过双头风雷虎的能量飞弹，周宇轩战意高昂，长棍挥舞生风。宽阔空地正是他的主场，凶兽虎威犹存，却也伤痕累累，败意显露，迟早会被击杀。刚刚从尸体上拔出螺旋剑，苏洛听闻虎啸，眼前一亮，两个弱点十字出现，正是双头风雷虎的两目，搭上2支螺旋剑，拉弓如满月，剑雨灿金光。畜生，去死吧！大喝一声，周宇轩棍指双头风雷虎，才一眨眼的时间，2道金光洞穿头颅。苏洛负2307分。砰！市一中校长大力拍桌，两眼通红。干！好好一个领主凶兽的分数，就这么丢了，无耻！无耻至极！他竟然用技能抢我们的分数！很快在屏幕中找到射箭者，苏洛又是一箭，快如闪电，以速度著称的一阶精英凶兽嗜血兔洞穿心脏而死。如此连续8箭，9只凶兽瞬杀，抽箭、搭箭、引弓、发射，没有任何一丝多余动作，如弓术大师一样具有相当的美感。弓弦回弹的声音不大，却极具韵律。董强示意下，工作人员特地将分屏尺寸调大，射击如同枪械运转，每个动作都一丝不苟，箭无虚发，每次射击必定带走凶兽。强悍的身躯在苏洛面前如同纸糊一样，与其他分屏的考生完全是截然不同的2个世界。这一幕成为烙印在每个人灵魂的震撼。佩服啊！从教40年，我还是第一次看到能把弓箭用得这么出色的学生，这少说也是到精通级别了吧？奇怪，我怎么从没见过他？是哪个学校的？听到大厅内四处响起的声音，刘坤和李文才正襟危坐，两眼放光盯着飞速变化的分数：2470分、2841分、3085分。董强连连点头，端起茶缸喝口水，朗声向全场发问：排名第一的考生来自哪所学校？我们华阳区一中。刘坤化身短跑运动员，直接冲到最前，留下李文才目瞪口呆。投身工作20年，还从没见过校长有过这般敏捷。华阳区一中，刘校长，你们这一年的教学工作很不错吗？哪里，还多亏有咱们教育局的英明领导。刘坤好不容易有露脸的机会，坐在局长旁边，红光满面，好不精神。聊天中恨不得将欧一中的优秀风貌完全展现。苏洛负4021分，198。周宇轩负2839分。死！听到此起彼伏的声音，董强、刘坤抬头一看，苏洛的成绩之后出现鲜红的数字。董强和其他人一样不淡定了。全国排名，刘校长，你们这位苏洛同学很厉害啊！只有苏洛的成绩出现变化，也就意味着苏洛进入到全国最优秀的前200人之中。苏洛倒是眼生得很啊！刘坤如何能不明白话中之意？李主任，你来给董局说一说苏洛的具体情况。不出5秒钟，李文才奔跑的速度完全不输自家校长。苏洛是我们高3、7班的学生，16岁觉醒 F 级天赋全元素掌握。现场鸦雀无声。F 级天赋，2个重磅炸弹接连出现，在场众人完全转不过弯儿。就这战力，你哄鬼呢？董强眉头紧皱，满脸狐疑。据他所知，周宇轩觉醒的是 A 级天赋力10千钧，苏洛的身手明显要超过他，最次也得是 A 级天赋才合理。要不我把苏洛的班主任叫来。桃城之星大酒店502房，张景明四仰八叉躺在软和的大床上，静静享受，细腻身躯，温声软语。他本就是个普通班的班主任，10几年来没什么太大志向，只有这点不为人知的小爱好。大叔，妩媚的双腿轻轻搭上来，黑色丝袜包裹着调皮的小脚丫，您的摸起来可比那些年轻人更生猛啊！我很喜欢这种恰到好处的赞美。张景明很受用，整整1年都很紧张，终于能有个放松的好机会。令人迷醉的香薰，炽热的嘶鸣，终于能策马奔驰在温柔的草原。张景明正准备一鼓作气冲到终点，手机响了，体验感极差。尼玛，都到这一步了，也没办法退钱了啊！接起电话，破口大骂：“你奶奶个腿儿啊！催死鬼呢！啊！哎呀，李主任，没有，你有什么安排，我都照做。苏洛，啊，对。我班的什么？行，我马上就到，马上。您别生气，李主任。张景明飞快穿上衣服，直奔桃城市政府而去。苏洛，
又给老子惹了什么祸？第4章，无他，唯手长耳。我尼玛，真日了狗！周宇轩很愤怒，到手的分数都能被白白抢走，郁闷他妈给郁闷开门，真他妈郁闷。幸好是在精英区域，凶兽分布密集，左前方10米还有一阶普通凶兽剑背地龙，状如鳄鱼，身长足有6米，全身覆盖有厚实鳞甲，以背部形如利剑的骨刺而得名。极其擅长地下潜行，突然发起的攻击足以捅烂菊花。虽是普通平定，防御却比许多一阶凶兽领主还高。持棍快步奔去，忽听到背后有落地声音。周宇轩回头看时，便见一黑色皮衣少年从尸体上拔下剑枝。抢走我凶兽的人是他！切，有本事光明正大去杀啊！抢算什么本事？初次见到那个在一众考生中颇有名气的弓箭手，周宇轩面露异色，还以为对方是什么厉害角色，看全身装备也就手上战功还算可以，完全不似能2剑击杀一阶精英凶兽的样子。搭箭，引弓！周宇轩猛然变脸色，身体骤然紧绷，莫不是因为说几句就恼羞成怒？两人相距不到5米，周宇轩意识到这一点，嘴角上扬。5米之内，他有绝对把握；5米之外，剑快；5米之内，周宇轩自信手中棍比剑快。嗖！待周宇轩反应过来，闪光螺旋剑精准从剑背地龙鼻孔中射入，贯穿全身射出，当场死亡。苏洛快步从周宇轩面前掠过，拔出螺旋剑一跃而起。怪是我凭本事抢的，你有本事也来抢我的呀！咱别的本事没有，就是会射。无他，唯手长耳。嘻嘻嘻，没办法吧？气死你！一棍狠狠砸碎墙壁，无能狂怒。这一幕被示意中的人看到，血压飙升，指着屏幕半天说不出话。这世界上怎么会有如此厚颜无耻之人？董局，张老师10分钟内就到。5点24分54秒，苏洛分数达到惊人的5867分，全国排名来到157位。按照往年陶城考生的表现，分数最多也才破3000。董强隐约感觉今年要转运。砰！大门推开，走进个颇为落魄的中年男人，裤子反穿，衣衫不整，气喘吁吁。这就是苏洛同学的班主任张景明张老师。张老师您好，抱歉，这么急匆匆叫过来，是有些事情想要问您。没有，局长您客气了。张景明可是老油条，还以为要受苏洛牵连，彻底下课，何曾见过市教育局长如此客气。您班上的苏洛，可以将他的情况说说吗？咽了口唾沫，张景明整理思绪。他喜欢在5星酒店的柔软大床上实操生物繁衍欲望消除实验不假，对每个学生的情况也同样了解。情况大致说完，与教导主任所说分毫不差。在场一众校长和火箭班、特优班老师陷入沉默，眼睛下意识瞥向屏幕，苏洛正在楼顶与楼顶之间穿梭跳跃。猎杀仍在继续，最不忿的莫过于示意中，尤其亲眼目睹周宇轩的凶兽被抢走，个个义愤填膺。若非有一众领导在场，险些破口大骂，还能这么玩？张景明汇报完毕，不自觉看向屏幕，一袭黑色皮衣的少年仿佛暗夜的游侠猎手，精准猎杀凶兽，见出必杀，不停用手帕擦拭汗水。这还是我认识的苏洛？小声嘀咕着，张景明转瞬瞪大眼睛，嘴巴能塞得下2只大白馒头。陶城第一，全国第153，浑身不自觉颤抖。张景明忽然很想找个地方坐下，他怕自己高兴到晕厥。一个是状元的奖金发下来，再也不愁未来1年的研究经费了。全国前100。董强一拍大腿，在会议厅旁若无人踱步。高考结束还有4个小时，按照现在这个得分势头，冲击全国前50也很有希望，未来可期啊！暗自压抑内心激动，眉梢已见喜意。一些校长和老师后知后觉，骤然紧缩的瞳孔显露内心所想。陶城放在全国压根儿没什么名气，往年也不曾在高考上有任何亮眼表现。各类资源分配垫底早已被边缘化。如果此次能出现优秀考生，下1年陶城的教育资源必然增加，必将有更多实力不俗的觉醒者参加高考。换种角度，可能在座所有人都得感谢苏洛。杀戮还在继续，苏洛的分数已经是周宇轩的2倍。漆黑身影穿梭于隐山市的大街小巷，从凶兽尸体上取走螺旋剑后，无缝衔接射出。苏洛负6216分87，苏洛负7349分66，苏洛负8995分49。在场各重点高中校长和老师们神情复杂，望向区域中的3人。除非苏洛作死取消考试资格，否则是状元的位置稳如老狗。现在有资格与苏洛同台竞技的人，是来自全国各个省市最顶尖的那一波。
刘坤仿佛看到高考结束后对着镜头大谈特谈的情景。华阳区一中明年必定起飞，或许还能升入市重点中学。校长和教导主任咧嘴笑个不停，已经被这从天而降的运气砸到不能自已。从一只狂电猛吸的眼中拔出剑，随意在破布上擦去粘液。射的次数太多了吗？箭头上的螺纹接近消失，肩头变钝，顿时有些心疼。螺旋剑单根售价有上千华夏币，苏洛重新插回剑袋，向前一步，跨入此次高考的最终核心区域——隐山市中心。此次高考的核心区域，真正让优秀觉醒者脱颖而出的舞台。行走于残破市中心，凶兽气息凌厉，瓦砾间出现一只浑身棕色粘液的半透明怪物，史莱姆一样的润滑身躯，拳头大小的核心在其中跳来跳去。粘液毒虫。苏洛眼睛眯起，清晰看到弱点十字跟随核心快速移动，身体陡然变红，十几条触手从四面八方袭来，浑身遍布毒线，哪怕只是稍微触碰也会引发中毒。苏洛双脚蹬地后撤，身体空中回旋躲闪，这般反应速度与应对使不少火箭班的班主任连连点头，即便他们班上的优秀学生也难以做到。瞄准拳头大小的核心，射出光剑，身体落地瞬间再度弹起躲避。好快的反应，好敏捷的身手，一位年长的优秀教师不吝夸赞之词。噗嗤，粘液毒虫身体被射穿后很快复原，没有造成半点伤害，除非命中核心，否则在场不乏觉醒者存在，当即点出关键所在。照我看，有点悬，这个小家伙算碰上克星了。十分了解粘液毒虫对弓箭手的克制，张景明霎时嘴唇苍白，满面愁色。以目前苏洛的身体，想要摆脱速度并不慢的粘液毒虫，几乎不可能，更遑论将其杀死。校长刘坤和李文才连连摇头，长吁短叹。好不容易出现个厉害种子，刚寄予厚望，就碰到这种恶心凶兽，没办法用速度取胜。恶臭的风吹拂面颊，顺手弹去黑色皮衣上的泥点。头不会断，血不可流，皮衣灰尘不能有。抽出那根几乎被磨平的螺旋剑，一瞬便是通体赤红，周遭空气产生扭曲波纹。火元素附魔，射你一发热乎的。炙热的火箭连粘液毒虫的身体都无法凿穿，只有一半没入身体。哎呀，完了完了！刘坤一跺脚，双手洗面，嘴角一歪，从剑袋中取出一支全新的螺旋剑，自下而上，金光闪耀。咚！粘液毒虫半边身子炸碎，核心刚好被炸飞到体外。触手本能追击，想要再将其包入体内。黑色曼陀罗绽放，扭腰回身射击，光华一闪，核心炸裂。叮！手环发出轻响，击杀成功。干得漂亮啊！在场觉醒者们稍微一愣，交口称赞。苏洛却是满面忧伤。唉，炸了一发螺旋剑，有点亏。明明磨一磨还能当普通剑用的。第5章，别忘了给钱。此子心性实力不凡，老刘，这是从哪个学校转进来的？明明就是我土生土长的区一中学生，你怎可凭空误人清白？你们区一中的学生还有钱买技能？某个经验丰富的教师摩挲着下巴推测道，他应该是将元素附着到剑上，使其拥有爆炸的效果。其余几个本身是觉醒者的老教师点点头，深以为然，更是敬佩不已。利用天赋特性开发技巧，印象中都是高阶觉醒者才会去做。意识到的校长和教师将目光聚焦于张景明，他们想不出谁还会去引导苏洛。张景明听得一脸懵逼，看来我是见证了一个天才的崛起了。董强来到走廊，神情激动，掏出手机拨通陶城市长的电话。全国第18名，大大超出他的预料，说不定真能挤进前10。不出30分钟，市长一行人出现，真切看到梦幻的分数，市长也变得激动。陶城教育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好成绩。听完董强的情况汇报，市长赶忙吩咐自己的秘书马上去苏洛家中了解情况，现场打电话嘱咐相关部门务必要特事特办。窗外天色已黑，老旧小区还用着淡黄色的旧灯泡，灯光下承重墙的裂缝更显触目惊心。萧晴与罗妙夏安静吃饭，母女俩已经商量好，等苏洛回来就准备搬家。白天经过工程部门勘验，确定属于危房。那家伙要是没考好，看我不揍死他，还差点把我射死。新账旧账正好一起算。萧晴对刀子嘴豆腐心的女儿格外了解，如果苏洛出什么事情，罗妙夏肯定是第一个冲上去的人。夹了口米饭，看眼墙上的钟表，距离高考结束还有不到4个小时。听到急促的敲门声，打开门后来人自称是市长办公室的秘书，西装革履，神情严肃。在他身后是几个唯唯诺诺的工作人员，萧晴恰好认识他们，之前没少被他们刁难。今晚感觉这几人有些畏首畏尾。很快，
萧晴丈夫的各类补贴共计40余万出现在账户。这是忽然怎么了？没什么，夫人，积压多年的款项早该给您发放。他们3个是我们的临时编外人员，明天他们就会被解雇。3人瞪大眼睛，转瞬眼眶满是泪水。我们市里局的，谁的也没用，这是市长亲口过问的重大过失。3人大闹着自己患上了抑郁症，已经有人进来毫不客气拖出客厅。抱歉，打扰2位休息了。秘书十分客气。母女俩不明所以，对于这莫名而来的滔天财富处于蒙圈状态。哦，对了，萧女士养了个好儿子。在想问时，几人已经离开。妈，该不会是小洛他出神药意外了吧？萧晴顿时双腿瘫软坐地，眼泪止不住的流。她分明还记得20年前也是这样，紧接着2天后就收到丈夫因公去世的消息。天空下起淅沥淅沥的小雨，母女2人的哭声被掩盖。高考中稍微的天气变化，无数考生的命运可能因此而改变。漆黑的夜幕，瓢泼的大雨，凶兽愈发狂暴，雷鸣电闪。荒废的隐山市各个角落都有考生在与凶兽殊死搏杀。他们中大多来自普通家庭，每个人都明白，鲤鱼跃龙门，未来如何，只在今夜最后一搏。只有通过高考上觉醒者大学，才能在更广阔的舞台上起舞。3点02分56秒，数台武装货运直升机全身闪耀，飞临隐山市中心上空。无数人抬起头，神色各异。下方是5个粗重铁笼，其中本次高考实战考核的特殊挑战目标异族，他们拥有不输凶兽的力量体魄、种族天赋、特殊手段层出不穷。最关键的是，异族具备灵智，2阶领主异族等同于人类7、8岁的智力。交战中考生全程优势结果被绝地翻盘的例子，每年高考不在少数。单独击杀异族的考生会被一流大学甚至顶尖大学青睐，成为其特招对象。老周，机会来了，走！周宇轩大手一挥，数道身影紧随其后。挑战异族才是他真正的目标，被抢分数又能如何？小伎俩终究不能登大雅之堂。单腿踩着凸起的房檐，漆黑中一双闪烁星芒的眼眸格外闪耀。苏洛找到先期放出的4个异族之一，魔猿族瑞士，通体青红交加，持3米长大刀，凶悍非常。一刀，街边3层小楼已成废墟，被评定为1阶领主。皮糙肉厚，力量之大可以举起单手托举重型装甲车。就你了，兄弟爱，为了我能上大学，请你成为我的翅膀。黑色是夜幕下最好的隐蔽，大雨又将脚步跳跃的声音掩盖。舒尔，璀璨金光撕裂天地。吼！肌肉凸起的肩膀上剑枝没入大半，血流不止。巨猿疯狂打量四周，寻找暗中偷袭的老六所在。果然没办法穿透吗？苏洛感叹一声，不愧是教科书上说能够打服2阶领主凶兽的存在，这等身体强度果然不凡。剑枝偏离，雨水的影响不可小觑。魔猿族瑞士挥舞巨大砍刀，化作重型战车，粉碎前方一切阻碍。2点之间线段最短，从高楼跃出，大雨掩盖弓弦的弹响，一瞬又有5道金色光剑，扑哧扑哧，完全就是个移动的火把子。刹那又添5道伤口，双脚中箭反倒激发凶性，奔跑速度更快。大鸟雄起，跃跃欲飞。啊哈，还不停下！炙热火箭激射而出，精准刺在耷拉着的头部。爆炒，咚！烤鸟肉的味道很香。单手武当，丑陋的脸庞无比扭曲，痛苦的惨叫传遍整个核心区域。不少打算迈过分界线的觉醒者听罢，立即放弃念头。一剑两用，绝育爆炒2不耽误，成功阻止魔猿瑞士悠闲站在高楼之巅，一发又一发。不出5分钟，魔猿族瑞士死亡，分数增加9763分。苏洛记得在2024高考分数手册中，击杀魔人族瑞士的满分为1万。击杀特殊挑战目标，由智能系统综合评定后增加考生分数。异族真是个好东西。系统启动，才51点。无奈笑了笑，从皮衣内口袋再掏出一根能量棒，叼在嘴上。有条不紊收集螺旋剑。目前全国排名第7，苍兰省排名第1，又变了，是第5。张景明感觉自己的腿在颤，并不是因为策马奔腾后消耗太大。哈哈，这次天佑我陶成啊！好半晌，市长爽朗的笑声传遍每个角落。张景明与教导主任扶着兴奋的校长，自己同样也在发癫。其他中学校长与名师瞅着兴奋发癫3人组，不屑中还有几分羡慕与嫉妒。班长，咱们要不还是退出核心区域吧？我感觉有点不妙啊。唐不凡听到四周响起的嘶嚎，心惊胆战。3人中，沈子彤分数最高，有3241分，他与马安国也都突破2500分，
精英区域努力也能破3000，上个二流大学很稳妥。恐怕现在想要走，没那么容易了。沈子彤甩了甩头发，身体寒气弥漫，宛若火焰燃烧，恰好利用雨水冻出一层寒气铠甲。天赋寒焰魔熊在强化身体各项能力的同时，还有一部分冰元素的能力存在，看得旁边马安国一阵羡慕。三人不远处，雨滴冲刷下，白骨没有一丝杂质，空洞的眼洞闪烁幽蓝火焰。一阶领主一族，骸骨亡灵，实力堪比二阶领主凶兽。闪电掠过，阴森面容突现，三人无不是心中惊颤。唐不凡双腿仿佛陷入沼泽般无法活动。骸骨亡灵的天赋技能震慑，黑暗环境下对周身4米范围内目标造成威慑效果，使之陷入无法活动的状态。马安国与沈子彤本身就有强化类型的天赋，并没有太大影响。沈子彤回身一个巴掌甩出，唐不凡恢复行动能力。骸骨亡灵挥刀横扫，厚实墙壁如干脆的薯片，顷刻破碎。沈子彤瞅准时机，斜向上弹射而出，白皙柔嫩的拳头不大，却有轻松打穿10厘米铁板的距离。看似高大的身躯，实则极其灵活。厚实圆盾恰好挡下，身体向前猛推，沈子彤倒飞数十米，口吐鲜血，面如金纸。唐不凡挥刀猛砍，全部被盾牌挡下。马安国一拳轰出，同样如此。单凭这一手熟练的使盾技术，就能让绝大部分考生束手无策。沈子彤艰难爬起，五脏六腑火辣辣的疼，眉心凝成一团。仅一下就有如此威力，雨变得更大，漆黑中有火红一箭射出，速度并不算快。当，剑枝没入盾牌，骸骨亡灵眼洞里的幽蓝火苗来回摆动，似是在嘲讽这软弱无力的一剑。咚！一阵急促的爆炸，盾牌出现裂纹。准备好！沈子彤听到这个熟悉的声音，刚扭头，先后2发火红长剑定在盾牌，刹那4分5裂。2发火箭强势进眼洞直抵核心，喷涌爆发的炽热量大管堡，光滑炉顶出现裂纹。三人眼疾手快，用出全身力气攻击，眼中幽光仿若风中烛火，转眼已灭。我们击杀了一阶领主一族！马安国兴奋大喊。唐不凡握紧拳头，喜上眉梢。梭罗俏脸上写满惊骇，他的剑什么时候变得如此厉害？黑色皮衣闪亮，不停有雨水滴落。你们3个没事吧？刚才多谢了。闻言，马安国与唐不凡点点头。他们明白，若没有梭罗那几剑，断不会如此轻松击杀一族。谢什么的可以不用说，一根螺旋剑1000华夏币，刚才爆了我5根，一个人1700华夏币，不过分吧？别忘了给钱，转账扫码都行。第6章，我就喜欢射的日子，总不能自己帮忙还贴钱，对不对？沈子彤没好气翻了白眼，都10多年过去，还是那个样。唐不凡和马安国恨不得当场给苏洛转账，甚至再多个几倍10倍也没问题，只要苏洛能带着他们。三人各自收获1850分，稍微努力就能达到一流大学的分数。想起恰到好处的支援，以及一路上来不曾有凶兽被抢，沈子彤嘴角微扬，满心欢喜。苏嫂，要不要我们？你叫我什么？转瞬想到与苏洛的赌注，沈子彤俏脸绯红，脱口而出道：他这辈子都别想。马安国笑嘻嘻拍拍沈子彤，话语中满是戏谑之意。来，乖孙女，叫爷爷。一记刺拳打在小腹，马安国瞬间完成如虾米一样。唐不凡在旁边瑟瑟发抖。我叫你一声爷爷，敢答应？你配吗？每年高考的挑战都包含4支1阶一族和1支2阶一族领主，只有在1阶一族全部死亡，关押领主一族的囚笼才会开启。倘若完成击杀，按往年惯例会获得被顶尖大学特招录取的资格。一连10几年逃城考场的领主一族都很幸运。所谓特招录取，是在高考结束到成绩放榜前，各个大学招生办主动来到认可的优质觉醒者所在地，开出丰厚条件招揽入学。学校与考生各取所需，更是一种荣耀。手环上显示分数为32169。苏洛并不知道自己的排名，为稳妥起见，还是尽可能更多猎杀凶兽，提高分数。系统启动，眼前悄然浮现出系统信息面板。姓名苏洛，等级觉醒者，天赋全元素掌握 S 级，黑色向上箭头，力量157，黑色向上箭头，敏捷143，黑色向上箭头，体魄165，黑色向上箭头，精神212，黑色向上箭头，技能攻术掌握精通，黑色向上箭头，心之眼龟神极目心瞳成长，装备合金战弓高级，螺旋剑 X95 高级，自由点4368。点击天赋后的箭头提示出现，提示当前自由点数不足以提升天赋等级，请问是否继续升级？
使用一点尝试，并没有发生任何变化，应该是与自由点数获取规则原理大致一样，除非达到能改变的程度，否则不会直接显示在系统信息面板。要不尝试一下攻术掌握的等级？苏洛内心想到。提示：你确定将攻术掌握升级至宗师？思忖片刻，苏洛选择升级。信息面板上攻术掌握的等级提升为宗师，一共花费4321点。关闭系统面板。嗡！眼前莫名一黑，苏洛扶墙站好，无数弓箭射击的经验疯狂灌入脑海。短短一瞬，苏洛在攻术上的造诣完成从精通到宗师的跃迁。这是？苏洛好奇看向手中合金战弓，仿佛变成他身体的一部分。嗖！突然射出一箭，600米外，一片树叶被雨水打落，背面潜藏着一条拇指粗细的弯星虫。啪嚓！叶碎，箭头恰好将弯星虫点在墙壁，而不曾将其杀死。这就是宗师程度的攻术。雨滴看似很轻，却会对射出的箭支产生影响，继而发生细微的偏移。正所谓差之毫厘，谬以千里。如此环境还能完成点射的神奇操作，就好像真的拥有数十年勤修苦练一般。提升后，技巧会融入我的血肉，真正变成了苏洛的一部分。苏洛难掩欣喜，长长呼了口气，将皮衣的衣领拽起，黑暗中露出一口洁白的牙齿，双目闪烁星芒。越来越多的考生无法按捺对分数的渴望，他们选择迈过分界线，来到核心区域，进一步提升分数。大雨滂沱，借着微弱亮光，看到惊悚的一幕：随处倒下的凶兽尸体，有些已经被雨水泡至肿胀，依旧是只有箭伤。难不成经历过先前被抢怪的考生们，仿佛再度被弓箭的恐惧所支配？不要啊，还让不让人活了？老天，我怎么和这种人在一个考场？你干死我算了！核心区域凶兽何故惨死街头？崩溃的考生们缘何以泪洗面？究竟是射得太快，还是射得太狠？考生们骂骂咧咧，寻找着如同国宝一般珍贵的凶兽。窗外已是漆黑，市政府大楼灯火通明，实况会议厅内洋溢着喜悦的氛围，就差没有直接开香槟庆祝。有生之年初次站在一众市领导身边，华阳区一中3人受宠若惊。张景明来时模样狼狈不堪，胜在业务能力出众，对班上所有学生资料对答如流，加之又教出苏洛这么个出彩的学生，赢得现场一片夸赞之声。距离高考结束还有1个小时左右，苏洛的全国排名冲到第3。屏幕上的实时直播中显示，苏洛仍旧在高空穿梭不停。众多老师不免感叹，刘坤不知道是积了几辈子的阴德，才碰上苏洛这么个绝顶的天才，达到了陶城前5古人，可能也是后无来者的高度。他找到2阶一族领主了。不知是谁喊了一句，全场目光再度集中。4支1阶一族有2支被苏洛干掉，这等成绩放眼全国也是屈指可数。雨刚停，乌云已过月出明，朦胧月光下，坚硬鳞甲泛起翠绿，巨大龙翼包裹全身。中心摩天高楼顶端，龙人俯瞰整座城市。是龙人？葛老头的题目一如既往的难啊。苏洛在月光暗影下逐渐接近，嘴里嚼着最后一根能量棒，脑海浮现出曾经学过有关龙人的情报。具备飞行能力，双手可使用武器作战，还能喷出龙炎，属于能近战可远程的棘手怪物。清点剑袋中的螺旋剑78支完好，17支磨损严重，3剑上弦，光元素附魔。周宇轩几人发现龙人领主的踪迹，全力奔跑，头顶有金色流星划破寰宇。热狗，大家快上！再迟就完犊子。周宇轩脸色煞白，龙人这种会飞行的单位，正好能让弓箭手发挥距离优势。眼球布满血丝，连续撑杆跳，飞跃直上。体表鳞片组成的光滑铠甲，依旧无法阻挡奇快无比的光剑。抑扬顿挫的咆哮宣泄内心的疑惑，双翼展开高飞于天，手持钢叉又俯冲而下。苏洛好似未卜先知一般飞身闪躲，又是3发光剑击射。这次龙人终于看清，每一发剑都在飞速旋转，渐渐飙泻。狭长眼眸触及苏洛的冰冷目光，龙人的内心生产恐惧。吼！龙人为自己被渺小人类震慑而狂怒，数道龙炎喷出，将夜空染成赤红，一道道刺目金光爆发。这是哪个学校的大佬？忒猛了吧！看个球看，距离高考结束不到半个小时，赶快多刷点分。苏洛，什么时候这么强了？沈子彤遥望那道背影，终是叹口气。他发现自己与苏洛之间的距离正在飞速增加。有朝一日，我只能仰望，对吗？龙人翱翔于天空的舞台，紧盯愈发减轻的箭袋。愚蠢的人类，等你射光的那一刻，就是你的死期。元素之光由金转青，风元素附魔。第7章，打赌赢了收个妹妹。黑色皮衣被夜风吹起，
青色风旋缠绕剑身，风元素附魔完成。苏洛嘴角翘起，剑头通红，周遭空气因高温而扭曲，不知何时凝聚火元素。双元素附魔剑，爆炎风旋剑，手腕稍稍旋转，弓弦被扭曲。正剑出弓的刹那，周宇轩瞪大眼睛，满是疑惑惊奇，消失了。只听到弓弦爆响，不见有剑飞出。轰！龙人左半边翅膀爆炸，血肉横飞，风助火势，火掌风威，火舞风旋。龙人从高空坠落之际，苏洛接连射出一发爆炎螺旋剑。这样的活靶子倒也容易，待到砸落地面时，威风凛凛的龙人千疮百孔，早已是死的不能再死。这他妈也行！弓箭手什么时候这么厉害了？手环上显示分数为76902，击杀2阶领主龙人得分18532，自由点数增加78点。苏洛稍稍活动手指，灿烂一笑，顶尖大学的特招名额应该稳了，就是我的螺旋剑啊！实况会议厅瞬间炸锅，连阶位都还没有的考生单杀2阶领主龙人，往年哪次不是组队才能勉强战胜？苏洛负76902分。会议厅鼓掌呐喊如山呼海啸。桃城高考成绩第一，苍兰省高考成绩第一，全国高考成绩第一。在场众人不曾料到自己居然会亲眼目睹奇迹诞生。苏洛的战绩放眼全国都是相当炸裂的存在，只需等国家高考中心审核复查，成绩就会最终敲定。实际上，觉醒者高考极其严苛，若有违反规定作弊嫌疑，当场就会被驱逐出考场。像苏洛这样全程参与，其成绩基本等同于确定。实况会议厅瞬间嘈杂，快！通知今晚上所有人加班，已经下班的人全部到岗。写出的稿子我要全部过目，连夜研究，确定考生力学方案，我要亲自参加主持。和媒体的朋友们打好招呼，高考一发榜，报道就要铺天盖地给我上。华阳区一中3人被簇拥环绕，高兴到合不拢嘴。桃城一中校长和老师走上前祝贺。当苏洛取得全国状元成绩的一刻，这些学校除了羡慕嫉妒，更多还是佩服。手环再次震动，高考结束。一场高考将系统的诸多规则掌握，苏洛原地坐下，仰望天空，笑得灿烂无比。接下来是回到初始地点，交付手环等一系列流程。从大巴上下来已是半夜，校长和教导主任挨个上前握手，激动无比。7万多分的成绩在历届高考中也不遑多让，苏洛保守估计应该能到全国前3，甚至更高。单独猎杀2阶龙人领主，肯定可以获得走特招路线进入顶尖学府深造的机会。谢绝了校长准备的庆功晚宴，坐上回家的公交车。本以为苏洛已经死去的萧晴与罗妙夏红着眼睛又哭又笑。还没吃饭吧？马上就好。萧晴连忙钻进厨房忙活。罗妙夏拽起弟弟来摸了半天，确认没受伤才安心。意识到弟弟早已长大，雪白优雅的脖颈满是通红。吃完饭，苏洛被强制去睡觉。罗妙夏打开手机，铺天盖地满都是本地最新关于高考结束的新闻消息。妈，你听，据悉，本市考生苏洛发挥出色，分数排名全国第一，咱家小洛是全国状元。有关小城市桃城走出全国状元的新闻，在华夏国各地引发轩然大波。马上就有人直接扒出苏洛的天赋资料表，质疑桃城高考作弊，成绩作假。尤其天赋强度一栏鲜红刺眼的 F， 更是令不少喷子找到突破口。桃城这是想火想疯了吧？就这种觉醒者，老子学校一抓一大把。这要真是状元，老娘直播卖。各大觉醒者论坛质疑谩骂声音甚嚣尘上。10几个小时后，觉醒者高考中心发布一条46分39秒的视频，将各个视角下苏洛单独击杀2阶领主及一族的高清视频放出，标题为心有蝇营狗苟，不见人间沧桑。视频中苏洛展现的射术被数个知名弓箭手夸赞，展现的实力直接让所有人闭嘴。这个苏洛到底从哪冒出来的？红海市郊区的豪华别墅内，少年化身桌面清理大师，转瞬恢复平静。啪啪，接连2个巴掌。他想不通自己会落后上万分的理由。我豫北漠可是在2000次模拟战中都没失败过呀。高考结束第3天，华阳区一中礼堂布置得格外隆重。随着主持人对苏洛的介绍，学生们瞪大眼睛，他们无法相信，一个只有 F 级天赋强度的人，究竟如何才能杀出重围，夺得高考全国状元？苏洛身穿黑色皮衣出现，许多女生见到真人比视频里还帅的主角，忍不住掏出手机拍照。其实苏洛心中很是无奈，若非校长专门去早餐店蹲点，他还真不会在这种场合出现。一番平淡的讲述，每个人都受到鼓舞。学长这样都能行，我上我也行。
最后被问到有没有要送给学弟学妹们的话时，一瞬间想到许多。呼，苏洛的眼神骤然明亮，扫视下方那一双双期待的眼睛，淡淡说道：“守得云开见月明。”掌声雷动，经久不息。之后又交代了一遍报考大学以及特招的注意事项，张景明这才放苏洛离开。才刚出校门，就被一个清脆爽朗的声音叫住：“哟，这不是沈大班长吗？”沈梓潼穿着双圆头小皮鞋，一条洗得发白的牛仔裤，勾勒出浑圆饱满的腿部线条，上身一件雪白无瑕的薄衬衫，显得青春靓丽。看来演讲很成功。那是当然，也不看看我是谁。沈梓潼双手不自觉放在身后，有一搭没一搭和苏洛聊着：“班长，你是不是来兑现承诺的嘞？”狠狠瞪了一眼，沈梓潼轻哼一声，停下脚步。苏洛知道沈梓潼的性格，赢是赢，输是输。你闭上眼睛！双目微闭的下一秒，沈梓潼深吸一口气，刹那小脸通红。GIE 第8章大学刺客，4所顶尖大学齐聚。哈哈，从今以后你就是我的好妹妹了。哼！沈梓潼稍微愣了愣，似乎明白了什么，不免心中叹了口气，从包里取出一张卡，没好气道：“卡里有1万华夏币，够了吧？”哥，够。苏洛刚打算接过，沈梓潼眉心一皱，说：“谢谢。”谢谢。就这？谢谢，我的好妹妹。笑眯眯接过银行卡，苏洛眉头一挑，发现还是张华夏银行限定的粉色桃心卡，嘴角不免翘起。分别时，沈梓潼望着那道身影，悠悠叹了口气，45度角仰望湛蓝天空。就只是妹妹吗？我不想当妹妹，该怎么办？时间一天一天过去，按照往年高考成绩发布的日期来看，应该还有5天。苏洛每天还是过着自律的生活，天还未亮，起床绕着桃城外环的公路跑圈，属性提升后速度快了不少。多出的这部分时间，苏洛拿来磨练近战格斗。系统可以省去提升境界的时间消耗和繁琐练习，但是从无到有必须经过自己的努力。当然，有归神境界的心之眼，领悟的时间并不会很长。而且谁说工兵不能近战？6点半准时出现在早餐店帮忙。萧晴的早餐店已经开了10多年，以量大实惠好吃闻名，食客大都是附近的住户。一个年近70的老大爷瞅着苏洛与新闻中的俊朗少年颇像，不免多看几眼。即便有询问者，苏洛也只是笑笑不做回答。新闻上出现的名人，在这个全都是普通人的老居民区，忙于生活的他们看过后，压根儿不会记得长相。早在得知分数时，萧晴专门与苏洛聊过，前世在家庭上的缺失，使得他这一世格外珍惜。萧晴表示早已习惯现在的生活，苏洛也不打算因为自己的缘故而过多改变，像往常一样结束忙碌。回到家时，邮差无奈送上满满2个大纸箱，全部都是各个觉醒者大学发来的招生简章。罗妙夏打着哈欠刚走出卧室，当初没有觉醒天赋的他选择坚持梦想，成为一名面点师。现在看到堆积如山的招生简章，顿时来了兴致。搬个椅子坐下，右腿轻轻搭在左腿，耷拉着卡通拖鞋，笔直修长的腿部线条显露无遗。信手拿起一封，罗妙夏顿时眼睛闪亮，赶忙向苏洛推荐起来。单人超大公寓，拎包即可入住，每个月还有2万的助学生活资金。老弟，这个不错啊。你等等，我天，还是这个吧，独栋小别墅，聘请前方经验丰富的觉醒者做教授，有海量的技能存储。咱们是上大学，又不是去工作，还是这个临川觉醒者大学好了。每一封招生简章都做得格外精美，噱头十足。罗妙夏之前没有过多了解，也难怪如今在海量招生简章里看花了眼。妙姐，你看这个怎么样？苏洛平静将手中的简章递过去，询问之意颇多，大有一副只要罗妙夏点头就拍板决定的样子。强忍心中笑意，一本正经问道：“妙姐，我觉得这个还挺不错的，你看看。”罗妙夏接过手上，顿时一沉，颇有质感的封面与鎏金的大字更是高级感十足。洛城大学，我看看。美目盯着简章，一个字一个字读着，罗妙夏认真的神情差点让苏洛笑出声。优秀觉醒者选择本校，男生会有专职女学伴陪读，女生不行。罗妙夏柳眉倒竖，鼓起腮帮子，像个塞满瓜子的小仓鼠一样，斩钉截铁吼道。气愤至极，双肩微微颤着，罗妙夏啪一拍桌子：“这种使人倍感幸福的学校，才不会是好地方呢！”哈哈，苏洛终是忍不住笑得前仰后合，而罗妙夏张牙舞爪扑了上去。咚咚咚，正在沙发上打闹的2人瞬间安静。罗妙夏这才意识到自己已经和小时候打闹一样骑了上去。薄薄的小吊带已经滑落，露出白皙柔嫩的香肩。毕竟是夏日清晨，刚从卧室出来，穿着清凉也正常。飞快下来去开门，白皙的脸蛋上还残留着几分红晕。一个成熟女子穿着正装，
满是精英的派头。棕色波浪长发大红唇，贴身包臀裙与黑丝恰好将完美的臀部和腿部线条勾勒得恰到好处。明眸善睐，红唇轻启。您好，我是萧月贵族学校的招生办主任，我姓孙，孙威。罗妙夏稍稍挽起发丝，连忙邀请进屋，简单寒暄介绍一番。孙威说明来意，如今高考成绩还未公布，苏同学在高考时的亮眼表现，完全达到我们学校的特招入学条件。刚才已经介绍过学校，如果苏同学选择我们学校，愿意一次性拿出650万的助学款，4年在学校的所有花销也都由我们承担。罗妙夏倒吸一口冷气，樱桃小嘴张大，似乎能塞得下一颗日落果。650万，他的面包店干10年都不知道能不能赚到100万。不光如此，我们还有专门的美女射术老师，保证能够满足苏同学各方面成长的需要，确保能有更好的未来。说话间，孙威眼波流转，暗送柔情，毫不夸张展示自己成熟的诱惑。正处于血气方刚的年纪，这种岁月的醇香干烈最难以抵挡。触及到苏洛的澄澈眼眸，孙威心里咯噔了一下，意识到自己似乎太小瞧这个出生小地方的全国状元。来之前做过详细调查，他也知道苏洛的家庭情况，泼天的财富再加上美色诱惑，必定可以将其拿下。孙威这一刻发现自己错得异常离谱，只是仍旧不愿放弃。对自己的口才，他有相当的自信。选择清晨，就是为了能够将其更好说服。他是实干家，动口不行，手也可以。嗨嗨，他猛然意识到房间里还有罗妙夏这个完全不逊色自己的存在，对方不曾有半点粉黛，已是令他自叹不如。感谢您的好意，在报考学校上，我还是想多考虑考虑，总不能折在大学刺客手上不是？场面顿时十分尴尬。事实上，培养一个优秀的觉醒者需要海量资源。每年高考结束，大学的抢人争夺战就会开始，招收到更优质的学生，学校可以借此机会向国家索取更多教育资源。不入流的大学会打出各种响亮诱人的噱头，用各种手段诱惑优秀觉醒者签下入学协议。每年都会有类似的案例发生，屡见不鲜。被当面拆穿，孙威脸上笑意不减，站起身客套一番后，正准备离开，苏洛屁股不曾离开沙发，悠悠说了一句：“不送，孙阿姨。”噗！意识到自己失态，罗妙夏捂着嘴巴，一双灵动的大眼睛弯成了月牙儿。呼，再见！砰！孙威气急败坏离开，没想到从进门那刻起，自己便成为苏洛眼里的小把戏。本想维持最后的体面，结果被一句话直接破防。哈哈哈！刚刚还担心小弟被成熟的坏女人诱惑，现在罗妙夏捧腹大笑，还不忘连连给苏洛竖大拇指点赞。所以这些，你见过哪些顶尖学府会迫不及待上门的？这些可全都是大学刺客。苏洛解释道。哼，要不是我，你指不定早就被那个坏阿姨给诱骗。且我天天守着一个大美女，怎么可能会中招？脸颊顿时变得滚烫，罗妙夏有些害羞，低下脸蛋，完全看不到脚尖儿。臭弟弟，人长大了，嘴巴也变得甜了。我是说咱妈。啊！罗妙夏张牙舞爪，又冲了过去。约莫大学情报分析室，作为华夏国4所顶尖大学之一，约莫大学拥有最顶级的情报分析和信息系统。经过对全国各地区的优秀考生的视频资料分析，系统会相应给予优先级。全部招生办老师连同主任吴月莲分坐两侧，大屏幕上图像转换，出现一张清秀俊朗的少年照片，旁边则是他身着黑色风衣引弓射箭的截图若干。不少年轻的女老师顿时眼前一亮，嘴角出现会心一笑。谁不喜欢天天给一群养眼的学生上课？在显眼位置是由红色毛笔写下招生的优先等级，银钩铁画，苍球有力 ，SSS 加。呼，每个人的脸色都发生变化。诸位，校长任丹青神情肃穆，指着苏洛的照片沉声道：“陶城之行，务必要将此次全国高考状元苏洛收入我们约莫大学。”吴月莲转着圆珠笔，问出所有人心中疑惑：“那万一有什么特殊要求？”全力满足，我给你最高等级的权限，你明白了吗？吴月莲欲言又止。如果能够将全国高考状元招收进来，约莫大学的新生水平必将提高一个档次。更关键的是，往后1年的各项资源将会呈现井喷式增长。前几年，其他3所顶尖大学不惜一切代价招收优质种子，约莫大学却畏首畏尾，以至于这几年下来，约莫大学在各种对抗中先机全无。对于新校长任丹青的放权，吴月莲内心惊讶。他同样明白，成功招收全国状元会给约莫大学带来多么巨大的影响。异族和凶兽肆虐的今天，觉醒者是唯一能够与之抗衡的存在。高阶的觉醒者更有着谈笑间毁灭一座城市的实力。超过万年的时间，
社会的规则早已悄然发生改变。高级天赋的觉醒者，毋庸置疑金字塔顶尖的存在。招收新生的质量，往后4年的成长，皆会影响国家给大学分配资源的倾斜程度。将最好的资源分配给最优秀的觉醒者，始终都是不变的规则。招生会议结束，校长任丹青特地将吴月莲再次拉到办公室，反复嘱咐：吴主任，今年对于我们约莫来说至关重要。校长，我想……犹豫片刻，吴月莲还是说出心中想法：万一苏洛坐地起价，或者有什么其他的要求，我常年与各种优质觉醒者打交道，其中不乏天赋强度高但是有特殊癖好的，吴月莲也是大伤脑筋。他并不认为苏洛值得约莫大学不惜一切代价。天赋是影响觉醒者战力的关键因素，却不是唯一。这种小地方出来的人，压根经不住诱惑，一飞冲天，只会让他们在赞美声中迷失自我。我反倒觉得红海市状元，高考排名第2的郁北墨，出身高贵，家境优渥，更兼品质纯良，是个好苗子。任丹青拧开保温杯喝了口水，脸上随即泛起苦笑。如果是这样，那你和小玉交换一下，去红海市如何？真的吗？我是说，如果小玉她同意的话。他会同意的。瞧着吴月莲略带高兴的背影，任丹青眼中掠过几分不屑。红海市在华夏国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也是拥有魔都之称的国际性大都会，其人口、资源都在全国前列。觉醒者能够杀出重围，虽是竞争激烈，至少在教育资源上不会短缺。相比之下的陶城，在华夏国是名不见经传的小城市，往年的市状元没一个能冲进全国前20。真正属于教育贫瘠之地，国家每年也不会有太多资源投入。能在这个条件下碾压其他考生夺得全国状元，这个名叫苏洛的人又岂是那般简单？呵，连智能系统都给出唯一的 SSS 加评级，你还要相信自己那愚蠢可怜的直觉？一个更加年轻的女子走了进来，白色的连衣裙搭配碎花小短衫，刚到肩膀的清爽短发，略施淡妆，已是明艳不可方物。如果不是其胸前佩戴的徽章，恐怕会有不少人将她当成学生。才不过27岁的年纪，已经在人才济济的约莫大学做到招生办副主任的职务。于右蕊本身也是觉醒者，上个月刚刚通过5阶认证，名副其实的天才。得知自己会前往陶城亲自招揽全国状元入学，于右蕊温婉一笑，清脆如铜铃般的嗓音响起，听来格外舒服。多谢校长的信任，我一定会竭尽所能完成任务。我在会上说的，你可明白？于右蕊眨了眨漂亮的大眼睛，嘴角微翘，露出一抹狡黠的笑。就是说，可以稍微不要脸一点，条件随便来呗。倒也不是，总之你也要有所把握。嘻，明白了，校长。距离高考成绩发榜还有2天，区域中校长刘坤才刚刚招待完一波，转瞬又看到一辆黑色迪奥保姆车驶入，紧接着又是一辆白色阿尔法缓缓停下。虽然在明白苏洛是全国高考状元后已经有心理准备，刘坤还是没想到有生之年能看见4所顶尖高校齐聚一堂的盛况。赶忙上前将约莫大学和山河大学2所高校的招生组请入会议室。见到早早等候的熟人，于右蕊轻轻一甩头发，柔柔说道：想不到我们4所顶尖大学能在一个名不见经传的高中会议室里碰头，人生啊还真是有趣，不是吗？第9章，别说废话，射我！李奶奶，1碗豆腐脑，2根油条，这是老妈送您的茶叶蛋。苏洛穿着干净的围裙，在狭小空间里灵活走位。帅哥儿，早上好呀，还是老样子。着急上班的年轻小姐姐一边补妆一边大声喊着，说话间又有几个年轻女生来买早餐，眼巴巴望着熟练成豆腐脑的苏洛。自从高考结束，每天清晨锻炼结束，苏洛总会来店里帮忙。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女性顾客的数量便多了起来。好的，赵姐，马上就好。萧晴忙碌着，嘴角满是笑意。小洛，你还真是个好孩子啊！大妈知道苏洛的觉醒者身份，止不住夸赞。平时遇到的觉醒者，要么沉默寡言，要么趾高气扬，如苏洛这般平易近人，的确是不多。萧晴，你家小洛是不是还单身？正好我孙女还没对象，要不明天我领过来。觉醒者在高考结束后，条件允许是可以结婚的。相比于普通人，觉醒者早早成家的不在少数，这段时间上门说媒的人也不在少数。好不容易得了空闲，苏洛看到手机的未接电话足足有99家。我的祖宗哎，可算接电话了。张景明都快崩溃了。4大顶尖高校的招生组齐聚华阳区一中，校长刘坤都在里面把嘴都说冒烟了，也不见主角登场。再这么搞下去，又该喝药了。什么？都什么时候了还帮忙？赶快打车来学校，车费我给你报。张景明放下手机，满脸堆笑走进会议室。苏洛联系上了，刚才在店里帮忙，没听见。
刘坤长长舒口气，借故离开会议室，在楼外等候。不多时，校门口出现熟悉的身影，刘坤赶忙上前，边走边说明此次会面的重要性。进门前，直接朝嘴里扔了一把降血压药。于右蕊听着张景明如数家珍般说起苏洛的各种情况，忽听到开门声音，便看到一少年跟在刘坤身后走进来，顿时眼前一亮。宽松的白色半袖和灰色运动裤，脸部线条棱角分明，俊秀不凡，属于恋爱小说中的男主角模板。两条肌肉线条饱满的手臂，完全没有任何松弛之感，恰好说明苏洛在高考结束后也没有放松训练。只这一点，已经超过90%以上的高三毕业生。另外，3所大学的招生人员同样流露出赞赏之情。几位，这就是我们区域中的骄傲，苏洛同学。刘坤红光满面向苏洛介绍起分布在会议室4个方向的招生组。这是红海大学招生办赵刚赵主任，龙城国防军工大学的张卫国部长。一个全身西装革履，另外一个则是身着华夏国军服，威严十足。这位是？不劳烦校长先生费心，还是我自己来吧。很高兴见面，我是约莫大学招生办副主任于右蕊。抢先一步插话，于右蕊的声音清脆，很是甜美。我身边这位大姐姐是山河大学招生办的郑秀主任。我们4个老熟人今天能碰在一起，可多亏了你呢。苏洛淡淡一笑，朗声说道：诸位老师们好，我是苏洛。红海大学、山河大学、约莫大学以及龙城国防军工是华夏国仅有的4所顶尖大学。华夏国的觉醒者大学从低到高分为普通、2流、1流和顶尖4档，每一档的教育资源差距极大。陶城历年来高考最好成绩也不过才1流大学，如今4所顶尖联袂而来，倒也难怪校长刘坤激动。简单寒暄一番，张卫国单刀直入，展现出军人独有的干练。苏同学，可否请你向我们展示一番你的射术？在座都是千年的狐狸，闻听此言不由心生欢喜。龙城国防军工背靠国家，与军队挂钩，肩负为国家军队培育良才的重任。张卫国接到招生任务后，第一时间调取全部资料，对 F 级天赋始终耿耿于怀。而影像资料中苏洛的表现又着实亮眼。真正确定之前，苏洛是否值得他全力以赴抛出橄榄枝，还有待商榷。为国选才，我自当慎重，还望苏同学理解。那怎么展示呢？刘校长，可否借用贵校的训练场地？华阳区一中的训练馆是去年斥巨资修建，也是校长刘坤最自豪的标志性建筑。4所顶尖大学走入后，不免各自眉头微皱，心中对苏洛越是佩服。在这种设施简陋的学校还能冲入全国第1，努力必然不可或缺。不过真正可怕的还是苏洛。2楼早已挤满老师和学生，刘坤几人站在旁边，眼里满是担忧。谁都没料到顶尖大学的特招还会有如此环节，万一砸了，估计就是未来陶城教育界载入史册的大笑话。张景明牙齿咯咯作响，额头满是薄汗。与之截然相反的，则是中途被打断上课的高1高2学生，一个个激动不已。卧槽！那个人是龙城国防的张卫国，4阶 A 级天赋，黄金暴龙拥有者。昨天才看过他的单刷视频，待会儿老子要找他要签名去。4大顶尖学府，乖乖啊！那不是苏洛学长吗？学长加油！学生可不会想那么多，沉浸在喜悦兴奋中，交头接耳，大声呼喊。打扰同学们上课了，希望同学们保持安静哦。于右蕊说话声音不大，刹那传遍整个训练馆，宛如春风化雨，整个场馆顿时安静。你能开多少斤的弓？300斤，差不多吧。在场几人眼皮一跳。于右蕊嘴角翘起，不自觉攥紧拳头。这些人中，或许只有他清楚，对一个连阶位都没有的觉醒者，能拉300斤硬弓究竟意味着什么。张卫国面色平淡，心头狂震，翻手之间，一把暗金色长弓出现在手中。这是储物戒指。苏洛也只是在网上看到过，非常实用，价格却极其昂贵，普通一枚就要上100万华夏币。对方明显有备而来，苏洛接过暗金长弓，入手触感柔润，绝对不是凡品。入手的瞬间，心头升起一种莫名的感觉。弓术掌握达到宗师境界，才刚入手就找到最佳的使用技巧。呼，手指抚摸弓弦，轻松便可拉满。事实上，300斤还是他保守估计。高考后曾经有过尝试，极限状态下为560斤。死！赵刚、郑秀2人身后的招生组成员神情动容，迫不及待将感知结果汇报。这些人是属于精神系感知类天赋的拥有者，可以对觉醒者进行全方位探查。苏洛的身体强度令他们感到恐惧，仿佛是一头蛰伏的猛虎，随时都可以爆发出强大力量。2楼看台上的老师眼睛眯起，显露难以置信的笑。尤其是实战训练课的老师，
更是苦笑连连。他对自己的臂力最是自傲，这些年勤练不坠，也只能开200斤的功，那可是整整100斤的差距啊！虽说优秀学生超越老师令人高兴，这也忒快了点吧？你再试试这一把。张卫国明显有备而来，又取出一把通体黝黑发亮的战弓，整整比刚才的暗金长弓要大了1倍。这是我们张部长专门为测试准备的星辰品质战弓。刘坤与张景明咽了口唾沫，已经听到头顶接连不断的倒吸冷气声音。这就是顶尖大学的魄力吗？觉醒者装备品质有普通、高级、稀有、精英、星辰、传说、史诗、神话，共计8种。前4种尚且可以批量生产，价格在几十万到几千万上亿不等。至于星辰品质，则需要搜集材料，寻访厉害的匠人打造，最次都要破亿。传说、史诗和神话获取方式不明，每个都是无价之宝。换言之，张卫国拿着上亿的装备，只为测试苏洛的战力。倘若能够通过测试，此举也算是间接展示学校雄厚的财力，为之后的招收铺垫。深呼吸，再次握弓拉弦，与方才动作如出一辙，甚至没有半分偏差。咔吧，弓再次被拉满。bang， 回弹的声响在苏洛听来格外美妙，忍不住闭眼倾听这天籁一般的声音。张卫国嘴巴微张，半天没缓过神。500斤，整个训练馆一片安静，唯有不间断响起的拉弦声。张老师，我准备好了。啊，好，这个你接着。一根长约80厘米的黑剑接过时，眉头顿时一挑，有螺旋剑3倍重。苏洛认识，这是稀有品质的破甲剑，可轻松穿透厚厚的盔甲。一根10万华夏币，这竖起大拇指向后一划，张卫国霸气无比表示，是我，还要用上高考时展现出的独特射击方式，这怕是不妥吧？刘坤第一个提出反对。张卫国稍稍活动身体，看向犹豫的苏洛，小子，怎么是害怕不敢了？苏洛挠挠头，面露难色。张部长只是想让你展示一下，并没有其他意思。于右蕊在旁边提醒道，要说情报分析，顶尖大学各自都有资深团队，基本属于半斤八两。他猜测苏洛是不想全部展示，用那个金闪闪的就好了。倒也不是，我就是害怕给张老师射穿了，该怎么办？感觉被小瞧了呀。张卫国本身就是暴脾气，忍不住大声吼道，费那么多话做甚？要你射你就射，快点的，射我。第10章自创技能，争夺苏洛的战争。龙城国防军攻张卫国桃城球爆射，这个标题不管放在哪儿，肯定都相当炸裂。那我射了，你到底是不是个男人？叫你射你就给我射，哪来那么多话？堂堂4阶觉醒者 A 级天赋黄金暴龙，以为是开玩笑的东西。即便是寻常的4阶觉醒者，张卫国也有自信硬扛对方一招，更何况苏洛连1阶都没有，就这还在那儿担心会不会伤到自己，可笑。张卫国心头冷笑连连，出声嘲讽苏洛是不是不行，所以才用这种低级的借口。男人要是被另一个男人嘲讽行不行？不行也得行。那我来了。话音未落，苏洛一改先前犹豫之色，双目锐利，是翱翔寰宇的猎鹰，整个人气质陡然为之一变。张卫国动容，惊奇苏洛前后变化竟会如此之大。理智告诉他，面前少年是个才刚高3毕业的新手菜鸟，不足为惧。身体异常诚实，多年来战斗铸造的直觉促使肌肉变得紧绷，只要大脑发出指令，可以马上行动进行规避。搭建拉弦间隙，光元素自指间灌注于破甲剑中。赵刚、郑秀和于右蕊还是第一次亲眼看到，比影像资料中带来的震撼更大。好精巧的元素掌控力，这种强度的精神，恐怕许多感知天赋觉醒者也自愧不如。于右蕊内心不无惊叹，愈发坚定此行一定不要脸，不是不惜一切代价招苏洛入学的决心。张老师，你别乱动。多余。凌锐的破空声传入耳时，金光早已洞穿张卫国身后墙壁。这么快？倘若换个环境，这个评价是对射手最大的侮辱，在这里则是对射手最高的赞美。速度极快，穿透极强。张卫国伸手摸了摸脸颊，一点不合时宜的疼，猩红刺目的鲜血悄然流下。受伤了？他甚至连剑的影子都不曾看到。如果这一剑是瞄准头或者心脏，张卫国完全不敢想。后背发凉，额头冒汗，为自己的冒失而后怕。真要在招学生时因公牺牲，还是被人给射死，岂不成了华夏国天大的笑话？学生和老师面面相觑，片刻后爆发出足以掀翻屋顶的掌声和欢呼声。苏洛太给华阳区域中长脸了。身为区域中的一员，他们倍感自豪。女生疯狂尖叫，瞬间化身苏洛的小迷妹，眼睛亮着闪闪发光的小星星。
他究竟怎么做到的？心头疑惑万分，张景明暗自思忖，同时又为苏洛的出色表现而喜悦。于右蕊和郑秀眼睛瞪得像一对铜铃，彼此对视一眼，各自瞧出心中所想。若是瞄准心脏，张卫国今天会不会被一箭射死？没有阶位觉醒者，差点干掉了以防御著称的4阶觉醒者，太扯了吧！赵刚回头看向身后的感知天赋觉醒者，对方无奈摇摇头，没能感知到这一箭，居然能达到这种程度，可怕！该不会是自创技能？啪！话一出口，赵刚马上后悔，狠狠一巴掌抽在自己嘴上，却为时已晚。另外3人看来的眼神从疑惑到惊讶，再到狂喜。赵刚欲哭无泪，妈的，我这张烂嘴啊！一般来说，觉醒者的技能来源主要是达到高阶觉醒者的传授或者观阅技能书，自己学习领悟，通过对自己觉醒天赋的理解和练习，自创出全新的技能。他们所知中可以自创技能的觉醒者，大都已经到6阶甚至更高，无疑不是华夏国内举足轻重的大人物。像苏洛这种，一个没有，其稀有度程度等同于觉醒 SSS 天赋。叮！4人不曾预料到在桃城会出现这么个大宝贝，眼神顿时炽热，恨不得马上占为己有。就算还没有达到自创技能的程度，能在桃城这么个贫瘠之地能做到如此地步，这要不召回学校，简直有辱招生办的职业道德。再没有任何人质疑苏洛的能力，毋庸置疑将会是大一新生中的高决战力，说不定还能在数月之后的高校新生综合大比中成为引领获得胜利的关键人物。这个人我要了！4人不约而同下定决心，一场没有硝烟的抢人大战正式拉开序幕。张卫国摸着脸颊，他一拍脑门，掏出手机，赶忙朝外走去。赵刚和郑秀也同样如此，一边走一边还念叨着什么资料误我之类的话，好不滑稽。他们都因为苏洛那份 F 级的天赋资料做出错误判断，以至于全都选择保守的招生思路。现在无疑不是打电话回学校申请更高的招生权限。苏洛值得他们这么做。狠狠一巴掌打在张景明背上，刘坤如何能不知道其中含义？想到自己领导的区域中能诞生出桃城教育界前所未有的记录，眼前一黑，右双弱着晕倒。苏洛同学，你很厉害，我想邀请你来渊木。还行，谢谢于老师夸奖。3个竞争对手都不在，于右蕊恨不得抓紧时间直接拿下，同时也明白心急吃不了热豆腐，更何况苏洛这块豆腐也不容易吃。多的话不说，还希望你最后别忘了给我个机会。你看他们，我可是从一开始就准备不惜一切代价把你直接绑回去的，说明我们之间有缘分。不出半分钟，赵刚、郑秀和张卫国飞速冲向苏洛，一个个笑得像即将踩油门漂移的饥渴赛车手。什么高冷，什么故作深沉，统统滚远远的。寻常人眼中，顶尖学府是汇聚全国超级精英之地，高冷如他们也会显露出如饥似渴的态度。眼前的一幕无疑是最好的答案，好像双面龟和沸羊羊合体。苏洛同学，一次性300万助学资金，精英品质装备1套，还有红海市1套临江独栋别墅。咕噜，这么多！张景明大脑一片空白，真不愧全国顶尖学府，钱在他们的眼里，尼玛真就只是个数字。真正天才的待遇吗？果然，天才都是钱。死，酸了，别听他的，500万利学金，每月再发30万，豪华大平层1套，定期更换高属性装备，还有专属教师授课。我们龙城国防军工满足以上所有条件，毕业后可以直接进入军队。刘坤瞬间惊醒，呼哧呼哧喘着粗气，眼球满是血丝。这次真 TM 发大条了。于右蕊眼睛一眯，急了，他们是真的急了，生怕苏洛会被别家抢走。闻讯赶来支援的教导主任好不容易将苏洛与4所顶尖大学招生团队带出训练馆，留下一群在风中凌乱的教师和学生。他们怎么和菜市场抢菜的大妈一样？钱就这么不值钱的吗？一个学生茫然问同伴。所有人先后抖了抖身上冒起的鸡皮疙瘩，幻想起自己的未来。只有出现在小说中才会看到情节，原来现实中也真实存在。妈的，从今天开始老子要刻苦努力，算我一个，太尼玛刺激了。对，这就对了。苏洛同学觉醒 F 级天赋，尚且能百折不挠，绝不轻言放弃。你们有什么资格？努力吧，骚年们，保不齐下一个明日之星就是你们中的一个。有经验的老教师抓住这个机会，疯狂向学生们灌输着陈年老鸡汤。平时对这些嗤之以鼻的学生们顿时爆发，谁倒想被争抢，也想过上学不给钱的日子。然了，苏洛完全不知道，顶尖大学疯狂砸钱抢人的一幕烙印于每个在场学生的脑海，成为之后1年激励他们向前的动力根源。事实也的确如此，
区一中在下一年的高考时，综合考上二流大学的人数远超桃城重点中学市一中。校长刘坤好不容易心情平复，才刚进到会议室，下一秒，平静回到走廊，背靠墙壁，两眼一翻又过去了。委实太疯狂。苏同学，要论资历，我们山河大学创校最早，对你而言是最好的选择。不，红海大学地处国际大都会红海市，我们还能满足你在技能上的需求。相比于三人，于右蕊年纪更小，而且也只是副主任，职位不对等，全程处于划水状态。眼看即将落下尾声，明亮的大眼睛滴溜溜一转。苏洛同学，以上3所大学的条件，我们约莫同样可以做到。话锋一转，于右蕊露出自信笑容，转过身扫视一圈。另外，我们约莫大学还有一项你无法拒绝的条件，梅念雪女士将会在新的学期成为我们约莫大学的终身名誉教授。苏洛在觉醒者商店的海报上看到过，攻之圣者，华夏国以弓箭射术称圣者，唯此一人。要知道，8阶或8阶以上的觉醒者可称之为圣，无疑不是国家的顶尖战力。只是他性格孤僻，常年隐居山林，少数几次出现也是前往战场猎杀异族凶兽。想拜梅念雪为师的人，据说可以组成个学校，这不可能。双手叉腰，于右蕊才不管什么质疑，目光灼灼。苏洛同学，攻之圣者的手把手指导，可是任何学校都无法给予你的哟。另外3人面容转瞬变化，各自思考该用什么条件打动苏洛的心。怎么样，要不要来我们约莫大学？他们说的条件我也全都有。于右蕊开朗一笑，露出2颗可爱的小虎牙。第11章，明哥报销。一双双眼睛齐刷刷看向苏洛，另外3所大学顿时傻眼，多少技能装备也比不过梅念雪的拜师。于右蕊的话不多，却都说在苏洛的心坎上。同为顶尖大学，也都有鼎鼎大名的弓箭手觉醒者担任名誉教授，可没有一个能够与弓之圣者相媲美。苏洛略一思索，向赵刚、张卫国等人鞠躬致歉，非常谢谢3位老师能看中我，我决定到约莫大学。果然如此，郑秀等3人说了几句场面话，一个个急匆匆先后离开。达到特招标准的学生不少，既然在苏洛这里没有希望，当机立断赶往下个城市。偌大的桃城，也只有苏洛能入得了他们的视野。苏洛同学，很高兴你能选择约莫大学。于右蕊伸出白皙玉手，声音中重新带着几分俏皮与可爱。重新认识一下，于右蕊，约莫大学招生办副主任，同样也是代课的老师。苏洛，没了。桃城电视台、桃城日报等多家权威新闻媒体蜂拥而入，镜头不约而同对准2人，记录桃城全新纪录的诞生。教导主任李文才和班主任张景明难掩心中激动，这是足以进入桃城史书的大事件。托苏洛的福，华阳区一中校长等人的名字都会被记录。随行的工作人员很快从公文包中取出一份特招协议。由于特招是在高考成绩公布前，等同于提前敲定大学，不论对考生还是大学都要承受相应的风险。特招协议就是对考生和学校的双重保障。苏洛同学可要考虑好哟，这协议可是决定了你未来4年的命运哟。已经做好决定，我不会后悔。说着话，苏洛详细审阅协议，而后飞快签字。协议一式2份，学校也会拍照留档。放下笔的一刻，校长刘坤等人喜极而泣，不少记者健步冲上前，将苏洛围了个水泄不通。于右蕊对于这种场面习以为常，处理完自己跟前的记者，又去帮苏洛。喧闹结束后，几人又在校门口拍照，随后刘坤直接送上救护车。为了能在那张堪称奇迹的照片上留下自己的光辉形象，刘坤选择拼命，掏出一张印有约莫校徽的银行卡。于右蕊介绍道：“这是咱们大学的不记名银行卡，待会儿我送你去附近的银行绑定，最迟今晚就会到账。哦，对了，房子过几天我会通知你去办手续，你可以再买辆车，100万以内都可以哦。”旁边的李文才和张景明眼皮子一跳，颇有些羡慕望向苏洛。不出1上午的时间，已是身怀巨款，钱房车都有，妥妥人生赢家。对于右蕊雷厉风行的办事风格，更是暗暗啧舌。于老师，您稍等一下。苏洛转身来到张景明身边，李文才已经打开手机录像的功能，准备全程拍下即将发生的感人画面。被约莫大学录取的天才感谢自己的授业恩师，李文才已经准备好9月放到学校最大的屏幕上。明哥，嗨，没什么，我也就是做了应该做的，用不着太客气。来时候的打车钱一共13块5，零头就不用了，您给我报13就行。噗嗤，这家伙太好玩了。于右蕊捂嘴憋着笑，笑嘻嘻看完张景明翻着白眼发红包。明哥，谢了。你小子都百万富翁了，还是这样。苏洛扮了个鬼脸，谁让你要说给我报销的？一路上
于右蕊颇为热情，向苏洛详细介绍约莫大学和公知圣者梅念雪的情况。作为华夏国唯一获得官方认可的公知圣者，梅念雪在弓箭射术意图的造诣颇高，距离归神只差一步。目前正好居住在距离陶城不远的洛水市。对了，过段时间我刚好要去一趟，你有没有兴趣一起去？和未来的老师培养一下感情，深入交流一番。如果是那样的话，最好了。那我们就说好了。苏洛点点头，两人互相留下联系方式。银行卡绑定时，柜员看见只有在总部培训时才见过的尊贵 VIP 卡，连忙叫来行长，专门将苏洛请进行长办公室。核实身份等一系列操作结束，还不到30分钟。苏洛离开时，隐约还能听到大厅格外嘈杂。凭什么他就能走特殊通道？浑身金光闪闪的壮汉扯着满脸横肉，大声嚷嚷着：“一个穷学生，老子我可是你们银行的金卡！”看到车已走远，行长没好气解释道：“你如果手上拿的是今年华夏国5大行发行仅有100张的限定通用 VIP 卡，我现在马上给你开特殊通道。”本就不大的银行大厅转瞬安静，一个个都闭上嘴，眼睛都似有若无朝着门外去看，心里忍不住都泛起嘀咕，看着也不像有钱的样子啊！妈的，现在的人都尼玛喜欢玩扮猪吃虎，有受虐倾向啊！于右蕊似乎将苏洛送到早餐店前，颇具年代感的门面不算大却很整洁。吃着饭闲聊的食客们明显都是老主顾。于右蕊同苏洛挥手告别，引来数道不怀好意的目光。小洛呀，这是谈了个对象？奶奶的孙女，你要不要见见啊？身高165，体重130，绝对是能生儿子的。哎，你别走啊，这孩子从大妈大婶们的包围中快速逃离，从小都是看着苏洛长大，关系都是极好。苏洛止不住苦笑，将自己被特招进约莫大学的消息公布，随手拿出特招协议和银行卡。母女两人愣神之后各自欢喜。萧晴忍不住流下泪水，罗妙夏一拳打在硬邦邦的肌肉上，疼得满眼泪花，随手将一只刚包好的油焖大虾放进罗妙夏碗中。苏洛说起过几日可能会跟于右蕊离开，母女二人转身脸色一变。罗妙夏顿时觉得碗里的虾食之无味。没什么，小洛不用担心我跟小夏。强行挤出一抹笑容，萧晴忙不迭往苏洛的碗里夹菜。雷声轰隆，乌云翻滚，夏季的雨总是来得猝不及防。陶城5星级酒店的豪华套房，落地窗前的沙发上，两只雪白柔嫩的玉足随意摆动。哎呀，老弟，你就帮我这个忙嘛！穿着白色浴袍，于右蕊擦拭着气气的头发。电话那头传来一个无奈的男声：“我的姑奶奶，你又不是不知道老师他老人家的规矩。”男子名叫于化龙，是于右蕊的弟弟。2年前机缘巧合跟随公知圣者抵抗异族入侵，往后便拜其为师。反正我不管。老弟，你也不希望姐姐我因为这种事情丢了工作的，对不对？那样的话，你肯定也不想回家被老头打屁股的，是吧？于右蕊听到电话那头服软的声音，嘴角一点点向两边翘起。不一会儿，手机上出现梅念雪在洛水市的住址。虽然梅念雪这个名誉教授始终没有到学校去的打算，不过他看见苏洛，嘻嘻嘻，一箭双雕，我可太聪明了。哎呀，于右蕊蹦蹦跳跳打开电脑，将苏洛特招的资料传回学校。如此一来，他的招生任务就算完成，然后再利用苏洛把梅念雪带回大学。轰隆，炸雷落下，雨又大了不少。同样是在暴雨，毗邻大海的红海市可以在岸边欣赏波澜壮阔的海景。一道身影踩着雨水，目光坚定看向前方。每天这个时候他都会跑步，即便是后来觉醒天赋，跑步的习惯仍旧保存了下来。终点，低头查看时间，与自己心中默数相差不超过3秒，没有因为内心的躁乱影响时间的把控。玉北漠，晚上好，我们又见面了。女子一身职业装，白色运动鞋与丝袜西装格格不入。吴主任，白天的时候我已经说过，玉北漠略有不悦，他并不喜欢死缠烂打，至少心情不好的时候更不喜欢。从父亲口中得知4所顶尖大学优先前往陶城的时候，他的心绪再次紊乱。高考是他猎杀异族和凶兽以来发挥最好的一次。直到看见那段模糊的射箭视频，我刚得到消息，苏洛已经签了特招协议，现在他是我约莫大学大一新生中的一员。哦，和我有什么关系？吴月莲盯着玉北漠，似笑非笑。出身觉醒者家庭，父母均为 A 级觉醒者，你的天赋被评价为不输 S 级。6年红海市第一，尚未觉醒天赋就能单独击杀一阶普通凶兽。玉北漠对这个长得并不怎么讨喜又喋喋不休的中年女人彻底丧失好感。你难道就不想证明自己吗？什么意思啊？吴月莲内心窃喜，上钩了。这样优秀的你，本该获得华夏国的状元，难道你不想堂堂正正击败苏洛，
为自己这些年证明，让那些聒噪的家伙闭嘴。那些入学奖励对你真的重要？你需要的是一个机会，挑战全国状元，并且将其堂堂正正击败。如果于右蕊能把全国第一招回去，吴月莲就必须要用最小的代价把全国第二也招回去，证明自己的价值。欲擒故纵对有经验的老阿姨们是信手拈来的技巧。话说到这儿，究竟怎样选择还是看你自己。吴月莲转身离开。我的手机24小时开机哦。Follow your heart。回见。第12章，剑术入门，超过1000万的状元奖励。银行卡到账600万元。睡觉前，苏洛听到手机语音，果然如于右蕊所说，顶尖大学的办事效率的确是高。像母亲萧晴那样勤勤恳恳经营，还是附近几个小区最火的早餐店，一年到头也才15万华夏币左右的毛利。苏洛感叹觉醒者来钱迅速，转瞬又想到测试时张卫国拿出的破甲剑，单单一支就要10万华夏币，600万也就能买60支破甲剑而已。这么一看，苏洛感觉好像也没那么多。弓箭可不像其他武器，简直纯属于消耗品。唉，想到这些，顿觉当下非常忧郁啊。这一夜是华夏国无数家庭的不眠之夜，几家欢喜，几家忧愁。沈子通看到全国状元名单时，心脏有片刻骤停。与此同时，周宇轩狠狠一巴掌呼在自己脸上，那个抢了老子怪的人这么猛。苍兰省众多考生面对屏幕，反应如出一辙。苏洛，全国状元，苍兰省状元，桃城市状元。天亮时，苏洛照常醒来，洗漱跑步之后，来到桃城外的一处僻静山上，从背后抽出一把铁剑，按照之前学校里教过的方法练习，能够拉开上百斤的弓，挥舞铁剑自然轻松随意。高考结束后，苏洛早晨都会增加练剑的时间，刺穿一片落叶，转瞬感觉手中铁剑用起来格外顺手，一招一式衔接也变得自然。系统启动，打开系统面板，果不其然新增剑术掌握技能境界为入门。系统开启赠送技能心之眼的效果，1周不到时间就走完其他人数年磨练的道路，才短短几天就从一个对剑完全没接触的小白成功达到剑术入门。顺手又练习许久，直到手机定时响起才停下。早高峰，诸多重量级媒体争相报道，寒门贵子，桃城少年勇夺觉醒者高考全国状元，一举3元。今朝桃城少年郎，明日报国做栋梁。桃城教育创历史，一改往日新风貌。地铁车厢、飞机场、公交车一声声卧槽出现，无数人被苏洛的经历所震撼。回到早餐店时，门口早就挤满形形色色的人，就连4周的楼房上也满是探出头的人。现场还有警察和交警负责维持秩序。萧晴神色激动站在门口，瞧着苏洛回来，连忙将其拉到身边。小洛呀，你可算回来了。听过萧晴的解释后，苏洛这才反应过来。高考成绩公布，他以省市和全国状元集于一身，真正开创桃城的历史。这些人都是闻讯来瞻仰状元的风采，待会儿还有从市政府出发的送匾小队，一路敲锣打鼓，好不热闹。一块红底金字的牌匾上有桃城最负盛名的书法家亲笔题字桃城之光，有心人皆知这4个字的含义。可以预见接下来的一年，国家在桃城的教育以及其他资源的分配上必然有所偏向。倘若能够抓住这个风口，桃城也能坐上发展的快车。换言之，苏洛以一人之力成功带动一座城市的发展。呀，这不是那个天天盛豆腐脑、加油条的小洛吗？怎么都成全国状元了？看到了没？只要你努力，你也可以像那位大哥哥一样，看看是不是很帅气？我滴个小乖乖，这阵仗真奢侈。我早就说小洛肯定有出息，你们还不信？哎，早知道就应该抓紧时间的。现在不乏有10几年的老食客，见到那个在店里帮忙的阳光少年竟是这般厉害，脸上纷纷露出羡慕的神情。周围还有不少家长让孩子坐到脖子上，只为能够让自家孩子一睹状元风采。随行的电视台记者已经开启现场直播，来自诸多地区的记者不停向周围人挖掘苏洛的资料，希冀能写出一篇爆款的新闻稿。苏洛不曾料到会这般隆重，乘坐专车来到市政府大院，市长等一众领导亲手公开宣布，将会一次性给予苏洛高达200万的奖学金，还有价值300万豪华别墅一套。罗妙夏看到手机中出现的苏洛照片，开心不已。接连数日，萧晴都忙着应酬，生活逐渐恢复平静。3人也从老旧的居民楼中搬到干净明亮的豪华别墅。偶然路过学校门口，巨大的画像令苏洛哭笑不得。欧一中竟是将他的照片做成巨大的宣传画，生怕所有人不知道欧一中出了个桃城史无前例的全国状元。苏洛成功签下特招协议的照片被放在学校荣誉展示柜的中心位置。
沈梓潼青春靓丽，身材凹凸有致，搭配白色可爱风小肩包，成熟中又有几分可爱俏皮。一身明亮的淡黄色碎花连衣裙，透明的高跟小凉鞋，虽是能看得出有过精心准备，不过化妆技术的着实不敢恭维。听到苏洛要请客吃饭的消息，着实让他纠结了好一阵儿。苏洛依旧是平常的那一身，丝毫没有因为是全国状元而有所改变。两人结伴走在热闹的步行街，转瞬就吸引到许多人的目光。初中和高中，苏洛除了每日固定不变的锻炼，实际并没有多少时间去结交朋友。真正可以算作朋友，应该也只有沈梓潼的一人。这次高考中发挥出色，沈梓潼成功被红海市的一流大学录取。两人说起往昔故事，又开始畅想未来。分别时，苏洛轻轻拍了拍沈梓潼，如果以后要有什么事，可别闷着头不说话。夕阳下，苏洛的潇洒背影拉得很长。很快，苏洛接到于幼蕊的电话，2天后乘坐城市之间的特快专列前往洛水市，把桃城政府以及学校奖励的50万都交给罗妙夏，还有那辆100万级的豪车，几百万的现金足以解决萧晴和罗妙夏大部分问题。至于剩下的，由于自己这个可以用预想到的未来强者，想来诸多事情上各方也会有照顾，如此也能放心远行。将家里一切都安顿好，苏洛收拾好行囊，来到车站时，于幼蕊等候许久。特快专列驶出桃城前，苏洛忍不住回头又看了几眼，车厢内大多是与苏洛一样年纪的同龄人，这时候少不了利用暑假的空档出外旅游历练。苏洛才回过头，发现于幼蕊双手托下巴，正一眨不眨盯着他，迎着对方的目光回看了过去。还以为你会害羞呢。我为什么要害羞？被美女盯着看，难道不是因为自己长得好看吗？哼，自恋。云淡风轻的模样，反而让于幼蕊泛起了嘀咕。来自校长的电话响起，于幼蕊听到消息时，挺翘的鼻梁稍稍一皱，不耐烦挂断电话。苏同学，刚得知一个劲爆消息，全国高考第2的豫北墨也选择了渊墨哦。本想从他的脸上看出些许惊讶之色，不曾想到对方只是哦了一句，就再没下文。你不想说点什么？哦，恭喜。什么嘛？你难道就不惊讶？他来上学又不会多给我1分钱，惊讶什么？说这些话时，苏洛的一双眼眸平静如水，看不出半点波动。在这个异族凶兽肆虐的世界，苏洛只想要拥有保护母亲和姐姐的实力，与其寄托在别人手中，总归还是靠自己要更靠谱。谁都无法阻止他变得更强。正如前世他的坚持那样，靠游戏搬砖完成了逆袭，最终实现财富自由。相比于什么全国第2进渊墨这种消息，他更关心宫之胜者梅念雪。毕竟对方可是华夏国内用弓箭的第一人，在射术一途必然有许多心得体会。那苏同学，你的射术境界应该有熟练水平吧？宗师。苏洛没有注意到于幼蕊的眼皮忽然抖了一下，精致的脸庞前所未有凝重。他所见过的人里，这个年纪达到宗师境界绝无仅有。你真达到了宗师境界？是啊，我骗你干嘛，于老师？呼！于幼蕊重新审视苏洛，愈发感觉600万和2套别墅能争取苏洛选择渊墨，还是自己和学校这边要赚得多。不是，你怎么训练的？在苏洛的年龄，达到宗师已是难能可贵，不知有多少30-40岁的觉醒者技能还在熟练阶段寸步不前。要说与于幼蕊不好奇，那是不可能的，保不齐会有什么先进的训练方法。于幼蕊内心如此想到。底核沉思片刻，苏洛云淡风轻回答道：就那么射呀射呀，然后就到了呀。如果老弟知道，估计会忍不住一头撞死吧。第13章，你是姐姐故意派来整我的，对不对？洛水市，华夏国10大资源城市之一，绵延几十公里的繁华商业区，摩天大楼组成复杂乐谱，巨大显示屏上时不时划过各种觉醒者的热门商品。姐，循声看去，戴着墨镜，染成黄毛的青年倚靠在一辆奔驰 GLC 600，连连挥手。青年是于幼蕊的弟弟于化龙，热情接过苏洛手中的行李，简单寒暄几句，便坐上车，直奔位于洛水市西郊的庄园。老弟，你的老师今天心情如何？老样子，这位就是今年的觉醒者状元吧？师傅要是知道状元用的是弓箭，一定会很开心。苏洛淡淡一笑，并未接话，好奇打量着窗外的风景。街上随处都能看到售卖觉醒者所需装备物品的店铺，三三两两的觉醒者说说笑笑，好不自在。洛水市起初与桃城地位相同，胜在毗邻凶兽猎场，聚集有大量觉醒者。洛水市以此为契机，大力发展产业，不到10年已是全国有名的1线城市。汽车停靠路边，苏洛这才发现进入到宽敞的庄园，偶然看到于化龙满是老茧的右手以及左手的痕迹，转瞬便明白这位看起来玩世不恭的青年同样在弓箭射术上颇为用功。嘿嘿，别看我这样，
去年我好歹也把攻术提升到熟练境界巅峰。声音中满是骄傲，滔滔不绝讲述当年高考的往事，眼神中流露着可怜。于右蕊摇摇头，还是让自己这个可爱的傻弟弟再高兴会儿吧。于右蕊前去拜访梅念雪，苏洛则是在于化龙的带领下闲逛。小桥流水，亭台楼阁，应有尽有，面积竟是比华阳区一中还要大。于化龙热情介绍庄园里的一切，不知不觉来到崭新训练馆。这是华夏国最新的全息模拟训练场馆，可以进行最逼真的类实战训练。足有数百平的宽敞空间，角落的墙上有各式各样的长弓以及不同类型效果的剑枝，竟然连灭龙剑都有。苏洛看到墙上悬挂足有4米的金色剑枝，不由得惊叹道：顾名思义，这是连强大龙族都可以射杀的剑枝，由资深铁匠专门为灭龙而打造，高居星辰品质，单根的售价就有上亿华夏币。其他剑枝无一不是精品。你要不要体验一下这座全息训练馆？那就麻烦龙哥了。嗨，说不定之后你就是我的师弟，何必客气。于化龙对苏洛的观感不错，比许多仗着天赋或家世就趾高气扬的年轻人要强太多。整座场馆是以语音控制，口令说罢，刹那灯火通明，全息投影设备营造出近乎真实的草原场景。我先示范，然后你来啊。苏洛点点头，正好也想看看这位跟随弓之圣者左右的人射术如何。迈步走向中央，手中陡然出现一把雕花的骸骨长弓。于化龙开启的是名为闪速射击的训练挑战。3分钟内，草丛中会随机飞出以速度著称的闪灵雷雀，挑战者需要将其命中，检验锻炼射手的反应与瞄准速度。于化龙身体缠绕青红交加的光晕，双臂肌肉鼓胀，正是强化类的技能。觉醒者的技能是按照效果区分，一般有攻击、守护、强化、减益和回复5种，其中强化类技能可在一定时间内增加觉醒者的能力。开始挑战。草丛中骤而有拳头大小的青色影子冲天飞起，啪嚓，还不足2秒时间，搭箭拉弓，瞄准射击，接连有闪灵雷鸟飞出，无一例外被于化龙命中消散。挑战结束，虚空中突然出现影像157、180，哎，持久力不行啊。挑战后半段可以看到于化龙的命中率飞速下降。苏洛选择好适合的弓箭，随意拨弄几下，已经完全掌握弓的使用力度，将箭袋竖起放在脚边。苏洛开启挑战，眼睛再次睁开，黑色瞳孔中有星芒闪亮。嗖嗖，先后有2只闪灵雷雀冲出草丛，间隔不到1秒。我忘记调整难度了。于化龙一拍大腿，连忙看向高处屏幕，显示为宗师级别难度。相比之下，速度增加 5%， 每次都会有2只飞出。不好意思，重新开。啪嚓啪嚓，闪灵雷雀轰然爆碎。苏洛头顶显出分数2。卧槽！于化龙自认为刚才是自己无法企及的难度，为什么看苏洛就像吃饭呼吸一样自然？总不可能他年纪轻轻已经达到宗师射术了吧？才不过几个眨眼的功夫，又是2只闪灵雷雀飞出，结果依旧被苏洛轻松射杀。如此连续数次，于化龙抓狂似挠着头，顺滑的黄毛变成如同昆窝一样杂乱。一次是运气，2次是巧合，连续命中只有一个解释：苏木的攻术真的达到宗师甚至更高境界。才刚高中毕业的觉醒者拥有宗师境界的射术技能，这也太扯了点吧！于化龙死死盯着那道背影，完全不敢眨眼。观摩与领悟也是提升技能境界的手段之一。不会吧，居然没半点多余的动作？这等干脆利落的瞄准和射击，于化龙只在师傅梅念雪那里看到过，不曾想今日会在一个年龄远小于自己的少年身上再次见到。啪嚓，100！于化龙心中一凛，飞出草丛的闪灵雷雀已经出现残影。系统设定中，挑战者的分数达到100后，闪灵雷雀的速度会再提升 5%， 而且是在提升 5% 的基础速度下再提升。即将飞出边界时，苏洛2箭齐发，各自命中目标，绝对他妈的是宗师射术！这是什么妖孽啊？如此时刻还能玩花活？一屁股瘫坐在地，于化龙瞪着那道身影，怔怔失神。习惯闪灵雷雀的速度，苏洛剩下的无外乎就是将箭射出去。分数达到150，速度继续增加。短短3分钟，于化龙满头杂乱，毫无形象瘫坐在地上。恭喜您达成满分成就。苏洛头顶上金灿灿的数字映衬出于化龙滑稽的脸庞。龙哥，你怎么了？兄弟，你是我姐安排故意来乱我道心的吧？高清屏幕上，模拟训练馆内发生的一切都能直观看到。舒适沙发上，一个银色长发的貌美女子抱着腿蜷缩成团，满地的食品包装袋与啤酒瓶散落，宽敞的房间更像是储存垃圾的仓库。一双明亮的翠绿大眼透过膝盖的缝隙
直勾勾盯着苏洛，内心中似乎有什么东西被其唤醒。念雪啊，姐姐，你感觉怎么样？这个不修边幅，只穿着宽松睡衣，嘴角还有半点面包屑的女人，正是闻名华夏的宫之圣者梅念雪，比我那个不成器的弟弟要强得多。这个年纪达到宗师宫术，放眼整个华夏，估计也找不到第二个。手指轻轻敲打桌面，于右蕊内心下意识叹了口气。亲近之人的背叛与正面的失败，足以摧垮八阶觉醒者的内心世界。即便他是人与精灵的混血，也无法例外。你不是一直都很想要这样的学生吗？依旧是沉默。漫长等待过程中，梅念雪无时无刻不在注视屏幕，一次次坚定而精准的射击，成为融化内心寒冰的锐气。柔嫩的玉足落地，梅念雪换上平时的便装，及腰长发盘在脑后。这才对嘛，念雪姐姐。于右蕊柔声说道。两人来到模拟训练馆时，第一眼就看到很掐自己人中的于化龙。场馆中央的训练区域，苏洛面对2只食人魔的攻击，只剩下1支箭，飞身躲避越空。最近的食人魔恰好张大嘴巴，手指有光元素刹那完成附魔。光元素附魔剑，一剑穿过食人魔嘴巴，又将身后食人魔射杀。梅念雪暗淡的眼眸顿时明亮了起来，忍不住拍手。老师！惊讶于梅念雪能走出房间，于化龙连忙收拾仪表。苏洛，这位就是我和你说过的宫之圣者梅念雪。微微鞠躬，苏洛十分有礼貌。梅念雪阿姨，您好，我叫苏洛。于化龙顿时僵化，于右蕊的瞳孔肉眼可见一点点变大，场面瞬间冷到极致。梅念雪满头黑线，声音轻灵问道：“你刚才叫我什么？阿姨啊，有问题。”第14章，宫之圣者梅念雪。叫阿姨有错吗？苏洛从小被萧晴教育，一定要做个懂礼貌、讲文明的好孩子。年长女性叫阿姨，年长男性叫叔叔。于家姐弟这是怎么了？一个疯狂摇头，一个玩面4眨眼睛。阿姨，没错啊。苏洛还有些诧异，这个身材高挑、看起来病恹恹的女人就是宫之圣者。他一度以为是个膀大腰圆大妈级的存在。银色长发与乳白的连衣裙，将其独有的纯洁气质衬托得淋漓尽致。想要射得更远，就必须开更重的弓，而拉弓这个看似重复简单的动作，实则需要手臂、肩膀一起用力，对全身都有相当的要求。孱弱的身体可没办法使用好弓。梅念雪嘴角一翘，眼中掠过危险之色。对上目光的刹那，苏洛下意识后退，仿佛是被彻底看穿。如果不是还能感觉到衣服贴在皮肤上，几乎都以为全身被扒光了一样，内心骇然。都说弓箭手的眼睛极其锐利，梅念雪的大眼睛却是给苏洛一种洞悉变化的感觉。苏洛，对吧？小蕊已经同我说过你的情况了，没有获得阶位，射术达到精通境界，还有类似自创的技能。说着话，径直挑选弓箭，走到训练场中央。于化龙嘴巴张开又闭合，不免狠狠白了一眼于右蕊。真是自己的亲姐姐，明明在车上就应该提醒她，也不至于在苏洛面前班门弄斧。还有苏洛，看着年纪不大，扮猪吃虎倒是玩得真溜。真正令他惊骇的还是苏洛拥有自创技能。要知道，就连被称为宫之圣者的梅念雪，也不过才自创7个技能。苏洛他才是什么等级的觉醒者？来吧，我试试你。如果要拜师，这个流程必不可少。苏洛没有迟疑。小蕊已经介绍过基本情况，刚才在场馆内的视频我也都看过了，攻术也的确是在宗师境界。不过，我想要看看被小蕊夸得神乎其神的自创技能。技能的名字叫什么？苏洛挠挠头，说道：“元素附魔剑。”事实上，自从于化龙提到姐姐于右蕊的想法，梅念雪抱着好奇之心查找苏木的资料。那一抹速度奇快的金光，的确让梅念雪有些期待。那我要怎么来？没关系，你直接射我就行。苏洛很无奈，难道这些自诩实力高强的觉醒者都喜欢被射吗？梅念雪的实际年龄未知，可是同于右蕊站在一起，如果不明真相的人去看，真以为是一对姐妹花。这种美好的请求，苏洛自然不会犹豫。刹那，训练场降下巨大透明屏障，一旦检测到强力觉醒者，就会启动的防护系统。梅念雪的气势陡然为之一变，仿佛有高山平地而起，高山仰止，顿生敬畏之心。沛然气势扑面而来，训练场巨现的凄美风雪，浩瀚无垠，寒冷如刀，冰霜刺骨。熟知内情的于家姐弟2人不禁发懵，不是被天元皇族所伤，实力跌落严重，眼前的梅念雪又岂是受伤的模样？反观苏洛单步后撤，漆黑双瞳里星芒若隐若现，任凭风雪扑打，饱经岁月锤炼的射术亦如片片红梅，傲雪绽放。引弓搭箭，光元素自指尖迅速汇集至剑尖，普通的金刚剑转瞬迸发出刺目耀眼的金光。蓦然间，
苏洛周身出现五颜六色的元素光点，笼罩周身5米空间。全息模拟训练场的另一个作用，可以将平时肉眼无法看到的元素或者精神能量具现。伴随时间的流逝，这些元素能量还在不断汇聚，它们十分调皮地游荡着，似乎是在等待苏洛的召唤。梅念雪饶有兴致看着眼前的一幕，淡漠的心在此刻竟是隐隐有些期待。这一剑究竟会怎样？好厉害的元素量！于右蕊晃晃脑袋，不敢相信这居然会是 F 级天赋强度全元素掌握所能调动。猛然意识到，似乎所有人的注意力都被类似自创技能的攻击手段吸引，却完全忽略能够支撑技能攻击的天赋。如果这要是 F 级，不行，开学报道的时候一定要再测一次天赋。准备好了吗？梅念雪微微愣了下，这个小家伙还挺有意思，是害怕会伤到自己。我准备好了，射吧。下一秒，苏洛与梅念雪面前的空间忽然发生爆炸。发生什么了？你问我，我怎么知道？两人面面相觑，是个很不错的天赋运用方式。梅念雪止不住点头，倒是让瑜伽姐弟两人一脸懵。呼，长长出了口气，苏洛无奈可笑，这就是攻之圣者的力量，面对闪光剑居然还能做到后发先至。梅念雪非常确定，为了阻拦这一剑，是动用到至臻层次的攻术，对苏洛这一手闪光剑的威力也有所评判。偷袭的前提下，能杀2阶巅峰，可伤3阶。有机会让我看看你其他的元素附魔剑。听到梅念雪声音中寒意消散，于化龙五味杂陈。同样都是亲自考核，他清晰记得自己射出一剑后，梅念雪是面无表情直接走掉。对比现在，真是天壤之别。梅念雪面色愈显淡漠，被暗算的后遗症即便休养多年，至今也还未曾康复。苏洛，你愿意当我的学生吗？没想到梅念雪居然会这般坦诚，于右蕊本还是忐忑的心瞬间平复。愿意，仅凭刚才一剑就足以叫苏洛佩服。拜师自然毫不犹豫，当即鞠躬。苏洛相信，在梅念雪的指导下，他肯定可以收获更多射术技巧。我既已收你，当老师的总该给你见面礼才是。只是我有我的规矩，有一本功法和3本技能书，品质上限是 S 级，最终能得到什么品质，全凭你自己。一阶精英凶兽对应 F 级，往上一次增加，地点是城外的凶兽猎场，为期7天。这个规则你可懂？略微思忖，苏洛点点头。如此换算过来，想要得到 S 级功法，需要完成对3阶精英凶兽的击杀，恰好是他目前元素附魔剑所能应对的天花板。一本好的功法可以加快修炼速度，进一步提升天赋的强度，苏洛志在必得。好，从今天开始，你就是我梅念雪的学生。梅念雪很干脆。姐，拜师这么容易吗？于右蕊强忍笑意点点头，后者一阵鬼哭狼嚎，感觉自己的世界观需要重新塑造。仿佛从苏洛的身上看到了当初的自己，梅念雪转身离开，不再纠结于过去。推开房间门，迎面一股刺鼻的酸臭味。捏着鼻子审视自己的卧室，很难想象他居然在这样的环境下生活了将近1年。不都说精灵是爱干净的吗？因为害怕被翻到不可名状的白纸团，而选择亲自动手打扫。一大清早，苏洛收拾行囊出发，穿上黑色皮衣，将一把短刀藏于其中。公交车上摸着整整2大包，苏洛由衷感到心安。按照于化龙的说法，都已经是攻之圣者的徒弟，见这种东西自然是管够。梅念雪的装备库中最次都是百淬金刚剑，螺旋剑则是以万为单位起步。实际上，梅念雪因其唯美的面容、冷傲的气质，是华夏国最大觉醒者装备公司赤星集团的形象代言人之一。所有剑枝都属于特别制造，在剑羽位置有梅花图样。车站附近是一个由众多小商贩组成的简易集市，穿过集市后走出巨大城门，便是凶兽猎场。来来往往的觉醒者颇多，苏洛无暇顾及，径直出城门。凶兽猎场属于荒原地形，茫茫千里土地，峡谷沟壑纵横，更有密布的地下溶洞交错，凶兽蛰伏其中。每日都会有数以万计的觉醒者涌入凶兽猎场，以此为生。苏洛虽然不像感知系觉醒者那般拥有探查能力，胜在一双好眼，登高望远，尽收眼底。循着教科书中的知识，一路向深处奔行，碰到凶兽便杀。奈何凶兽的等阶太低，2天时间过去，自由点数增加至1328点。进入凶兽猎场第3天，苏洛在一具还未被啃完的死尸附近发现痕迹，确定为3阶普通的鬼面蜘蛛。嗅到风中残留的味道，翻身跃起远眺。1000米之外，青绿鬼面尤为醒目，提起2大带剑飞奔而去。于化龙站于断崖边缘，学着苏洛的样子向远处眺望，什么都没有发现。奇怪，这家伙莫非是发现我们了？是鬼面蜘蛛。身后梅念雪提醒道。宽大兜帽之下，红唇微扬，
小家伙，视力不错嘛。第15章，谁说弓箭手只会射？正午时分，天上日头正盛，一道身影疾驰于荒野，双肩保持微弱幅度的上下摆动，丝毫没有因手握重物影响速度。极目星瞳开启，鬼面蜘蛛的一举一动清晰可见。锋利嘴钳毫不费力将一具觉醒者尸体撕烂，背部鬼面显得格外清晰。估算距离大概300米，苏洛跳上隐蔽巨石高处。3阶普通的鬼面蜘蛛体型与一辆小型吉普车差不多，背部有光滑的坚硬外壳，极难被寻常武器所伤。苏洛抽出螺旋剑，转瞬变为金色。震慑心魂的弓弦回弹之音，伴随着金光划破空间，自身飞速旋转的螺旋剑精准命中肥硕的身体，拥有穿透效果加持，螺旋剑成功钻开坚硬甲靠，没入一半还多，终是没能完全贯穿。被打扰享受美食的鬼面蜘蛛循着剑的方向，终于看到一个渺小的人影。8条被甲靠包裹严密的有力长腿快速迈动，一只又一只闪光螺旋剑刺穿坚硬甲靠没入身体，并未对鬼面蜘蛛造成致命伤，还是太勉强了吧。于右蕊捏了捏下巴，自言自语。鬼面蜘蛛看似肥硕庞大，却有与身体完全不匹配的灵活速度，同样也有远程攻击的手段。苏洛占据先手距离优势，转眼鬼面蜘蛛背部密密麻麻插着10几根螺旋剑，老子这辈子还没打过这么富裕的仗，肯定是要好好射个够才行。100米，鬼面蜘蛛的毒液与蛛网的射程大概在50米以内。目前的苏洛，不论沾染毒液还是被蛛网命中，都难逃必死的厄运。咔嚓，不到5分钟时间，射出30支螺旋剑，全部命中快速移动的目标。于化龙微微张大嘴巴，内心早已泛起惊涛骇浪。此前在训练场里的训练，对苏洛完全是小儿科一样的东西，换到真实世界，似乎也差不太多。鬼面蜘蛛来势汹汹所造成的心理压力，于右蕊无法想象此时此刻苏洛的内心世界。异地而处，他在苏洛这个年纪必然会格外紧张。弓箭手有出色的射程与不俗的伤害，这是不假，可一旦被目标近身，便难逃死命。弯腰取出一支足有1米的长剑，通体明亮，正是之前测试时所用的破甲剑。手指捏剑雨，光元素飞快附着的同时，火焰的螺旋自下而上，光火双元素附魔。还是第一次亲眼看到苏洛用出双元素附魔的3人，立时瞪大了眼睛。80米、70米、60米，蒸！光火成为天地间一抹绝美的色彩。重量是螺旋剑3倍的破甲剑，速度比刚才都要快，箭头精准刺入裂缝。轰！鬼面蜘蛛背上的甲靠被完全炸碎，显露出柔软的身体。原来如此，梅念雪脸上不见任何表情，神采奕奕的美目将内心完全暴露。好小子，居然对我都还有所隐瞒。触及目光的瞬间，于右蕊知道这位名震华夏的弓之圣者真正认可了这个新收的学生。于化龙无奈扶额，他这时候才明白苏洛的用意。以距离优势，凭借螺旋剑的旋转效果保证箭头射入身体，连续射击则是要让爆炸可以更彻底摧毁外壳。惊叹于苏洛的手段，于化龙不免呼出一口气。没有坚硬外壳保护，苏洛的每一支爆炎剑都会造成足以致命的伤害。丢！躲避毒液时，鬼面蜘蛛趁机钻入地下。苏洛翻身跳向一边，对着冒头的鬼面蜘蛛快速射击。强悍的身体拥有难以想象的续航能力，一声声弓弦回响，都会有一支爆炎剑命中爆炸。啊！我们是不是有点多余？于右蕊完全震惊到说不出话。跨越3个大等级挑战，局势还能完全是一边倒的态势。暗地里的保驾护航也变得多此一举，生命力飞速减少，鬼面蜘蛛打得十分憋屈，猎物就像只猴子跳来跳去，压根打不着，偏偏对方每次都能命中。庞大身躯冒着缕缕黑烟，烧灼的味道弥漫空气。鬼面蜘蛛不顾一切，转身要钻回地洞。想跑？苏洛冷笑一声，双脚踏地高高跃起。3人不由得瞳孔骤然紧缩，紧紧捏着剑羽的手指处变得漆黑无比。暗元素附魔剑，烈日高悬，地上所有物体都有影子。一支漆黑长剑精准定在巨大黑影上，鬼面蜘蛛身躯顿时僵硬。暗箭附影，8秒。对苏洛而言，一发近距离的闪光爆炎剑落地的瞬间已准备完毕。螺旋剑从巨钳之间射入，精准口爆，柔软的身体内部遭受爆炸轰击，完全磨灭鬼面蜘蛛的最后一丝生命烛火。3阶普通鬼面蜘蛛猎杀成功。一阵风吹拂而过，苏洛轻轻拍打着黑色风衣上仅有的2处尘土。富裕的仗干起来就是舒服，再也不用担心没钱买剑的日子。苏洛灿烂一笑，露出洁白整齐的牙齿。咕噜！于化龙完全不敢相信亲眼看到的一切
3阶普通的鬼面蜘蛛就这么被玩死了啊！看来这是真的。摸着胳膊，幽怨看向于右蕊。苏洛熟练抽出用于凶兽分解的匕首，蹲下身开始搜寻材料。虽然被射到千疮百孔，好在毒囊等重要材料保存完好，回去一卖，基本能买2支破甲剑，炸得不亏。将材料全部收集完毕，陡然察觉到危机来临，森冷寒意从脖子处蔓延全身。别动，再动就宰了你！女子身材娇小，双手各持一把短笔，毒蛇般阴冷的眸子透露出危险的杀意。垃圾弓箭手，被近身什么都做不了。草丛中忽然冒出3个觉醒者，面带微笑走来，大剑、长刀还有长枪，再加上擅长隐匿气息的前行者，都是1阶的觉醒者，大概就是那种专门做抢夺胜利果实的生意。人类的世界从不缺乏摘桃子者，灰区中猎杀凶兽成功从来都不是结束。妈的，这群垃圾！看到这一幕，于化龙双目满是血丝。他在学生时代就曾被窃夺胜利果实，相恋3年的女友也因此身死。弯弓搭箭正要射击，梅念雪一声咳嗽打断姐弟2人。饶你再厉害又能怎么样？哼，老娘宰了的弓箭手没有100个也有80个，乖乖别动。女子认的那些剑没一个是便宜货，可能是某些大家族的少爷公子出来历练，说不定还能狠狠敲上一笔。莎莎，你的刀还是那么快。下一秒，凌厉寒光闪过，猝不及防之下，女子手腕被斩断，鲜血飙射，痛苦的嘶喊没有出口。女子眉心正中一剑，已是死的不能再死。惊恐的双目瞪大如铜铃，女子恐怕到死也无法明白，一个好端端的弓箭手，为何出剑也会如此厉害。莎莎！3人与苏洛之间距离不出2米，目眦欲裂，同时冲来。如此近的距离，面对3个经验丰富的近战觉醒者，弓箭手的命运早已注定。心中如是想到，难道还能同时射杀3人不成？优势在我！伴随着一声弓弦爆响，2人随之倒地，死不瞑目。还剩下手握大剑的壮汉，非但没有退缩，反而一往无前。出乎意料的是，苏洛丢掉合金战弓，反而操起短剑迎了上去。武器交锋的尖锐声音响彻四周，短剑对抗大剑，力量上完全没有丝毫优势。苏洛却能够完全将壮汉的奋力一劈稳稳接下，反手朝其腹部斩去。噗嗤！失去平衡的壮汉腹部出现深达3厘米的剑痕，血液止不住喷出。一剑。反观苏洛轻盈挥舞短剑，时不时扭出花，异常轻松，灵动轻盈，优雅永不过时。一个极限能开500斤强弓的弓箭手，手臂力量弱，搞笑吧？苏洛并不着急，嘴角戏谑扬起，就好像戏弄发狂公牛的斗牛士，在公牛死前总要好好耍弄一番。壮汉的时间并不多，想要从弓箭手下逃跑，无异于痴人说梦。双手紧握大剑，发动冲锋，来势汹汹的奋力斩击。苏洛却好像早已知悉，脚步轻盈，后撤一步就轻松躲过锋刃，身体诡异平移几分，短剑直刺。当！想不到吧？老子穿着护心板甲！胜利的曙光就在此时，壮汉眼前甚至出现苏洛被斩首的画面。可下一秒，他居然没办法挥舞大剑，瞪大眼睛，喉咙想要说话，却早已被炸裂的火元素能量摧毁声带。他能感受到生命能量飞快流逝，大剑砸落在地，碎石飞出数米。可惜你还是得死，谁说弓箭手就只能射的？你说对不对？苏洛戏谑的声音响起，刺入壮汉身体的短剑再度爆发火元素，任凭一具内部被炸烂的身体在一次次爆炸中变成一地的碎肉。怎么可能？于化龙一度失声，他看得清楚，短剑触碰到护心板甲的瞬间，金色辉光在剑刃出现，一把普通到不能再普通的短剑，转眼化身成为锋利值爆棚的神兵利器。2剑，烤成炭制的尸体碎块散落，短剑上没有半点红血。梅念雪、于右蕊和于化龙3人是全程看完了苏洛的表演，同时生出某种不切实际的荒诞感。苏洛使用短剑的技术，相较于选择剑作为主武器的觉醒者而言，算不得精妙，他却真正将快准狠发挥到极致，像一名优雅的舞者，没有任何多余动作，灵活地完成杀戮。拿起弓箭就是射敌于外的弓箭手，拿起剑就是精准完成杀戮的剑客。假的吧？于右蕊又熟练地把手伸向了弟弟，这次于化龙早早躲开，顿时有种浑身爆满鸡皮疙瘩的惊悚感。要知道，他只是个弓箭手啊！射术出色，剑术造诣不俗。风吹拂而来，黑色的皮衣飘舞，短剑重新归入风衣之内，继续等待下一次重见天日、收割生命的机会。女子的手上有一闪闪发亮之物，储物戒指。苏洛将其轻松扒下，看尺寸式样应该属于男款，
想来应该是从某个被杀的倒霉蛋那里得到。查看其中物品，存放有大量1阶、2阶凶兽的材料和2本1级的技能书，诸多普通品质的装备。将散落的剑枝收集完毕，连同鬼面蜘蛛的各种材料一起放入其中。苏洛终于将目光看向3具尸体，皆是眉心中剑，拔出，长剑再次插入，一轮又一轮爆炸，死尸变成烤糊的碎块，如此接二连三。苏洛的表情没有丝毫变化，第一次收割生命，比想象中更没有感觉。他绝对不是第一次。于化龙惊声尖叫，平静结束毁尸灭迹的全部工作。烤熟的肉块不出2个小时就会被其他凶兽当作食物吃掉。寂静无人的荒野上不会有任何人知道，本就干着为人所不齿的勾当，4人的失踪更不会掀起任何波澜。有了储物戒指，苏洛的行进速度获得极大提升。打开系统面板，确认击杀鬼面蜘蛛增加45点自由点数。于右蕊正要继续跟进，梅念雪停在原地。你不是一直想要我到渊墨吗？那好，我们现在回去签认教协议。有一点我需要说清，只有4年。心中稍稍松口气，于右蕊庆幸答应苏洛的条件圆满完成。我们不继续跟下去，那我把签协议的事情往后放。不，现在就回去。梅念雪不再担心，想要有朝一日成长为翱翔寰宇的猎鹰，必须要经历心脏的紧缩与生死的横跳。消息传回渊墨大学，校长任丹青马上召开校董会议，安排公之圣者到校后的相关事宜，决定聘请为战斗学院攻术课的教授，专门负责大一新生。于右蕊于第5日离开，赶回学校安排迎新工作。转眼7天过去，苏洛轻轻拭去额头汗水，将象征3阶精英凶兽血毒猫妖的锐爪斩下。S 级功法外加3本 A 级技能，齐活儿。第16章 S 级功法技巧：无声射击。出租车停靠路边，司机露出无奈表情。苏洛直接付钱下车。距离梅念雪的庄园大门还有好长一段距离，如今停满各种各样的豪车，大门口站人头攒动，嘈杂无比。一个个年轻的觉醒者看来与苏洛年龄相仿，无一例外卑躬复健，穿着名贵防具，神情中自有难言的傲气。身旁父母穿着同样不俗，非富即贵，更不乏4阶、5阶的觉醒者，英武不凡，能够让这些平常人高山仰止的存在日头下苦等，只因这所庄园的主人是8阶的公之圣者。大门紧锁，人声鼎沸，接连几个电话打不通，苏洛只好挤到门前，恰好看到围在中间的于化龙。化龙啊，我和你爹可是老朋友，这个忙你不能不帮啊。抱歉，江叔叔，我无法左右老师的决定。闻言，周围人无一不是唉声叹气。华夏国用弓箭作为武器的觉醒者，无一人能与梅念雪媲美。如果能让孩子拜师成功，毫无疑问是踏上未来强者的路途。还请于兄弟让我与圣者见上一面。眼看来人身份是洛水市军区副司令，于化龙不敢怠慢，好好一番解释，依旧不曾答应。龙哥，你小子终于回来了，走吧。众目睽睽之下，于化龙拍着苏洛的肩膀，推开大门。这位是……哦，正副司令，他是我师父新收的学生。说罢，缓缓关上大门。两人背后顿时嘈杂不堪，不少眼高于顶的年轻觉醒者想不通，那种全身上下全都是便宜货的觉醒者，有什么资格能被公之圣者看中？哼，堂堂公之圣者，也不过如此。什么嘛，看走眼了吧？我儿王腾也有圣者之资，他凭什么？闺女，走，爹在给你找厉害的攻术老师。一个个群情激愤，只能用语言宣泄不满。那张脸，我好像在哪儿看到过啊？你这么一说，我感觉也有点面熟。有几人拿出手机，恰好看到新闻上苏洛的照片，不由大声惊呼：哗！人群喧哗，羡慕的眼神越过大门，落在那个身穿黑色皮衣的少年身上。再次见到梅念雪，完全像是换了个人一样。这翠绿雪白相间的轻型护甲，过膝的长筒靴恰好勾勒出没有半分赘肉的长腿，银发盘起，透着干练果决。猎杀成果如何？1只3阶精英，3只3阶普通。标志性材料展示，梅念雪表情虽无变化，心中却极为满意。于化龙暗暗吃了一惊。梅念雪翻手取出一本书，贪多嚼不烂，把这本 S 级功法练到入门之后再来找我。他的天赋应该没问题。8元淬体诀。刚回到房间就迫不及待打开功法。8元淬体诀以构成世界的8种元素为基础，使用元素能量强化体魄，淬炼灵魂。只有薄薄一册，文字极为晦涩难懂。而且由于8种元素的提升效果各有不同，每种元素各自有对应的修炼步骤，耐着性子足足看过数遍，这才将繁琐的修炼顺序熟记于心。呼，屏息凝神，双目微闭，虚无的精神世界中骤然有8种颜色的光点先后浮现，
分别为光、暗、冰、火、木、水、风、炎元素。这些光点都是散落于这个空间的元素能量，其分布的数量会由于地形发生变化。附近的元素能量受到牵引，逐渐以苏洛为中心环绕，8条圆环光线不断吸纳更远处的元素能量。苏洛心中大喜，功法中所说8环绕身势需要初学者勤修不坠方可成功，他从无到有化也不过瞬息之间。天赋升至 S 级，对元素的掌握妙到毫巅。数次过后，苏木不再犹豫，彻底放开手脚。元素能量从丝丝缕缕变成如溪流河水滚滚奔涌，如泥牛入海，8环疯狂旋转，一律全部吸收，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变。嗡嗡嗡，8道元素光环升空，各自旋转，光环成盘，随时间逐渐从平面变成立体。一天一夜过去，元素光球环绕，蕴含极为精纯的元素能量。散，丝丝缕缕的元素能量流入身体，散于四肢百骸，光球逐渐变小，直至归于虚无。咔嚓，身体蓄积的力量一飞而起，酣畅淋漓。苏洛借势前冲，忽然触及到一层薄薄的膜，下一秒直接捅破了。苏洛信马由缰，任由其向前猛冲。咔嚓，再次突破某个类似限制一样的关隘。苏洛长长呼出一口气，内心暗喜，刚刚一瞬间应该是突破到一阶中位，不敢有丝毫懈怠，将多余的元素能量反复在体内打磨，直至消耗殆尽。这个过程又是足足持续1天1夜。系统启动，姓名苏洛，等级一阶中位觉醒者，天赋全元素掌握 S 级，黑色向上箭头，力量394，黑色向上箭头，敏捷363，黑色向上箭头，体魄386，黑色向上箭头，精神479，黑色向上箭头，功法8元淬体诀，入门，黑色向上箭头，技能攻术掌握，宗师，黑色向上箭头，心之眼，龟神，极目星瞳，成长，剑术掌握，入门，黑色向上箭头，装备合金战弓高级，螺旋剑 X100 高级，破甲剑 X10 高级，金刚剑 X100 普通，自由点2106。苏洛嘴角翘起，心念一动，整个房间刹那充斥风元素。此方空间的元素尽在掌握，可以根据需要调动吸纳为己用，构出8元同心之象，随后便是8元归一，淬体升华。完成这个漫长的过程，就正式宣告8元淬体诀成功抵达入门境界。之后想要再提升，只需要如此循环，日日苦练勤修。当然，拥有系统完全可以省去这些繁琐步骤，只要技能功法出现在系统面板，就可以利用自由点数迅速提升熟练度。提示：你确定将8元淬体诀升级至熟练？确定。消耗1485个自由点数，8元淬体诀成功升入熟练境界，4项属性各自提升。嗡！源于灵魂的片刻剧痛之后，福至心灵的舒爽蔓延全身，筋骨接连有噼啪的响动。熟练境界功法对身体又一次淬炼提升。吐出一口浊气，苏洛发现全身满是杂质，赶忙跑去浴室洗净杂质，全身皮肤光滑柔嫩又格外紧致。苏洛打量着镜子中的自己，修长匀称，浑身肌肉线条完美，身体的力量奔涌如江海，极具爆发力。一记直拳冲出，顿起音爆。张开手时，元素能量矢瞬间凝聚，并未感觉到有任何空虚之感。苏洛迫不及待来到全息模拟训练馆，开启实战模拟。正是之前在灰区猎杀的鬼面蜘蛛。抽出螺旋剑，拉弓，光元素眨眼间便完成附着，而且附着的总量提升为原来的2倍还多。铮！闪光激射，照直贯穿鬼面蜘蛛厚实坚硬的外壳。旋即有凝聚光元素能量矢，速度有比附魔剑还要快整整1倍。苏洛点点头，十分满意。能量矢能够作为一张底牌，掺入附魔剑射击之中，绝对能起到意想不到的杀伤。这一切，梅念雪通过监控全部看在眼中。要知道，品质越高的功法，修炼难度也会更高。8元淬体诀更是有 S 级的品质，却有 SS 级的修炼难度，领悟已是极难，更不必说从入门再提升到熟练。不消3天时间完成 S 级功法从领悟到熟练境界，这等速度已经能够令梅念雪都心生惊叹。他究竟是如何做到的？看来也可以适当让他接触一些别的技巧。梅念雪平复内心的激动，快步进入训练场馆。老师，我也来射一箭，你看看与你有何不同？面色一凛，马上意识到这是梅念雪的示范教学。苏洛不再言语。同样面对鬼面蜘蛛，梅念雪随意射出一箭，其力度之大，以破甲剑完全贯穿全身后还能没入墙壁，有什么不同？苏洛眉头皱起，疑惑问道。老师，
为什么没有弓弦回弹的声音？而且剑飞行的时候速度很快，同样也没有声音。梅念雪不着边际点头，漂亮眼眸中掠过一抹欣赏。这正是他打算教给苏洛的技巧。无声射击，高阶的觉醒者无一例外都有不输凶兽的体魄，一些觉醒者甚至能听到100米之外苍蝇飞过。梅念雪2根手指拉弓到极限，松开，回弹之声刺耳不绝。我们弓箭手想要做到杀敌于外又不被发觉，降低被察觉的风险，射出与飞行过程的声音需要尽可能避免。缩小幅度再拉，松开，声音小了许多，又缩小幅度拉卡，便几乎听不到。要控制弓弦的回弹速度，对吗？没错。忍不住多看了几眼苏洛，内心稍稍一颤，就这么轻易便看破了原理，要不要这么快？苏洛若有所思，手指下意识反复拉开弓弦。如果能够掌握无声射击，再配合闪光箭，足以保证在命中目标前一点声音都没有，简直是暗杀必备首选技巧。这个技巧看似无用，实则在战斗时有奇效。眼前仿佛又回到童年时的精灵之森，梅念雪会心一笑。那时候没少被老师教训，也挨了不少板子。争，第一箭，争，反反复复10箭射出。苏洛目光坚定，不曾显露焦灼。梅念雪仿佛看到当初的自己，赞许似扬起嘴角。声音的确是有变小，可距离完全无声还远远不够。苏洛，修炼最忌讳急于求成，这种技巧需要你全身心。轰！一箭贯穿假人。懂了，是用这种办法吗？梅念雪陡然睁眼，惊恐看向苏洛。如果没听错，刚才那一箭似乎是到完全无声的程度。整个训练场内寂静无声，梅念雪屏住呼吸。又是一箭，命中目标时才出现声音。无声射击，原来他刚才并不是反复练习，而是在尝试不同的方法。死！梅念雪想到那时老师无奈又可怜的目光，竟是只能苦笑。怪不得会那么生气，他当年为了学会无声射击，少说挨了上百下板子。另一边苏洛还在一箭接着一箭练习，直到彻底熟练，可以随心所欲完成有声与无声的切换。苏洛轻轻拭去额头薄汗，满意停下。老师，你还有什么其他技巧吗？还有不少，可以现在就教教我吗？我想学更多射击的技巧。咕噜，梅念雪陡然有种会被苏洛完全掏空的错觉。我可是堂堂弓之圣者，怎么可能？第17章，我的老师喜欢 cosplay 精灵。学生把老师掏空，青出于蓝胜于蓝，不正是做老师最开心见到的一幕吗？老师，你笑得真好看。表情刹那凝固。我笑了。啪！一本技能书扔在桌上。我还有事，入门了再来找我拿第2本。飞一般快步离开。苏洛挠挠头，望向那个近乎落荒而逃的背影，拿起技能书，笑一下。有什么关系？新意见，品质 A， 介绍可以对射出箭支的轨迹和方向进行调整。哦，那岂不是说以后还能射出去会拐弯的箭？奈斯啊！咕噜咕噜。苏洛揉了揉肚子，意识到超过1天没有吃饭。砰！呼哧呼哧。梅念雪背靠房门，2只冰凉的玉手捧在滚烫的脸颊。黑暗中，2只人类的耳朵逐渐变尖，精灵的特征愈发明显。啊！真的是突然来这么一下，干什么吗？这要是被看到可怎么办？呵，你可以的。轻轻拍打脸颊，梅念雪对着镜子自言自语，加油鼓劲。都已经在这个复杂的人类社会生存这么多年，还混成华夏国的弓之圣者，为何反倒在他这个小阴沟里翻了船？哎呀，这才想起刚刚忘记说该怎么修炼新意剑。他那么聪明，应该也不用我再多此一举吧。坐在化妆台前，梅念雪轻轻抚摸着久违的尖耳朵，等到重新变回去，少说也得半天时间。A 级技能新意剑看似简单，从领悟到入门也需要颇多时间。梅念雪稍稍松口气。吃过饭，苏洛又一头扎进训练场，淬炼过的身体完全感觉不到疲惫。新意剑实际是通过提炼精神力，完成对剑支的附着，从而达到令箭头偏移。手指紧捏剑羽，无形的精神丝线一点点攀附，一箭射出，飞行过程中发生偏移，射在距离靶心10公分处。实际与元素附魔有异曲同工之妙，苏洛尝试过几次便明了其中原理，反复练习多次，已经成功操纵剑支偏移超过20公分。系统启动，技能新意剑入门，黑色向上箭头。不知不觉天色已黑，走出全息模拟训练馆时，夜空星月交辉，顶楼窗户还亮着灯。苏洛略微迟疑，轻轻叩响房门。谁？老师，是我，苏洛。这么晚了，你有什么事？声音有点奇怪，就好像干坏事被发现，
颤抖中满满都是紧张。老师，新一剑我已经练到入门了，想找您来拿第2本技能书。噔噔噔，房门大开，一阵香风扑面而来。你学会了？炎炎夏夜，相当清凉的薄纱睡衣，释放的宏伟呼之欲出，隐约还能看到2颗小小的樱桃，藏在银色长发下的尖尖耳朵格外醒目。给你，晚上我要睡觉，没事没事，别来烦我。砰，他应该没发现吧？梅念雪的耳边还能听到心跳声音，忍不住捂着发烫的耳朵，下一秒抱着个等身的布娃娃滚来滚去。原来我的老师还有 cosplay 精灵的癖好。啧，苏洛好像发现新大陆一样开心，有一个喜欢 cosplay 的老师，不香吗？重新回到训练馆，继续研究这本名为幻影剑的技能书。不消5天时间，苏洛完全将3个 A 级技能修炼至入门境界。每次检验过后，梅念雪总会传授关于射箭的小技巧。8元淬体诀本身能够对身体和灵魂淬炼升华，将剩余的自由点数平均分配到4项属性后，苏洛再次查看系统面板。姓名：苏洛，等级：一阶中位觉醒者，天赋：全元素掌握 S 级，黑色向上箭头，力量497，黑色向上箭头，敏捷481，黑色向上箭头，体魄514，黑色向上箭头，精神607，黑色向上箭头，功法8元淬体诀精通，黑色向上箭头，技能攻术掌握宗师，黑色向上箭头，心之眼龟神极目星瞳成长破魔使入门，黑色向上箭头，心意剑入门，黑色向上箭头，幻影剑入门，黑色向上箭头，剑术掌握入门，黑色向上箭头。装备合金战弓高级，螺旋剑 X84 高级，破甲剑 X10 高级，金刚剑 X3 普通，储物戒指普通。自由点1，该去搞点自由点数了呀，只有1点自由点数，完全不足以提升3个技能的境界等级。距离月末大学正式开学报到还有1月左右时间，苏洛与梅念雪说过后离开庄园。估算目前的属性战力，苏洛决定到灰区试试看。相比于猎场，灰区的凶兽更具攻击性，等阶评定也会更高。觉醒者想要进入，还需要办理一系列手续，并且通过测试。洛水市东城区觉醒者大厅，你好，我要到灰区。窗口接待员抬起头，四目相对，脸上莫名出现一抹红晕。哦，请提供身份证。接待员小姐姐看到与真人近乎相同的证件照，心跳愈发加速。请问您的觉醒者等级是？听到才一阶中位，接待员刚想拒绝，触及那双清澈的眸子，还是决定带他去试试，说不定还能留个联系方式，深入发展一下也很不错呀。请您稍等，我带您到测试区，达到资格才可以进入。测试区域挤满形形色色的觉醒者，他们的目标与所如出一辙。猎场内的凶兽数量虽多，却得不到有价值的稀有材料。灰区则全然不同，虽然死亡风险极高，收益同样可观，运气好一天就能有数百万华夏币进账。大厅中有数个透明的房间，墙壁为 SS 级钢化玻璃，能够抵御一次8阶觉醒者的全力一击。战斗系觉醒的规则极其简单，30秒内尽可能对目标单位造成更多伤害，达到规定伤害量即可。听到接待员小姐姐的解释，苏洛笑容愈发灿烂。打桩嘛，这个他很懂，主打攻击手法和技能衔接，才能在规定时间将伤害最大化。来到门前的警戒线外排队，测试房间中身穿洛丽塔公主裙的少女朝着奇形怪状的仪器发动攻击。头顶的屏幕上出现30秒的倒计时，钢鞭舞动，少女接连发动攻击。叮，时间到，挑战失败，可前往自助服务机打印分析报告。臭机器，烂机器，这都第10次了啊！挑战失败，可前往。苏洛走入其中，选择战斗系天赋，请觉醒者准备，一阶上位测试挑战开始倒计时。3、2，苏洛弯弓搭箭，闪光箭外还有一圈火焰盘旋。1，挑战开始。争，测试结束，恭喜您获得进入灰区资格，恭喜您打破洛水市一阶中位挑战者记录。就这，不是30秒。测试用仪器表面电弧密布，火花飞溅。第18章，数百万人共同见证。我的剑会漂移。接待员小姐姐嘴巴变成 O 型，测试区域顿时变得安静。一键射爆测试装置，这是一阶中位觉醒者能做到的。一时之间，大厅内所有目光全部聚集，看到那张略显稚嫩的面庞，许多久久未能拿到灰区进入资格的觉醒者半晌说不出话。请让一下。安保人员与负责装置维修的工作人员迅速赶来。肯定是本姑娘伤害太高，哼，她也就是个捡现成的。
先前失败的女子不屑向同伴吐槽，郁闷心情一扫而空，忙不迭去购买付费的测试资格。天晴了，雨停了，自己感觉又行了。贴上封条后，工作人员朗声宣布苏洛的成绩真实有效，确认获得进入灰区的资格。一阶中尉，老子上尉都不行，机器故障了吧？真是个运气好的小家伙，只希望别死在灰区就好。大夏天穿个皮衣也不怕长痱子，装逼！测试区域人声鼎沸，个个感慨万分。旁边房间内，女子又一次失败，挥舞钢鞭发疯，最终被安保人员捆绑拽出。随后，女子所在的房间门前排起长队，人人都想延续好运气，却无一人能通过。一众接待员小姐姐的目送下，苏洛离开接待大厅，直奔灰区，手腕上多了一块精致的手表。获得灰区进入资格，就会免费获得集实时地图、心跳检测和通讯呼救等多种功能于一体的致谢手表，足以辅助觉醒者在灰区内生存。灰区与凶兽猎场的分界线是一条延伸上百公里的峡谷，相传为某个雷系觉醒者一刀斩龙的余波所致。展示通行证后，苏洛成功走过灰区入口，启动致谢手表的实时地图。整个灰区分为冰火丛林、银色矿场和迷乱村庄。地图上有大大小小数十个头像，分别代表4阶或4阶以上的凶兽。冰火丛林与银色矿场还有异族出现。苏洛思考片刻，最终选择迷乱村庄作为猎杀场所。只有3个4阶精英凶兽的标志，按照雷达探测显示，大部分都是3阶普通与精英级别。一路沿峡谷向上，苏洛谨慎避开领主凶兽的领地范围，花费半日时间穿过冰火丛林，一座村庄废墟出现眼前。天色拂晓，一支7人的觉醒者小队出现，打破冰火丛林的寂静。为首的女生身材火辣，容貌秀美，手中握有一把漆黑长剑，短裙黑丝配运动鞋的搭配，完美展现出流畅丰满的腿部线条。家人们早上好呀，这里是最爱你们的主播玛丽呀，感谢穿云箭送的嘉年华，谢谢 Gigi。 轻轻拨开空气刘海，露出光洁的额头，一个妩媚的眼神。屏幕上又有2位大哥送来清晨的问候礼物。玛丽，知名户外主播，本身属于2阶下位觉醒者，继表演铁锅炖自己后爆红，利用觉醒者身份开启直播探险，活跃粉丝突破5000万，以普通人为目标观众，满足他们对觉醒者生活的好奇，而且还是像玛丽这样又美又飒的真正觉醒者。开播不到10分钟，已经有土豪大哥们送出10万华夏币的礼物。他的4周是5人组成的直播团队。欢迎我黎明哥进直播间，欢迎！玛丽已经行走在冰火丛林中了哟，马上就抵达目的地迷乱村庄。点关注不迷路，丽丽带大家高速体验觉醒者的一天。我玛丽身为觉醒者从不撒谎，玩的就是一个真实，主打一个宠粉儿。闪烁不断的礼物让玛丽笑得愈发灿烂。为什么要舍生犯险？割普通人的韭菜不一样也能活得很润。玛丽调转镜头，转而开始介绍起迷乱村庄的起源故事。直播间的人数突破30万。介绍到正精彩时，忽然有哥布林小队出现。尖瘦的脸庞，绿色令人恶心的皮肤，褶皱中满是油脂活泥垢的混合物。短小的4肢与滚圆的肚子形成强烈反差，两腿之间虽然有破布，依稀可见即将振翅高飞的绿色大鸟。清晨的直播间彻底沸腾。毕竟哥布林在人类的社会可是臭名昭著，男人必死，女人生不如死。哇哇，是我最爱的哥布林。主播，你要是再不干掉他们，小心直播间被封哦。我这儿有资源哟，懂得私信。粉丝弹幕数量陡增，礼物数量激增。玛丽虽然好奇为何会出现异族，仍是自信满满。这些哥布林处于3阶普通，如果单打独斗，免不了被带回去当生育工具。可惜时代变了，团队中拥有简易技能的觉醒者示意 OK。玛丽红唇扬起自信的笑容。哥布林小队进入虚弱状态，连带嘶吼的声音也降低不少。玛丽的确是主播，却并不弱。对付5只3阶普通的哥布林一族有问题，但问题不大。如果以完美姿态斩杀一族哥布林，将会成为他的崭新跳板，直播事业也会更上一层楼。哥哥们，人家只不过2阶下位，他们可都是3阶普通的一族啊！只要哥哥们多点信心给丽丽，丽丽就会爆发出爱的力量。镜头前楚楚可怜的玛丽与邪恶猥琐的哥布林，礼物数量再度翻倍。谢谢哥哥们的支持，有你们的信赖，人家会带上你们一起杀死邪恶，正义必胜。丽丽出剑，单手持剑，步履如风。玛丽笑得格外灿烂，一招华丽横斩，正是要给哥布林断头。嗡！身体陡然虚弱无力，玛丽甚至连瞪大眼睛的力气也不曾有。至于她的团队，同样如此。有，一只苍老的哥布林从阴影中走出，头戴羽毛发冠。哥布林祭司是哥布林一族中有驱散、净化和反弹的个体。
正是他将添加在哥布林身体的虚弱技能尽数返还。如今五人想要反抗，却半点力气也没有。保镖目眦欲裂，挣扎起身，却被一拳砸碎脑袋。5只哥布林生龙活虎，毫不客气控制玛丽，粗糙的手掌随意撕扯衣物。666，我愿称你为最强。为了出名，这样都行。不过我喜欢。这次我战哥布林，我许家英实名观看。等等，兄弟们，这不是演习。不对啊，那些是真的哥布林。主播要玩。几人如今也完全明白，最先出现的5只哥布林，完全就是诱饵。直播镜头前，哥布林被玩弄，玛丽生不如死，热泪涌出眼眶，掠过脸颊。谁？谁能来啊？救救我！丑陋的面庞，污臭的口气，几乎令他感到窒息。紧闭双眼，下一秒却感受到滚烫的液体飞溅脸颊。打算登堂入室的哥布林被洞穿头颅，哥布林祭司滋滋哇哇乱叫，瞳孔陡然变大。本该插在地上的剑竟然来了个180度大回旋，飞速朝他射来。噗嗤，剑从嘴入，恰好洞穿最薄弱的脑后骨，然后又是一个超级大回旋。剩下4只哥布林早被这神奇一剑吓破胆，飞也似奔逃。又一支箭出现，转瞬只剩下最后的哥布林，刚要以玛丽作为掩体，金光射穿其头颅，刹那生机丧尽。飞溅的白色脑浆恰好落在直播镜头，影像变得模糊。玛丽惊恐盯着一地死尸，并没有感到害怕，只是激动流泪。剑会漂移，沃日，你们看到了吗？会漂移的剑，太尼玛帅了！有没有董哥说说原理啊？谁能给我把镜头擦干净啊？我给他5块钱。直播间观看人数早已突破200万，并且还在急速增加。一道黑影落地，屏幕前数百万人同时睁大眼睛，不约而同咒骂着哥布林，就连死尸飞溅的脑浆都如此惹人厌烦。第19章对赌。清晨的直播间在线人数突破500万，正是上班的早高峰，不少人看到热点好奇之下冲进直播间。谁能告诉我现在什么情况？有没有董哥啊？我想知道为什么剑会漂移啊？差点就能看到付费内容了，家人们。早起的鸟儿有虫吃，早起的主播要被吃。A 级技能新一剑，炼制精通境界可完成箭头调转。不过刚刚的螺旋剑可以接连穿过哥布林，境界最次都得在精通才能做到，说不定是达到了宗师境界。卧槽！我是普通人，我不懂，宗师境界得射多少年才能达到？这不得是7阶8阶的弓箭手才能达到？楼上的，这么说吧，你现在开始射，一直射到肾虚，最起码得肾虚上万次才有可能。寻常只能看到性感美女在线杀凶兽的观众们，哪里看到过这些？高呼过瘾中，不免对那个模糊不清的身影产生兴趣。一时之间，各种猜测层出不穷。本该被直接封掉的直播间打上一层天然的马赛克，自然得以从审核的魔爪下逃过一命。在哥布林的尸体上蹭掉血迹，4人瞪大双眼，无疑不想看看救下他们的恩人长什么模样。玛丽被哥布林上下其手，春光乍泄，雪白的娇躯上依稀还有红晕未曾散去，被玩弄到心潮澎湃，身体滋润，浑身力气全无不能活动，双目呆呆望向天空，流下2行激动的泪水。如果被哥布林埋下种子，日后的生活只会更加悲惨。你没事吧？啊，没什么，就是有点热。一张足以称之为俊俏的脸庞，坚毅中还有几分稚嫩，是鲜肉却很阳刚，正是许多女性梦寐以求的对象。瘫软的身体瞬间来了力气，侧头躲开，又将玛丽拦腰抱起，动情的喘息引得直播间内观众惊呼连连。玛丽刚要献上热吻，苏洛直接松手。啊，请你自重，这里基本属于安全区域，你们4个再过10分钟应该就能活动。2个男生抽着眼前不停摩擦双腿的火辣身体，不由自主咽了口唾沫。大早晨看到这一幕，是个正常男人都会忍不住，心中不免对苏洛伸出大拇指。预想中的画面并未发生，直播间里顿时哀嚎一片，许多人则是被那个清澈的声音吸引。女生们脑补出一个坐怀不乱的俊秀男生，苏洛并不知道自己凭着刚才一句话收获成千上万的女粉。唉，再也无法忘记那张脸。玛丽躺在冰冷的土地，舒尔失落万分。佑蕊，早啊！早上好。于佑蕊刚进办公室，就看到许多同事聚成一团，你一言我一语，七嘴八舌讨论着什么有关射术领域的问题，其中还有主任吴月莲。放下油条，手握豆浆上前。你们在说什么？目光情不自禁被屏幕吸引，恰好播放螺旋剑漂移洞穿哥布林的画面。哥布林祭司下意识喝了口豆浆，一道似乎有些熟悉的黑影出现。苏洛，大早上于副主任还没睡醒吧？一旁吴月莲忍不住嘲讽道。周围的同事也不由开玩笑，让于佑蕊看清楚再说话。螺旋剑是在洞穿哥布林后完成回转漂移后，又将哥布林祭司秒杀。要知道，
普通的哥布林一族虽然是3阶普通，哥布林祭司却是达到3阶领主级别，掌握技能的同时，身体强度同样不弱。梭罗即便再强，又如何能做到？于右蕊不再言语，冷静下来细想，后者的确还无法做到这种程度。于副主任这是无时无刻不在显示自己为学校招回来一个全国状元呢。呵，不理会吴月莲的讥讽挖苦，于右蕊转身离开。早上好呀，可爱的梅姐姐，苏洛在你身边吗？你说什么？他在我身边，这成何体统？大早上怎可污人清白？梅念雪一咕噜从床上坐起，手忙脚乱摸了摸再度变尖的耳朵，对着手机破口大骂：苏洛，去灰区了！心里咯噔一下，于右蕊半天说不出话。嘟嘟嘟，真的是他？他是怎么做到的？于右蕊望着窗外怔怔出神。弓箭手偷袭一箭洞穿哥布林祭司，以苏洛的闪光箭尚且可以做到，新翼箭射杀普通哥布林后力道减弱，又如何还能破了哥布林祭司的肉体防御？沉思中回到办公室，吴月莲还在嘲讽着，好不容易能抓到对手的把柄，自然要好好利用。说不定咱们小于是看上了人家呢，到现在也没个男朋友，没准就喜欢那口呢。是啊，我喜欢还有可能成，换做人老珠黄的老阿姨，估计苏洛也会很困扰的吧。办公室火药味十足，其他人各自低下头。请把你的心思放在工作中，于副主任。关心学生有错吗？吴月莲摇摇头，嘴角轻蔑一笑。你不会真以为那个人是苏洛吧？就凭他，小地方的人真以为能飞上枝头变凤凰？做到这种程度，至少要达到精通。苏洛拜师梅念雪不假，技能的境界等级可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看到于右蕊的漂亮脸蛋儿，更觉生气，双臂抱怀，盛气凌人，眼眸满是优势在我的得意，声音变得更大。要真是他，吴月莲当着大家的面给你跪下道歉。要不是苏洛，你也要给我跪下请求我的原谅。你敢不敢和我打这个赌？露出2颗漂亮的虎牙，于右蕊推了推眼镜，弱弱问道：吴姐姐，咱俩有必要打赌吗？你说呢？那赌就赌，如果我输了，我会到学校广播室大喊我不如你。内心蓦然感觉不安，只是气氛已经烘托到这儿，吴月莲冷哼一声，转瞬看破于右蕊的计谋，分明是打算用这种办法逼他改口。行，我答应你。另外，我再追加未来1年所有的工资和奖金，额外再给你一套稀有防具。办公室其他人眼皮一跳，不由面面相觑。一套稀有防具少说也在500万上下，加上工资奖金逼近700万。我和你一样。回到自己的办公室，吴月莲揉揉额头，反复又看过数遍直播回放，忍不住长长舒了口气。小样儿，敢在我面前玩这套虚张声势的小把戏。当年我搞这些的时候，你还没当成觉醒者呢，和我玩。哈哈。办公室里传出欢乐的笑声。第20章技能全精通。朝霞升起，为残破的村庄蒙上一层金色的外衣，外表看似废墟，实则干净整洁。明黄色的桌布铺在餐桌，一杯热牛奶，几片火腿，还有满满一碟烤鸡肉。这就是苏洛的早饭。进入灰区已有半月时间，苏洛完全适应灰区的生活节奏，生活也愈发滋润。没日没夜猎杀中成功将觉醒者等级提升至1阶高位。阳光下，健硕的身体隐隐散发光泽，脸庞依稀还能看到学校时候的稚嫩，不过更多还是成熟与坚毅。系统启动，品尝一口醇香的牛奶，轻轻放下，拿起还冒着热气的鸡腿，眼前出现信息面板。击杀哥布林后获得195点自由点数，熟练点击箭头将技能破魔使从熟练升至精通，自由点数又变成可怜的32点。姓名苏洛，等级1阶上位觉醒者，天赋全元素掌握 S 级，黑色向上箭头，力量497，黑色向上箭头，敏捷481，黑色向上箭头，体魄514，黑色向上箭头，精神607，黑色向上箭头，功法8元淬体诀精通，黑色向上箭头，技能攻术掌握宗师，黑色向上箭头，心之眼龟神极目星瞳成长破魔使精通，黑色向上箭头，心翼剑精通，黑色向上箭头，幻影剑精通，黑色向上箭头，剑术掌握入门，黑色向上箭头。装备合金战弓高级，螺旋剑 X196 高级，破甲剑 X10 高级，金刚剑 X38 普通，储物戒指普通，自由点32。至此，3个 A 级技能全部达到精通。将剑枝填补完毕，迫不及待出发前往村庄尽头的鼠巢。检验破魔使的凶兽，他早已物色好，刚才也不过是在寻找自由点数时顺手救下玛丽几人。亲眼看到父母死于凶兽浪潮，
苏洛对凶兽的仇恨滔天。同为人类，保证自身安全的前提下，他并不打算袖手旁观。漆黑洞穴入口，腥臭的气息令人作呕。射出一支爆炎金刚剑，下秒便听到愤怒嘶吼。翻身跃上高处，抽出最长的破甲剑，金色光辉刹那弥漫，随之而来还有一层圣洁的光晕缠绕其上，蓄势待发。肥硕的大脑袋穿过黑暗，毛皮沾满各种凶兽的血肉。真正显露全部身形是一只猩红双目的巨大仓鼠，长而粗壮的尾巴随意摆动，锋锐獠牙裸露，眼睛滴溜溜寻找着可恶的入侵者。这只邋遢版的森林贤王是占据迷乱村庄的领主及凶兽之一，学名为腐肉仓鼠。正常发育本该属于2阶，眼前这只却有3阶精英的强度。嘶咯嘶咯嘶了，腐肉仓鼠牙齿交错，肥胖的身躯抖来抖去，数以百计的黑色仓鼠刚落地纷纷散开。争！箭矢命中腐肉仓鼠，圣光完全将其笼罩，圣洁的光晕扩散达到10米范围。小仓鼠没走几步便化成丝丝缕缕的黑烟消失不见。腐肉仓鼠的技能可以将皮毛中携带的腐肉转化为不死系的小仓鼠，类似于召唤物，速度快，数量多，更关键是范围极大。而破魔矢则是为剑之施加神圣祝福，命中目标后可以在范围内释放一次净化，刚好克制腐肉仓鼠的召唤技能，范围从6米左右直接提升到10米，哈哈，一只都没剩。腐肉仓鼠的眼中罕见掠过一抹惧色，仿佛站在一只恐怖凶兽的对面，手不留神就会丢掉性命。全身毛发炸起，残暴嗜血特性被激发。苏洛毫不费力在废墟之间跳跃射击，时不时用爆炎剑阻挡腐肉仓鼠奔跑。不出半小时，腐肉仓鼠已被射成刺猬，身躯无力趴下，仅仅剩下一口气。一刹那，旁边废墟中有黑影窜出，恰好横亘之间出现的不明女人蓬头垢面，衣衫破烂，不停挥舞着手脚。苏洛有片刻犹豫，一箭射出，却还是慢了一步。标枪从天而降收割，腐肉仓鼠当场死亡。抢怪！苏洛才刚落地，女子一瞬扑来，是哥布林！哥布林在追我，救命！又是哥布林！循声看去，有片刻的空隙出现，视野尽头是连绵无尽的哥布林。争！女子错愕盯着卷了刃的短刀，表情呆滞。印象中应该可以像前几次那般轻松插入的身体，却与石头一般无二。一拳命中眼眶，身体如断了线的风筝飞出数米。人类的女人居然会与哥布林为伍！苏洛反应迅速，抽出9支螺旋箭射出，离弦的刹那，每箭又分裂为3支。汹涌而来的哥布林齐齐趴地，后排9只哥布林应声倒地。幻影剑，剑出幻影，真假难辨。配合新翼剑，能够让剑之随意在幻影中改变位置，神鬼莫测。脚掌蹬地，苏洛一跃而起，身形灵活，飞速后撤。觉察到哥布林未曾追击，改换方向折返。那女人的确是人类没错，而且也没有被控制的痕迹。一个人类的女人为何会帮助哥布林？再次对异族的智慧有所了解，苏洛更想知道人类与哥布林为伍的真正原因。空地上，腐肉仓鼠尸体四周出现身穿红袍、留有白须的哥布林巫师正在地上忙碌，似乎在准备某种仪式。四周暗元素环绕，伴随时间流逝，数量还在急速增加。负责警戒的哥布林标枪手与弓箭手来回巡逻，穿着破烂，秩序森严。粗略估算，足有300人之多。满是褶皱污泥的丑陋身躯完全没有被影响。女子渐渐失去意识，彻底沦为哥布林发泄欲望的工具。苏洛即便远隔200米，仍能听得清楚。打开致谢手表，从信息列表中找到一则消息，是有关于觉醒者大厅提醒进入灰区的觉醒者，内容是提醒觉醒者警惕一族伪装成人类女子袭击，大概便是眼前的哥布林和女子互相配合。苏洛心有余悸，若非将土元素的断体方法练习至纯熟，方才女子的一刀必然会重伤。世界之大，无奇不有，本该是水火不容的人类和异族也会有联合的可能。不论何种情况，都需要留有谨慎。苏洛经历过生与死的跳动，悄然获得成长。灰区中竟然隐藏有如此数量的哥布林，清点储物戒指中的剑之数量，深吸一口气。明目张胆抢一个弓箭手的怪，你们胆子还真是肥啊！发泄还在继续，哥布林巫师们完全没有被影响，站成圆圈，将腐肉仓鼠围在中间，念念有词。剑指天空，苏洛不怒反笑，感谢你们的上门服务。争！第21章救援小队震惊，击杀哥布林千夫长。惊鸿穿日，画出一条优美的曲线，径直坠落。哥布林巫师头顶中箭，仪式被迫中断。突如其来的变故让哥布林巫师们顿时傻眼，滋哇乱叫，愤怒不已。耐着性子一点点完成前戏的各项准备，为了最后能够有滋有润完成突破而念叨咒语。
现在腐肉仓鼠已经润到呲呲冒油，就差最后完成突破的关键时刻，直接被粗暴打断。干！知道让这个大家伙被暗元素填满需要耗费多少心血吗？苏洛嘴角微扬，腐肉仓鼠就像个被填满几乎到极限的气球，如今被粗暴开了个眼儿，肉眼可见开始变小。放心，才刚刚开始。一道道优美的弧线下落，哥布林四处张望，完全找不到攻击来自何处。两耳不听，视而不见的哥布林一刻也没有停下。仅存的3只哥布林巫师为其套上能够扩大感知的增益技能，反而变得愈发敏感，眼眸中杀意正浓，剑上金光璀璨，烈焰熊熊燃烧，一剑笔直击射。震耳欲聋的轰鸣响起，哥布林被射杀20多之后，才终于找到苏洛的位置。哥布林放肆嘶鸣的时候，本能感觉到危险降临，高高举起早已被玩弄到无法觉察疼痛的身体，上半身转瞬被轰碎，一剑定死。这种死法真的是很惨。太阳升至正空，炙热无风，哥布林们留下上百具尸体，仓皇逃窜，直接钻入冰火森林中。时不时有箭射出，将哥布林永远留下。早已被吓破胆的哥布林只想赶快回到位于森林深处的营地。数道身影穿过冰火森林，找到已经恢复正常的玛丽及其团队。隶属于觉醒者大厅的救援部队会对致谢手表中发出的求救信号进行处理。灰区中出现神秘的哥布林团队，已经是这个月接到第9起觉醒者袭击求救。你好，我是搜救小队队长王晨央。简单交流过后，王晨央对玛丽的遭遇感到格外疑惑。近来被解救的觉醒者大多是被一个貌美女子偷袭，其过程无外乎突然出现，谎称是遇到了哥布林。不少独行的觉醒者往往会因为其人类的身份而放松警惕，殊不知这是早已被哥布林完成驯化的钓饵。至于玛丽，应该是哥布林们的新目标，一旦将其活捉回去，免不了变成奶油泡芙的命运。已经在灰区担任救援队长10年，王晨央对于这种被由内而外改造的女人并不感到新鲜。他们已经追查将近1月时间，奈何这群哥布林智力极高，总是能先一步销毁证据。王晨央当机立断，留下2名队员护送玛丽等人走出灰区，他率领剩下6名队员一路挺进。队长，我闻到了，哥布林这个种族的血液极其特殊，有相当刺鼻的味道，浓郁如此，生平罕见。首尔，瞳孔骤然一缩，放眼望去，到处都是哥布林的尸体，只有一处致命的剑伤。队长，这是一场屠杀。王晨央料定杀死这些哥布林的人，正是救下玛丽等人的黑衣少年。轻轻触摸还有余温，意味这场对哥布林的单方面屠杀可能还在继续，或者已经落下帷幕。陆陆续续发现哥布林石夫长、弓箭手的尸体，王晨央几人愈发震惊。卧槽，队长，是白夫长，真狠啊！我日，又是一剑毙命。几人面面相觑，一路走来，发现的哥布林尸体超过100具。如今又看到哥布林百夫长能做到一剑击杀，至少也需要3阶下位的实力。按照玛丽的描述，对方最多也就是大2大3，莫非是来自4所顶尖大学？除了他们的学生有如此高质量，王晨央想不到还有其他学校的学生有如此实力。冰火森林深处，哥布林营地，随处可见的骷髅骸骨与看似粗糙实则错落有序的木质建筑和防御工事，无不说明哥布林这个族群拥有不亚于人类的智慧。一刀劈碎爆炎剑，火花飞溅，接连数发爆炎剑落地，营地转瞬成为一片火海。千夫长无能狂怒，偌大的哥布林营地被神秘的敌人毁于一旦，而他甚至连样貌都不曾看到。4阶精英评级的哥布林千夫长还从没有打过这么憋屈的仗。噗嗤，闪光剑洞穿左肩，血流如注。千夫长手握等身盾牌，却无法抵御来自身后的利剑，哪怕有丁点声音，他也可以瞬间将其击落。然而并没有，一发接一发的无声闪光剑在这片浓密的森林中拥有先天优势。王晨央等人赶到时，只见一个身穿黑色皮衣的少年有条不紊回收地上的剑枝，浑身不见半点伤痕，甚至连尘埃也不曾看到。火光倒映出几人滑稽的面庞，王晨央望向那张比预想中还要年轻稚嫩的面庞，不免呼吸愈发急促。队长，是1阶上尉，你确定不是你感知有误？队长，100%确定。呼！触及少年的目光，王晨央如坠冰窖，面前火光冲天，却有森然冷意。要知道，他本身是3阶下位的觉醒者，与那些养尊处优的觉醒者不同，几乎每天都在经历血与火的考验。这个少年究竟是何方神圣？眼尖的队员发现了被射得全身窟窿的哥布林千夫长，大叫一声，众人皆是不由得倒吸一口热气。他是你杀死的？大叔，你看周围还有其他人吗？少年和煦一笑，王晨央不由感到窒息。这种战绩是这个年龄的觉醒者能完成的？
查验身份后，看到苏洛大学一栏写着渊墨大学，不免点点头。如果是来自4所顶尖大学，没有什么不可能。简单询问情况，苏洛将见到一一说明，也提到那个甘愿成为哥布林帮凶的女子。王晨央不曾料到眼前少年单枪匹马剿灭哥布林营地，连困扰救援小队的被刺事件也一并解决，语气中自然而然多了几分敬佩。我代表救援小队全体成员与那些被哥布林杀害的无辜觉醒者，再次向你表示感谢。哦，那有什么奖励吗？第22章，跪下，给我道歉。女主播清晨挥躯遇袭，惨遭神秘哥布林凌辱。从觉醒者女主播到哥布林，著名专家畅谈异族哥布林，为我们揭秘哥布林的前世今生，带您走进哥布林的世界。神秘黑袍弓箭手，百大阿婆主冒死猜测。继玛丽直播间时间过去已有数日，落水市灰区突现哥布林一族的各路传闻甚嚣尘上，伴随一众觉醒者现身说法，哥布林驯化人类女性灰区行凶的恶性事件令无数女性觉醒者人人自危。一连串事件中，从哥布林魔爪下拯救女主播又坐怀不乱的神秘弓箭手，毋庸置疑成为人人关注的对象。可以实现漂移掉头的剑也让不少人大呼神奇，苏洛喜提灰区剑神称号。更有甚者，推断是某个大隐隐于市的高手，真正实力不低于6阶。王晨央率领救援小队回归第2日，众多新闻媒体人云集。洛水市临时决定召开新闻现场说明会，同步全国直播。开始才5分钟，人数暴涨至300万。面对来自全国各地的记者与密密麻麻的镜头，王晨央将灰区出现大量哥布林一族的真相披露。哥布林一族是被更为强大的存在赶出原有领地，翻越祁连山脉，长途跋涉进入洛水市外的灰区，数量大约有400只，首领为4阶精英级别哥布林千夫长。与正常认知中的哥布林有所不同，这群哥布林拥有较高的智力，懂得驯化人类女性与蛊惑心智的方法技能。此前灰区接连发生觉醒者被刺事件的罪魁祸首，正是这名完全投靠哥布林的人类女子。女主播玛丽的遇袭同样也是被这群哥布林盯上。王晨央所展示的证据链条充分，很快还原事情真相。能请王队长为我们详细介绍那位伸出正义之手的觉醒者信息吗？榜样应该要得到大家的赞扬。示意记者坐下，王晨央同样激动。这位令人尊敬的觉醒者是渊墨大学的大一新生苏洛。哗，咔咔咔，闪光灯不绝于耳，记者们纷纷举起手。卧槽！吴月莲直接爆粗口。周围10几人面面相觑，目光不约而同看向别处。正副2位主任当着所有人面打赌的情景还历历在目，不少吴月莲的坚定支持者明里暗里都在讥讽于幼蕊，现在生怕被于幼蕊波及，一个个坐回到各自座位上。你早就知道了，对不对？吴月莲冲到于幼蕊面前，高声质问，活脱脱是一头发怒的母狮子。甭管我知道还是不知道，吴姐姐，赌约您还记得吧？一头冷水瞬间从头浇下，脸色瞬间苍白，双手撑着已经站立不稳的身子。没想到苏洛的修炼进度会那么快，也不曾料到于幼蕊居然会这么狠。今天下班粤海楼，咱们姐妹俩好好聚一聚，怎么样？吴姐姐，您身为我们的大领导，可不能说话不算数啊！你真的要这样？为什么不呢？咱们毕竟是同事，您又比我大，下跪我可受不起。您就到广播室大声向全校师生说一声，再把稀有防具给我就好。展颜一笑，格外甜美，露出2颗可爱的小虎牙，顿时令不少男老师心动不已。于幼蕊，别忘了我是你的上司，做人退一步，日后好共事。少在这儿给我扯这个。吴主任，有能耐对赌，没本事认输。现在我什么都要，跪下，给我道歉。刚想反驳，就听到原声录音，哪怕只听说话，也能想象到吴月莲几天前盛气凌人的模样。要么愿赌服输，要么我就拿着录音找校长。吴月莲气到2眼发黑，身体不自觉颤抖，双膝缓缓跪地。对不起，我错了。哎呀，吴姐姐，没关系，这不就好了吗？以后我们还是好同事。接下来我们还要好好合作，一起负责迎新工作呢。对，一众同事纷纷上前，无一不是夸赞吴月莲愿赌服输的契约精神，内心深处同时告诫自己，没事儿别惹于幼蕊。虽然于幼蕊自从被提拔为副主任后屡遭刁难，却是一副逆来顺受的模样，以至于所有人都觉得这位年轻的副主任完全是个温驯的小绵羊，全是只披着羊皮的狼。吴月莲随便说几句话，狠狠甩门离开，眼眸透着狠厉。等着吧，于幼蕊，30年河东，30年河西，莫欺老娘此时，他日定要你10倍偿还。晚间，渊墨大学校区的大喇叭中传出吴月莲的声音：我吴月莲愿赌服输，我不如于幼蕊。全校师生尽皆哗然，将一张654万华夏币的不记名存储卡拍在桌上。吴月莲愤愤离开，
高跟鞋的清脆声音渐行渐远。哎呀，天降一笔横财呢！默默收好存储卡，于幼蕊走出大楼。月色正美，晚风吹拂，莹润的红唇扬起诱人的弧度。如果没有你的话，本姑娘这次也不会赢得这么轻松。嘻嘻嘻，谢谢了。于幼蕊从不觉得有任何心理负担。如果今日换作是她输掉，吴月莲100%会极尽羞辱之能事。不过你还真是厉害呢。忽然想起来还要安排对苏洛的天赋强度等级测试，于幼蕊放弃奖励自己的念头，转而快步走向校长办公室。落水市的新闻说明会结束，影响还在继续。其原因正是王晨阳公布苏洛射杀4阶精英哥布林千夫长的消息。这可不是越过3级，而是跨越了整整3个阶位。觉醒者中不乏有越级击杀的案例，甚至也有跨阶击杀的案例存在。一个才刚高考结束的新生能做到如此地步，匪夷所思。各种解析视频，董哥数据地吵得不可开交。外界的一切，苏洛全然不知。漫天星辰之下，有8颗元素星体旋转，其中土色的那颗体积明显比另外7颗要大。丝丝缕缕的元素能量汇入身体，散于4肢百骸，悄无声息滋润身体的每个角落。体魄随之以肉眼不可察的速度提升。8种元素能量在体内杂糅为一体，精通境界下的8元淬体诀大幅缩短这个过程所花时间。8颗元素星体彻底消失的刹那，皮肤表层凝出土色外壳。几个呼吸的功夫，包裹全身的土色外壳逐渐凝缩汇于心口处，只有拳头大小，颜色趋于纯黑。呼，眼眸陡然睁开，凌空跃起，出拳如风，隐于夜色。直径5米的巨树拦腰而断，栖息于树上的飞鸟高飞，夜的寂静被无情打破。云过月出，朦胧的月光下，漆黑的拳头格外醒目。第23章，你又不是美女，谁会记得你？拳头上的黑色倏然消散不见。苏洛在身体各处反复尝试，随后又测试分裂为多块的硬度。8元淬体诀中记载有诸多元素淬炼身体的技巧，其中盐元素便有增加身体硬度、提升防御的技巧黑玉章盐。将盐元素压缩到极致，便可在身体表层附着黑玉章盐，而且还能进行分裂防御，只不过防御会有所降低。附着黑玉章盐后的普通一拳，可以轻松将直径5米的大树砸断，如果打在觉醒者身上，至少筋断骨折。提升硬度，心念一动，察觉到两腿之间的异样，苏洛忍不住拉开裤子，亲眼观测一番，的确是有所提升。不过上了战场，还能否枪出如龙，还有待验证。系统启动，眼前浮现的个人信息面板中并未出现黑玉章盐的字样，与之前学会的无声射击相同。也就是说，个人信息面板只会显示功法或者技能的境界等级，至于这些功法或技能的使用技巧并不会出现。比如无声射击是攻术掌握的一个小技巧，黑玉章盐则属于8元淬体诀中盐元素的应用窍门，拜师的意义也得以凸显。练习无声射击时，本身已经有宗师境界的攻术掌握，类似的技巧同样也已掌握，但是之前不曾使用，所以压根不会注意到。有没念血的提示，苏洛很快便熟练其方法，直至能够在战斗中随意使用。一旦掌握技巧或领悟技能，总会习惯将其在练习至融入习惯才会停下。自由点数为2460点，无法提升功法技能以及天赋强度，4维属性目前基本够用，苏洛倒也不急于增加这些基础属性。手表上显示时间为8月25日，距离正式开学还有不到1周时间，苏洛转身回到临时住处收拾一番。哟，张哥，看这模样是发财了啊！镇守在灰区门口的守卫笑嘻嘻与几名互相搀扶着走出来的觉醒者打招呼，一行6人全部负伤，灰头土脸，好不狼狈。发个屁的财！老子他妈碰到了4阶精英凶兽寒冰王莽，幸亏老子发现的早啊！寒冰王莽这种凶兽也出现了，最近的灰区不太平啊。谁说不是？哎，这段时间我们还是乖乖回猎场去吧。老子只想挣钱，可不想玩命。灰区入口每天都在上演着相同的情景，既有信心满怀入场，也有丢盔弃甲、缺胳膊断腿离场。守卫们见怪不怪，他们的目光被不远处等候的女子所吸引。衣着朴素，却难掩其火辣身材，容貌秀丽，长发披肩。正是此前由于突发事件而大火的女主播玛丽，在这个觉醒者出入灰区的必经之路上等待数日，每个来往路过的人都不免看上一眼。熟悉的觉醒者们互相交谈着走入灰区，说话之间，洒满阳光的道路上走来一个少年，眉清目秀，白色 T 恤一尘不染，背弓附件，手臂上肌肉线条拥有古典的美感，迎着阳光龙行虎步而来。嚯，什么情况这是？依我看，估计又是哪个想出名的真实主播跑回去来走秀，脑子进水了吧？蹭热度呗。你要是有人那长相，指不定早找上富婆，放弃努力了。话虽如此，
少年身上所散发出如同凶兽的气息，还是令聚集在入口处的觉醒者们内心咯噔了一下。守卫没有放过这个异常的状况，上前查看时注意到少年的气息，顿时眉头微皱。一阶上位，如此等级的觉醒者，为何会让他们产生危险的判断呢？您好，我们需要检查您的通行证。下一秒，守卫们齐齐敬礼。我去，昨晚睡傻了吧？估计是他们哪个领导的儿子溜须拍马，懂不懂？窃窃私语时，玛丽冲过人群，激动来到少年面前，眼中闪着晶莹的泪花。恩人，我终于等到你了。四周忽然冲出来几个人，拿着摄影机一顿乱拍。上次谢谢您救了我们，我已经等您好多天了，就是想亲口对您说一声谢谢。谢谢。周围的吃瓜群众们好奇看着眼前的一幕，满是轻蔑不屑。就这，尴尬到都能抠出3室一厅好吧？少年神色淡漠，片刻后才是问道：你是谁啊？玛丽这几天已经预演无数种感谢的剧本，只要看到苏洛，马上就能上演一出痛哭流涕感谢救命恩人的戏码。只是眼下怎么和自己想的一点都不一样呢？他居然给自己已经忘了。您不记得我了吗？你又不是美女，为什么要记得你？觉醒者们哄堂大笑，就连想要上前疏散人群的守卫也同样忍俊不禁，望向玛丽的目光满是不屑。感谢是假，想要借此机会再冲一次热搜才是真。有一说一，苏洛的回答真得劲儿。玛丽大脑空白，一时竟无语凝噎。早已习惯直播间的赞美，只以为自己就是天上掉下来仙女，就应该被人记得。麻烦请你让开，不要浪费我的时间。无奈摇摇头，苏洛穿过两人，径直离开。四周满是嘲讽讥笑，玛丽毋庸置疑在围观觉醒者眼中就是个小丑一样的存在。虽然格外气愤，可是团队中人扛着借来的高清摄像机早已拍下全方位的素材，剪辑配音即可再度占据热搜。玛丽从未遭受如此侮辱，脑海里已经盘算该如何利用这些制造反转，好好恰一波饭。砰砰砰，几人肩上的摄影机忽然爆炸，大喊大叫，鲜血直流。望着团队成员捂着脸在地上打滚，玛丽神情呆滞。所有的素材全没了，还要再额外赔摄像机的费用。这一刻，他彻彻底底成为了小丑。吃瓜的觉醒者们面面相觑，各自眼中显露惊骇之色。刚才他们居然完全没有听到剑之飞来的声音，好高明的剑术。这时候，不少人认出玛丽，转瞬想到那个身穿白 T 恤的少年就是前一段时间名传华夏的顶尖大学的新生，一个个扭过头看向苏洛消失的方向。这等难以察觉的剑术，似乎射杀4阶精英哥布林千夫长也不是不可能。对方如此年轻就能有如此能力，未来能达到什么程度，是他们完全无法预估的存在。第24章出售材料，购买装备。觉醒者交易中心，宽敞明亮的大厅与随处可见身着制服的漂亮引导员小姐姐。正午时分，觉醒者们都在猎场或灰区奋战，交易中心内并没有多少人。询问后，径直穿过走廊，视野顿时开阔。大厅足有2个足球场大小，是专门用来收购凶兽材料的地方。足足有20个柜台，每个柜台都是一男一女的组合。眼下并没有觉醒者光顾，这些人也都在忙着清点自己柜台的材料。走到距离最近的柜台前，您好，先生，请问您要出售材料的等级是？长相甜美的女工作人员赶忙上前询问。什么都有吧，从1阶到4阶。啊，有4阶凶兽的材料，其实是4阶精英一族。还有3阶普通和精英一族，你们收不收？收，我们全都要。苏洛转过身，将储物戒指中全部物品一股脑全部腾出。柜台前的空地上转瞬被各种材料堆满，有以哥布林一族的材料居多，还有许多1阶和2阶凶兽的精华材料。从堆积如山的材料中拽出哥布林千夫长的骨骸，随手扔在柜台附近。死！女工作人员目瞪口呆，头皮发麻。看样子面前这个笑容亲切的少年是屠了一整座哥布林营地啊。柜台后忙活的男工作人员忙不迭从冰柜中拿出一瓶冰镇饮料。尊敬的客人，实在抱歉，您的材料数量太多，为了保证您的利益，我们需要仔细清点。您可以到我们的贵宾室稍作休息。请您放心，整个过程都有监控记录，绝对会清点好。从震惊中缓过神的女工作人员一路小跑离开，男工作人员则是招呼其他柜台的人一起清点。不一会，女工作人员带着一个西装革履的中年男子回到大厅。上午好，我是负责这座材料回收厅的经理高龙，感谢您能信任我们。您好，苏洛。热情迎上来，高龙放低姿态，一再担保后将苏洛请进贵宾室。侍女奉上点心和水果，高龙脸上满是笑容。聊过几句，眼神蓦然发生变化。我看苏先生面熟得很，这里冒昧问您一句，您是否就是之前救下那个女主播的神秘觉醒者？
见到您的材料多是哥布林一族，我才会多嘴，如果不方便就当我没问，我只是刚好顺手。高龙听到苏洛亲口承认，连忙起身将茶斟好。对于这种潜力无限的觉醒者，从来都是只有一个原则，尽可能与其搞好关系，更不必说苏洛还有攻之圣者做靠山。苏先生的仗义出手，我是由衷敬佩。实不相瞒，我最是痛恨哥布林，真是杀得好。您能挺身而出，我高龙也想尽一点点绵薄之力，收购的手续费减少50%，也是我们材料回收厅的一点心意。觉醒者交易中心的材料回收大厅隶属于国家，交易成功会收取10%的手续费。虽然有回收价格中等，有手续费的弊端，却比那些地下黑市要安全可靠。瞬间免除1半手续费，是一笔不小的金额。多谢高经理。言谈之间，高龙止不住对苏洛的夸赞，又送上一张交易中心的黑卡。黑卡全国通用，并且享受优先购买以及最多85折的优惠。房间内响起提示音，工作人员已经将材料清点完毕。一阶凶兽材料96件，全部鉴定为精品级；二阶凶兽材料127件，精品级122件，普通级5件；三阶凶兽材料57件，异族材料382件，精品级416件，普通级23件；四阶异族材料5件，全部为精品级。高龙听到鉴定师汇报，忍不住瞪大眼睛。要知道，觉醒者击杀凶兽难免战斗，尤其对皮毛、筋骨一类的材料会有所损伤，精品级材料要求损伤程度不超过5%。寻常觉醒者出售材料，精品出现概率极低，而苏洛却是完全反过来的。高龙不由得暗自惊叹，心中再次为自己提前做出的明智之举而点赞。掏出计算器算了一阵，这些材料加起来有3132.6万，扣除手续费为2975.9万，咱们一口价3000万，费用半小时会打进您的黑卡中，多谢惠顾。好，那就多谢高经理了。苏洛显然明白高龙这么做背后的深意，也不再推辞，乘坐电梯来到交易中心2楼，主要用于售卖觉醒者的防具。此前身穿的皮衣经不住磨损，已经损坏，从普通到精英品质一应俱有，甚至有些店铺中还挂着星辰品质的防具，单件价格已经飙升上亿。有黑玉章岩存在，防具的需求并不高。挑选后选择了一套轻便舒适为主的稀有品质防具，以及拥有冬暖夏凉效果的精英品质黑色皮衣，打过折后合计花费1000万。穿上后一路上回头率100%。走出交易中心，苏洛乘车回到庄园。梅念雪一改先前，犹如万年的冰山，傲然高洁，不可侵犯，这才像攻之圣者该有的威仪。苏洛心中感叹。站在大厅的少年令梅念雪微微一愣，他能感受到发生在苏洛身体的变化，刚想要展露笑颜，转瞬嘴角一扯，笑容戛然而止。触及苏洛的清澈眸子，本能生出一种莫名的好感，忍不住想要凑上去那种。呼，梅念雪，他是你的学生，请你自重。老师，我回来了。心里忽地猛烈跳了一下，梅念雪忍不住双手捂着耳朵飞奔上楼。你自己先去学校报到吧，我还有点小尾巴要去处理，我们到时候学校见。砰，猛烈的关门声传来，苏洛一脸错愕，自己这位老师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害羞了？梅念雪右双弱着靠在门后，感受着耳朵一点点变尖，冷淡表情转瞬垮掉。怎么回事啊？不应该的呀，难不成他除了全元素精通这一个天赋之外，还天生自带魅魔体质？第25章新生报道。豪华宿舍，夏末秋初，烈日当头。清北高铁站外，7所大学的迎新团队忙得热火朝天。学弟，可以到车上略作等待，马上发车。来，莎莎学妹，天气这么热，来喝杯冷饮。远清武大的新生注意了，这里也可以新生登记。兴隆大学的新生报到结束，来我这儿拿奶茶。高铁站正对面的高档咖啡馆，门前高挂红色条幅，屋顶一面海渊繁星旗帜飘扬。渊墨大学新生报到处。好不容易送走一波新生，6所大学的迎新人员不自觉望向咖啡馆，满是羡慕。空调冷饮、奶茶水果一应都有。咖啡馆是渊墨大学旗下产业，作用之一正是方便每年迎新。洛加迪跑车停在咖啡馆外，男生的目光被神秘力量所吸引，同时看向一处。跑车的主人是一名短发女子，戴着圆框眼镜，容貌秀丽，身穿淡色碎花一字肩、浅蓝色直筒牛仔裤，刚好能露出白嫩迷人的脚踝。跑车美女，相得益彰。于老师，您亲自来了。咖啡馆门口，负责迎新接待的男生不自禁咽了口唾沫，一瞬间眼睛都直了。你们干得不错，好好加油哦。是，丽丽，今天迎新学生们的花销都记在我账上，天气热，你们可别累坏了。又一列高铁到站，上千名新生心怀憧憬走出站台。
苏洛马上就看到显眼的标示，真不愧是顶尖学府啊，直接在咖啡厅迎新，可以可以。想到之前大夏天挤在透不过气的大巴上颠簸，苏洛不由感叹道。穿过人群，苏洛与另外8人一同朝咖啡馆走去。喂，你看那个新生，哪个？哇，这个质量好高啊！待会儿我来接待。于飞，刚才那个帅学弟就是你，这次该轮到我了。女生们你争我抢，生怕漏过这么一个优质股。新生到来，不仅是学长喜欢学妹，学姐同样喜欢学弟。哗，人影突然出现，定睛一看，正是于右蕊。欢迎啊，还以为你会穿那身黑皮衣呢。好久不见，于老师。那身皮衣有点显眼。走吧，上车，我直接带你回学校，在那儿报到也可以。一众学长和学姐们同时瞪大眼睛，大脑一片空白。所以咱们这是被于老师给截胡了？这什么情况？难道于老师来这是特地来接他的？新生露出羡慕的神情，挨个走入咖啡馆等候大巴。男生们眼巴巴望着苏洛坐在跑车副驾驶，暗叹爹妈没给自己生就一副好皮囊。梅姐姐已经和我打过招呼，她应该在军训后才能来。你现在到一阶上尉了？感知到苏洛的气息，于右蕊的惊讶写在脸上。距离上次分别连1个月都不到，提升等级这么容易的吗？你怎么做到的？就是射呀射的，就那么突破了。切，天才的世界果然没办法理解。跑车一路畅通无阻进入学校，从校门口抵达新生报到处，开车都要将近40分钟。建议你还是准备一个交通工具，咱们学校比较废腿，等你安顿好，我带你去搞辆交通工具。苏洛点点头，深以为然。他特地查阅过资料，约莫大学的占地面积足有700公顷，比另外6所大学加起来还要大。透过后视镜，于右蕊捕捉到苏洛脸上一闪而逝的震撼，红唇微扬。有于右蕊帮忙报到，整个过程不超过半小时，顺利拿到学生证和身份勋章，又去宿舍管理中心领取钥匙。来到一排排豪华别墅群前，苏洛还是被震惊到说不出话。前世今生住过的宿舍不下10个，自认为什么宿舍都住，但是像约莫大学这样直接盖别墅当宿舍，一眼看不到头的，从不曾遇到。每栋别墅都有3层，配备有独立的小院和停车库，能想到的全部都有。你的宿舍是在007号，属于配置最豪华的宿舍。哦，对了，每栋别墅会住3个人，1人1层。3人舍？苏洛挠挠头，这种宿舍倒是比较少见的类型。进入别墅又被震撼一次，每一层的布局装修完全相同，基本相当于居住大平层，厨房、书房、健身房，只要能想到的配置全部都有。这得有300平了吧？准确来说，算上2个阳台是495.6平。苏洛将身份勋章扣紧，激活玄关位置上的入住系统。你是第一个来宿舍的，正常来说可以优先挑选。本身不太喜欢被打扰，思忖片刻，苏洛选择了上层宿舍。入住系统操作完毕，上层的门锁自动闭合，只有佩戴相应身份勋章靠近才会开启。对了，还得提醒你一句，咱们这个宿舍每学期需要支付300学分的费用哦。学分？于右蕊点点头。好了，才刚来学校，不用这么着急。你先把宿舍收拾好，待会儿中午我过来接你，到时候再给你详细介绍咱们学校的制度规则。打开宿舍门，屋内一切铮亮如新。先给萧晴和罗妙夏打了通电话报平安，随后开始规制屋子。毕竟是要在这里生活4年，总要按照自己的习惯小小改动一番。咚咚咚，门外有站着一高一瘦2人。哈，不愧是我的舍友，肯定是人中之龙。你好，我是住在中层的，我叫孙必伟。身形较瘦的少年率先开口。这个名字认真的吗？你好，我是杨云峰，来自京城，住在下层宿舍，以后请多多关照。杨云峰有2米出头，身体魁梧，极具压迫感，却是有点害羞，完全不似孙必伟那般自来熟。苏洛，苍兰省桃城。哈哈，老杨，咱俩的舍友不简单啊，和这次高考的全国状元重名。等会儿。孙必伟拿出手机，眼睛瞪得溜圆。我勒个乖乖，老子居然成了全国状元的舍友。将2人请进房间闲聊，窗外忽然飘来一个清脆的女声。苏洛。孙必伟瞬间来了精神，挤眉弄眼道：苏洛，你小子行啊，这才刚来就勾搭了个妹子。第26章学分制度，赛级摩托驾照。嗨，哎呦我擦！孙必伟才探出头，瞬间被惊得脱口而出。隔着屏幕看过的美女，没有10000也有1000，还没有哪个能比得上眼前之人。俏皮中有几分成熟，2颗可爱的小虎牙配上圆框眼睛，正是他梦寐以求的理想女友。哈喽啊，你好，同学。老杨，他在向我打招呼啊。你好，我叫孙必伟，今年18岁，
相貌端正，身体健康。于老师，稍等我一下，马上就来。老杨，咱们这舍友长得不错，下手也很快啊。孙必伟抹撒着下巴，若有所思。就是这个女孩的名字有点怪，哪有人会叫老师呢？卧槽！右双若灼叹了口气，杨云峰很无语。所以苏木他是直接找了个老师当女朋友，这个相当可以啊。两人总感觉于幼蕊看起来格外眼熟。于幼蕊先带苏洛来到餐厅，打了2份饭，边吃边说起学校的学分制度。学分作为大学内的货币，可以用来购买装备、技能等诸多物品，还有类似于餐厅买饭、支付宿舍费用等用途。1学分大概相当于1000华夏币。于幼蕊狡黠一笑，嘴角扯到耳朵根儿。想到未来还有机会从苏洛手上赚学分，莫名觉得很开心。获取途径除了学校每月按照学生评级进行发放之外，完成委托、参加学校举办的各种比赛以及活动均会有不等量学分获得。学校内只允许使用学分支付，如果学分用尽，也可以通过特殊渠道去换，只不过价格更高就是了。比如你现在吃的这份饭就需要1个学分。苏洛瞅着饭盘，疑惑不解。这可是用自然饲养的尖刺豪猪身上的精华特质，短暂提升精力的效果。这个学期的新生评级统一按照高考成绩，像你这种全国状元肯定是最高的9档，每个月900学分，最低的话就是100。你的账户现在有1900学分，1000学分是全国状元报到的特殊奖励，900学分按照正常换算就是90万华夏币。全校有学生6万多，一个月要发出去多少？再次对约莫大学的雄厚财力有所认知。走吧，我带你挑选合适的代步工具，正好我下午比较清闲。早在梅念雪离开前，特地打电话叮嘱于幼蕊。从来冷淡的公之圣者难得开口，于幼蕊自然要以最高规格，而且对于苏洛也有天生的好感。于幼蕊所在的教师公寓旁边就是一家车行，将跑车放回车库，两人步行进入。渊墨大学本身更像是一座小型的城市，只不过这座城市的居民都是学生。车行老板同于幼蕊关系不错，还是头次见带男生来，以为是男朋友，不免愈发热情。经过比较，苏洛选择一辆型号为奥古斯塔飞驰3000的摩托机车，通体漆黑，造型炫酷，最大动力在14500转时候爆发，能够达到135.6匹的马力。关键是混合动力，续航能力拉满，完全不需要担心忽然没油的问题。前世苏洛在代练搬砖之余，也曾得到摩托车赛级驾照。确认后，于幼蕊直接刷卡付款，150万出去，面不改色，看得苏洛目瞪口呆。这也太快了吧！苏洛，我帅不帅？又帅又美。付钱的男人很帅，付钱的女人不光帅，而且美。老板心头感叹一声，面前这个少年觉醒等级不过1阶高位，看样子绝对是今年刚报到的新生无疑。于幼蕊在约莫大学中是出了名的，年纪轻轻就坐上招生办副主任的位置，本身觉醒者等级也不低，可谓未来无限。这样的一个人身边从未有过任何男性，而今不光亲自带来选车，还抢着付款。都说恋爱就像龙卷风，连于幼蕊这样的女人也不例外，真是个运气好的小家伙。除了长得好看，也看不出有哪儿突出。老板微微一愣，难道真的很突出？对了，请问你有机车驾驶执照吗？苏洛摇摇头，我之前开过，但是没有驾照。于幼蕊一腿跨上崭新的机车，扔给苏洛头盔，上车。啊，抱紧我。好。乖乖把手从腰间穿过，引擎轰鸣，一骑绝尘。啊，我尼玛，羡慕个什么劲儿？靠，凭什么？清北城驾考中心。苏洛才刚从于幼蕊精湛的驾驶技术中回过神，面前已经有一张驾考申请表。你要考 A 级机车驾照？于幼蕊脱口问道。他也考了 A 级，过程格外艰难，3次才通过测试。我之前也开过很多次的，想试一试。那好吧，随便你了。现在的蓝星考驾照规则已经得到简化，全程都由人工智能评判，分为理论和实测2种。高中闲暇之余，苏洛已经将机车驾考宝典看过数遍，只是因为囊中羞涩才没有去考。理论轻松，满分通过。大厅的屏幕上苏洛的身影，于幼蕊兴致勃勃盯着。A 级机车驾照是能够驾驶机车参加比赛的级别，必须对机车足够熟悉才可以。至于 S 级，必须要超过1000场比赛记录，并且有3次获得季军及以上成绩的记录方可获得。考场内，苏洛旋转把手，熟悉的引擎轰鸣是无比美妙的旋律，烙印灵魂的技能已经完全苏醒。轰！机车飞速驶出起点，身体早已不是之前的身体，技术突飞猛进，哼着逮瞎呼的调子，高速过弯，黑色残影连连。大厅内，诸多老司机赞叹不已，于幼蕊眼中异彩连连，啧啧称奇。这般驾驶技术，若不是有10几年的驾龄，绝不可能拥有。而苏洛也才18岁，唯一的解释
只有天才二字。很快，屏幕上出现苏洛的驾考成绩，理论满分，实测打破纪录。众人羡慕的眼神中，从窗口接过还有些温度的驾照。于老师，谢谢。要说谢的话，回去的车你来开，把我送回家。两条柔软的手臂轻轻穿过腰际，感受到两团异乎寻常的弹润。苏洛轻轻摇头，呼，走了。大厅内不少打算考汽车驾照的男人丝毫不掩饰嫉妒之心。刚拿到驾照，马上就有全新体验，好像机车驾照也很像，那才叫兜风。当场又有几人选择汽车驾照的同时，也在机车驾照的框里打勾。紧贴温暖的后背，于右蕊的嘴角扬起最是诱人的弧度。第27章自由学习。约莫大学的特殊教学制度。约莫大学的十字路口，红灯，熙熙攘攘的学生走过人行道。近几日恰逢新生报到和老生开学返校，是人最多的时候。喂，你看那人是不是于老师？哪个？我踏马，还真是。她有男朋友了。靠！老子还打算这学期找她表白的，这下子表个溜溜球啊！月莲啊，我记得那个人应该是你的同事，叫于什么蕊来着？听到丈夫的声音，吴月莲循声扭过头，死，还真是于右蕊。淡色小碎花一字间，雪白的香肩在阳光下格外醒目。年轻漂亮小富婆本身又是 A 级天赋觉醒者，证书一摞接着一摞去考，似乎从没听于右蕊说起过自己的家庭。吴月莲想不通，这个世界上怎么会有如此完美的女人？从不缺追求者，但没有任何一个异性会让于右蕊停留。戴着头盔看不到样貌，但是吴月莲凭多年经验判断，对方绝对是个很帅的男人。不觉呼吸变得急促，回过头看到驾驶位上已经中年谢顶的油腻男人，吴月莲更觉烦躁。红灯时间很长，越来越多的人发现了于右蕊。很快，有关女神老师于右蕊的恋情传遍整个约莫大学校园，无数男生为之哀嚎心碎。谢谢你送我回来，于老师，要说谢也该是我，这辆车的钱也是你出的。娇俏吐了吐舌头，于右蕊转身一路小跑。嘻，这辆车也是你应得的，用不着谢。之后有任何问题，记得打电话给我哦。空荡荡的别墅只有黑白灰三色，只有角落堆积如山的鲜红证书尤为醒目。接下来该学点什么东西呢？回到宿舍，恰好杨云峰和孙必伟要出去采购一些必需品，苏洛也一起去。之前大学毕业后就一直是独居的状态，和两个舍友走在林荫大道，阳光穿过缝隙打在地上，三三两两的学生结伴走过。当然也有一个人的，其中不乏有4阶的觉醒者存在，看模样还是学生。三人感慨之余，杨云峰和孙必伟也聊起约莫大学的教学制度。苏洛安静在旁边听着。约莫大学分为战斗学院和辅助学院，分别对应觉醒者的2个重要分支。战斗学院根据战斗方式以及天赋不同，有多达10多个系别。新生入学后先进行军训，结束后学校会根据觉醒者的实际表现再做安排。正式开始上学是在校课程和任务委托兼具，学生有更加自由的选择权利。如果耽误在校课程，学生需要私下联系老师补课，自然也得支付学分作为报酬。当然，如果能确保期末考试能过，也可以不用补课。这么说，万一我没学分又没上课，不是要挂科的节奏？杨云峰瞬间紧张。嗨，没上课肯定是做委托去了呗，咋地？你还能天天躺床上睡大觉？怎么会？来到就近的超市，实则是一个类似觉醒者购物中心的超大型商场，各类生活物品连同各种材料、丹药装备应有尽有。对了，老杨，你每个月能领多少学分？600啊。你呢？自信扬起下巴，孙必伟比出一个8的手势。别看我这样，好歹也是圣经市状元。苏洛，你呢？如果不方便可以不说。900。我靠，全国状元就是不一样。夜晚，将宿舍收拾洗漱结束，与母亲萧晴和罗妙下视频，看到宿舍的全貌，母女2人不可思议，一声声销魂的喊叫从窗外飘进房间，3人同时变了脸色。老杨，看来就是这家伙了。合力敲开房门冲入，孙必伟满脸通红，眉宇间还有淡淡的忧伤，并没有看到预想中的白色纸团。85寸大屏幕上还有相当刺激的画面在播放，居然还是1倍速。杨云峰咕噜咽了口唾沫，虽然低下头，可是目光由不得看过去。竞技的新知识对他而言格外刺激。那啥，好兄弟就要一起分享，要不我们一起看？拿出一个大型黑色收纳箱，里面全是完全一样的移动硬盘，每个上还贴有专门的标签。学校、便利店、野外狂飙。揉了揉眼睛，苏洛忍不住对孙必伟伸出大拇指。怪不得是必伟，这么搞下去可不是必伟。
独乐乐不如众乐乐，你们要是想看，这些都可以借，全部是我精挑细选的精品。满头黑线，乌鸦乱叫，这位可真是个人才。2次人生，苏洛第一次对一个人生出发自内心的敬佩。算了，为了日后幸福，要懂得节制啊，兄弟。关上窗户，紧锁房门。孙必伟顿时愁容满面，当下有种难以言说的淡淡忧伤。破烂天赋，只看不喷，干。话虽如此，转头又找到一部神气并动的片子继续观看。新生报道还未结束，苏洛趁着这个机会骑上摩托，将渊墨大学好好转了转。对于自己的2名舍友，杨云峰属于苦修的一类型，每天无时无刻心系锻炼，宿舍也被他改造成专业锻体健身的风格。孙必伟则是另一个相反的极端，超清显示屏、立体声环绕音响，各种增加观看体验的设备一一采购完毕。若非整个宿舍加装隔音材料，整栋别墅大概每晚都会被惹火的叫声充斥。隐约猜出孙必伟的天赋特点，苏洛没有说破。时间过得飞快，3人很快在各自宿舍中的实时通讯装置中得知新生军训将于3天后开始的消息。这天，苏洛照常结束每日的训练，打开手机准备清空游戏体力。一则新闻猛然出现，寥寥10几个字，却令他心脏骤然紧缩。攻之胜者没念血，重返巅峰，千里一箭射杀8阶魔神，天元皇族举足迁移。第28章晨跑，史诗战功渊眼凝眸。清晨的第一缕光刺破夜空，昏黑房间中流光溢彩，8种元素能量充斥房间每个角落，一只只不同颜色的萤火虫飞舞，俨然一幅奇妙瑰丽的画卷。元素能量触碰苏洛，刹那不见，双腿盘膝，眼眸闭合。达到精通境界的8元淬体诀可以跳过凝聚8元的繁琐步骤，直接吸纳所在空间中的元素能量入体。朝阳拳出，苏洛长长呼出一口浊气，单臂撑地弹跳而起，空中旋转3周，稳稳落地。省去8元同一的步骤，身体反倒有了提炼的能力。奈斯，体内精纯元素能量奔涌不停，隐约触碰到某种类似瓶颈的东西。苏洛喜不自胜，晋升1阶尚未有段时间，现在也成功触摸到突破2阶的门槛，相信突破也就是这1-2天，届时无论功法还是技能都会再度提升，肯定能在接下来的军训中取得更好成绩。换好运动装，戴上耳机，迎朝霞跑步。这个坚持10多年的习惯并没有因为上大学而荒废，身体变轻了，还未发觉已跑出将近1000米，当即改变配速，晨跑而已，有必要这么快？不远处，身穿粉色速干衣的马尾辫少女瞧着远去的背影，喃喃自语。这是别墅群角落的公园，修建有绕弧跑道，全长10.48公里。不出30分钟，觉察身后有人，少女微微侧身。好快啊！她正常情况跑完1周需要半小时，也就是说，这个少年的速度比她快了将近1倍。好像还挺好看的。1圈，2圈，终于，少女忍不住加快速度，也只是将被超过的时间延长一些。她对少年的身份愈发好奇，恰巧看到那人正在做拉伸运动，便也主动停下。你好啊。你好，连续7天看到你，也很喜欢晨跑吗？苏洛点点头。面前少女高挑匀称，身材完美，毕竟在紧身运动衣下最是能展现曲线的美。明眸皓齿，眼角一点美人痣格外吸睛，自有一种青春活力的美。我叫蒋心柔，你呢？苏洛。简单聊过几句，苏洛做完拉伸运动，打过招呼，戴上耳机离开。蒋心柔刚刚想起还没有问世大几，转而想到师生面孔，大概率为大一新生。苏洛吗？如果他真是新生，社团纳新有机会一定要争取过来。回到宿舍洗漱一番，苏洛叫醒孙必伟。杨云峰早在玄关等候。去食堂吃过早餐，3人向食堂旁边的高楼走去。觉醒者补给大厦与落水市的觉醒者购物中心功能相同，这里出售的物品会更多更全，当然也只能用学分支付。许多外面难以见到的顶级材料、工具和丹药在这里都能找得到，而且因为有国家的特殊补贴，购买享受折扣优惠，平均比外界便宜1/4或更多，可以帮助年轻的觉醒者快速崛起。这也是许多人削尖了脑袋也要上大学的原因之一。迎新接近尾声，距离新生军训还有2天，幸好不是什么烈日炎炎的站军姿、踢正步，听说有可能开拓迷雾区，也有可能攻略受潮。3人打算到补给大厦采购丹药和必备物品，顺道看看有没有性价比更高的装备。新生军训士官之后的拜师，老子这次一定要好好展现实力，争取让叶院长求着我拜入他门下。俺也一样。渊墨大学抛开相对自由的学习方式，还有类似拜师学艺的制度。军训结束后，
两大学院的正副院长会带领各系教授老师对新生进行评判。一部分表现出色、成绩优异的学生，教授老师会主动联系询问。至于剩下的学生能否拜师成功，全看自己机缘。孙必伟口中所说叶院长是战斗学院的院长叶修，8阶觉醒者，同梅念雪一样拥有圣者称号。只不过叶修的称号是武圣，传言没有他不会的武器，也曾单枪匹马越阶杀死9阶精英凶兽琉璃天龙王，马不停蹄又干掉10只以上的8阶凶兽。三人说说笑笑走入补给大厦，合计18层，每层面积比足球场还要大，每层出售物品均不相同。如果全部逛一遍，估计得2个星期左右。即便自诩见过世面的孙必伟，也不由露出吃惊的表情。好在有甜美的引导员，了解清楚三人各自的需求，很快为他们划定层数以及区域。数个小时过去，苏洛购买战斗用的丹药以及诸多辅助材料工具，花费132学分，还剩下1767学分。代练养成的习惯，只有活得更长，才会有更多可能。补给大厦13层往上属于装备区，看到同款合金战弓需要130个学分，换算成华夏币才13万，在桃城的装备商场却需要20万，有无国家补助的差距，恐怖如斯。不得不说，还是国家给力啊！早知道就不在洛水市买房具，白白浪费几十万。苏洛想到就一阵肉疼。欢迎光临，同学，您需要购买什么装备吗？身穿贴身制服、黑丝高跟的年轻女孩满面笑容走来。虽然更喜欢自己逛，可是面对一眼望不到头的装备架，苏洛还是直接说明来意。请问您大概能拉开多少重量的弓呢？我好有大概的了解，大概600-700斤吧。什么？工作人员瞪大眼睛，只以为是自己听错了。看眼前少年并非虎背熊腰，怎么可能拉开那种程度的强弓？再次确认后，工作人员望向苏洛的眼神悄然发生变化，内心不由感叹这届大一新生真的很强。赤星公司生产的战弓目前最高为480斤，所以我推荐您前往特殊装备区。好，麻烦姐姐带路了。不客气。苏洛细细盘算，价格在1000学分以内，完全可以直接购买，超过1000就需要慎重考虑。事实上，精英及精英以下的装备属于批量制作，样式变化不多，只有材料强度发生变化，类似于他现在的合金战弓，价格对觉醒者来说中规中矩。精英以上的装备来源要么铁匠打造，要么就是通过其他特殊渠道，每一把都拥有唯一性。这些装备对觉醒者提升巨大，价格同样非常美丽。您好，弓箭区是在第17层，这边是电梯。电梯门打开，17层的空间相比下面的楼层感觉要小上不少，但是由于装备数量同样不多，看起来格外空旷。如您所见，大多数是星辰品质，少数为传说，还有一把史诗品质。这些战弓的样式各异，陈列台旁的智能屏幕上有相关的介绍信息。在角落看到一把50厘米的袖珍猎弓，居然要3万学分。走过一圈，苏洛已经放弃购买的念头。最次的星辰战弓也需要9800学分。偶然瞥见中心位置陈列台上的漆黑长弓，渊眼凝眸，史诗品质，没价格。下一秒，弓竟是像活了一般，凭空出现一只灵动的眼球。同学，是的，这把弓是一把斜弓，把它放到这里的人说，如果有人能驾驭得了，免费赠送。同学，那边的几把战弓价格比较优惠。伴随渊眼凝眸上的眼睛睁开，工作人员通体发冷，若非工作关系，恨不得马上离开。走了几步，发觉苏洛还在陈列台前，大惊失色。林经理，第29章，我最喜欢林元购了。嘟嘟，不算人多的大厅蓦然警铃大作，陈列台下方陡然升起特级钢化玻璃，灵动的眼睛露出一抹嘲讽之色，恰好被苏洛看到。这把弓是活的？同学，您没事吧？一名西装革履的中年人快步上前，满脸惊慌。小陈，你看看你干的好事，还有下次你就被解雇了。年轻的工作人员吓得瑟瑟发抖，赶忙退下。实在对不住，小陈他。没关系，林经理，这把弓是有什么特别吗？犹豫片刻，林经理只是介绍这把弓所引发过的骚乱。许多自视甚高的学生被不要钱的史诗战弓蒙蔽双眼，最后无一例陷入昏迷，醒来后如痴如醉，医疗技能、净化技能统统无效。曾有专家鉴定，明言这是一把邪弓，持有者如果无法获得其认可，就会中邪，而且只能通过时间逐渐缓解。这位同学，如果您想要购买装备，我可以向您推荐几款比较合适。就是说，如果获得他的认可，我就能不花钱带走。林经理的脸色瞬间变得难看，艰难点了点头。结，最喜欢林元购了。先且不提品质如何，
这把名为鸳眼凝眸的战弓长度为 1.75 米，重量666斤，整体色泽黝黑，看似光滑，实则有繁密花纹，采取不对称的设计，一边为云，一边为翼。弓弦相较于其他战弓要更粗，由6根极细的筋揉搓而成，完全符合苏洛对弓的审美。而且修炼8元淬体诀能直观看到元素，在鸳眼凝眸的四周聚集有大量的暗元素。不知为何，苏洛能感受到一个孤寂、渴望被发现的灵魂，隐约知道手该握住弓的什么部位会让自己更舒服。这些莫名出现的感觉并非虚幻，苏洛选择相信自己的感觉。迄今为止，什么强化增幅，直觉能上的时候还从未失败。林经理，麻烦您让我试试看。连番劝阻无效，林经理只得叫刚才的工作人员送来一份协议，连串的证明签字结束，又确认监控没有问题，这才按下遥控上的按钮。灵动的眼睛再次睁开，林经理和一众工作人员早已在陈列台10米开外等候。经理，我真不知道是谁把那种害人的玩意儿放在哪儿，这不明摆着坑人吗？亲眼目睹数起惨剧，不乏有各省市天骄以及状元，无一例外在接触邪功后退学。经理，辅助学院的人半小时内就能赶到。好，希望吧。虽然迈出鸳眼凝眸会奖励3000万，林经理还是不落忍。周围有数名挑选装备的大2、大3学生闻声而来，无一例外驻足观看，时不时窃窃私语。毕竟身为弓箭手，他们对史诗品质的战功同样垂涎3尺，当然更明白生命和前途的重要。万一因为贪欲中邪退学，岂不白白浪费顶尖大学名额？呼，视线与视线的交汇，弓上眼眸深处竟流露出一抹欣喜。来吧。温柔握起鸳眼凝眸，看似黝黑冰凉，实则还有几分温度存在。那只眼睛一眨一眨，恨不得牢牢记下那张面庞。轻轻拉动弓弦，苏洛用出最大力气，真爽，并非逐渐消失，有着某种特殊的频率。细细一听，眼前出现一抹清澈甘泉，从漆黑深渊的尽头秘密流出，蜿蜒曲折，抵达无尽远方。爽，滑，人群瞬间沸腾。苏洛与邪弓鸳眼凝眸毋庸置疑是所有目光的交汇。早知道，老子先试试，等着看好戏吧。之前那几个傻弟丫差不多也这样子，还不是没出大厦就直接晕了过去。嗡，体内轰鸣不断，暗元素疯狂钻入身体，8元淬体诀刹那启动，吞噬一切的黑海波涛中，7颗明亮星体越转越快，呼吸间已是快到残影不断。澎湃的黑海有水龙升空，正是龙吸水之象。失衡的体内元素世界，7颗明亮星体开始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变大。嗡，卧槽！相同的感觉出现，苏洛忍不住嘴角翘起。浩瀚的能量扩散奔涌，无可阻挡。2阶的大门被粗暴一脚踢开，登堂入室还不算，元素能量直接洗刷过一遍，境界彻底稳固，气息陡然攀升。围观者们忽然瞪大眼睛，突破了！一众人面面相觑，完全摸不着头脑。感受到刹那平稳的气息，众人不免头皮发麻。2阶下位，并非是刚刚突破，还可能会出现跌进的意外状况。这可是实打实的2阶下位，这尼玛也行？假的吧？邪功还有助人突破的效果？人群中，一个剑眉星目的俊朗少年面色阴翳，正是高考成绩全国排名第2的郁北墨。几日前，他还为自己突破到2阶下位而窃喜，打算在军训前与苏洛约上一场，证明自己的能力。指头被攥到发白，眼球满是血丝。再没什么比看到对手当着自己面突破更令人崩溃的事情。如果有，那就是突破到比自己更高的等级。郁北墨想不通，这道题他不会解，拿一下什么破弓就能突破？林经理，我记得咱们这里是有体验场的，对吧？啊，对，我马上安排。点头如捣蒜，忙不迭朝身后跑去。不一会儿，装备区的体验场中，苏洛手握鸳眼凝眸站立中心，以科技为核心，旨在更好让觉醒者对装备的性能有所了解。体验场中的一切均由使用者控制。四周看台上密密麻麻挤满闻讯赶来的学生和老师们，一个个脸上满是犹疑。毕竟邪功测试在约莫大学由来已久，折戟沉沙之人两手都数不过来，那可都是来自全国各地的天骄英才，却都倒在鸳眼凝眸之下，黯淡收场。全国状元难道真的与众不同？这时候看台上忽然一阵喧哗，国字脸的中年男人出现，身后跟着一个英武不凡的女人。孙必伟视力极好，狠狠拍打着杨云峰，高声大喊：是叶修，叶修啊！我去，这事情把学院正副院长都惊动了吗？这下可大条了呀，老子真羡慕他啊。值此新生军训的关键时候，
如何能在正副院长以及名师面前露脸，是每个新生都或多或少有过思考的。苏洛，这次可算露了大脸啊！俺也觉得是这样。孙必伟和杨云峰的脸上满是羡慕之色。现场气氛伴随叶修和副院长谢耀珍的出现达到高潮。叶院长，谢副院长，你好，林经理，我们两个来找你们总经理谈事情，刚好听说了，顺道过来看看，用不着紧张。是。林经理诚惶诚恐。可以开始。标靶出现的下一秒已经被破坏。测试结束，用时 0.08。在场中除去少数几个老师与境界足够的学生看清，其他人眼中的苏洛似乎站在那儿一动不动。郁北墨浑身颤抖不停，他什么都没看到，但标靶被破坏好，毫无疑问就是因为苏洛。真正令他崩溃的还不是这个，现在内心居然生出惧怕之意。不应该差得这么远啊！叶修轻轻一捋八字胡，话语中透露出十分的满意。不错，这孩子倒是不错，看来渊眼凝眸已经认可了他。谢耀珍点点头，并不曾言语。很有趣的小家伙。第30章，抱歉，请容我拒绝。争，接连射出3箭，精准命中10环。苏洛再度打量渊眼凝眸，啧啧称奇。手感这玩意儿最是玄学，宗师境界的攻术掌握应该不会被攻本身所影响，上手就能掌握。渊眼凝眸却是个例外，如果用来形容的话，就是丝滑，极致的丝滑。握弓的右手仿佛贴在嫩滑的杨柳细腰，每次射击都可以纵享丝滑。总之就是很润。大眼睛扑簌眨个不停，好奇打量面前的少年。就你了。大眼睛眨巴几下，似乎完全认可苏洛的说法。林经理，现在他算是我的，对吧？对，刚才真是失敬了。两手不停揉搓，林经理微微弯曲身子上前，与初见时天差地别。这里可能还需要耽误您一点时间，需要办理几个手续。您的朋友可以先到贵宾室等候，如何？苏洛带上孙必伟、杨云峰二人跟随林经理来到贵宾室，说过几句，又跟林经理到隔壁。下一秒，妆容精致、身姿婀娜的工作人员满面笑容，为两人盛上冷饮、水果和点心。咱俩今天这是沾了洛哥的光啊！孙必伟听迎新的学姐说起，能进补给大厦贵宾室的觉醒者，必须得单笔交易额到5万学分以上。旁边杨云峰狼吞虎咽，抓起点心就吃。靠！给老子留几个！苏洛仔细看完协议，大笔一挥，2个字龙飞凤舞。我真是不知该说什么才好，英雄出少年。林经理转头取过平板电脑登记信息，将苏洛升级成为补给大厦的高级会员，以后购买所有物品可以打85折。拿起渊眼凝眸，顿时感受到一种类似于幽怨的情绪。自从走出体验场，他能清晰明白渊眼凝眸的情绪，着实令他大感惊奇。史诗品质的装备难不成都是这样子？本想将其放入储物戒指，渊眼凝眸竟是发出类似嘤嘤嘤的声音，只得暂且作罢。毕竟是一把全新的史诗装备，而且介绍板上也没有任何关于材质、特效的描述。也就是说，渊眼凝眸究竟有何特效，还得靠自己探索。门外进来2人，苏洛认出留有八字胡的中年男人是战斗学院的院长叶修，旁边的女子一身休闲打扮，满面严肃。对视的刹那，苏洛感觉自己瞬间被看穿。叶院长，你好，给你介绍一下，这位是咱们学院的副院长谢耀珍教授。谢教授，你好。不明白这2位重量级的人物为何会突然出现，叶修轻轻一捋八字胡，当即问道：苏同学，你很不错，我也就开门见山了。你愿意拜我为师吗？林经理眼皮一跳，大气不敢出。虽然他有所预料，真正听到叶修的话，还是无法相信。那可是战斗学院的院长啊！他在补给大厦工作15年，还没听说有哪个大一新生会让叶修亲口询问。在约莫大学，这座汇集全国各地天才的顶尖大学，无疑是令人羡慕的荣耀。怎么样，拜我为师，不仅可以学习攻术，我还能教导你掌握其他武器的战斗技巧。谢耀珍下意识向身旁看去，印象中叶修大多见到心仪的学生会问一句，头一次说这么多话。他的目光全部被苏洛手中的渊眼凝眸吸引，尤其是那只灵动的大眼睛，虽然已经不是第一次与之对视，这一次却完全不同，眼底深处透着某种希望。忍不住上下打量起苏洛，内心生出几分疑惑，这个少年究竟对渊眼凝眸做了什么？抱歉了，叶院长，请容我拒绝。苏洛恭敬鞠躬，顿时有无形压力扑面而来。呼！苏洛面色不变，双目灿若朗星。一旁的林经理错愕抬起头，有些怀疑是不是自己听错了。你小子知道你拒绝的是谁吗？等于是把大好前程直接啪叽给扔地上了呀！能告诉我原因吗？脸上的八字胡微微抖动，叶修很快意识到自己失态，
望向苏洛的目光中多出几分赞许。我已经拜梅念雪为师，如果再拜您，对您和老师都不尊重，抱歉，希望您谅解。既然是这样，我知道了，在攻术造诣上，他的确是比我更强。不过我刚才的话还算数，要是你突然改主意，可以联系我。谢耀珍不免对苏洛刮目相看。论地位和权力，叶修可比梅念雪要大得多，担任院长多年，人脉广博，桃李满天下。若是能成为他的学生，可是能少奋斗至少20年。伴随两人先后离开，林经理一屁股坐在地上，大汗淋漓。他只是个 C 级天赋的觉醒者，刚刚被叶修那么一下激进窒息，难以想象苏洛如何能在那般强大的压力下做到岿然不动。果然，天才的世界，凡人无法理解。心中感慨一句，林经理掏出手帕擦拭，又毕恭毕敬带苏洛回到隔壁。三人一同离开补给大厦，走在林荫小道上，孙必伟转动双节棍，时不时呼呼哈嘿几句。苏洛和杨云峰不约而同和他保持相当的距离。小姑娘，一共是41块6，你给40得了。走下出租车，宏伟宽阔的学校正门映入眼帘，可以容纳10几辆车同时通过。大门上以草书写有约莫大学4字。一阵风吹拂而过，白裙摆动若仙，银色长发飘舞。来往的男生们无不露出惊叹之色，甚至有几个因为画面太美发出赞叹，却忘记身旁还有女友，当场闹起矛盾。约莫大学终于到了，先前给于幼蕊通过电话，要他到国旗台下碰面。国旗台怎么走呢？这位同学，你好。面前站着一个长相憨厚、穿着普通的青年，左手不停挠后脑勺，右手快把衣角拧烂。是来报道的吗？不远处，几个衣着靓丽的男男女女忍不住笑出声，青年不免更加尴尬。同学，可以请你带我到国旗台吗？去哪里做时？什么？我是说没问题回。您这边走。青年如蒙大赦一般，边走边介绍大学的基本情况。先前看笑话的几人顿时坐不住，尤其是几个男生更是发出卧槽的声音。本打算找个好玩的乐子开心，早知道这么容易可以和仙气飘飘的新生学妹交流，谁会让那种一碰到女孩话都说不利索的老实人去。一路跟随两人，听到女生好奇问这问那，时不时还会发出惊叹之类的声音，几个男生肝都要悔青了。天大的便宜拱手送人，想要看小丑，结果自己反倒成了小丑。两人刚到国旗台，于幼蕊旁边扑了过来，嗨，念雪姐姐，你终于来了，真是想死我了。突然的一幕让青年不知所措，他们身后的男生女生目瞪口呆。于幼蕊在约莫大学几乎等于人尽皆知，更不必说他们本就负责迎新工作。于老师，自我介绍一下。声音好似林间百灵，清脆悦耳。我的名字是梅念雪，也是战斗学院这个学期刚入职的大一攻术课老师。同学，刚刚谢谢你给我带路。说话间伸出右手，青年瞪大眼睛，左手在衣服上擦过好几遍，这才颤巍巍握上去。很高兴认识你。展颜一笑。这一刻，青年感觉可以为他去死。梅念雪和于幼蕊的背影渐行渐远，之前的几人走上前。我记得这学期担任大一攻术课老师的是攻之圣者梅念雪吧？几人的全身瞬间满是鸡皮疙瘩。第31章，我怕不是搞了把母功。轻柔将鸳眼凝眸竖放在沙发，苏洛将储物戒指清空，将所有工具材料包括各类药物全部整理一遍。再过1天军训就会开始，目前为止仍旧没有任何相关通知，大概是要搞突然袭击的节奏。将储物戒指中的物品及其数量牢记于心，搬砖时养成的习惯，清理背包牢记数量。鸳眼凝眸好奇打量屋内的一切布置，最后又停留在那个带他离开无聊补给大厦的少年身上。与萧晴和罗妙夏打了一通视频电话。罗妙夏的面包店准备扩建，萧晴则是将早餐店从里到外翻修一遍，把即将军训的消息告诉两人，说明未来可能有一段时间不会联系，叫两人不要担心。萧晴忍不住多次叮嘱。挂掉视频，苏洛拿起鸳眼凝眸走出宿舍。下午6点的校园正是一天里人最多的时候，宽敞的马路上满是形形色色的跑车，这些动辄上百万的豪车可能是普通人一辈子的终点，对觉醒者而言连起点都算不上。戴好头盔，奥古斯塔机车的引擎轰鸣引来不少人的目光。10分钟不到，灯火通明的训练馆出现眼前，学生进进出出，络绎不绝。鸳眼凝眸是史诗品质，总不可能只有纵享丝滑这一个特点，想要发挥出真正实力，深入了解的步骤必不可少。开了一个射箭用训练房间，感应到胸章内的学生信息，房间陡然明亮。选择场景为海洋，景象顿时发生变化。置身于一叶扁舟之上，清新海风与颠簸海浪完全与现实相同。海面下陡然出现巨大黑影，猩红粗壮的触手击穿海面的那一刻，苏洛弯弓射箭不曾使用元素附魔，
直径1米的触手应声而断掉回海下，切口齐整，宛如被锋锐利器拦腰斩断。接连数剑，同样如此。苏洛凑到镜前查看，灵动的眼球上下左右来回转动，每次触手还未冒出海面，开启极目星瞳都还未发现阴影时，眼球便会转动。之后果不其然，会有触手冲出海面。使用渊眼凝眸射出的箭，看似只有箭头，实则还有透明的锋刃，范围大概是左右个1米。换言之，即便箭头射偏，伤害依旧存在，而且是没有任何元素加持的普通射击。至于那颗灵动的大眼睛，倒是可以在某些情况发挥重要作用。从渊眼凝眸换回合金战弓，才射过一箭，便将其再次放回储物戒指。2把弓的对比，一个天上，一个地下。又使用渊眼凝眸练习2个小时，完全沉浸于丝滑的体验，忘却了时间流逝。苏洛感受到渊眼凝眸上传出的欢愉，嘴角翘起的幅度更大。走出训练场馆已是满身热汗，手机一阵震动，苏洛接起后是于幼蕊的软糯声音。得知梅念雪已经来到约莫大学，当即询问位置，驱车前往。按照于幼蕊发来的位置，在拥挤的道路上花费将近半个小时。地点是一家非常小众的私房菜馆，红光阁。梅念雪身着碎花连衣裙，银色长发以宝蓝发带束起，明艳动人。而她的对面，于幼蕊则是穿着可爱的布丫丫 T 恤。走过窗户的人都会不约而同转头，眼中满是对造物神的赞美。两女共同构成的风景，绝不是1+1等于2那么简单。再次看到梅念雪，苏洛难掩心中喜意。老师，得，可不要在我面前上演什么师生情深的画面。什么师生情深？你可不要乱讲。于幼蕊夹了块红烧肉放进梅念雪碗里，这是她最爱吃的一道菜，笑容不无揶揄之意。师生情有问题？没问题。梅念雪连忙低头吃红烧肉，另一只手悄然朝耳朵摸去。作为梅念雪的接风洗尘宴，桌上的菜都是梅念雪最喜欢吃的。之后，于幼蕊拿出1大桶棒棒糖，梅念雪淡漠的脸上掠过一抹欣喜。吃完时已经9点半，于幼蕊到停车场开车，梅念雪打量苏洛，目光看向背后的渊眼凝眸。不知是因为射击次数太多有些疲惫，亦或是其他原因，灵动的大眼睛完全闭合。这把弓将白天发生的事情一并说给梅念雪，当即从苏洛背上把弓一把扯下，直到确认渊眼凝眸无害，这才悻悻把弓还回。触及青年和煦的笑容，耳垂刹那染红。才不是在关心他，只是在尽自己作为老师责任。朦胧月光下，梅念雪俏脸微红。老师，你没喝多吧？念雪姐姐，今晚咱俩可能有点麻烦了。跑车所剩的油完全不足以回到教职工宿舍。于幼蕊看到苏洛的帅气机车，眼睛滴溜溜一转，马上想到解决之道。但是这个属于超载的吧？你也不想看我们2个弱女子深更半夜独自回家的，对不对？这可是千载难逢尊师重道的表现机会哎！你该不会技术不行吧？男人从来都是不行的绝缘体。戴好头盔，本就不算大的空间已经变得拥挤。好在梅念雪本身并不算胖。于幼蕊好似滑不溜的泥鳅，瞬间钻在苏洛的臂弯内。你看，我说可以的，对不对？我和念雪姐姐都是很苗条的。梅念雪手足无措，看到被一双臂弯固定的于幼蕊，好像有种上了大当的感觉。出发喽！老师，你坐好。引擎轰鸣，恰好路面有颗不大不小的石子，机车猛烈一颠簸，梅念雪如临大敌，刹那环抱苏洛，一股莫名的味道冲入鼻孔。梅念雪终于明白之前书中所说的男人味究竟是个什么东东。哎呀，苏洛，以前我怎么没看出你这腰有心机？我没有。哈哈，不要解释了，解释就是掩饰。苏洛叹了口气，徐徐加快速度。哈哈，念雪姐姐，你第一次坐摩托吧？风吹的是不是很舒服？10点左右的校园门口，夜生活丰富的学生们才刚刚开始。兄弟，你听我说，买车就买跑车，这要出去搭讪的女生超级多，你又不差那点钱，而且带上妹子出去，只有2人的小世界，嘿嘿嘿。副驾驶上的男生还在纠结，恰巧是红灯，一辆黑色的机车停靠。喂，兄弟，你在看神？我靠！开车的男生张大嘴巴，是能够放下一颗日落果的程度。眼前一幕完全诠释了什么叫做两面包夹之势。机车的每次启动和刹车都将会是空前绝后的奇妙体验。关键是那2名把头埋起来的女子，只看身材气质就知道必然不会低于9.5分。绿灯，机车扬长而去，驶入校门，消失在夜色。现在你觉得？兄弟，明天咱俩一起买摩托去。先后将满面绯红的2人各自送到家，苏洛回到宿舍，将渊眼凝眸放在沙发，自己则是直接原地脱光走进浴室。哗哗哗，渊眼凝眸睁开眼睛，
再度打量屋内的一切，眼睛转动回来，视野中是极具美感的肉体，好大，眼球满是血丝，像是看到什么脏东西，瞬间死死闭上眼睛，再也不敢睁开。这一幕，苏洛恰好看到，我该不会是搞了一把武功回来吧？第32章，军训开始。苏洛是心机男。夜晚，居住大一新生的别墅群警铃大作，军训开始，请大一新生半小时内前往东操场集合。特别提醒，迟到者将扣除10分军训总成绩。苏洛三人都是典型夜猫子，当即穿好衣服出发。夜幕下的操场，几十盏聚光灯照射，恍如白昼。许多衣衫不整的男男女女止不住抱怨。孙必伟左看右看，寻找真正的素颜美女。通知中所说，时间一到，东操场的4个大门全部封闭，负责老师挨个登记迟到学生的信息。国旗台下，战斗学院院长叶修神情肃穆，声音响彻整片操场。诸位将来都是国家对抗异族和凶兽的中坚力量，军训的标准就是军人的标准。渊墨大学大一新生军训正式开始，一张张年轻的脸庞写满不知所措，也有不少人露出得意笑容。所有人乘坐直升机跳伞降落，已走入核心区域，完成信息登记，作为军训结束。为期7天。哗！新生们这才注意操场外的停机坪上至少有200架超大型直升机。苏洛仔细听叶修介绍特殊规则。此次军训中会有大2的学生作为狩猎者，以新生为目标抢夺身份勋章，一旦被夺走，意味军训失败，当场出局。那我要是反杀了学长学姐呢？突兀出现的声音问出不少人心中疑惑。我们欢迎诸位积极对抗。新生每获得1枚大2学生的身份勋章，军训结束后奖励积分100，上不封顶。话音未落，人群彻底炸锅。每月最高档的学分才900，也就是说，军训中只要击败9个学长学姐，立马白得1个月最高档的学分。顶尖大学的资源真是多到吓人啊！苏洛暗自感慨，绝不会放过这个争取学分的机会。学分就是钱，钱再多也不嫌多。新生能进入顶尖学府，都有属于自己的骄傲，个个摩拳擦掌。跃跃欲试，跟随人流走上直升机。军训物资包括跳伞包、求救按钮以及4战斗力探测仪的装置。戴上后打开，可以直观看到军训规则与地形图。核心的巨大红点便是此次军训的目的地。黎明时分，直升机飞抵原始森林上空。这片区域曾经作为凶兽猎场，之后凶兽被猎杀一空，十分安全。舱门打开，苏洛纵身一跃，滴滴滴，当前距离核心区域还有大约1000公里。眼眸闪烁星芒，600米外藏身的3人无所遁形。呼，周围一片寂静。苏洛此时就是藏身于黑暗的猎手，弓弦回弹时不曾有半点响动，箭头上不曾携带透明锋刃，嘴角微微翘起，无声射击。砰砰砰，3声闷哼，全部命中。埋伏等待猎物上钩的3人怎么也没想到，他们早已成为苏洛的猎物。一道黑影从天而降，刹那夺走身份勋章。谢谢了。卧槽，刚刚那是什么？我擦，咱们让人大一新生给阴了。3人想要追时，被射中的大腿血流如注，无奈认栽，按下呼救按钮。与此同时，核心区域的救援帐篷内，屏幕上出现呼救信号，辅助学院学生会主席指挥救护小队奔赴现场。这届新生不太行啊，开场连半小时不到就受伤，希望他们几个别太玩过火。要不是因为参加学生会，我也想去啊。狩猎成功一个50学分，血赚啊！战斗学院几个学生会成员无奈摊开手，满是羡慕。别看只是多上1年大学，他们可都是得到血与火考验的战士，与那些初出茅庐的菜鸟有本质的区别。按他们估计，每个人至少能拿到500学分。1小时左右，救援小队返回，还有3个满脸尴尬的男生：马强、董胜。什么情况？钱林，你们的身份勋章呢？你别说，你们3个2阶中尉被新生给干趴下了。3人面面相觑，不约而同叹了口气。认识3人的学生会成员大感意外，他们怎么也没想到开场率先出局的居然会是大2的老生。叶修等人出现，脸上刹那浮现疑惑之色。听完3人所说，在场所有老师不免倒吸了口凉气，除了梅念雪。与谢耀珍相视一眼，看到对方眼中的犹疑，更加确定。唉，要真是苏洛的话。叶修看向梅念雪的目光满是艳羡。原始森林中，树木的根须纵横，枝杈交错，漆黑夜色中愈发复杂。新生们选择原地等待天亮，顺便寻找周围的新生组队。这一切对拥有夜视能力的苏洛来说完全不是问题，反而在夜色掩护奔行10几里，2点之间线段最短，瞅准方位前行，身体灵活在粗壮树干上跳跃。
每当发现有守株待兔的学长学姐，总会顺手送上一件，拿走送上门的100学分。核心区域指挥部的救援小队快疯掉了，刚回来屁股还没做热乎，马上就会有呼救信号，到后来索性直接戴上实时耳机。所有人的伤势如出一辙，皆是被一剑命中大腿，丧失行动能力。天亮时，救援帐篷外坐满吃盒饭的大二学生，男女都有，足有34人之多。阳光洒在一张张沮丧的脸上，构成一幅奇妙的画卷。最高兴的反而是马强、董胜3人，美滋滋吃着早餐，每有新的受害者出现，脸上笑意就愈浓，巴不得300人都出局。天亮后的原始森林光线明暗相间，反而极度影响视线。苏洛早已忘记拿走多少人的身份勋章，复功在身，拿出2根草莓味的能量棒，这些食品他早在1天前就准备妥当。手中的鸳眼凝眸传出欢喜的情绪。苏洛虽然不知道自己为何能够感受到弓的情绪，更无法理解弓缘何能有情绪，不过射击体验非常耐丝，丝滑水润，射了一次忍不住又想再射一次。而且最关键之处是带透明锋刃的射击并非属于被动技能，而是可以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调整。思索之间，黑影如炮弹一般轰入胸膛。嘿嘿，弓箭手背近身，50学分到手。左拳刹那变化，明黑如玉，黑玉张颜，一拳砸下，女子嘴角一咧，敢跟自己这个强化系天赋对拳，不自量力。咔，手臂脱臼。要知道苏洛在1阶上位时尚且能拦腰砸断巨树，如今进入2阶，其威力增加何止1倍。他疼得龇牙咧嘴，眼看苏洛还要再来，赶忙拽下身份勋章投降认输。什么呀，背把弓箭装弓箭手，心机男。第33章身份勋章领取大会。老杨啊，我怎么感觉有点怪呢？俺觉得很正常啊。不是说有300名大二的学长学姐？这都2天了，咱俩可是一个都没碰到啊。杨云峰挠挠头，也觉出些问题。这不是好事，咱们更快到核心区域，说不定能更容易拜师啊。眉头一挑，孙必伟瞅了几眼自己的大块头舍友，怪不得论坛上都说大块头有大智慧。2人不再犹疑，速度愈快。核心区域内，叶修走出指挥部，看见面前的一幕，不厚道的笑了。40-50个大二学生百无聊赖坐在墙根晒太阳，谈人生聊理想。谁能想到这些人都是被同一个人淘汰的呢？而且这个淘汰他们的人还是个刚入学的新生。话说弓箭手能有这么厉害？叶修下意识捋了捋八字胡，实在想不通。当前距离核心区域还有大约800米，请谨慎前行。穿越层层枝桠，苏洛稳稳落地，一时之间成为全场焦点。背弓复健，距离军训开始才过去刚3天，已经有人抵达核心区域。负责看护装置的老师赶忙接过身份勋章，屏幕上陡然出现几行字：姓名苏洛，军训排名1，全程用时75小时45分23秒44。指挥部的门口挤满老师，没念血的嘴角不易察觉地翘起一个弧度。那个站在阳光下的俊朗少年正是他的学生。哦，就是他，明明是强化系天赋，背弓箭装远程的心机男。先前被阴的女生指着苏洛大喊，周围他的好友哭笑不得，望向苏洛的眼神中有一点别的东西。实力不凡，还是个学弟，最关键的还是颜值，真的很抗打。要不是现在仍旧属于军训期间，恐怕有几个女生已经打算上去毛遂自荐。至于被箭射伤这种事情，早在决定以狩猎者的方式加入时，已经有心理准备。恭喜你，苏洛同学，你可以到休息室用餐休息。老师，我想问您，登记结束还能继续军训吗？继续军训？众人不免发愣，尤其是大二的学生们。军训这种东西，怎么会有人还恋恋不舍呢？是有病吧？这个没有先例，规则中也没有去说，理论上应该是可以的。多谢老师。苏洛一头又扎入元神，是森林中身影消失不见，摆明是打算狠狠薅一把渊墨大学的羊毛。虽然有些钻了规则的空子，不过我喜欢。重新走回指挥室，梅念学有些期待苏洛再次出现的情形。那啥，咱们的身份勋章是不是还在他手里？沃日，忘了要了。靠，咱们不是得等到军训结束吧？到时候不就等于公开处刑了吗？大二的学生们一片鬼哭狼嚎，只要能继续参加就行。射一次100学分，100，又从储物戒指里掏出能量棒补充体力，眼中满是疯狂之色。规则这种东西重要吗？规则就是用来打破的。一箭射出，林间顿时响起惨叫。摘下身份勋章就走，苏洛叼着能量棒寻找下一个对手。300个大二的学长学姐等于300个人头，一个人头100学分，射到就是赚到。哼，
什么大二的狩猎者，估计是编出来专门唬人的。这一招不新鲜。眼眸中燃烧胜利的渴望，玉北漠加快步伐冲入核心区域。单纯的战力从来不是评判觉醒者优秀与否的唯一因素。玉北漠在军训中重新找到可以证明自己的新途径。为了第一个到达核心区域，第一天夜里养精蓄锐，自此之后再无休息，只为此时。哎，怎么这么多学生？心中虽有疑惑，玉北漠还是第一时间激活装置。呼，苏洛，我看你怎么草！向来都是以温文尔雅形象示人的玉北漠，终于忍不住爆了句粗口。为什么他都这么努力，居然会落后苏洛整整一天的时间？时间流逝，陆陆续续有大一新生抵达核心区域激活装置，每个人的脸上都洋溢着幸福的笑容。本以为会是一场艰难的胜利，而今看来完全没有任何难度，只是类似赛跑一样的比试。当然，也有几个碰到狩猎者的倒霉蛋，垂头丧气，哀叹命运不公，人生不幸。军训第7天结束，新生全部在核心区域 95.4% 的通过率，创下约莫大学自成立以来的新高。看，是徐清雅，还有我舍友韩胜。陆续有零零散散的大二学生走出原始森林，等待他们的却是同伴们震天动地又欢欣鼓舞的喝彩与掌声，如同英雄归来一样的欢迎场面，反倒令不少大一新生摸不着头脑。类似的欢迎场面，不应该是完成了军训的他们才该拥有的吗？一道身影走出原始森林，手握漆黑长弓，背负剑带，气宇轩昂，面色红润。哈哈，洛哥，你可算出来了！孙必伟早已从大二的学姐那里听到苏洛的丰功伟绩，对于扭转猎物与猎人关系的舍友，他只有佩服。洛哥，搞了多少？我也不知道。几个大二学生上前，鼓起勇气向苏洛讨还身份勋章，将储物戒指打开，身份勋章哗啦啦倒成一堆小山。所有人不禁瞪大眼睛，孙必伟倒吸一口冷气，竖起大拇指。洛哥，我这辈子谁都不服，就服你！真的，我要是个女的，指定嫁给你。才不要！看护装置的老师连忙招呼几人上前清点。大二的同学们稍安勿躁，等我们得到具体数量，马上交还。军训结束的庆祝秒变身份勋章发放大会。玉北漠咬牙切齿，死死攥着手里4枚身份勋章，本以为会是锦上添花，不曾想连雪中送炭都不够。不一会儿，身份勋章发放完毕，4人抓耳挠腮，疑惑自己的身份勋章去了何处。在我这儿。哦，对对对，我们是被打败了，我想起来了，我们竟然是被你打败了。哎，算了算了，这个学期可不敢摸鱼喽。眼前刹那一黑，玉北漠险些吐血。我干，为什么会这样？第34章学分兑现，双系同修。叶院长、谢副院长一共是213块。这一句话仿佛一枚重磅炸弹。向来稳重的叶修下意识摸向八字胡，旁边谢耀珍脖子向前一伸，完全愣住了。所有学生倒吸一口凉气，忍不住望向那道背影。一己之力改变游戏规则，顺道还赚了个盆满钵满，这种人只能用妖孽来形容。听着此起彼伏的惊叹声，汇报的老师苦笑连连。他就知道会是这样一个结果。叶修直接兑现承诺，直接使用最高权限，现场增加21300学分。一双双羡慕嫉妒的眼神投射而来，苏洛再次成为全场焦点。要知道，在约莫大学学分可以购买装备材料，也能用于提升在图书馆的等级，学习更高档次的技能，可以说是变强之路上的必备之物。苏洛现在就积累2万以上，每月还能领取最高档学分，可以预想接下来1年的学习生活将会过得极其滋润。恭喜诸位，本次军训圆满结束，而且你们也成功打破学校历年来军训的记录，成为圆满通关最高的一届大一新生。现场顿时响起大一学生们震天动地的欢呼。玉北漠站在人群末尾，面色阴沉，那个万众瞩目的身影已然成为心中挥之不去的梦魇。相比之下，大二学生们脸色难看，他们成为最失败也是最丢脸的一届大二，居然被新生差点打到团灭。接下来，叶修宣布学校的军训表彰。作为第一个抵达核心区域，用10打破学校历年军训记录的新生，苏洛的奖励是获得紫霞楼的 S 级查阅权限。大二学生们瞬间不再淡定，眼中流露出浓浓的嫉妒。紫霞楼是约莫大学的图书馆，用于储存觉醒者的技能、功法，等同于一个海量丰富的技能库。学生们想要学习新的技能，需要具备相应的查阅等级。S 级权限可以无限量查阅紫霞楼内品质 S 级与 S 级以下的技能书。正常情况下，想要提升至 S 级，除去海量的学分外，还必须要在学校举办的比赛与活动中获得极佳成绩。像这样直接奖励的情况，还是第一次。梅念雪注视场中的少年，略略点头。为期7天的军训结束，接下来是对每个觉醒者进行院系划分。事实上，
天赋因人而异，看似是辅助的天赋，可能因为觉醒者不同，可能会更倾向于战斗，反之亦然。通过军训对每个新生进行评测，得到更适合的发展方向。很快，苏洛看到属于自己的院系划分表，经过评测确定为战斗学院，在系别一栏出现器武系与元素系2个选项，大笔一挥，在2个系后都打上勾。小孩才做选择，大人全都要。大学生活在院系划分结束后悄然展开。渊墨大学的日常学习生活与记忆中的大学生活相差不多，时而悠闲，时而忙碌，还有不少排名或者比赛活动。只不过这些对于才刚展开学习生活的大一新生来说，还都有些陌生。军训结束不久，教授与老师们主动联系心仪的学生，不少学生毛遂自荐，也有寥寥几个成功者。清晨起床跑步，之后吃过早饭，开始一天的修炼。每个学生都可以自由安排时间，苏洛同时要修器武系和元素系的课程，时间更加紧凑。梅念雪作为大一的公术课讲师，一周有4次课程，看似冰冷淡漠，讲课时条理清晰，环环相扣，每节课都有不少干货，加之自身颜值足够高，很快成为全校最受欢迎的课程之一。每次上课都选在最大的阶梯教室，不仅有大一新生，还有大2、大3的老生。按照梅念雪的要求，她的课程必须要到场，而且不许请假。每次上课都会选在靠前位置坐下，梅念雪进入教室总会下意识看向某个相同的位置。除去正常上课，苏洛几乎都会泡在训练馆或骑车到梅念雪那里榨取各种射击的技巧。早已习惯苏洛的榨汁手法，梅念雪乐于看到学生的成长，许多至臻境界下的射击技巧也一并扔给苏洛摸索尝试。器武系所有讲师教授都至少有一个武器使用达到宗师境界，苏洛惊叹于渊墨大学的底蕴，有过先前猎场预习的经验，决定再选择2到3种武器学习。考虑后决定再学习长枪和拳脚。打定主意，苏洛没有拖沓。枪术讲师和近身格斗讲师发现下课后总会有一个青年上前询问，他们也乐于解答。苏洛的系统面板上很快出现枪术掌握和拳脚的技能，显示境界为入门。元素系的课程技巧同样不曾落下，得益于老师们的开拓，8种基础元素的用途得到扩展，如同一只勤勤恳恳、不停犁地的黄牛，完全感受不到疲惫，孜孜不倦扩大基本盘，让自己变得更强。这样的生活充实而孤独，唯一的同伴便是渊眼凝眸，扑簌扑簌的大眼睛见证苏洛的心情耕耘。每每想起汹涌受潮中侥幸存活，苏洛便有一种危机感油然而生。在这个世界，命运更加脆弱，也更加残酷。自己的命运总该掌握在自己手中，还有母亲萧晴和姐姐罗妙夏，这份来之不易的亲情，值得自己用生命守护。保家卫国永远是个宏大的主题，不求生而伟大，但求无愧于心。引擎轰鸣间隙，摘下头盔，恰好看到别墅门口神情拥抱的少男少女。哟，洛哥，好久没看到你这么早回来。今天所有安排都比较顺利，就早早回来。孙必伟亲昵搂着短发女孩，热情介绍起苏洛。啊，你好，我是暮雪。你好，苏洛。女孩圆嘟嘟的苹果脸上满是激动的红晕。她早就听孙必伟说起自己的舍友是苏洛，当时只以为是在吹牛。要知道，苏洛单枪匹马狩猎213位大2学长学姐的传奇事迹，军训结束1个月，还有人在讨论。暮雪虽然在辅助学院治疗系，对苏洛同样如雷贯耳。明天晚上7点，福顺德大饭店，我们2个请客哟。微微一愣，苏洛点头应下。刚准备上楼，孙必伟打了声口哨，恰好看到杨云峰的手闪电一般从女孩肩膀上抽回。嘿嘿，俺就是看伟哥谈了个对象，每天生活很滋润，也就谈了一个。杨云峰挠着头傻笑，身旁的女孩属于小鸟依人类型，与膀大腰圆的杨云峰正好般配。第一次见面，晚上好，我是强化系的姚秋兴。5人聊过一会儿后，苏洛告别4人，转身上楼，留下面面相觑的2对儿。本想趁机拉上苏洛一起，说不定还能介绍个妹子给舍友脱单。书桌上的神奇药草在哪里？还有不到30页就能看完。谈恋爱什么的，苏洛嘴角微微翘起，渊眼凝眸，瞪大眼睛，不理解自己这个持有者究竟是个什么存在。他是根大木头吗？啊！第35章 S 级技能苍穹剑书。书桌上一本多达上千页，与字典差不多厚的药草图鉴，只剩下几页。熟练在空白本上写下一个个龙飞凤舞、拥有自由意志的字。伸了个懒腰，苏洛走向浴室，渊眼凝眸，早已闭上眼睛。咔！浴室门拉开，熟悉的脚步声由远及近。虽然早早把眼睛闭上，此刻还是不由自主小小开了一条缝儿。居然没有一点点欲望，真是白长这么大，浪费啊！呼！夜空繁星闪烁，窗外还能听到汽车鸣笛与男男女女的欢声笑语。
宿舍中，杨云峰起初也与苏洛一样过着近乎苦行僧般的生活，后来军训结束，也逐渐调整时间和作息，10天前也当中宣告恢复正常。孤独吗？黑暗中，苏洛淡淡一笑。正如前世不顾所有人反对要去做游戏代练和搬砖一样，没有一个人会同意。到最后，甚至当初一同入行的人也选择退出，苏洛却继续坚持。2年后，他已经是圈子里的高质量卖家，除了女朋友什么都有。同学聚会上，妥妥是坐在主桌的一个，同那些被称为人生赢家的同学们一起。孤独从来都不是问题。啊呜，困意袭来，沉沉睡去。早起的晨跑是苏洛始终坚持的习惯，不论之前还是现在。跑步结束，苏洛查看手机上的时间，比平均时间快11秒。似乎军训结束后就再没看到那个名叫蒋心柔的女孩，苏洛也只是稍微一想，并未放在心上。太阳升起时，已经站在梅念雪的别墅门前。今天的安排只有一个，通过梅念雪的技巧测试。军训结束后不到1月时间，合计从梅念雪的身上榨取到4个攻术技巧，其中一个是达到至真境界攻术才会有所体悟。经梅念雪一提醒，拥有心之眼可以更快理解和掌握，花费1周时间才终于将其完全变成属于自己的技巧。日上3竿，嘎嘣，嘴里的棒棒糖被咬碎。场上苏洛的射击在梅念雪看来也是极为出彩的，目不转睛，下意识拿起放在糖纸上的棒棒糖。梅念雪的眼神流露赞许之色。如今他很少会对苏洛的任何成绩产生惊讶，内心波澜不惊。一个连20岁都不到的青年，已经拥有常人难以望其项背的宗师境界攻术，不到1个月将 S 级功法修炼至精通，并且还凝聚出黑玉章言。更不必说那些他自己当初费死劲儿才会的技巧被苏洛轻松掌握。还不错，这些技巧在3个技能中的衔接很好。待会儿你可以去紫霞楼转转了。梅念雪又嘬了几下棒棒糖，甜味不断挑动味蕾，正是他的最爱。真的吗？太好了，内心大喜过望，终于是能学新的技能了。获得 S 级权限后，本想直接去紫霞楼，梅念雪给出的要求是将现有的技能与掌握技巧融会贯通。刻苦修炼之下，苏洛的战力又提升许多。融合技巧后的技能，实际效果和威力更是达到苏洛从未想到过的全新高度。刚想要拿起测试前的棒棒糖，却发现只剩了个糖纸。唉，怎么就没了呢？刚才也没见有狗过去啊。紫霞楼位于约莫大学的中心区域，就在办公楼旁，是所有学生公认的圣地，同时也是这座华夏国4大顶尖学府最直观展现底蕴之所。一本寻常 F 级技能书就能卖出天价，更不必说品质好一些的 B 级、A 级。8月份，龙城拍卖行一本强化系的 B 级冷门技能书，甚至卖到2亿的天价。而在紫霞楼，所有技能书完全免费，并不需要购买，只要花费学分升级自己的阅读权限，就可以用来阅读领悟。千辛万苦上大学的意义之一，正是在此。您好，同学，请问您要查阅什么品质的技能书呢？露出职业化甜美的笑容，女接待员的声音十分轻柔。S 级。好，请出示您的身份勋章。叮，女接待员瞳孔陡然变大，反复确认数次，这才不得不相信，面前这个大一学生竟然拥有众多大3、大4学生都未必有的 S 级查阅权限。送走苏洛，女接待员轻轻拍打脸颊，如释重负。好险好险，差点出篓子。这种情况摆明就是校长家的亲戚，要不然怎么解释？实力出众的天才，约莫大学最不缺的就是所谓的天才。紫霞楼收藏技能书无数，查阅 A 级以上技能书时设有专门的查阅房间，其中拟人致谢格外醒目。验证身份勋章后，屏幕解锁。我是智能查找助手小爱同学，请在屏幕上勾选您需要查阅技能书的条件。苏洛按照提示一一勾选，马上出现 S 级技能书的相关信息。留心一条，品质 S 级。介绍：消耗全身气力射出能够击碎星辰的一剑，要求学习者等级6阶以上，无强大体魄者不建议学习，危及生命。苍穹剑书。品质 S 级。介绍：向寰宇苍穹射出一剑，可召唤更加密集的剑雨对范围内进行密集打击，要求学习者攻术掌握境界不低于精通。龙魂双啸。品质 S 级。介绍：凝聚双龙魂之力射出摧枯拉朽一剑，可对路径范围内所有单位造成震慑效果，要求学习者拥有2种属性龙族秘宝材料。与 A 级技能书完全不同， S 级及其往上的技能学习都有前置条件。整整1中午，苏洛都在挑选合适的技能书。7种元素的附魔剑以及随之产生的多重元素附魔剑足以应对多种情形，可惜还缺少一个超大范围的群体伤害技能。火元素的爆炸虽然也有范围攻击的效果，仍旧太小。思忖多时，轻轻在屏幕上一点。那就你了。提示：是否选择苍穹剑书？是。旋即，
致谢小爱走入身后墙壁的入口。不一会，小爱出现，变形成为桌椅。苍穹剑书的技能书正放在桌上。有过学习8元淬体诀的经验，苏洛调节桌椅舒适度，开始细细阅读。时间1分1秒流逝，合上技能书，苏洛若有所思，拿起渊眼凝眸空拉弦，脑海刹那明光一闪，系统启动。技能之后多出苍穹剑书字样，境界等级为入门。算上查阅技能书花费时间大概7个小时。如果被其他觉醒者知道苏洛在如此短时间内领悟 S 级技能直达入门，定会惊掉下巴。咕噜噜，苏洛想起自己中午忘记吃饭，啪一拍脑门，夺门而出。时间已经是下午6点半，晚上还有孙必伟请客吃饭。第36章，我只是来吃饭的。急匆匆走出紫霞楼，翻身跨上机车，疾驰而去。正值下课吃饭的高峰期，主干道上挤满各式交通工具。苏洛选择教学楼外侧小道，驶出校门。天色将黑，道路两侧路灯亮起，远方的高楼闪烁霓虹灯，恍若白昼。清北城属于名副其实的大学城，共有1所顶尖学府、3所一流大学和3所二流大学。这些学生都是名副其实的觉醒者，未来对抗异族和凶兽战争中的有生力量。白天的训练与课程繁重，浓浓夜色为成千上万年轻觉醒者们释放压力，寻找快乐提供绝佳的掩护。而且年轻的觉醒者们不会吝啬金钱，清北城的娱乐服务行业同样发达。机车进入市中心，道路变得格外拥挤。皮衣皮裤搭配黑红相间的头盔，苏洛才走过3个路口，就听到8次口哨声。奔放的女觉醒者同样在夜幕下寻找着舒缓压力的刺激。停好摩托，快步走入饭店大堂。墙上的水晶时钟显示时间为7点40，比预定时间迟了40分钟。777房间，我跟你们说，这个暑假我刚刚获得7阶剑术名家孔教授的认可，收我为第142号亲传学生。你们知道吗？1个星期专门为我留出半天的时间指导修炼。刚推开门就看到主位上坐着的青年，衣着成熟，话语中满是前辈知道后辈的老成。一桌7人，其余6人都在聚精会神竖耳听青年讲话。哎呀，你可算来了，俺就说他肯定会迟到的，对不对？对不起了大家，我没想到路上会这么堵。屋内4名女生不免眼前一亮。苏洛的身材本就充满美感，脸庞同样是加分项，其他3人与之一比，倒是显得普通。主位上的青年眉头一挑，眼眸掠过一抹不易察觉的愠怒。酒桌上的规矩，迟到的人可是要自罚3杯的哟。孙必伟和杨云峰将苏洛按在椅子上，面前倒好3杯白酒。两人都看平时苏洛像个苦修士，难得有个放松的机会，自然不会放过。这位帅哥就是苏洛吧？你好，很高兴认识你。同为大一新生，苏洛在军训上的表现在渊墨大学早已不是什么秘密。如今见到真人，颜值还这么高，女子不免有些激动。众人简单介绍认识，今晚是孙必伟和女朋友暮雪确立情侣关系，2个人的舍友全部到场。杨云峰以及暮雪的舍友也把各自的对象带了过来。主位上的男子名叫楚云龙，是战斗学院大2学生，同时也是雪狼社团的骨干成员。苏洛进门之前，他是绝对的核心 C 位，稍稍说些大2人所共知的东西，马上就能收获学弟尤其是学妹们崇拜的目光。楚云龙面露不悦，刚想开口时，众人的焦点早已转移。洛哥啊，不是我说，凭你的硬实力，找个女朋友还不是分分钟？难不成你已经心有所属？还没有。苏洛，你还没对象？暮雪宿舍唯一还单身的少女胡莎莎惊声问道，意识自己失态，当即红着脸低下头去。女生们的八卦之心，谁也不会比谁差。孙必伟开了个话头，顿时七嘴八舌问起苏洛喜欢什么样的女孩子，他们可以帮忙。服务员又上了几盘新菜和米饭，苏洛埋头吃饭，有一句没一句应付着。靠在椅子边的渊眼凝眸闭上大眼睛，呵，女人。对了，你小子今天是不是把我请客吃饭的事情给忘了啊？上午去紫霞楼挑技能来着，就忘了，我真没忘。备受冷落的楚云龙顿时来了兴致，清清嗓子，再次摆出一副指点江山的派头。说到紫霞楼的技能，可要尽快提升查阅权限。今年刚上大2，我已经提升到 A 级权限。学长，那提升到 A 级需要多少学分啊？暮雪问道。感觉到来自众人的目光，楚云龙下巴扬起，不无得意。大概3万多吧。3万？这么多？你们辅助学院应该稍微低一点，我记得2万5吧。4名女生大惊失色。想要解锁 A 级查阅权限，不知要到猴年马月。其实只要你们足够努力，这些学分也很容易。你看我，整整努力1年，各种活动比赛冲到排名靠前，其实也很简单。孙必伟和杨云峰面色古怪，不约而同望向闷头吃饭的舍友。他们可是清楚记得，苏洛在军训结束就已经是 S 级的开放权限。
两人早已对楚云龙的说教厌烦，碍于对方大二学长又是社团精英团员的身份，实在没办法开口。学弟，学长，你叫我。嘴里满是饭菜，说话含糊不清。女生们忍俊不禁，心中紧张减轻几分。像你的话，每个月肯定能领900学分，升级查阅权限肯定比其他人要轻松。谢谢学长关心，我暂时还不用。学弟，不是我说你，全国状元、军训第一都是历史，做人可不能骄傲啊。看热闹的两人使劲憋着笑。我已经到 S 级权限了。房间里顿时安静，只有苏洛吃饭咀嚼的声音。福顺德的饭菜很好吃，如果下次母亲和姐姐来清北，可以请他们两个过来尝尝。苏洛不曾注意到楚云龙与4个女生的呆滞神情，孙必伟和杨云峰憋出了内伤。这个我可以证明，军训结束，叶院长亲口宣布，直接给洛哥 S 级权限。俺也证明。S 级的查阅权限的确珍贵，也不是高不可及的东西。没能在查阅权限上讨到便宜，楚云龙说起有关社团纳新以及社团的分类，果不其然，重新夺回关注的焦点。就连苏洛同样也在认真听着。与正常文化课为主的大学社团有所区别，觉醒者大学社团的纳新要求基本只有2点，是觉醒者，然后在等级上满足门槛要求即可。新生加入社团可以找到相似天赋的觉醒者交流经验，还能得到社团内学长学姐的帮助。最关键的是，社团会不定期组织成员组队完成中大型委托，大学也会定期举办社团之间的比拼，拓宽学分的获取渠道。作为顶尖学府，约莫大学中社团是有分类的，根据社团内觉醒者等级、完成委托数量等条件评分，达到分数线以上为精英社团，反之是普通社团。一般来说，精英社团中强者云集，加入后无疑能够节省不少时间精力。但是碍于其纳新的等级门槛要求更高，许多新生也只能无奈选择普通社团。像楚云龙所在的雪狼社团就是比较大型的普通社团，今年也打算趁着纳新的东风，准备再完成几个大型委托冲击精英社团。你们6个都很不错，过段时间社团纳新可以来找我，作为骨干团员，我说话还是比较有威信的，到时候可以给你们开个后门。闻言，几人无不是连声说谢谢。苏洛眉头微挑，不易察觉摇摇头。这种人他之前见过太多，嘴上说一套，实际又会是另外一副嘴脸，也不过是在酒桌上享受学妹们的崇拜罢了。来到饭店大堂，孙必伟和穆雪去结账。蒋副社长，晚上好，晚上好。这时，楚云龙满脸谄媚出现在一个女子身边，头发高高挽起，容貌绝丽，白皙脸庞透着微醺的红晕，身着黑色开叉晚礼裙，隐约可见浑圆雪白的长腿，黑色的恨天高让女子本就不低的个子更显高挑。你是雪狼社团的楚云龙，上次社团联谊的时候我们见过。哦，有印象。哎，苏洛，你怎么在这儿？第37章社团邀请，射击对决。听到熟悉的声音，苏洛扭过头，女子迈着优雅的步子款款而来，纤细的腰肢扭动，摇曳万种风情。若非是眼角的美人痣，她几乎是认不出眼前这个画着成熟妆容的女子。蒋心柔，西西，还记得我呀？你怎么在这儿？舍友官宣请客吃饭，看来我猜的果然没错，你果然是大一的。过段时间就是社团纳新的日子，要不要考虑来我们开拓者社团？所有人瞪大眼睛，路过的服务生也不免加快脚步离开。谢谢，不过我还想再考虑一下。啊，这样子倒也可以了，如果你想加入的话，可以告诉我。精致的脸庞有一瞬错愕，只不过蒋心柔掩饰得很好，这段时间出差，明天早上应该能正常。说罢转身到前台结账。苏洛其实不反感加入社团这种组织，先前他为了方便搬砖和开金团，同时也运营有数个工会，只是随便就答应下来，未免有些着急。这可不比游戏，想加就加，不高兴还能退。距离社团纳新还有段时间，听过楚云龙的介绍，他打算再好好了解一番，比如问问于右蕊。几人完全处于懵逼状态，孙必伟和杨云峰欲哭无泪。他们舍友一句话拒绝的，可是约莫大学排名前3的精英社团副社长的邀请啊！两人面面相觑，记得之前在校园网上看到，开拓者社团对于新成员的等级最低要求是2阶上位，怎么会找上只有2阶下位的苏洛呢？更关键的是，看两人颇为熟悉，这才开学刚1个月出头，苏洛又是如何认识的蒋心柔？苏洛他不会是和叶修有点亲戚吧？唉，胡莎莎无奈叹口气，彻底放弃追求苏洛的念头。同为女生，她能感觉到蒋心柔释放的信号。两人同框出现，蒋心柔对她简直就是降维打击。除了年纪占据优势，她找不到任何能胜过蒋心柔的地方。楚云龙愤愤望向苏洛，完全无法理解眼前这一切。
为了能够加入开拓者社团，他付出难以想象的巨大努力。上次社团联谊倾尽全力在蒋欣柔面前表现自己，即便如此，还不如大一新生在他心里印象深刻。而今亲眼看到有人直接选择拒绝，内心更觉愤懑。可恶，等着吧！30年河东，30年河西，莫欺青年穷。饭店门前，6人商量准备转战下一场。毕竟第2天是周末，有大把时间可以用来睡觉。那我就先回去了，你们玩开心。也行，我还想拉着你去按摩放松呢。孙必伟和杨云峰最是了解苏洛的性格，也不再强求，只是感叹苏洛白白浪费一次上垒传球的绝好机会。就连公认最木讷的杨云峰都可以觉察出胡莎莎对苏洛的好感爆棚，相信只要苏洛稍稍温柔对待，登堂入室，策马奔腾指日可待。晨跑如约见到一身运动装的蒋欣柔，结束后一起去食堂吃早饭，随后就收到梅念雪的电话，半小时内必须赶到教师公寓。老师，您叫我来什么事儿？将还热乎的早饭放在桌上，苏洛好奇发问。待会儿会有一个大概3阶实力的觉醒者过来，你的目标就是将他打败。好。事实上，这已经不是苏洛第一得到这样的要求。众所周知，梅念雪作为华夏国唯一一个将攻术练到至臻境界的觉醒者，是每个弓箭手的终极向往。总会有许多学生前来主动拜师，梅念雪一一拒绝后，还有不少顽固的死硬分子。然后苏洛就会出场，与这些顽固分子比试剑术，练手的同时也能看到更多设计思路。在此之前，折在他手上的拜师学生起码有2手之术，无一不是对自己攻术极为自信者。相信凭借自己的天赋，肯定可以被梅念雪看中。结果不言而喻，在约莫大学的弓箭手群体中，弓之圣者梅念雪的亲传学生苏洛，虽为大一，却是风头正盛，甚至不少败在他手上的学生也放出豪言，单纯比拼剑术，放眼整个清北城，没有一个学生能将其击败。这次的拜师者是一名大3的学生，见到苏洛没有半分惊讶，反而怒目圆瞪，仿佛见到仇人一般。器武系大3李云腾，我不会像那些人一样，今天的比试内容你可敢让我出题？苏洛耸耸肩，对方显然是有备而来，却更加激起他的好奇心。这次我们换个比试的办法，采取公平对决的方式。简单来说，就是2人相隔100米站立不动，不限时间，不限箭之数量。开始后用相同的箭向对方射击，直到命中对方为止。随着硬币落地，李云腾接连射箭，破空声响起，眨眼就有5支箭瞄准5个部位。对于自己的射箭速度相当自信，只要2人射箭，他必然会更快。漆黑的瞳孔中闪烁星芒，同样也是5支箭射出。啪啪，箭头相撞，噼啪落地。李云腾显露出不可思议，额头青筋暴起。不可能，你一定是作弊。分明看到对方的射箭速度落后于他，居然能看清箭的轨迹。呼，弓弦迸发，近乎疯狂般弯弓射箭，箭枝密密麻麻，多如蝗虫。苏洛见状，同样飞速还击。100米空间内，暴风急雨响彻不停。渐渐的，箭头交锋的位置发生偏移。不消10分钟，李云腾手臂抽搐，目眦欲裂，眼前是数以百计的箭，足以将他射成刺猬的数量。箭头全部在身前半米之内发生偏转，斜插入地面，恰似是李云腾以肉身完全分开箭雨。我说了，每个弓箭手都认识这个技能，可以略微改变箭的方向和轨迹。A 级技能心意箭，如苏洛这般一瞬将上百支箭轨迹改变，他还是第一次见。震撼之余，李云腾彻底心服口服，垂头丧气回到雪狼社团总部，迎面正碰上骨干成员楚云龙。上午好啊，副社长，您肯定是成功拜入到弓之圣者门下，对吧？第38章意外收获，技能附魔，信不信我揍你小子？要成功，我是这表情。李云腾想来更觉郁闷，如果用上天赋技能，他可以轻松蹂躏苏洛。副社长，你的闪速射击在咱们学院也排得上号，对面真就这么厉害？不甘心点点头，李云腾转而开始安排起接下来的社团纳新。桌上是几大摞新生的入学资料，需要从中筛选出合适的人选。看似无聊的工作，直接决定雪狼社团能否升级为精英社团。很快，雪狼社团的骨干成员先后进入。相信大家都明白今年的重要性，此次筛选重点是成绩中等、有发展潜力但是并不出名的新生。天赋好、名气大的新生必然有许多大型社团邀请，众人也深知这个道理，当即开始翻阅。熟悉的脸庞再次出现，李云腾嘴角细微抖动，脑海中再次出现被苏洛镇压的画面，转瞬苦笑一声。这种人估计会成为各大精英社团的香饽饽，忍不住叹口气，将资料扔出意向名单。副社长，扔得好，这种装逼的货色给咱们也不要。你认识他？我不是刚谈了个小学妹吗？
他舍友对象的舍友就是这个贼能装的新生。楚云龙完全没有注意到李云腾的眼睛瞬间明亮，这要是能将其招入社团，升入精英社团，手拿把掐，一点问题也不会有。全国状元军训第一就了不起，要有机会，老子教教他什么是人情世故。闭嘴！一声暴喝，楚云龙悻悻闭嘴。就凭你，连我都打不过，还想教人家做事？我刚才……李云腾陡然闭嘴，却让楚云龙顿时明白，那个闷声不说话的家伙，原来是那么厉害的角色。出门时，正巧听到孙必伟和杨云峰讨论新生大比，时间是在开学2个月后，倒更类似于期中考核。有所不同的是，新生大比会根据最后的名次发放修炼资源，想要走得更远，必须取得靠前的排名。渊墨大学的本质是一个小型的觉醒者世界，为期4年的学习生涯，除了各种榜单和排名之外，就是一系列报酬优厚的委托。觉醒者上大学后需要自己安排规划，丰厚的资源背后是对学生极其严苛的能力要求。正式考核中，一旦超过2次排名垫底，渊墨大学会直接予以劝退。新生大比便是进入大学后的遇到的第一个正式考核。故而，这里的学生看似自由，实则心中各自计较。毕竟，谁也不愿意失去这个得来不易的机会。洛哥，雪宝说他舍友的学长男朋友要请你吃个饭，时间地点随你定。背后的意图谁都能看得出来。孙必伟满脸都是羡慕。听说许多新生口无遮拦，无一例外都被老生狠狠教训过一顿，变得无比乖巧。现在事情怎么好像还反过来了？洛哥，你说什么时候我俩还能跟着混一顿饭？没空。两人望着苏洛的背影，暗自摇头。即便是开学时就将刻苦修炼挂在嘴边的杨云峰，时间一长也谈了个对象，现在生活过得无比滋润，唯有苏洛始终保持苦行僧的修炼生活。而今早已熟悉苏洛性格，也不再计较。清北城郊外的荒地，苏洛走到中央，渊眼凝眸，好奇打量周围一切。这里是他之前偶然发现，周围没有任何凶兽，很少会有觉醒者来此。打算测试技能苍穹剑书的上限和下限。之前的职业习惯使得苏洛在学到新技能后，总会多用几次增加了解。只有度过前期的磨合，才会在水润多汁中享受快乐。平平无奇的一剑射向苍穹，刹那，青色光阵展开，辐射下方直径50米范围的土地。箭如雨下，范围内的目标无可遁形，数只飞鸟无法躲避，转瞬被扎成刺猬。现在的我打开能使用4、5次的样子。苏洛感叹，不愧是范围技能，对体力消耗也会相对应增加。接连尝试数次，将技能的特点大致了解清楚，只能依靠在树干上恢复体力。射得越高，箭雨辐射范围也会越大，极限范围大概在60米。与之相对应，技能启动时间会略微增加，反之范围变小，却胜在启动时间更快。不知道能不能被元素附魔。苍穹剑书与普通射击的启动方式毫无差别。苏洛将体力恢复，再次起身，浓郁的光元素凝聚，通体绽放金色光辉，源源不断的元素能量被灌入剑枝，苏洛心头狂喜。苍穹剑书可以被元素附魔，虽然消耗的元素量惊人，想到之后万千元素附魔剑从天落下的景象，眼眸中多了几分期待之色。砰砰砰，快到无法想象的闪光剑接连落下，形成金色的光幕，土地被射出一个个幽深的黑坑，最终塌陷形成巨大深坑。先前被扎成刺猬的巨石在光幕下湮灭成灰，消失不见。虽然灌注元素能量的时间略长，相信只要多加练习，必然可以大大缩短。而且等级和熟练度提升之后，苍穹剑书的威力还会增加。咕噜，饿了。苏洛苦笑一声，骑车直奔学校食堂。离开后不久，数辆车从市区赶来，几人是附近大学的老师，刚好看到震撼一幕，赶忙驱车前来，捡起地上一块被完整射穿的石头。众人惊叹于剑矢的锋利，贯穿却不曾将石头打碎，绝对是成名多年的射箭名家。这得是 S 级技能吧？绝对是 S 级，这种杀伤力不会低于5阶。单纯的铁剑能射出这种效果，闻所未闻啊！脑海中不约而同想到那位这个学期刚来的公知胜者。这片土地我们兴隆大学刚买下，准备再扩建校区的。说话者是2流大学的副校长，在深不见底的大坑边缘忍不住抱怨：填平的费用该怎么办？人力物力可是一大笔钱啊！2流大学可不像顶尖学府，光是买这块地的资金就申请将近3年，现在又多出一笔开销，无疑是雪上加霜。公知胜者就了不起，大家谁和我一起去讨个说法？那啥，老张啊，俺家那口子喊我回家吃饭。还有，忽然想起来今天第1节有课，我就不陪你了哈。现场只留下兴隆大学几人，个个垂头丧气。一点自有点数，该抽时间去搞点喽。查询附近的猎场或灰区，由于清北城最不缺的就是觉醒者，以至于凶兽早被猎杀完毕。
距离最近的蜘蛛巢穴往返猎杀至少需要1月时间，100%会错过新生大比，得不偿失。还是先去找老师吧。梅念雪赞同苏洛的想法，安排相应的训练，不到10天时间，成功将全功率苍穹剑书的启动时间缩短到30秒以内。伴随时间流逝，校园内新生大比的热度逐渐升高，新生们开始搜集情报，训练馆人数激增。玉北墨从储物戒指中取出一枚古色古香的丹药，呼吸顿时急促。3阶上品丹药聚灵丹，丹药分为9阶，每阶又有上中下3品。眼前这颗丹药的作用，足可将他的等级提升至上位。梭洛，我会用你的失败走出心魔。第39章，懈怠者的地狱，勤奋者的天堂。新生大比当天，苏洛来到指定位置，位于校园中心的花园广场。红旗招展，人潮涌动，彼此认识的学生们互相打招呼，现场一片混乱。权限确认完毕，中心竞技场开启倒计时，3、2、1，大地震颤，机械运转的轰隆响声不断。花园广场忽然打开一条横跨1000米的缝隙，紧接着缝隙还在不断延展。死，还能用来这么玩？早早听说渊墨大学的建筑暗藏玄机，今日一见还是让苏洛惊了。一座类似罗马斗兽场的建筑缓缓从地下升起，这就是顶尖学府的魄力吗？不少前来围观的大2、大3双臂抱怀，神情得意，最喜欢看新生们没有见过世面的样子。巨型竞技场足有16个入口，可容纳会上万名观众，可以同时供上1000名觉醒者战斗。得益于每天早上跑完步后与蒋欣柔深入交流，苏洛对新生大比的基本环节还算清楚。往年的大比项目在个人与组队都会有所侧重，听说今年与往年会有所不同。环顾四周，心情愈发澎湃。如此宏伟的建筑中展开比试，可比游戏里小得可怜的决斗房间带来更好体验。空空如也的主席台上有6个座位，引发不少学生疑惑。往年出席有2所学院的正副院长以及副校长1人，第6人又会是谁？6人先后出现，苏洛看到中心位置的椅子上不知何时有人出现。男子年纪约莫30岁上下的样子，一袭青衫长袍，气质温文尔雅，眉宇间隐含笑意。冠军霍青，苏洛曾经在课本中见过画像，对他的事迹更是烂熟于心。一己之力孤军深入异族巢穴，交战正酣的异族忽然发现自己的老家被摧毁，仓促撤军时，霍青又与正面军队前后夹击，创下一战灭杀70万异族的最高纪录。本人更是亲手杀死对方元帅，真正扭转胜负天平，战后获封冠军之名，也成为无数年轻觉醒者的偶像。只不过在场不少人的目光最后都集中在主席台左侧边缘位置。精致的皮甲外是碎眉长袍，高挑修长的身材只一眼便难以忘却。翠绿眼眸没有任何感情，精致绝美的面庞满是清冷，宛若一座冰山，生人勿近。以任课老师的职务本不该坐在这个位置，而现场却无一人提出异议，因为他是华夏国唯一的公之圣者。6道截然不同的强悍气息扩散，苏洛只觉肩头便重几分。要知道，只需要一个8阶觉醒者就可以向国家申请办学许可，眼前足足有6位。钟声敲响，所有人的脑海中同时出现一个威严的声音：安静。居然是最为稀缺的心灵感知异能，单凭这一手心灵传音的技能，其熟练度绝不会低于至真。上午好，我是副校长霍青。本学年渊墨大学共有新生2469名，参与新生大比人数2135人。台下新生一个个面露错愕之色。渊墨大学肩负为国家培育英才重任，进入渊墨不是结束，而是开始。被清退的觉醒者中 ，S 级天赋1人 ，A 级天赋者32人，B 级天赋者13人，C 级及以下天赋者合计288人。清退后被记入个人档案，终生保留。哗，恰如一块巨石投下，转瞬便是轩然大波。考上大学还会被清退，简直闻所未闻。你们应该感到庆幸，至少2个月以来的努力得到了学校的认可。自由的修炼环境不是偷懒的理由，享受更丰厚的资源就有更大的责任与义务。请你们记住，渊墨大学永远是偷懒者的地狱，也同样是勤奋者的天堂。苏洛暗自啧舌，霍青的一通讲演震慑力极大，周围几个碎嘴的家伙也彻底安静下来。接下来是新生大比的规则。本次新生大比分为3项：混战、组队战以及最后的个人战。第一场混战为单场500人，击败10人可晋级。第2场组队战随机分配队友，获胜3场晋级。第3场个人战如你们所想，1对1的擂台战斗。比分第1名获得1500学分，5阶修炼丹药1枚，紫霞楼查阅权限增加1级。第2名为1000学分，4阶修炼丹药1枚。第3名500学分，3阶修炼丹药1枚。比赛规则说完，出了第1场。
混战的学生留下，其余所有新生全部退出到中心竞技场外。苏洛高高竖起大拇指，另一边的杨云峰看到后重重点头。每场混战持续1个小时，苏洛按照名单中所写是在第3场。新生大比共持续3天时间，结束后很快就会有社团纳新。如果表现亮眼，说不定能获得精英社团的青睐。而且由于观众席上有不少高阶的觉醒者，许多至今还没有拜师成功的学生，个个准备大展拳脚。漫长等待结束，苏洛与其他第3场的大一新生们走入竞技场。经过前2场之后，场上氛围走向高潮。500人面前同时出现一条黑色空间裂缝，学生们从中掏出一个手环，这是你们各自的致谢手环，一旦遭受攻击达到致死量，手环内的屏障就会启动。主持人重申过注意事项，巨大屏幕上出现开始倒计时。季姐姐，那个人就是我和你说过的全国状元苏洛。蒋欣柔终于在纷杂的面孔中找到苏洛，赶忙给身旁红发女子指出。循着蒋欣柔的方向看去，红发女子眉头微皱。2阶下位，他这个等级想要加入咱们社团不太够啊。我倒是对他充满信心，咱们又不是光看等级的垃圾社团。蒋欣柔双臂抱怀，满脸自信。他可是从知道苏洛名字时起就在关注，别看只是大一，实则在弓箭手的圈子早已有相当大的名声。开始，天赋瞬间爆发，火焰爆燃，紫雷轰鸣，打破早已处在临界点的和平，瑰丽的光彩充斥整个竞技场，目不暇接。某个手握长剑飞速向边缘撤离的身影并未引起过多注意。呼，光元素附魔完成，一剑像苍穹，宛如引爆战斗的信号枪。悄无声息之间，覆盖60米范围的剑雨阵势已然凝聚。第40章，瞬秒100人，直接晋级。嗡！致谢手环爆发球形屏障，连同其中的学生一齐漂浮。很抱歉，你已被苏洛淘汰。众人璀璨光幕之下，许多学生还没有反应过来已经被淘汰，一脸懵逼地听着耳边的提示音，口吐芬芳。仅仅一个眨眼，场上出现数十个球形屏障，彼此互相碰撞，颇有种碰碰球的既视感。咔嚓！反应更快者及时开启防御技能，仍旧无法抵挡光幕剑雨。致谢手环的球形屏障启动，观众席上的老生们沸腾了。卧槽！发生了什么？这技能伤害也太高了吧！那个新生是谁？不少学生闪避不及，趴在球形屏障之下躲过闪光剑雨。前后用时不到1分钟，竞技场上球形屏障足有上百个。晋级者名单：1. 苏洛112。剑雨停止，从球形屏障下钻出的学生们心有余悸。转瞬即逝的震撼一幕，无数观众为之目瞪口呆。尤其是在看到被射得满是坑洞的竞技场地面，几乎所有人的目光在这一刻悄然停滞。此前经历2场混战仍旧光滑完好，而今仿佛是被激光枪密集点射过一般。也就是说，刚才的剑雨攻击已经达到4阶觉醒者的强度，而且还范围那么大。感谢您的参与，等待最终排名公布后，可前往物资处领取资源。我尼玛什么都还没做啊，苏了个老六啊！我怎么可能会被淘汰啊喂！球形屏障中，新生们捶胸顿足，欲哭无泪。无数人心头疑惑再起，目光不约而同望向苏洛。这是什么超纲的战斗力？弓箭手有这么强？战斗再度爆发。只不过没有人愿意去招惹那个已经超额完成晋级目标的青年，毕竟又不是最后的擂台战。我记得上次有这般景象，还是姬星琼那个小家伙，一次性淘汰94人，不过自己当场就废了，远不如苏洛呀。没胜者的授业质量，我由衷佩服。表现尚可，仍有不足。霍青微微一愣，朗声大笑：岩石出高徒，也难怪苏洛如此亮眼。有机会我定要与没胜者探讨教徒之法。可以，时间你定。叶修、谢耀珍4人心头一跳，不免向梅念雪投去羡慕的眼神。实力达到8阶或封圣者的称号，想要百尺竿头更进一步，机缘更大于努力。一般能达到这种层次的强者，比拼较劲的重点反而在别的方面，比如装备、成就，再比如教出的学生如何。苏洛的恐怖表现，着实让初来乍到的梅念雪好好在其他圣者面前赚足了面子。相比于高台上见怪不怪的平静，观众席上便是轩然大波。看范围和强度，技能品质最起码 S 级吧，直接秒了上百人啊！我弟乖乖，离原上谱啊！我记得苍穹剑书应该没这么厉害才对啊，难不成是别的技能？本以为会与前2场一样是酣畅淋漓的大混战，开局直接被削减1/5。不少老生们发出感慨，和苏洛同框出现，真是倒了血霉。在场观战的学生中，有许多同样也有 S 级查阅权限，更有不少人也学习了苍穹剑书。可为啥人苏洛射出来的是带金光的剑雨？总不可能学到假的苍穹剑书吧？怎么样，我就说他很强吧？
蒋心柔的眼眸中流露出满满的欣赏，身旁女子也从震惊中缓过神来。之后你尝试接触一下，条件的话，按照社长或者副社长的来。好。对于向来抠门的社长能够开出如此高的价码，蒋心柔看似平静，实则内心早已是风起云涌。社团新成员就能开出如此高的价码，在开拓者社团还是第一次。前2场已经晋级的孙必伟和杨云峰趴在栏杆上，瞅瞅彼此颇有些狼狈的模样，再看看苏洛的一尘不染，这人和人一比，就有了差距。郁北墨长衫飘飘，俊朗的脸庞有那么几秒的时间极其扭曲。他这2个月来被折磨到发疯，如今已是2阶上位，超过苏洛整整2个阶位，绝不可能输。哼，又能怎样？一旦被我近身，还不是沙袋一个？郁北墨信心满满，凭他达到精英境界的剑术和等级碾压，没理由会输。而在一众教授与老师的区域，早在看见苍穹剑书的时候已经沸腾。这种强度的苍穹剑书，我敢保证境界绝不低于精通。苍穹剑书有这种穿透力，我怎么不知道？拜托，你们搞清楚好不好？那只是个2阶下位的孩子，满打满算2个月练成精通，开什么玩笑？即便是经验丰富、见多识广的教授们，也无法理解苏洛为何能让技能升级，还想要再看苏洛出手，对方却已经开始摸鱼。系统启动，面板上自由点数并没有增加，顿时没了继续打下去的意义。打了个哈欠，苏洛朝孙必伟2人做了个手势，直接退场去食堂吃饭。不愧是被公之圣者阁下收作学生，此等天赋倒是罕见。往后的比赛，看来我是不能缺席了。我可是听说咱们学校好多高年级学生和他单纯比试剑术输了。尊都假都，众多老师们对苏洛的了解并不多，也仅限于其高考的亮眼表现以及新生军训时的反猎杀赚学分。在此之后，苏洛便如同销声匿迹一般。弓箭手由于其攻击特性，属于优点和缺点都极其明显，而苏洛所展现的冰山一角，足以激起众多老师们的好奇心。第2场组队战的规则很简单，致谢手环会随机将2名战斗学院和1名辅助学院的新生匹配，组成战斗小队进行混战，总共需要完成5场对决，获得3场胜利可以晋级。队伍中2人被击败，队伍便会被淘汰。孙必伟的房间中，3人碰杯庆祝，只要别给我分配个垃圾辅助，哥们能带另外2个晋级。俺也不想碰到洛哥，其他随便来。杨云峰瓮声瓮气说着。嗡。苏洛拿出手机，原来是梅念雪的短讯。教师宿舍，速来！别忘了帮我带2包棒棒糖。第41章，弓箭手会射就行。要什么热血？老师，草莓味棒棒糖。房间内窗帘全部拉起，梅念雪麻溜拽出1根棒棒糖，剥去糖纸塞进嘴里。虽然还是那次庄园品尝到的棒棒糖与众不同，梅念雪依旧对这种奇形怪状的糖果有无可名状的喜爱。整整看了6个多小时，梅念雪几乎要发疯，才不会把自己喜欢棒棒糖这种事情暴露给其他人。苏洛啊，可知我为何如此着急让你前来？您的棒棒糖吃完了呗，又不好意思去超市自己买。啪！后脑勺重重挨了一下。肤浅，我堂堂公之圣者，又怎么会因为这种无聊的琐事叫你？被银发遮挡的晶莹耳垂倏尔变红，好在经过这些时间的自我锻炼，终于不会随随便便就让耳朵变尖。身体向后一靠，左腿轻轻搭在右腿上，一团雪白极为晃眼。我叫你，肯定是发现存在于你技能中的缺陷。老师您说。苏洛的表情也变得格外凝重，这才是一个正直而正经的老师该和学生探讨的问题。我看你只有维持某个姿势才能附魔，一旦被打断，即便对你的生命不会造成任何损伤，技能被打断的根本也仍旧是你输了。苏洛挠挠头，面露古怪之色。小家伙才不过取得1场新生大比的优胜，可不要骄傲。梅念雪拿着棒棒糖比比划划，却是前所未有活泼欢脱。我今天可是看到几个实力完全不逊色于你的学生，小心翻车喽。老师，您是说像这样？梅念雪瞪大双目，旋即轻轻咳嗽一声，看来为师对你的培养还算不错。仅是瞬间，苏洛手上握着一支金光璀璨的长剑，而且射出后必然可以引动苍穹剑书。也就是说，苏洛同样意识到释放技能被打断，提前想出应对之策，即便不摆出技能的架势，也可以完成元素附魔。对方的成长的确超出自己的预料。苏洛离开后，梅念雪不免笑得开心。只要自己这个学生正常发挥，新生大比第1名自是如探囊取物般容易。所有人都认为弓箭手一旦被近身，其下场只有败北。殊不知，7步之内，剑又快又准。新生大比第1天结束，流传于校园网中点击量最高的视频回放仅有不超过1分钟。没落的黄金剑雨转瞬带走上百人。
许多志在最后问鼎前3甲的新生将苏洛视作大敌。翌日，竞技场内人山人海，比之昨日更甚。指定区域内，苏洛找到自己的2名队友，与自己同为战斗学院的女子叫林青烟，一袭黑色皮甲，手握法杖。B 级天赋王者召唤基本等同于死灵法师，只不过由于天赋强度，召唤王者会花费更多时间。另一个胸前6两可包罗万象的少女名叫韩幼雪，辅助学院大一新生，天赋为 A 级生命藤蔓，个子大概1.5米出头，萌萌的包子脸，声音软糯可爱，没几句话就会脸红。对于队友是苏洛，2人更加开心。昨日的战斗有目共睹，明显就是抱上了大腿。之后请多多指教。韩幼雪伸出手，胸前宏伟颤抖不断。奶的事情交给我，我不缺奶的。嗨。苏洛将目光看向别处，恰好看到如同飞机场一样的林青烟。不远处，青年注视苏洛，脸上笑容愈发灿烂。张轩，你的计划能行得通？肯定可以。你忘了我是谁？身旁队友立时不再说话。不久前被战斗学院副院长谢耀珍收为弟子，是与谢耀珍同属于极难觉醒的空间类天赋。舌头舔过嘴唇，张轩的眼中闪过一抹贪婪。老师说，只要能进入新生大比前3名，就会把自己亲手制作、携带多年的空间戒指送给他。想到那具丰满的娇躯，说不定空间戒指里会有老师留给自己的小启发。张轩并不认为自己比苏洛弱，只是对方的射术绝对会成为自己的阻碍。正式开始前会有15分钟的队伍磨合期，时间一到便会正式进入竞技场。相比于之前500人的大混战，组队战的单场人数明显更少，形式同样是混战。苏洛3人刚入场，顿时就能感受到来自各方的目光。昨日的恐怖表现令不少教授和老师产生浓厚兴趣，只是他们看到另外2名队友，不由全部一愣。故意的吧？这种没有前排的组队怎么打？这队伍搭配不是白给？我看未必。苏洛的攻术听说已经是宗师水准。正在老师们预测走向时，场上不少队伍也发现苏洛3人，尤其是见到3人各自手中武器，会心一笑。等待组队战开始的间隙，所有学生都在安静观察四周。这时候突然出现的声音显得尤为刺耳。大家好，请听我说，我们走到这一步可不容易，是不是？可苏洛昨天的表现大家都看到了，说不定今天他又会故技重施。你们谁也不想憋屈退场，对吧？想想昨天那100多个倒霉蛋，他们中有些人本可以今天站在这个赛场上，全都被苏洛淘汰了。嗓音洪亮，义正辞严，令人信服的同时还有几分蛊惑的力量。为了我们自己，也为了我们可以打一场酣畅淋漓的热血战斗，我们先把苏洛的队伍淘汰出去。大家不要害怕，咱们一起动手，轻松就能把苏洛淘汰掉。我也会和你们一样，担心被苏洛无差别干掉。我叫张轩，战斗学院副院长谢耀珍的弟子。我去，还能他妈这么玩？林青烟顿时有种被坑的感觉，本以为是组了个王炸，看样子开局就要被淘汰。我只是好心建议，不想看大家热血战斗时被苏洛摘了桃子。大家说对不对？左一个是不是，右一个对不对？声音主人显然是想借助这场组队战让自己提前出局。苏洛、林青烟发现周围的学生们眼神逐渐变化，墙倒自有众人推，破鼓肯定万人锤。被声音的主人挑唆联合，怕是开局就要承受猛攻。高台上，梅念雪看向谢耀珍，对方回之一笑。虽然手段不怎么高明，对形势的把握很有一套。叶修摸着八字胡夸赞道：“懂得利用人心，同样也是强者的手段。”谢耀珍挺起傲人胸膛，笑容中不无得意之色。我当初就是看到他这一点，张轩他很懂得利用形势。柳眉一挑，梅念雪的嘴唇扬起一个陡峭的弧度。你们2个不用管我，保住自己不被淘汰就好。眼神中闪过一抹森然冷意。苏洛早已发现声音的主人，直线距离最远，不过还在射程之内。林青烟和韩幼雪点点头。组队战开始，长剑离弦。大家为了好舞。声音戛然而止。苏洛早已变换方位，手中长剑金光闪耀。竞技场的另一头，张轩已经身处圆形屏障，唧唧歪歪说个没完，弓箭手要什么热血？熟悉的一幕再度出现，超大剑雨正式展开。第42章，张轩右双若卓被淘汰了。霍青错愕，他能清楚看到那一剑的轨迹，若非屏障展开，这会儿张轩只怕已经爆头而亡。诸多攻术技巧蕴含其中，甚至还用新一剑修正轨迹，保证100%爆头。这一剑如果是那些经营多年的老射手，甚至是大3大4的学生，一点都不会令他感到惊奇。可苏洛他才只是个大1的新生啊！组队战开始的话音刚落，张轩淘汰出局。不出1分钟，另外2名队友已经在屏障中后悔。
谢耀珍脸色顿时变得难看。同为圣者，弟子和学生的水平能差这么多？他只有一个人啊！趁现在，愤怒嘶吼完全被阻隔。张轩奋力捶打屏障，全然无用。如果不招惹苏洛，凭他和另外2名队友的实力，必然可以轻松晋级。教授们啧啧称奇，是无声射击，那种搭建和射击的速度，绝对达到宗师境界。观众席上再度因为苏洛而沸腾。李云腾细细回味刚才那一剑的神韵，内心暗叹，这才是他想象中的弓箭手。身旁坐着的楚云龙咕噜咽了口唾沫，愈发坚定新生大比之后请客的念头。有过之前的经验，苍穹剑书淘汰的人数大大下降。才没跑多远的林青烟和韩幼雪眼睛发直，他们可不像其他教授老师，压根没看到苏洛动手。形势陡然转变，处心积虑的张轩被苏洛直接干掉。大部分打算联合攻击苏洛的学生们面面相觑，转而各自战斗。乖乖，谁想步张轩的后尘？还有几组新生依旧头铁，数枚火球与冰枪几乎同时向苏洛打去。对方的攻击完全将苏洛的所有路线全部封死，无论如何闪躲都会有技能命中。最前方，3名魁梧的觉醒者身上突然绽放另类光芒，是辅助为他们添加增幅的状态，各项属性瞬间剧烈提升。须臾之间，距离苏洛不到1米。你完了，我看你还怎么躲！旁处有火球冰枪，更有3名觉醒者的近身攻击。一旦苏洛后退，他们转瞬就可以将林青烟和韩幼雪击败。实为12鸟之策，无论苏洛是否闪躲，最终结果都不会改变。轰！为首的1名觉醒者陡然开启天赋强化，速度在原来的基础上又增加几分，如一颗子弹激射而出。刚要射箭时，顿觉双臂变重，2条腿也有几分松软之感。哦，转瞬苏洛已经明白，对方的队伍中还有专门施加减役效果的辅助觉醒者，不过对我可没什么影响。元素能量迸发，负面状态早已无效。啊，来不及了！韩幼雪满眼泪花，驱散技能即便生效也于事无补。完了，一个弓箭手被近身，下场几乎是人人都可以预见的。战刀高高举起，猛然劈落，力大势沉，有开山裂石之威，仿佛已经看到苏洛被打出球形屏障的滑稽情景，丝毫没有注意到苏洛淡然掠起的嘴角。渊眼凝眸高高抛起，双手合十，空手接白刃。卧槽！一脚飞踹而出，刚好接住渊眼凝眸。长剑频发，火球爆炸，冰枪破碎，3名觉醒者瞬间被淘汰。须臾之间射出超过10支箭，将所有危机消弭无形。这他妈都行！后方几人瞪大眼睛，心中惊骇之余，双手也没停下。眼看苏洛瞄准自己射箭，直接利用天赋凝出巨大堡垒，其他人顺势翻滚躲避，从旁侧继续发起攻击，一定要把他淘汰出局。林青烟法杖高举，脚下土地裂开，伸出5只粗大的骷髅手臂。嗡嗡，弯弓搭箭，每一次射击都会使场上多出至少一个球形屏障额。后视堡垒中几人刚准备出手，面前墙壁被炸出巨大缺口，还没反应过来，长剑将几人完全淘汰。骷髅士兵完全爬出地面，放眼望去已无站着的对手，只能在林青烟指挥下收集掉落在地的箭枝。啊，这也行？怎么感觉和想象中一点不一样嘞？跟我来！韩幼雪拽起猛逼的林青烟紧跟苏洛身后，朴实无华的射击将快与准发挥到极致。大佬，你太帅了！苏洛大哥，这是您的剑！从骷髅士兵的手中接过长剑，林青烟满脸崇拜。什么心爱的骷髅士兵变成捡剑机器之类的，他也完全不会在意。总之，现在最重要的就是抱紧苏洛的大腿。第一场混战有惊无险结束，苏洛一人将场上90%队伍全部淘汰。啊，大佬，你是我的贵人啊，苏洛！林青烟毫不掩饰内心激动，扑在苏洛的怀中。而韩幼雪满脸通红，忽而看到林青烟受伤，当即发动天赋技能，地面数条藤蔓钻出，缓缓攀附林青烟身体。啊喂，韩幼雪，哎，你想做什么？不是啊！翠绿的藤蔓彻底控制林青烟，涌出澎湃的生命能量，将伤势完全治愈。除了场面有些美妙，似乎没什么不妥。组队战一共会进行5次，只需要获得在3次中达到要求即可。张轩怨恨望向被2女簇拥的苏洛，叹了口气，还是放弃继续与苏洛为敌的念头。第2场才刚开始，熟悉的一幕再次上演。张轩又一次被首个淘汰，他的2名队友同样没有躲过苏洛的箭矢。林青烟和韩幼雪从未如此刻这般畅快，跟在苏洛身后嘎嘎乱杀，仿佛是自己动手一样。紧接着第3场，辅助队友为张轩套上护盾，开始不超过5秒，球形屏障再次出现。张轩欲哭无泪，他已经彻底后悔招惹苏洛。有3次被淘汰，张轩注定晋升无望。
本想保下最后的体面，之后2场依旧没能逃过开局被淘汰的命运。渊眼凝眸的大眼睛看向张轩躺在球形屏障里生无可恋的模样，眯成一弯星月。和孙必伟、杨云峰一同离开竞技场，林青烟和韩佑雪早已等在出口。今天多谢你能带我俩起飞，晚饭我和佑雪请你，怎么样？对啊，多亏了你。也好，你俩小心被我吃破产。苏洛心情大好，刚才查询过目前排名，以巨大分数差排名第1。切敞开肚子吃。5人结伴走在路上，林青烟和韩佑雪十分有默契，在苏洛左右两边，而且大有向中间挤的架势。苏洛，要不明天我给你带早饭？那你守擂台的时候我给你送喝的，可不可以？所以才说，凭苏洛的软硬条件，明明可以当个明星级别的上垒球员。唉，想想自家那位，这待遇上哪说理去？第43章，闪电急速一刀，瞬杀。平平无奇的一顿晚饭，愣是让孙必伟和杨云峰吃到怀疑人生。难道这就是追与被追的区别？这要是搁在自己身上，只怕早就沦陷了。男追女隔座山，女追男不是就一层纸儿？洛哥啊，我要是你，现在说不定都能把12星做机器了。孙必伟自然是能看出两女的心思，而且还是可以倒贴的那种。只要苏洛勾勾手指，绝对手到擒来。可偏偏苏洛完全不理会，你就说气人不气人？新生大比的最后一天，3人早早来到竞技场。值得一提的是，孙必伟和杨云峰的排名都在前100之内。穿上黑色皮衣，本就高大的苏洛走在人群中格外显眼。才过去1夜时间，竞技场上出现许多擂台。不光如此，在校园内还有许多擂台存在。最后的个人战的形式是打擂台，一路晋级的学生会随机抽签，变成守擂方或攻擂方。6个小时内可以自由进行擂台战。守擂方只需要获胜1次即可自由选择守擂或者攻擂，攻擂方只要挑战成功也可以作为守擂方。致谢手环会进行评分判定，最后结合之前的分数得出综合排名。值得注意的是，之前淘汰的学生每人也有1次挑战的机会。我是守擂，你们呢？苏洛看到手环上显示内容，又询问孙必伟和杨云峰，2人都是攻擂方。竞技场中央的擂台，苏洛一跃而上，作为目前综合积分排名第1，刚出现便引起所有人关注。前3名分别是苏洛、郁北墨以及穿过熙熙攘攘人群的旗袍少女任梦晴。看，会吃人吗？不是，我们甘海省的状元。我去，这身材简直绝了呀，极品。嘘，小声点儿，任梦晴可不是善茬，小心直接揍你。你以为呢？她可是很多人公认的女神，视频账号的粉丝都突破1000万了，好吧。女子梳着2个丸子头，明黄色开叉旗袍将浑圆有力的大腿以及诱人的曲线展露得淋漓尽致。你好，我是任梦晴，专为打败你而来。好，开始吗？任梦晴的脸上浮现一抹错愕，对方的态度令她感到疑惑。你不认识我？认识你干嘛？又不会增加学分。苏洛的每日生活十分单调，其他人热衷的什么排名以及八卦新闻完全不关心，像任梦晴这种自然不熟悉。2阶下位，站在擂台上，任梦晴敏锐感知到苏洛的觉醒者等级。如果只是这样，这场胜利我就不客气拿下。任梦晴手中多出一把足有2米长的大刀，信手挥舞，虎虎生风，看似并不算强壮，力量的确惊人。50米乘50米的正方形擂台上，苏洛手握渊眼凝眸，2人间隔20米，面对面站立。旁边是坐镇这座擂台的女老师，看起来只有刚过30岁的模样，却是一位达到4阶上位的辅助觉醒者。事实上，擂台战坐镇的老师都是从辅助学院抽调，以防救治不及时而造成无可逆转的伤亡事故。2人的致谢手环同时闪亮，女老师点点头，严厉说道：开始前我再重申一遍擂台战的规则，不可以赶尽杀绝，一旦对手失去战斗能力，必须马上停止战斗，否则我有权取消参加资格。情节严重者可能会被退学并且接受惩罚。你们2个听明白了吧？致谢手环虽然会自行判断致命伤，从而唤出球形屏障，但是对于许多持续性伤害感知并不明显。今天的擂台战事关资源分配，难保学生们不会用上某些极端手段。更何况这个擂台上是苏洛，万一失手把其他学生杀死，不仅会影响到苏洛的前途，女老师自己也会被辞退。明白了。苏洛和任梦晴同时点头确认，女老师又把其他注意事项重申过一遍，这才回到擂台边缘。1号擂台，双方确认无误，2人的致谢手环上同时出现倒计时的数字：3、2、1。嗡！手环震动，玉手握紧大刀，任梦晴长啸一声，脚掌猛然踏地，闪电急速，轰！一箭射出，却只是残影。众目睽睽之下，
长剑180度大转弯回到手中，连串的残影出现在擂台各个角落。任梦晴的气息开始一点点攀升，最终停留在2阶中位。死了，死了！每道残影上都有电弧迸现，苏洛的动态视力也只能捕捉到一丝。苏洛，我都比你的剑还快，能拿我怎样？擂台上，任梦晴还在高速移动，呼啸的音爆破空声响彻不断，速度比之刚才显然又快一截。好厉害的加速！这种情况下连捕捉都十分困难，怎么可能射得中？爆冷门啊！排名第1的苏洛居然要翻车了，不愧是 A 级天赋闪电极速，这速度是无敌的。嘴角微微扬起，任梦晴看向那个站在擂台中央茫然无措的身影，速度竟然再次提升，速度媲美闪电砍出的一刀，在场的觉醒者中无一人可正面破解。很不错的战斗思路，这种速度是比我射箭要快。正当在场所有围观者惊叹于任梦晴的速度的时候，擂台上苏洛竟是双臂垂落，完全放弃了抵抗。这种速度，就算3阶的觉醒者到来也会非常棘手。女老师心中暗自感叹：哈哈，胜利是我的，苏洛，我赢了。无数残影中忽有一道变得极为明实、明晃晃的大刀挥砍而下，正是力劈华山一式。目光触及苏洛眼眸的一刹，任梦晴如坠冰窟，漆黑的眸子中有明亮星芒出现，映衬出绝对的自信，仿佛看穿一切。众人瞪大眼睛，想要看这场胜负明显的擂台战最终结果如何。下一刻，大刀裹挟万钧之势，随着当的一道悠长金戈之声响起，刹那回荡众人耳边。用力越猛的攻击，一旦触及硬物被反弹，力道同样惊人。待到众人反应过来的时候，大刀叮铃咣啷一声掉落在地，任梦晴整个人漂浮在球形屏障中，满脸皆是惊骇之色。发生了什么？苏洛他居然挡下了那一刀！卧槽！我什么都没看到，谁能告诉我发生了什么？要知道，任梦晴劈出这一刀前，蓄积无可比拟的力量与刀势，用出便一往无前在，而且还有超绝的速度优势。可以说，寻常觉醒者面对这一刀，想要活命，压根不可能。挡不住，看不见，还能怎么办？苏洛的路是所有人看来最匪夷所思的一条，一根手指头都没动，居然直接挡下了这一劈，这怎么可能？所有人心头无比疑惑。可事实却是，任梦晴不仅败了，还在同样的瞬间被打出了球形屏障。为什么？我不相信。没有为什么。回应任梦晴的是苏洛平静的声音。你不相信，不代表不存在。你输了，这就是事实。女老师张大嘴巴，大概是可以塞下一颗教官的日落果的程度。苏洛转过头，和煦一笑。老师，请您宣布结果。第44章。啥？就这？我宣布，本场苏洛狩猎成功。愣了片刻，周围才响起雷鸣般的掌声。战斗开始到结束，苏洛就射了一次。擂台上一个接着一个深浅不一的脚印，并未带给任梦晴胜利的曙光。众人还在疑惑，究竟发生了什么？为何胜券在握的任梦晴反应过来的时候，已经被瞬杀了？原本所有人见识到苏洛射空时，都以为是碰上了对手，毕竟之前的战斗都是箭无虚发，明显任梦晴的速度要略胜一筹。可现在又是什么个情况？这已经不是碾压了，而是瞬秒。坐拥千万粉丝的视频博主，又是甘海省高考状元，任梦晴的战斗风格从来都是在急速中给予对手致命一击，也正因此才被更多人喜欢。毋庸置疑，任梦晴一点都不弱，甚至还是大一学生中保3争2的存在。刚才的闪电急速一刀，新生中恐怕只有寥寥几人可以勉强接下。无论天赋应用还是自身修炼刻苦程度，任梦晴都是新生中的佼佼者。而且刚刚的一刀是连技能也算不上，就能令在场众多新生望而却步。不可否认的是，任梦晴肯定还掌握有诸多威力更强的技能。如果这些技能用出来，阁下该如何应对？需要应对吗？完全不需要，因为他压根没有机会。在场众人，包括辅助学院的女老师，连任梦晴为何落败都搞不清楚。许多大2大3的老生们望向那个席地而坐的青年，脸上掠过一抹凝重之色，还有人眼眸深处已经显露出明显的忌惮之意。异地而处，如果自己上去对战苏洛，能躲得过那堪称神速的射击，似乎与任梦晴是一样的结果，说不定可能还会更糟糕。马教授，到底发生了什么？是啊，你能说一说吗？几个长相甜美的辅助学院老师缠着一个胡子拉碴的中年大叔，虽然也是老师，不过由于天赋以及辅助的定位，他们并未觉察出苏洛是如何动手的。是神速的射击，对，远远超过闪速射击的技巧。中年男子对攻术同样有所钻研，目前达到精通境界，却无法复刻苏洛的射箭。一刀斩落的瞬间，在苏洛的身体表面出现漆黑坚硬的物质，巨大的反震之力让任梦晴有瞬间的失神。正是炎元素的技巧，黑玉张炎。
而且是经过浓缩之后的。苏洛抓住这短短一刻功夫，是远远超过闪速射击的速度，堪称神速。目光望向高台上坐着的梅念雪，马教授苦笑摇头，真不愧是公之圣者的学生，只这一招就足以令自己汗颜。擂台上，任梦晴从球形屏障中走出，伸出纤纤玉手：“你很厉害，我输了。”见识到苏洛的射箭速度，擂台周围不少打算车轮战碰运气的挑战者瞬间走光。开玩笑，谁闲着没事喜欢被射？感觉这可是真的被射，除了品尝生死边缘的痛苦，一点快乐和爽也没有。人均一箭还不是技能，完全起不到消耗的目的。其他擂台如火如荼展开攻守时，苏洛所在的擂台格外安静。以目前的综合成绩，最后获得新生大比冠军属于板上钉钉，苏洛可没有兴趣再射更多的人。虽然输给苏洛一场，任梦晴本身的实力同样在那儿摆着，而且由于心里无名火存在的关系，全部都是用闪电急速一刀直接劈出球形屏障结束。至于排名第2的玉北墨，见势如虹，轻松击败数人后也无人再去挑战。是时候了，距离擂台攻守战结束还有不到1个小时。忽然，竞技场内不少人齐齐惊呼，顿时吸引观众台上许多目光。排名第2的玉北墨轻松跳下擂台，转而缓步朝苏洛而来。哦，玉北墨这是要挑战苏洛了吗？哈哈，新生大比的重头戏，全国第1和全国第2的较量。苏洛，我终于等到这个机会，正是打败你的机会。玉北墨子自信一笑，转身向高台上叶修鞠躬。除了苏洛外，几乎每个人都知道，全国第2，红海市状元拜战斗学院院长叶修为师。高台上，叶修捋了捋八字胡，笑眯眯看向梅念雪。没胜者对这场比试怎么看？苏洛会赢。梅念雪瞥了一眼，不假思索回答：哦，我倒是认为北漠未必会输，要不我们来打个赌，来点彩头，全当是闲来无事的乐子。可以。看到叶修拿出5阶上品丹药紫星淬神丹，梅念雪同样不甘示弱，同等品质的龙血凝体膏也放在桌上，还请4位做个见证。叶修早知玉北墨的心魔，同样教过其应对弓箭手之法，更何况2阶上位对上2阶下位，完全没理由会输。打破心魔，树立名声，还能白得一枚5阶丹药，岂不美哉？新生们转眼将擂台4周围的水泄不通，观众席上诸多教授老师也不免期待。全国状元和全国第2也是本次新生大比的前2名，究竟能为他们带来什么样精彩的战斗呢？单手附件，通体白衫，一尘不染。苏洛手持进攻，黑色皮衣反而增添几分深不可测的气质。一时之间，不少女生拿出手机拍照。2人都是盛世美颜，帅得各有特点，只是女生们更喜欢苏洛的神秘和捉摸不透。本来瞌睡的女老师马上来了精神，甚至还有几分紧张。2人毋庸置疑都是种子学生，未来的明日之星，当即不厌其烦又重复强调擂台战规则。苏洛，你知道我等这个时候等了多久吗？玉北墨歇斯底里，剑指苏洛，颤鸣如龙。今日我将洗涤心魔，用你的败北重获新生。你可知我为了这一战付出了多少？孙必伟和杨云峰对苏洛信心满满，台下新生们则是在七嘴八舌分析2人战绩。都准备好了吗？手环再次出现倒计时，开始。电光火石之间，玉北墨处于球形屏障中，一脸懵逼。啥？就这？要打就打，对不对？对不对？说个什么劲儿？第45章，一剑运双技，最强新生苏洛。偌大的竞技场寂静无声，期待近距离观看第1、第2擂台战的新生们不约而同咽了口唾沫。怎么才一眨眼就结束了？观众席上的学生直愣愣瞪着擂台，许多人才拿起手机发了个消息，战斗已经结束，一脸懵逼，四目发呆。玉北墨，他有这么弱的吗？我擦嘞，洛哥牛逼啊！天哪，到底发生了什么？新生们毫不掩饰心中疑惑，躺在球形屏障中的玉北墨怔怔失神，沉浸在败北的漩涡中无法自拔。女老师像看怪物一样看着苏洛，揉了揉眼睛，这才意识到自己的职责。现在我宣布，苏洛守擂成功。老杨，你看到了没？啊，俺啥也没看到啊。孙必伟扶额摇头，攥紧拳头挥舞。先前他就是让玉北墨直接秒杀，现在风水轮流转。更令他开心的是，这个击败玉北墨的人就是他的舍友。四舍五入一下，不就等于他报了刚才的一箭之仇？老生们一阵唏嘘，看向擂台上苏洛的目光中多是凝重与忌惮。要知道，玉北墨这3天来表现同样亮眼，迄今为止所有战斗皆以傲人之姿碾压获胜，其觉醒者等级更是达到2阶上位，完全可以与大2学生掰掰手腕的程度。而他与苏洛究竟谁更强，
不仅是在线下，包括校园网上都有相当高的点击量。能将玉北墨开场直接秒掉，也意味着苏洛同样可以秒杀很大一部分大二的学生。他简直是为射箭而生的天才啊！没错，还有这种搭配思路，攻之圣者到底教过他什么东西？这届学生素质都算不错，尤其是苏洛，最多再过2年，我敢保证全校学生再无一人是他一箭之敌。哈哈，我有预感，这个人将来肯定会扛起我们华夏国的大旗。教授老师们一个个神情激动，止不住夸赞。此时此刻，苏洛在他们眼中毋庸置疑就是香饽饽。相比于震惊，他们更好奇苏洛的修炼速度。在人才济济的渊墨大学担任教授、老师，本身也都是经验丰富的觉醒者，展现出的技能技巧皆是令人眼前一亮。他们还从未见过如此快速度将技能全部练到精通境界的天才，就是打从娘胎里开始练，时间也完全不够啊。自然不能排除有梅念雪的教导，但是苏洛自身的能力同样不可以忽视。所有人都想到一种可能，苏洛有可能掌握某种缩短境界修炼时间的办法，一个个都在盘算着之后该如何与苏洛接触。这之中只有一个人的脸色极其难看，幸亏于幼蕊请假，要不然今天……吴月莲全然不能理解，明明领先2个等级，为什么玉北墨还会落败？而且玉北墨师从战斗学院的院长叶修，绝不可能什么都没教过才对啊！吴月莲只觉胸腔憋闷，苏洛表现得越出色，当初那个招他入学的老师知名度也会越高。想到这些，后背顿时凉飕飕一片，顿时感觉华招生办主任的职位朝不保夕。想当初这个美差事本该属于他，而他却拱手送给最大的竞争对手，事到如今后悔莫及。高台上，梅念雪优雅起身，当着叶修的面将5阶上品丹药紫星淬神丹收入储物戒指。我替苏洛谢谢叶院长的慷慨，正好他需要提升一下精神力。叶修长叹口气，双手抱拳，北墨技不如人，我心服口服。没胜者的学生，当之无愧的新生最强。为了今日一战，玉北墨不止一次向他请教应对弓箭之法，已经可以做到一击命中闪速射击的程度，放在2阶上位的等级也是相当炸裂的程度。谁能想到苏洛不仅有宗师境界的攻术，懂得闪速射击和无声射击的技巧，他居然还把弓箭手2个 A 级技能幻影剑和心意剑全都练成了精通。开始后苏洛只射出1箭，却蕴含诸多技巧，是2个技能的叠加。自己的可怜学生输得不冤，与这种妖孽同处一个学校，还是一个年级，叶修已经预见到自己学生悲催的未来。说罢，叶修起身离场。另外4名胜者颇有些同情，全都不厚道的翘起嘴角，霍青更是笑出了声。到他们这种程度，早已站在世俗社会金字塔的上层，难得会有值得开心的好戏上演。更何况这赌还是叶修提出来的。轻飘飘几句话白送梅念雪将近1亿华夏币的资源，纯等于搬石头砸自己的脚。梅念雪得意一笑，3天下来，苏洛算是给他赚足了面子，自己这个当老师的可不是什么吝啬鬼。龙血凝体膏再加上刚迎来的紫星淬神丹，2个5阶上品丹药足以让苏洛的体魄和精神得到巨大提升。拿起手机快速给苏洛发了条短讯后，也随之离场。几分钟不到，所有大一新生的致谢手环出现震动，浮现出本次新生大比获得的排名。哇，老子成功打进前100了，第9名，待会儿能找老爹去提车喽。我居然是1243名，瘪犊子吗？不是。有人欢喜有人愁。霍青站起身，成绩已经通过致谢手环显示，现在我宣布新生大比正式结束。此次新生大比中表现优秀并且还没有拜师的同学，可别忘了这2天抓紧联系老师。另外，有关新生大比的奖励发放，大家可以在1周内前往物资处凭手环领取，过期自动作废，大家要放在心上。现在大家可以有序退场，如果有身体不适，及时到校医务室。为期3天的新生大比落下帷幕。经历擂台战的大一新生们长长舒了口气，表情各不相同，先后向出口走去。话说那个叫苏洛的新生还真挺猛啊！嗨，你是没听说过他早就战败许多学长学姐的事情吧？单论攻术，他可是一点都不虚，还能这样，这种人到底是怎么修炼的啊？观众席上，大2、大3的学生们都在讨论，其中热议最多的话题就是有关苏洛这2个月来的光辉战绩。得知后，皆不免感慨万千，大叹长江后浪推前浪，稍不留意就会被学弟反超。不过谁也都明白，苏洛的崛起已经是任何人都无法阻止的必然。累积的巨大资源优势，再加上苏洛本就不俗的天赋，将会让苏洛接下来一骑绝尘。只是可惜，与苏洛同一年纪的觉醒者，注定只能在苏洛的璀璨光辉下黯然失色。甚至还有不少大3的学生说出自己幸亏还有不到2年就毕业之类的话。第46章，
没有人可以替我做选择。你的表现很不错，可不要懈怠哦。多谢老师提醒。老师再见。女老师笑着点点头，又主动加上苏洛的校园网好友。从擂台一跃而下，黑色皮衣，漆黑长弓，在人群中极其显眼。孙必伟和杨云峰早已等候多时，两人也都各自获得第7和第19的成绩。嘿嘿，咱们宿舍绝对是这届里的最强宿舍，要不是豫北墨给老子秒了，说不定能冲击前5。唉，我怎么感觉谈对象有点耽误修炼呢？人菜不要怪恋爱好吧？你信不信洛哥左拥右抱还是第一？我知道学校外有家很不错的私房菜馆，今天我请客，咱们好好庆祝一下。苏洛笑着说道。洛哥请客，十分难得，今天我可要敞开肚子大吃一顿。俺也一样。行，今儿随便你们点，买单交给我。虽然没有打过几场，可是紧绷的神经因为新生大比结束骤然放松，莫名有些饿了。洛哥要是晚上没安排的话，咱们3个从开学到现在还没好好喝一场呢。孙必伟望向苏洛，杨云峰同样如此。两人对苏洛的性格很是了解，就连上次官宣对象，苏洛也只是小酌几口，压根没放开。成，今天就全当放松了。三人正说笑着要怎样把对方灌醉录视频的时候，有一男一女快步跑来。为首的马尾辫女生老远就大喊：请留步啊，苏同学。你好，请问你们是？苏洛停下脚步，疑惑看着完全陌生的两人。这两个人的气息都很强，即便有所掩盖，仍旧散发出如同凶兽一般的气息，必然是常年在灰区内厮杀才会拥有。可算叫住你了，自我介绍一下，赤渊社团的副社长欧阳青。马尾辫女生面带笑容，爽朗说道。死！旁边孙必伟和杨云峰瞪大眼睛，他俩可都是知道，渊墨大学中成员综合等级最高的精英社团，与开拓者社团并称最强，几乎是每个大一新生梦寐以求的社团。苏洛淡然一笑，已经明白对方出现的目的。谁都不知道，他每天晨跑的伙伴是蒋心柔，他早就预言新生大比后会有精英社团主动找上门。像苏洛这种超级优质的新生，肯定会成为精英社团争抢的对象。是以苏洛并不觉得意外。如果苏同学有意向加入社团的话，要不要考虑来我们赤渊呢？你的表现有目共睹，我们社长也十分重视，专门打电话交代过，务必拿出12分诚意。首先是福利方面，每个月可以领取300学分，社团内像丹药这些修炼资源 B 级以下不限量使用。社长说，如果苏同学你确定加入，马上可以享受副社长的待遇，每学期还能从社团获取资源总量中获得3%。我们的抠门社长还是第一次开出这种条件，连我都有些羡慕了呢。杨云峰和孙必伟顿时像呛着一样咳嗽不停，这就是排名第1的 power。苏洛的起点是许多人的终点。周围路过的新生偶然听到，纷纷回头，眼神中满是羡慕的神情。刚才众多社团早已在竞技场中提前开始宣传纳新，他们也都去了解过。精英社团的人简直不要太高冷，不仅有严格的面试，还有来自骨干成员的考核。即便如此，加入之后还得从底层一步步晋升。可面对苏洛呢？给学分给资源就不说了，上来从副社长开始算几个意思？要不要这么双标啊？最关键的是，赤渊社团也是校外知名精英觉醒者工会赤渊工会的下属机构，副社长级别的成员将来毕业是可以直接进入的。哎呀呀，欧阳，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急不可耐了？身后有妩媚娇俏的声音出现，光听就知道是个美女。几人回头一看，不免眉头一挑。来人正是蒋心柔。今天的她穿着调洗的发白的牛仔裤和针织毛绒短衫，一双白色的老爹鞋，完美将浑圆的大长腿展现出来，成熟的气质中还有几分少女才有的娇憨。欧阳青不甘示弱，当即反驳，还不是因为苏同学太优秀，怕被某些人捷足先登。可是已经被我捷足先登了怎么办？蒋心柔毫不客气搭在苏洛的肩膀，顿时将周围几人看得一愣一愣，眼睛瞬间睁得老大，舌头情不自禁舔了舔略干的嘴唇。孙必伟看向苏洛的眼神中满满都是羡慕与敬佩。原来早就是加入都开拓者社团了吗？看样子这是直接连社团的副社长也直接给拿下了。不愧是我洛哥呀，要么不找女朋友，一来直接是成熟学姐。哎，不服不行啊！你们姬社长还能比我们社长大方？我不信，背后这么说人可不太好呀。欧阳青，这个声音的突然出现，让欧阳青的脸色瞬间变得难看。星琼姐，你也在？来人满头红发，炽烈如火，一袭完美贴合身材的红黑铠甲，英武非凡。开拓者社团的社长姬星琼，对值得的人我从来不抠门，比如说这位苏同学。轻轻贴着苏洛的蒋心柔会心一笑，却不曾料到苏洛温柔将他搭在肩上的手拿下。嗨，抱歉，我和心柔姐的确很要好。闻言，周围几人神情陡然转变。但是我现在还没有要加入社团的打算，
抱歉。这样啊，苏同学，如果你想好了，随时联系我。赤渊社团始终欢迎你的加入。言罢，两人面带笑容离开，临走前还不忘挖苦一般瞪了眼蒋心柔。他们是并称最强的精英社团副社长，奈何蒋心柔人没嘴甜，等级还高，导致欧阳青每每在众人的比较中吃瘪。这次可是为数不多的胜利时刻。心柔姐，对不起，不太喜欢，没有人可以代替我做决定。孙必伟和杨云峰眼观鼻鼻关心，不敢有任何言语，心中疑惑究竟是谁给的苏洛勇气？郎静茹吗？当着开拓者社长的面直接卷了副社长的面子，貌似这位副社长是想趁机宣示主权。幽怨白了一眼苏洛，蒋心柔显得很是委屈。当然，苏洛有一句话他是听到的，那就是两人很要好。哼，知道了，那你要怎么补偿我？我们三个待会儿去喝酒吃饭，要不一起？蒋心柔娇俏一挺鼻，伸出3根手指，额外再单独请我3顿，要不然我不原谅你。成。看向旁边的姬星琼，苏洛刚打算邀请，蒋心柔一把拉起苏洛，走啦走啦，星琼姐不喝酒的啦。星琼姐，我请个假，晚上的社团会你帮我主持一下了。姬星琼挠挠头，自言自语道：我什么时候说过我不能喝酒？我怎么不知道？第47章，老子明早也要去跑步。学姐，我们坐车一起去。孙必伟前几天刚提了一辆不到100万的新车，晃了晃手里崭新的车钥匙。谢谢学弟啦，不过我更想肆无忌惮吹吹风。委婉拒绝之后，蒋心柔两眼眯成一对月亮，满是期待着看向苏洛。那你跟我一起。苏洛颇有些无奈，怎么感觉今天的蒋心柔和平时不一样呢？记得他应该很喜欢坐车才对啊。洛哥请客，我能带上我家雪宝吗？俺也想问，嘿嘿嘿。人多热闹，要是没安排就一起来呗。旁边蒋心柔笑得更甜了。2轮弯月闪过一抹女孩子独有的狡黠。蒋心柔坐上漆黑的机车，格外亲昵，搂着苏洛的腰。孙必伟和杨云峰立马有种考机车驾驶执照的冲动。宏伟的丰满挤压，极有画面张力。这哪是要吹风啊，分明就是吹走寂寞。红光阁2楼尽头的包厢，几人互相介绍，暮雪和姚子欣说话举止变得拘谨。蒋心柔这个名字，只要对社团稍微有所了解，就肯定会知道。开拓者社团的社长姬星琼几乎都在外完成委托，讨伐凶兽一族，而蒋心柔独自管理开拓者社团，自身修炼等级也不曾落下，也是校园公认的美女主持人，文体两开花。开拓者社团能迅速发展，离不开姬星琼，更离不开蒋心柔。听说有许多帅气多金又优秀的觉醒者追求，无一例外全部失败。看似热情，实则骨子里是真正的冰山。大家不要约束，今晚咱们就是来吃饭喝酒的。点完菜喝酒，众人开始闲聊。洛哥你可以啊，还能订到这种头等包厢？头等包厢？苏洛面露疑惑之色。吃个饭还用预定？哎，洛哥你这运气是真的好。几人纷纷感叹。他们都知道，红光阁的掌勺师傅出了名的手艺好，平常几乎预定不到位置。能在这里用餐的人身份都不简单，而且必须预定。像苏洛这样进来就有包厢的情况，更是闻所未闻。那你怎么知道这儿的？上次老师来学校接风洗尘，菜做得不错，我就决定在这儿请客了。众人不再疑惑，只是感叹有个厉害的老师真好。不多时，桌上摆满菜肴，服务员又忙不迭把酒水端上来，是特供觉醒者饮用的龙血酒。众所周知，觉醒者体魄更强，一般普通人的酒水对觉醒者而言也只是味道不怎么样的水。龙血酒并非加入龙血，而是以龙巢附近生长的龙血果酿制，度数更高，味道更加甘甜，而且可以让觉醒者飘飘欲仙。价格也很美丽，一件就是普通富足家庭1年的开销。我来给心柔学姐满上。今天这么开心的日子，一定要喝尽兴。蒋心柔眼角余光里满是苏洛，对这个敢当众拒绝自己的小学弟，他可不打算轻易放过。女人要是记仇起来，可是很可怕的哟。弟弟，祝贺我们所有人圆满完成，干杯！干杯！高脚杯轻轻一碰，6人一饮而尽。大家吃着菜又开始聊起来。姚子欣和暮雪抓住这个难得的机会，请教蒋心柔社团面试的技巧，得到了详细的解答。怎么感觉心柔学姐和传说中完全不一样呢？对了，我记得你们2个也都在前20名对吧？如果不出意外，到12月底肯定会进入4校交流会的人员名单。4校交流会？苏洛3人纷纷投来好奇的目光。那总之也和新生大比差不多。学姐温馨提示，4校交流有可能是你们大学4年获取资源最多的一次。3言2语介绍完，马上又把话题引到其他方面。很快，包厢内气氛变得愈发热烈，大家目光都在苏洛和蒋心柔之间来回徘徊，
两人毫无疑问是今晚绝对的主角。几杯酒水下肚，众人脸上先后都有红晕。酒精作用下，暮雪等人也不再拘谨。我八卦，苏洛，你每天不是在修炼，就是在修炼的路上。心柔学姐每天也很忙，你们俩到底是怎么认识的？暮雪不愧是孙必伟的女朋友，都有颗十足的好奇心，捧着胖嘟嘟的脸蛋问道。这个问题也是其他三人内心最为好奇的，都同时看过来。就是晨跑认识的。没了，就个这，越简单，心里就像小猫挠一般，越发好奇。还是让我来说吧。轻轻摇晃高脚杯，倒映出绝美的脸庞。蒋心柔叙述的语气有种无可名状的开心和自豪。倒也没错啦，之前我们经常遇到，不过一直都没交集。后来有天清晨，他的配速好快的。蒋心柔本身就是个经验丰富的主持人，文学素养很高。娓娓道来的叙述有起承转合，把四人听得入了神。剑眉一挑，完全没想到蒋心柔把那时的细节记得一清二楚。没想到你们两个竟然是通过晨跑认识的，几人都感觉不可思议。杨云峰有7、8分醉意，晃头晃脑的吐槽道：“我之前也早起跑步的呀，怎么谁都没遇到？哎呦！”身边姚子欣嘻嘻一笑，2根手指已经在杨云峰的大腿上把肉扭了一圈。几人忍俊不禁的同时，心里更加羡慕苏洛的运气。早上跑个步就能认识全校公认的美女主持人学姐，这运气简直没谁了。而且看样子，蒋心柔现在是芳心暗许，就差捅个窗户纸的程度。等等，也就说你们两个是天天早上相约跑步，在一起吃早饭？蒋心柔狡黠一笑，红唇微扬，慵懒点点头。这下都恍然大悟，也都明白今晚为什么蒋心柔不似传言中那般，反而还给他们一种平易近人的错觉。原来都因为他们是苏洛朋友的缘故啊。孙必伟啧啧称奇，不免有几分羡慕。这可是全校多少男生求而不得的女神啊！多少人折戟沉沙也难以打动，居然会因为晨跑这种不起眼的事情，直接打开心扉，登堂入室。说出去，谁信？唉，这种压根没道理的事情发生在苏洛身上，似乎也变得合理。同为女生，暮雪早早看出蒋心柔的心思，分明打算趁着今天的酒劲，直接干碎窗户纸的节奏。对不起，敌人太强大，谁上也得输。自己的舍友虽然也很优秀，可与蒋心柔比起来，心中不免为自己那个自从见了苏洛一面就茶不思饭不想的舍友哀叹。就连喝到上头的杨云峰也意识到蒋心柔属于醉翁之意不在酒，其他三人早已心知肚明。来，苏洛，再喝一杯。蒋心柔常年应酬磨练出的酒量，几瓶酒下肚，非但没有醉意，如同绽放的红玫瑰，娇羞迷人。老杨，洛哥，我明天早上也想起来跑步，和暮雪就先撤了哈。我和他也有别的安排，咱们要不一起？临别前，孙必伟送给苏洛一个眼神，自行体会。说不定今晚洛哥直接一步到位呢。唉，这种情节怎么感觉好像在哪儿看过呢？哦对，艺术还真他妈来自于生活。第48章，我的白菜感觉被人玷污了。这两个家伙，苏洛从两人的眼神中读出些别的东西，瞥了眼手机，还有3分钟到10点，正常时间这会儿基本准备洗漱睡觉了，现在连饭还没吃完。柔嫩如藕的手臂轻轻抵在肩头，蒋心柔俏脸通红，两眼朦胧，泛着闪烁的迷离，吐气如兰，混杂着龙血酒的酒香。不喝了，和你这种喝不醉的人拼酒最没意思了。苏洛学弟，扶我起来，咱们回家。事实上，苏洛喝的酒几乎是蒋心柔的2倍，奈何完全没有酒醉的感觉。他也没办法，晃悠悠挣扎起身，下一秒机遇跌倒，扑通！苏洛拉过椅子，恰好接住蒋心柔。服务员，来碗醒酒汤。嘻嘻，嘿嘿嘿，你个笨蛋，和你喝酒最好玩了，你说是不是呀？一会儿说没意思，现在又说好玩，看来真喝醉了。鉴定完毕，眼前的蒋心柔似乎打算彻底放飞自我，像个小女孩一样哭哭笑笑。先生，您要的醒酒汤？什么醒酒汤？我才没醉呢。苏洛满脑门黑线，这都到10点半了，想让我喝？你喂我好不好？女人真麻烦，喝醉的女人更麻烦。轻轻吹了吹，蒋心柔乖巧张开嘴巴等待投喂，完全没有先前的知性优雅，倒是有几分少女的娇憨。醒酒汤生效很快，蒋心柔终于不再闹挺。结账的时候，苏洛看到6折的特殊折扣，好奇询问服务员：哦，之前我们少东家特地交代过，您和没胜者过来就餐，一律按最低折扣。于老师，苏洛脱口而出。服务员笑而不语。打完折后大概20万华夏币，快步回到包厢，抱起蒋心柔，对方毫不客气搂着脖子，嘴里念叨不停。走在饭店大堂，不少男性同胞看到蒋心柔这种级别的美女，免不了向苏洛投来羡慕的目光。刚出门，迎面一阵冷风，
苏洛脱下黑色皮衣给蒋欣柔穿上。一路上，蒋欣柔死死搂着苏洛，时不时兴奋大叫：“啊呜！”眉头一皱，苏洛无奈摇头，内心更加坚定，以后绝不与女生，尤其是蒋欣柔喝酒。这姑娘看起来文静，喝醉酒怎么还咬人？好不容易把蒋欣柔送到宿舍，又和另外2名学姐一起安顿好，苏洛这才回去。刚进门就听到急促上楼梯的脚步声。哎，洛哥，这就完了？俺也想问这个，就那什么，效率会不会太快了点？莫不是像白天秒杀豫北漠那样，换了个地方闪速射击？滚犊子！我刚把他送回宿舍。哦，我就说嘛。那洛哥你早点休息。嘿嘿嘿，幸好。2人转身飞快下楼，苏洛没好气一笑，将一切收拾完，已经过0点，鸳眼凝眸靠在椅子上，直勾勾盯着苏洛，大眼睛中满是好奇与疑惑。所以血气方刚的年纪，他是怎么做到心如止水的？难不成会在洗澡的时候解决一下？人姑娘都那样是暗示。送上门的机会，大哥你不中用啊？苏洛瞅了瞅聊天软件里99加的消息提示，咽了口唾沫。我那 iCast 的老师，待会儿大比结束来我公寓一趟，送你个小礼物，微笑点 JPG。我那 iCast 的老师，人呢？我那 iCast 的老师居然赶不回消息了，是不是于幼蕊教你的？苏洛赶忙回复解释，怀着忐忑不安的心进入梦乡。一大清早，把超市各种口味的棒棒糖，包括糖果都买了不少。再见梅念雪，俏脸冰寒，红唇紧抿。直到把昨天与蒋欣柔等人出去庆祝喝酒的事情详细说完，脸色才有所缓和。忽然抚过头闻了闻，眼中闪过一缕异色，凭感觉应该是个很好看的女孩子。哼，拿出个古色古香的盒子，这是昨天为师打赌赢下的5阶上品丹药紫心淬神丹，服下后凝练神魄，提升精神力量。待会儿服下后运行8元淬体诀，效果应该会更好。丹药拿在手中，通体棕黑，细看有紫色的丹纹，弥漫的药香拥有令人瞬间清醒的神奇功效。系统启动，心头默念，眼前出现各项信息。精神607，黑色向上箭头。正常情况下，除非某些精神系天赋的觉醒者会有较强的精神属性，大部分觉醒者的精神属性都不会太高。而且相比于体魄，增加精神属性的途径极其单一，只有晋级和服用丹药或其他天才地宝这2种途径。苏洛的精神属性本就更高，服用丹药后操纵元素必然会更加轻松。当即将丹药服用，屏息凝神运转功法，药力消散的瞬间，更加清晰感知到房间内充斥的元素能量，而且这种感觉伴随时间还在提升。5阶上品的丹药效果的确不错，过去很长时间感知增长才逐渐停止，脑海中映射出墙外的元素能量，比之先前有将近1倍的提升。嘶！苏洛忍不住倒吸一口凉气。在梅念雪四周是强绝至极、冲上天际的能量柱，如滔滔大河，源源不断。再次打开系统面板，精神932，黑色向上箭头，增加了325点。苏洛攥紧拳头，脸上显露激动之色。换算成自由点数，等同于服用1颗5阶上品丹药，获得了650点自由点数。还不错，精神力提升有1半左右。梅念雪心中暗惊，以紫心淬神丹的药力，苏洛的提升不可谓不大。现在已经可以媲美一些2阶上位的精神类天赋觉醒者。转而询问黑玉张岩的修炼程度，得知可以覆盖全身时，梅念雪直接把嘴里的棒棒糖咬碎。虽然只能做到薄薄一层，毫无疑问是达到了。有时候我真的好奇，你的修炼速度为何会这么快？嘿嘿，那当然是老师您教的好啦。梅念雪很受用，转手又掏出膏药，其色暗红，好像活着一般。5阶上品龙血凝体膏，黑玉张岩包裹全身呈暗黑色时使用最佳，是公认提升体魄的好药。以龙族精血所制，运气好可以获得龙族的强大体魄，这才是为师原本打算送给你的礼物。一次性拿出2个5阶上品的丹药，苏洛再次领教梅念雪的豪气。2种效果简单粗暴的丹药，放在觉醒者市场，总价能破3亿。多谢老师，抱拳鞠躬。哼！梅念雪余光一瞥，红唇微扬，转念又想到那个与众不同的味道，免不了平添火气。老师，对于社团这块，你有什么建议吗？第49章，只要我无敌，不就好了？开拓者社团和赤渊社团都向我发出邀请，可是你还在纠结要不要加入？梅念雪看出苏洛心中所想，在他眼中，苏洛从未组过队，无论刚拜师的试炼，还是后来的灰区挑战，始终独来独往。社团的条条框框比较多，说不定会影响等级提升，我感觉得不偿失。苏洛淡淡说道。诚然，自己加入任何一个都能增加获取学分渠道，
另外，社团也有丰富的修炼资源分配，可以帮助自己迅速提升等级和属性，这些都无法掩盖社团可能会占用太多时间的事实。苏洛不喜欢被约束，否则之前也不会头铁选择搬砖代练这么个自由的职业。其实只要你足够强，社团的约束几乎是没有的。你要是还觉得不自由，直接创立个社团不就好了？社团的经历最好还是要有。梅念雪往嘴里又放了个棒棒糖，开始畅想起未来。你可以先加个宽松点的社团积累经验，之后还可以组建社团、工会，到时候我可以……别介，老师，我对这些没兴趣。苏洛连忙摆手，小家伙，老师可是过来人，等你为了获取修炼资源跑东跑西，你就知道为师的话有多么正确。现在是大学，等毕业到社会上呢？还是说你像鱼？难不成你还有什么我不知道的背景？如果没有资源的问题，你现在就要重视起来。它始终都是觉醒者绕不开的东西。等级境界越高，资源困扰也越多。学校里除我之外，那几个其实各自拥有属于自己的资源渠道。而且在这个世界，一个人的力量终究有限。往事浮现眼前，语气中颇多感慨，还有几分难以释怀的忧伤。很快，梅念雪的情绪完全平复，声音重新恢复淡然，仿佛一瞬间将情绪全部过滤。手下意识摸了摸耳朵，当个独行者也完全没问题，这是你自己的选择，为师只是建议，不会干涉，只要你不会后悔就可以。闻言，苏洛挠挠头，这里是真实的世界，有更多问题需要考虑在内。他的确有些想当然，又没有锚点之类的，东奔西走的确很麻烦。有系统的存在，完全不需要担心技能境界熟练度，对修炼资源的需求自然也会大大减少。除了自由点数的获取，也就是猎杀凶兽和异族，这个谁都没办法代替。可即便有自己的势力，聚集一群比自己弱的家伙，难不成还能指望他们去充当诱饵？老师，我想明白了。仿如行至水穷尽头，云遮雾绕的视野豁然开朗。相比起约束，我果然更喜欢自由。唯有自己变强，才是真的强。只要我足够强，所有的问题全都可以迎刃而解。苏洛两眼发光，满是兴奋的神色。这个世界只有一个问题，就是弱小。多谢老师您点拨。苏洛再次坚定变强的念头。静静竖在柔软地垫上的渊眼凝眸，大眼睛中流露出赞赏之色。这才像持有他的人该说的话。看着那道渐行渐远的挺拔背影，梅念雪灿烂一笑，仿佛再见当初的自己。所以，你会不会重复和我一样的命运呢？我拭目以待。他也曾说过类似的话，在精灵族圣地月树天井旁。说完转身出走。如今已过几十载春秋，新生大比正式落下帷幕，随之展开社团纳新。校园随处可见各个社团的宣传。普通社团的纳新条件是个觉醒者就行，精英社团的目标是那些排名冲进前100或者有发展潜力的新生。一连数日，每天都会有大量精英社团的人登门拜访，开出的条件水涨船高。孙必伟和杨云峰羡慕不已。到后来，苏洛连听都不听，一概拒绝。对于赤渊和开拓者2个社团，苏洛特的到齐总部说明，两方都表示理解，并且特别明确表示随时欢迎。最强新生苏洛打算成为独行侠的消息转瞬传遍校园，成为所有人热议的话题。不过新生大比第一，真以为自己全校第一？看着吧，不出1个学期，我敢保证苏洛肯定泯然众人，啥也不是。这种魄力倒是有他老师的风范。议论喧天，苏洛压根不去理会。社团纳新结束，孙必伟和杨云峰2人成功通过面试，进入开拓者社团。新生大比结束第7天，渊墨大学的物资处只有寥寥几人，连带工作人员也没有干劲。轮到苏洛，轻声说道：“你好，我来兑换新生大比的奖励，致谢手环，还有你的身份勋章。”从窗口中传出不耐烦的声音。不一会，有些瞌睡的女工作人员揉揉眼睛，睡意全无。姓名：苏洛，排名1，奖励1500学分，5阶修炼丹药 X1，紫霞楼查阅权限增加1级。备注：当前查阅权限 S 级，如需提升权限，请及时报备。同学，请你稍等，您的紫霞楼开启权限认证时间会比较长。不一会儿，手机收到提示，1500学分已经到账。排在苏洛身后的几个新生吵吵嚷嚷，早已经不耐烦。正欲发作，忽看到窗口内的工作人员站起，2只手毕恭毕敬递出身份勋章。紫霞楼的查阅权限已为您提升至 SS 级，不过还需要您前往紫霞楼激活后即可使用。SS 级权限，还以为和自己一样是大一的，好险好险，幸亏没多嘴。几人倒吸一口气，各自庆幸。
要知道，一般觉醒者到大4毕业都不见得能激活到 SS 级。黑色皮衣，漆黑长弓，一看就是大佬的标配，肯定是常年在外讨伐凶兽的厉害学长。几人愈发坚定，认为排在自己之前的青年身份。您慢走。好，谢谢。苏洛重新佩戴好身份胸章，转身时，几人马上立正站好，满脸堆笑。学长上午好。学长好。引擎轰鸣，呼啸而过，几人这才心有余悸地松了口气。这就是来自学长的压迫，好强的气势。也不知道我到这学期结束能不能激活 A 级权限，羡慕啊！再次来到紫霞楼，完成权限激活。查询后发现 SS 级的弓箭技能，除了需要宗师境界的弓术掌握之外，还有其他前置条件。查找条件，以精通境界的幻影剑、心意剑、破魔矢为前置技能的 SS 级技能。致谢屏幕上缓缓出现一行字，机械式声音随之响起。查找成功，符合查找条件的结果数量为1。您当前的查阅权限符合要求，请问是否启用？是。不多时，致谢归来，拿起厚厚的技能书，流星12连，第50章技能拓展，剑拳枪同修。数个小时，苏洛都在研读流星12连的技能书。SS 级比起 S 级技能的领悟难度又提升数倍，反复尝试多次，依旧没有达到入门。咕噜，窗外天色已黑，起身到食堂吃完饭，又回到紫霞楼继续尝试。幸好紫霞楼属于24小时全体开放，因为每个觉醒者的习惯不同，有些人在晚间学习技能的效率更高。稍微放松后，再读技能书，得到全新的领悟。脑海中倏尔浮现信息，困顿的思绪也随之清晰。系统启动，技能流星12连，入门，黑色向上箭头。感觉果然没错，终于是把这块硬骨头给啃下来了。看了眼墙上的时间，早已过了0点。训练馆到10点关门，现在的紫霞楼里也只有寥寥几个房间还亮着灯。晚风拂面，夜色正好。苏洛伸了个懒腰，掏出渊眼凝眸，斜指苍穹。能量箭矢悄然成型。飞行过程中，心念微动，刹那分裂成12只同等规模的能量矢，宛若拔地而起的流星群。12支箭矢的速度和轨迹完全不同，也并非与普通射箭一般直来直往，每一支都会在命中目标前随机发生偏移，最后又全部会射向一处。更关键的是，流星12连的箭附加小幅度的追踪能力，12支速度极快，无法闪躲又有追踪能力的箭，想想都觉得恐怖。流星12连，哈哈，秦哥，看来咱们学校又出来一个厉害的弓箭手呢。男子走下越野车，背上是一把通体火红的超级大弓。片刻后，能量箭矢消散，心中已然有所判断，应该是刚入门，技能释放尚且还不熟练。奇怪，厉害的弓箭手他全都认识，欧阳青最近的汇报中也没说过有谁激活到 SS 级权限，难不成又有新崛起的厉害弓箭手？灿如流星的箭矢再次划破夜空，颜色各异，每支箭又蕴含完全不同的元素，脱液的元素粒子绘出一幅多彩的抽象画。漆黑眸子闪过几分异色，脸上写满疑惑。第二次看到的流星12连，相较于第一次，几乎是断崖式提升，完全看不到初学者的痕迹。难道不是同一个人？社长，咱们要不先去吃一顿？我都快饿死了。先回总部。内心燃起战意，男子无比想知道这个射箭者的信息，刚好看看欧阳青给咱们招了些什么人。数量霸道的越野车先后驶过平静的马路，每一辆上都有赤红鸳鸟的图案，正是2大巅峰社团之一赤鸳的标志。转身回到紫霞楼，苏洛开始查阅其他技能。天亮时，苏洛点开致谢设备，显示出已经做过预定标记的技能书。姓名苏洛，未读列表。弓箭系天云降魔 S， 拜石之剑 A， 地刺之剑 A， 剑术闪剑斩 A， 拳法寸劲开天 A， 枪术星云百花藏 A， 通用顺滑步 B。 其中顺滑步虽然品质只有 B 级，效果也只是可以进行小范围的移动，可在技能结束后还会有一定距离的滑行，实际对战中会有出其不意的效果。争取2周把这些技能全干到入门。自由点数告罄，想要获得提升，猎杀凶兽必不可少。出发前打算再把这几个技能修炼到入门，届时与凶兽交战时也可一并增加境界，同时减少自由点数的消耗。新生大比结束，约莫大学的新生课程恢复正常，似乎经过筛选后，顶尖学府真正的核心课程也随之展开，内容之多涉及各个方面，有提升觉醒者技能衔接的实战课，还有教授各种异族语言的外语课，就连公认最难提升的精神属性，也有与之相对应的冥想课。授课老师清一色全部都是资深的觉醒者，
上课讲解过程中会加入许多亲身经历，不仅有趣，还非常实用。渊墨大学的课程时间紧凑，早上8点到下午6点，全部属于90分钟的大课，到6点半还会有诸如天赋开发、丹药炼制入门之类的特色讲座，每一个都对苏洛有莫大的吸引。虽然之前于幼蕊说过，错过可以使用学分邀请老师单独辅导，实际上学分这种校园里的通用货币完全不够用，与其花费巨额学分，莫不如挤挤时间。当然，苏洛可没有分身术，名目繁多的课程还必须做出取舍。除了每天正常的课程安排，几乎全部泡在紫霞楼中学习技能。孙必伟和杨云峰的天赋都属于强化系，只不过方式有所不同，平时上课颇多重叠。两人表示有超过半月时间没有看到过苏洛。11月11日凌晨5点半，食堂2楼的角落，蒋欣柔看到苏洛给自己设置的时间表，再次对他堪称妖孽般的时间管理感到敬佩。你不会觉得累吗？嘿嘿，都是很好玩的东西，为什么会累呢？看你早上来的方向，昨晚在哪儿过的夜？看似漫不经心，实则格外紧张。这种完全不会乱来又极度优秀、极度自律的男人，要真是被偷偷摘走了去，只要一想到就不免火大。我昨晚睡在紫霞楼里，看技能书有些迟了。又得知苏洛的技能学习安排，蒋欣柔张大嘴巴，这家伙还是个人，机器吧？白天理论课，剩余时间修炼技能。拜托，好歹找点乐子啊！我听着都要疯了。要不姐姐，我今晚带你喝点酒，浪一把。得了吧，我可不想去打狂犬疫苗。意有所指，脸蛋刹那红透，眼波流转，娇媚万分。那天的确是喝醉了，他可没料到苏洛看着是滴酒不沾的良家妇男，实际千杯不醉。纵横酒桌交际应酬，还从没醉成那天的模样。既没有干碎窗户纸，还什么都没发生，一度以为是自己的魅力下降。你可不要乱说哦，哪个咬的你？你呀，指着蒋欣柔说道。啊呜！樱桃小口将食指半截吃了进去，挑衅似白了一眼。指尖忽然感觉到一种奇特的触感，温润嫩滑，又有些调皮着来回摆动。你看到了没？这才是咬。忘了说了，我真的属狗哦。两人即将吃完，正打算离开，看到10几个学生垂头丧气走进来，其中就有2张熟悉的面孔，李云腾和楚云龙。雪狼社团，看样子应该是晋升精英社团的委托失败了啊！啊？什么？叫你不加入社团，不知道了吧？蒋欣柔在旁边解释道。普通社团想升级成精英社团，必须挑战一次困难模式以上的模拟秘境。苏洛眼前一亮，直觉告诉他，来生意了。欣柔学姐，能详细说说吗？第51章，您的好友人形代打苏洛已上线。你居然对这个感兴趣？蒋欣柔运作开拓者社团，对于各种规则颇为熟悉，沉吟片刻，轻声解释道：正常条件下，想通关困难级别，最低也得3阶下位的觉醒者16人，而且还必须建立在都是 A 级天赋，队伍中有经验丰富的辅助的基础上。B 级天赋觉醒者等级得到3阶上位才有可能。普通社团想凑出来这阵容可不容易。不过每年社团纳新到学期末这段时间，照顾到各社团有新鲜血液加入，这16人中没有一个你们大一的新生，难度会下调1%。我这么说，你明白了吗？苏洛恍然大悟般点点头。普通社团如果利用好这个机会，说不定也能顺利晋升精英社团。而社团级别不同，每个月得到学校的资源量相差足有3倍以上，长此以往，差距会越来越大。当然了，如果晋级成功，也会有相应的奖励。看见苏洛格外关心，蒋欣柔还以为是回心转意，继续又说道：打通模拟秘境的16人，每人300学分和1枚2阶随机品质的丹药，紫霞楼的查阅权限直接开放至 C 级，已经激活再得300学分。蒋欣柔的介绍下，苏洛很快熟悉社团的晋升规则。另一边，楚云龙怔怔愣神，他居然看到苏洛和一身运动装的蒋欣柔面对面聊天，难不成那个传说是真的？这段时间校园内最劲爆的消息，莫过于最强新人苏洛和开拓者社团副社长蒋欣柔有一腿。虽然两人从未在任何场合公开表示，不少人都已见过两人相约一起吃早饭的情景。如今亲眼所见，蒋欣柔的脸庞妩媚含笑，顾盼生辉，颇有种主动贴贴的感觉。想到当初的自己，楚云龙暗自感叹，喜欢的人面前，再高冷的女人都会卸下伪装，沸羊羊再努力也不会变成喜羊羊。离开食堂后各自分开，学习修炼之余，再挤出一点时间查阅社团资料。疑惑的地方通过聊天软件询问蒋欣柔。大3的她课程安排更加轻松，大部分时间都在社团。晚间的时候苏洛全部搞清楚，之后又从孙必伟那里要来楚云龙的联系方式。18:30 PM， 第21号教学楼地下1楼，雪狼社团总部。
楚云龙看到从黑色机车下来的苏洛，满脸堆笑。苏学弟，我们副社长等候多时了。没有之前的倨傲和学长的派头，言谈中倒有几分拘谨。新生大比与校园中诸多传闻，无一不说明苏洛的崛起势不可挡。这种人交好都还来不及，哪敢得罪？进入社团总部，不少人马上认出苏洛，顿时浮现疑惑之色。苏洛直言拒绝2大高人气社团，甘心当独行侠，在约莫大学人尽皆知。一路带苏洛朝里走，眼角余光看到社团成员的神情，楚云龙不免挺起胸膛。李学长，好久不见。哼，好久不见。泛着甜美笑容的女生为3人斟满茶，有些脸红着递给苏洛，悄声退出关门。同为大一新生，苏洛被当成贵客，而他只能先在社团里从最低的杂活干起。这人啊，李云腾感受到苏洛的气息，明显还在2阶下位，却比与他对战时又强几分，眼眸深处显露几分惊奇。我听云龙说，你要见我？没错，今早上你们挑战模拟秘境失败了吧？2人脸色为之一变，李云腾冷哼一声，已经下了逐客令。如果你是来这儿嘲笑我们，雪狼社团不欢迎你。李学长别激动啊，如果我说我能帮你们升到精英社团呢？瞅着苏洛认真的神情，知道并非是在开玩笑。什么办法？我暂时加入雪狼社团，由我来带队。我们都没办法。楚云龙当即提出质疑。16个新生，难度下降 16%， 我有把握在2次之内通关。只是单纯要求通关，没有时间限制，更没有操作评分之类的麻烦设定。苏洛有相当高的自信。条件呢？通关后，另外15人的全部学分和修炼资源都归我，另外再支付我3000学分。房间寂静无声，只有李云腾和楚云龙急促的呼吸声。那要是2次都没过呢？我会支付用于开启模拟秘境的全部学分，最迟明晚我给你答复。第2天一大清早，李云腾发来同意合作的短讯。社团活动中心位于校园东北角，也是模拟秘境崩落的浪潮的入口所在。秘境实则可以理解为封闭式的灰区，只不过其中的凶兽和异族种类有限，难度更高，类似于一次性的副本，往往可以得到海量的材料和资源。模拟秘境则是华夏国结合空间系天赋与顶尖科技制作而成，可以后台设定场景，出现凶兽、异族种类等元素，还能多次进行挑战，上榜或破纪录也都会有奖励。只不过没有材料和资源掉落。傍晚时分，入口旁聚集不少普通社团，模拟秘境的福利期只有不到2月时间，错过就要再等半年。李云腾与骨干成员率领15名新成员出现，顿时引发关注。老李，你们雪狼这次够拼的啊！不是前几天刚挑战失败吗？百折不挠也好，就是别到时候亏成狗，哈哈！没有心思理会这些挖苦的声音，李云腾发现角落里身穿黑色皮衣的青年。2人先去办理社团加入登记，又将一张通行证交给苏洛。李学长，合作愉快。有劳了。心中几多怀疑，转而想到苏洛背后的公之圣者，李云腾此刻极为复杂。15人中有3名辅助，苏洛安排妥当，率领一众人呼啦啦朝入口而去。提示：请选择难度：普通、困难、勇士、地狱、英雄。嘴角现露笑意，苏洛两眼发光，这莫名的熟悉感。选择困难模式，验证通行证后，入口成功开启。眼睛再次睁开，发现自己身处于残破城墙之上，身后是接近废墟的各种建筑，带有血腥味的苍凉劲风，噼啪作响燃烧的火苗，还有浓云密布的天空。有7人不约而同显露惧意，仿佛又回想起先前失败退出的恐怖经历。不过这次应该会比之前还惨。目光齐齐汇聚，一个个都抱有怀疑。大2、大3的学长都不行，大家同为大1，怎么可能打通？几个人撇撇嘴，对于李云腾同意颇多微词，只是先前不好发作。啪嗒啪嗒，4副扑克牌。卧槽！你们只要看着就好，实在闲得无聊，斗斗地主也行。苏洛转身对3名辅助笑了笑，待会儿麻烦全程给我加状态，谢谢了。所有人大脑一片空白，进了模拟秘境打扑克，玩呢？让你们打一下，都是自己的不专业。嗡嗡，奇异的波动扩散。苏洛站上城头，黑色皮衣迎风摆动不停，信手一挥，数条箭袋随之出现。开心上班，开心上班，赚钱了。第52章，两脚未动，打破记录。困难模式下有1分钟准备时间，趁机检视环境和通关条件。要求抵挡20波进攻浪潮，成功守护濒临灭绝的城邦。与此同时，脑海中浮现出整理的有效信息。前10波主要为凶兽，后10波则是异族和凶兽的组合。每一波全部击杀后，就会强制刷新出下一波，超过30分钟也会刷新。
第10波和第20波会有领主级别凶兽和异族出场。辅助收到，3名辅助各自使用天赋和技能，身体表面出现不同颜色的光晕。心头默念：系统启动。打开系统面板，4项属性都有小幅度提升。不知道击杀这些模拟的凶兽和异族会不会增加自由点数？如果可以的话，也省得东奔西走，直接闷头刷学分、学技能，再重复进秘境刷自由点数，如此循环，出关就无敌。无聊，但是很爽。眼前有星芒阵势浮现，徐徐旋转，千米之外的景象清晰可见，辽阔的视野范围将凶兽和异族降生点的情况完全看清。弯弓搭箭，功法全力运转，无可计数的光元素与火元素宛若一只只明亮的飞蛾，尽数扑向苏洛。元素能量灌注箭矢，刺眼金光之外，还有赤红火苗缠绕。这一刻，周身有光火粒子缠绕，恍然若神灵。光火元素附魔完成，铮！嘹亮弓弦回弹之声不绝于耳，15人纷纷咽了口唾沫。几个女生双手合十，眼睛里满是星星。一剑穿云，好，是2阶精英凶兽铁甲蜥蜴，还有赤背熊啊！我去！所有人目不转睛盯着远方，即便相距千米，仍能感受到扑面而来的恐怖气息。足有30只凶兽齐齐出现带来的压迫感，每个人都感受到莫大的压力。此前还有大2大3的学长，现在，哎，还打什么扑克啊？马上就退场了呀！咱们的新生第一，这次的确装的有点过头了。你们看，灰暗天空上，一座足有100米的阵势猝然展开，辉耀环宇，密集下落的箭雨组成光与火的天幕。苍穹剑书，露头的凶兽甚至还没搞清楚发生了什么，已被洞穿身躯，直接离场。铮！宗师境界的攻术斩路，闪光箭矢精准命中漏网之鱼的凶兽弱点，一剑毙命。嗡！波数刷新，第2波凶兽转瞬又出。苍穹剑书仍在继续，苏洛双脚好似生根一般，不曾移动半寸，早有将近100只凶兽殒命。第3波刷新，到这时，所有人才感觉口干舌燥。原来这样也行，才不过几分钟，已经刷新到第3波了。几个有过经历的学生嘴角不断抖动，完全不曾料到会是这般景象。这就是新生第一的战斗方式。于是，残破的城头上出现这样一幕：3名辅助神情激动着给苏洛补增益技能。不远处3人一小堆儿，7、8、9、10勾圈克，炸了！洛哥，加油加油！今天结束，我请你吃饭。这些人早已获得相应的觉悟，打扑克放松中的同时，再喊666，其实也很棒。城头500米外，爆炎猛犸象身中数十箭，不敢倒下，再起不能。一波又一波来势汹汹的浪潮，在苏洛的箭矢中先后丧命。15人从震惊到习惯，再到全身心信任，仅仅过去数个小时。第19波。该是最后的领主一族了。忽明忽暗的元素粒子围绕四周，8元淬体诀疯狂运转，元素附魔剑全程使用，疯狂射击又有续航持久，更有长达1000米的缓冲区，谁来都得被射趴下。唯一美中不足的是，击杀模拟的凶兽和异族不会增加自由点数，好在是将其他技能的境界稍提升不少。单纯以元素能量作为剑士，威力更强，目前功法还不足以支撑。苏洛推测，将8元淬体诀提升到宗师境界后，基本可以实现自给自足，也就是说，正常的射箭输出完全可以用能量箭矢代替食物箭。愈发坚定之后，去往灰区的心思。在此之前，趁着领悟学习技能的功夫，顺道帮助其他普通社团晋级，几个小时就能赚7500学分，外加15枚2阶丹药。约莫大学中卡在模拟秘境的普通社团，少说也有20多个，那可是超过15万的学分。最后一个迟钝牛头人死去，巨大黑影随之出现。超过100米的身高，满是肌肉的躯体，其压迫感几乎是之前19波的总和。打扑克的众人通体冰凉，触及那双与车轮差不多大小的猩红双目时，战力如梭。变异的3阶领主牛头巨兽，在变异后，无论异族和凶兽都会得到某些属性的强化，其真实战力也会飙升。眼前的牛头巨兽是正常的2倍还大，绝对有4阶普通甚至精英的破坏力。双腿弯曲，巨大脚掌随之蹬地猛冲。卧槽！是野蛮冲撞啊！完了完了，这可怎么办？只这一冲，足以将城墙和身后的建筑直接变成废墟。面对变异的牛头巨兽，弓箭手可没办法阻止啊！意识到这一点，15人满目凄然，嘴唇也随之失去血色。100米的庞然巨物直冲，骇人的气势瞬间让2个女生瘫倒在地。冰蓝的能量箭矢爆发，飞出数米，猝然炸裂为12指。流星12连，疾冰！灿如大洋的金色阵势再次展开。轰！冰雾弥漫，
一座比小山还大的冰块中，牛头巨兽完全被冰封。流星12连，闪光，刺眼的流星射穿寒冰，硕大的头颅随之炸裂，脑花飞溅，血浆迸发。自上而下，从前向后的立体打击下，牛头巨兽的身体像山体般轰然倒塌。挑战成功，恭喜打破最佳纪录，挑战者每人可获得100学分奖励。城头上欢呼不断，7个大二大三的骨干成员都无法做到的事情，才只是大一的苏洛做到了，而且还打破了纪录，简直是奇迹。老李啊，你让我说你什么好？脑子被驴踢了还是怎么着？你信不信明天所有人都会知道你这个大笑话？周围几个熟悉的同学七嘴八舌说个不停，李云腾脸色阴沉，内心依然后悔自己到底是怎么了。苏洛的攻术再厉害，也只是个2阶下位的大一而已，真是鬼迷心窍了。副社长楚云龙结结巴巴指着入口左侧的排名榜，像是见到了鬼。循着看去，李云腾猛然张大嘴巴，咔吧一声，脱臼了。苏洛以及其他15人的名字赫然位列其上，最前方那个鲜红的数字1，这时候格外刺眼。第53章，论一个代打的职业素养。真过了？假的吧？肯定是哪里故障了。现场一声声质疑响起，李云腾与雪狼社团的骨干成员涌入社团管理中心，致谢屏幕上赫然显示为精英社团。大厅里欢呼雀跃，纷纷跑去迎接。其他普通社团的人满是艳羡之色。在场不乏有比雪狼实力更强的普通社团，依旧卡在最后一关。榜单上16个名字格外醒目，众人稍加思索，明白苏洛便是通关的根源所在。李副社长可以啊，究竟用了什么办法吸纳到新生第一的加入？秘密。李云腾的激动之情溢于言表，庆幸在毕业前可以享受到精英社团的待遇。16人先后走出，个个衣着整洁，眉宇之间还残留几分兴奋与喜悦。望向苏洛的眼神无一例外都是崇拜的小星星。苏洛当场办理退社团的手续，众人前往物资处领取社团晋升与破纪录的奖励。随后李云腾爽快交出9000学分以及12枚2阶品质丹药。学长爽快啊！雪狼社团从来信守承诺，当场拿出300学分给辅助。3人惊喜异常，连声道谢。望着疾驰而去的背影，在场众人尽皆叹服。什么时候学分来得这么轻松？听到15人说起自己全程打扑克，李云腾、楚云龙以及先前亲自攻略模拟秘境的几名骨干成员下意识咽了口唾沫。虽然有整体难度下降16%的效果设定，也不是一个2阶下位的觉醒者就能随便攻略的地方。李云腾忽然觉得，现在就算与苏洛比试，也逃不过被秒的结局。同为弓箭手，他不明白什么时候低阶的弓箭手也能有如此恐怖的压迫。不出2个小时，最强新生一拖15打通秘境，祝雪狼社团成功晋升的消息传遍渊漠。无数人在匪夷所思中去打听通关方法，到最后只有佩服。这种如同阳谋的通关策略，是明白每个步骤都没办法复刻的存在，而且居然还顺道打破最快纪录，完全无法理解。翌日清晨，苏洛像往常一样出现，迎着朝霞的晨跑已经是刻在骨子里的习惯。片刻后，蒋欣柔加入，大家都很好奇，新生最强的你怎么会加入那么个小社团？对方的小心思，苏洛前后两世再清楚不过。谈恋爱什么的他并不排斥，不过他并没有时间和多余的精力，也不想让蒋欣柔误会女人的小心思，他同样深有体会。漫不经心解释道：我已经退了。什么？红润的小嘴弯成 O 型，蒋欣柔还以为是自己听错了。我只是帮他们一把，顺道赚点学分资源。所以你是想让我？蒋欣柔冰雪聪明，瞬间明白苏洛的打算。精英社团的门槛会变得很低，而且你确定能每次成功？而且这不是直接破坏了现有的规则吗？规则就是用来打破的。望着那个奔跑而去的背影，蒋欣柔怔怔发呆。由蒋欣柔在暗中放出消息，不到半天时间，全校许多卡在模拟秘境的普通社团都知道代打的内幕。豫北漠、任梦晴等人压根不信邪，也与苏洛一样带15人进入，结果不尽相同，全部灰头土脸滚出模拟秘境，也彻底奠定苏洛的唯一地位。一时之间，普通社团蠢蠢欲动。由于退出社团3天之内不可加入新社团，联系苏洛的人日渐增多，所有社团的想法不尽相同。大家都是普通社团，既然雪狼可以，为什么自己不行？为了争抢苏洛，有社团加价到3500学分，马上就有社团提升至4000。看着别墅楼下几个社团争相竞价的场面，孙必伟舒展眉头，重新看起自己的小电影。任何不合理的事情发生在苏洛身上都会合理，他早已习惯。不愧是洛哥呀，每天的生活依旧丰富而充实。上课、领悟技能都在有条不紊进行。弓箭系技能入门相对简单，
而其他3系的技能因为并不常使用，速度稍微会有些慢。有个前提，只是与弓箭系技能对比，2天到3天左右将技能领悟修炼到入门，这种速度如果透露出去，无疑会引发地震。苏洛选择傍晚通关模拟秘境，并不想耽搁白天的特色课程是其一，更重要的原因是可以在0点前回到宿舍，对第2天没有任何影响。至于学分和丹药这些资源，有案例的前提下，普通社团都会选择先行支付，否则万一被其他社团用更高加码中途截胡，又得等3天。苏学弟，这是说好的1万学分12枚丹药。收到，我们出发。多次挑战模拟秘境崩落的浪潮，始终保证一个代打的专业性，那就是不会让除自己以外任何觉醒者插手战斗，并且到后来会提供包括但不限于扑克、麻将、英杰沙等诸多娱乐活动，以保证等待的过程更加有趣。当然，除扑克牌外都会收取额外的学分。随着熟练度提升，苏洛通关的速度也开始加快，先后3次打破纪录，榜上前3名分属不同公会，只不过排在首位的名字全部都是苏洛。校园里流传有苏洛通关的详细办法，许多老牌精英社团听后不免嘲讽，就是叫苏洛拖15条狗也能稳过。呼，终于把技能全部干到入门了，话语中满是抑制不住的兴奋。算算时间是比预计多出6天，不过学分也因此增加2万，完全不亏。学分账户突破18万，2阶各种品质的丹药也有上百颗。再次来到补给大厦，林经理一路小跑，全程接待。最后苏洛购买稀有品质的黑色皮衣，拥有冬暖夏凉的特性，再也不用担心大夏天穿皮衣太热的问题。还有高级品质的合金短剑、合金长枪，算是将装备完整更新过一遍。前后只花费2万学分不到，苏洛感叹大学的东西真心便宜。抽时间到超市，给各种不同类型、不同口味的糖果各买整整1大箱。自从上次赔礼道歉买了许多，仿佛一下子给梅念雪打开通往新世界的大门。老师，我放在了老地方。对了，这件事本不该现在和你说，不过你最好赶在12月20号之前回到学校。梅念雪不曾往下说，苏洛自然也明白，届时将会确定参加4校交流赛的名单。老师，我还买了1箱牙膏，那我走了。从门外传来机车启动的声音，梅念雪叼着棒棒糖，盯着苏洛离去的方向，久久没有挪开。第54章，废弃矿山，自由点数破8000，有劳了，苏学弟，花火社团不会忘记你的帮助。浓妆艳抹的女子握着苏洛的手，止不住晃着，身体逐渐靠近。拿钱办事而已，谈不上什么帮助。身体不易察觉，往后一退，并不喜欢这种扑鼻的香水味。当场完成13500学分转账，又将巴掌大小的药瓶递给苏洛，里面是12枚2阶中品丹药增灵丹，效果等同于蓝药，可以增加续航，保证射的次数更多，时间更久。想要晋升精英社团，苏洛的位置无人可取代。如今各个普通社团争抢，条件自然也是水涨船高，丹药品质不变，但是种类由苏洛指定。女子嘴角抖动，略有些惋惜。本想在一夜春宵过后打个折扣，省几千学分，顺便享受生命的欢愉，奈何压根没戏，只得作罢。驾驶机车驶出清北城，一路向北，目标是距离最近的灰区，位于川宁镇的废弃矿山地带。半夜的公路几乎很少有车辆，苏洛索性将马力提升至极限，两边景色飞速闪过，仿佛黑色电光一闪而过。测速的监控完全没有任何反应。天刚亮，林间雾气飘渺，不时还能听到远方传来凶兽的嘶吼。驶入川宁镇，雾气还未消散，叫卖早餐的声音不绝于耳。道路两旁是略显破旧的店铺，售卖各种与觉醒者相关的货品。黑衣黑车背着一把通体黝黑、戴着眼镜的长弓，没走多远就感到四周射来的目光。废弃矿山虽然距离清北城最近，却并非是学生狩猎凶兽的第一选择。原因是这里属于未开发的灰区，与洛水市各项设施配备齐全不同，川宁镇处处透露出一股原始的气息，凶悍、野蛮，而且危险。不过由于没有开发，除了本地的佣兵团之外，也只有很少的觉醒者前来，凶兽的数量和品质都很优秀。风浪越大鱼越贵，灰区同样如此。喝了碗热气腾腾的豆浆，驱散连夜赶路的寒意。将机车放入停车场，进入觉醒者大厅完成登记，苏洛径直走入灰区。嗡，手机震动。我那 iCost 的老师，别到时候怪我没告诉你，使用龙血凝体膏最好涂抹到全身，而且附近一定要有河流湖泊。苏洛淡淡一笑，不愧是自己的老师，他此次灰区之行的目的之一，就是将黑玉章岩做到以漆黑之色覆盖全身，届时使用龙血凝体膏增强体魄。看见屏幕上的消息，梅念雪庆幸似舒了口气。万一直接使用，旁边恰好是没河流湖泊之类，但偏偏又有个女人。
岂不是自己把亲手养的猪烤了，撒上调料，端给了别的人吃？我今天好像得请假了。镜子里，白皙的面庞早已红透，银色长发披散垂落，清凉的小吊带一头滑落，显露美妙的香肩。最重要的是，耳朵又变尖了。哎，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啊？喂，给罗妙夏和萧晴的小群里发了条消息，将手机关机，扔进储物戒指。灰区凶险，任何可能导致暴露的因素，可能都会变成刺向心脏的尖刀。系统启动，一连串信息浮现：姓名梭罗，等级2阶下位觉醒者，天赋全元素掌握 S 级，黑色向上箭头，力量497，黑色向上箭头，敏捷481，黑色向上箭头，体魄514，黑色向上箭头，精神932，黑色向上箭头，功法8元淬体诀精通，黑色向上箭头，技能攻术掌握宗师，黑色向上箭头，心之眼龟神极目心瞳成长破魔使精通，黑色向上箭头，心意剑精通，黑色向上箭头，幻影剑精通，黑色向上箭头，拜石之剑入门，黑色向上箭头，地刺之剑入门，黑色向上箭头，苍穹剑书入门，黑色向上箭头，天云降魔入门，黑色向上箭头，流星12连入门，黑色向上箭头，剑术掌握入门，黑色向上箭头，闪剑斩入门，黑色向上箭头，枪术掌握入门，黑色向上箭头，星云百花藏入门，黑色向上箭头，拳法掌握入门，黑色向上箭头，寸劲开天入门，黑色向上箭头，顺滑步入门，黑色向上箭头。装备鸳眼凝眸，史诗螺旋剑 X200 高级，合金短剑高级，合金长枪高级，暗夜长皮衣稀有，储物戒指普通。自由点1，大概有1个月左右的时间，还是以猎杀凶兽增加自由点数为目标。虽然提升天赋强度的确会增加综合的战斗能力，但是只专注于一方面，到时候打出来的伤害等同于刮痧。毕竟不是游戏啊，还得全面发展最好。呼，梭罗两眼中显露几分期待。1个月之后，不知道他又能达到什么境界。接下来的时间，梭罗采取最有效率的击杀方式，寻一处有利地点，由近及远，将射程内所有凶兽射杀，再挨个将这些凶兽尸体上有用的材料剥取。因为想要最完整的皮毛，一般都会选择直接爆头或者从带动的地方射入，然后换一个新地点，重复以上步骤。解剖课上学到的剥取手法，在一次次实际操作中变得无比熟稔。几天下来，已经可以做到1分钟之内将有用材料的完整剥离，动作行云流水，精准利落。不过，废弃矿山地带也有5阶甚至是6阶的凶兽存在，像苍穹剑书这样的大范围技能无法使用，否则获取自由点数的效率还会再提升至少1倍。从峭壁的凸起处一跃而下，翻手之间将一颗增灵丹塞进嘴里，接近枯竭的元素能量再度填满。一颗2阶中品的增灵丹能卖到50万华夏币，梭罗这些天下来消耗超过30颗。好在之前有所积累，储物空间里还有超过80枚，足够1月用度。等回到学校买个炼丹炉。想要提升猎杀效率，使用丹药也很关键。买一颗增灵丹的钱换成炼制的药草，能有很大一堆。反正炼丹所需要的火木水3种元素，在全元素掌握的天赋面前不值一提。避免中间商赚差价相当重要。感叹着弓箭手的单调日常，手上却一点没停，宛如一个没有感情只会射的机器，管它是什么凶兽，只要进了射程范围，瞄准洞就开射。进入废弃矿山第12天，自由点数突破1万。速速！黑影舒尔从脚下的灌木丛直扑面门，精壮的手臂猛然浮现一层漆黑如墨的预制外层，一拳直接将其打爆。下一秒，又有10数道黑影齐齐冲出，快如奔雷。不足3平方米的平台辗转腾挪。值得注意的是，移动之后会有一小段滑行，随心所欲，竟是将这些黑影全部闪躲。顺滑步，脑海瞬间浮现凶兽的信息：3阶普通，追风双尾雕，奇速如电，成群出现，而且还会使人中毒。更多凶兽从4面8方激射而出，已经是无法完全闪避的程度。轰轰！黑玉张炎须臾扩散全身，凶兽非但没有突破防御，反而逐个被弹飞。仅仅一个呼吸，覆盖全身的黑玉张炎立时破碎。好可怕的攻击频率！下一瞬，黑玉张炎重新凝聚。眼眸闪过一抹疑惑，黑玉张炎的颜色似乎更深了。第55章，意外发现，龙血燃身。莫非
被打碎后重新凝聚，可以增加硬度。渊眼凝眸闪过一抹奇异色彩，以神速射击而出的每一剑都有无形锋刃。当场有数只追风双尾雕被斩成2段，周身接连闪现血雾，头顶青云翻滚，密密麻麻的细小箭矢如倾盆大雨泼洒而下，更有雷霆劈落，轰鸣雷声不绝于耳。天云降魔，恐怖箭雨形成密不透风的屏障，彻底断绝追风双尾雕突入的可能。虽然只有入门境界，启动时间稍慢，但是其打击频率足有苍穹剑书2倍之多。吼！凄厉的嘶吼传来，后背猝然有森然寒意。左手摸向腰间，扭身蓄力，明亮的半圆形剑弧当即将最后一只凶兽一分为2。闪剑斩，居然是3阶精英的雕王！啧，可惜了这一身好毛啊！追风双尾雕王的毛皮是顶级的皮草，一块完整的毛皮能卖到100万华夏币。地上随处可见的凶兽死尸，可惜全都被射成了筛子。快速将材料回收，苏洛像敏捷的猎豹穿梭于林间。刚才那么大阵仗，必然引起某些高阶凶兽的注意。废弃的矿坑外，2米多高的烈焰巨猿刚扯下一条地魔猪腿，生物本能促使他当即转身。不远处，身穿黑色皮衣的人类背弓而立，双手竖中指，这个通用的手势，连凶兽和异族也可以看懂。烈焰巨猿双拳捶胸，要将这个蔑视他的人类捶成肉泥。呼！双手护面，皮肤外层瞬间凝聚黑玉章岩。砰！黑玉章岩裂纹密布，咔嚓一声直接破碎。8元淬体诀急速运转，不到眨眼功夫，全身又有一层黑玉章岩。仔细去看，颜色的确有变化，虽然并不明显，比之日复一日运转8元淬体诀的速度却要快5倍不止。苏洛眼睛顿时一亮，没想到修炼黑玉章岩的技巧竟然是一次次破碎重凝。用这种办法，只要挨打足够多，岂不是可以很快达到老师所说的程度？飞身跃起，直接照着巨猿脸上左右开弓。巨猿懵了，喂，继续啊！吼！烈焰巨猿又一次将黑玉章岩打碎，苏洛又赏了2个比斗。啊？问为什么不打其他部位？博物课上曾说过，烈焰巨猿的完整毛皮可是制作毛毯的高级物料，巨猿的脸可一点用都没。烈焰巨猿呼哧呼哧喘着粗气，狰狞的脸颊如今浮肿不堪，倒是朝着2次元的萌系画风在靠近。不是吧？这就不行了！黑玉一般的拳头如同被烧红一般直击面门，暗劲裹挟爆炎的元素，巨猿脑袋顷刻爆碎，脑浆鲜血飞溅，空气中有烧焦的难闻糊味。寸劲开天，苏洛剑眉一挑，嘴角翘起，没想到居然连这个技能也能做到被元素附魔。原本的暗劲爆炸，再加上本身就狂躁的火元素能量，居然一拳将2阶精英级凶兽秒杀。接下来几天时间，除了日常的射之外，看到类似烈焰巨猿这般的凶兽，都会上去先挨打，直至凶兽没力气，再一拳秒杀。11月21日夜，洞穴内元素能量刹那沸腾，8种元素粒子汇聚为风暴，这风暴的中心正是苏洛。体内元素能量一遍遍冲刷之下，那层早已松动的薄膜彻底被冲破。2阶中位，吐出一口浊气，继续将境界完全稳固。苏洛展露笑颜，看来我的修炼天赋也还不错。毕竟自由点数没办法提升觉醒者等级，必须要靠自己进行修炼。再次凝聚黑玉章岩，火光下从呈现出明显的黑色，大概明天再来5、6次就可以达到通体漆黑的程度。打开信息面板，4项属性都有微小增加，自由点数达到13426点。苏洛转而闭眼，再次运转8元淬体诀，修炼不分日夜，变强只争朝夕。对面的渊眼凝眸始终注视着苏洛，从最初的淡然，而今还有几分欣赏。柴火噼啪作响，恰好将一声微小的叹息掩盖。矿山深处，各种破旧器械旁，湖面平静清澈见底，倒映出精壮光滑的上半身。黑玉章岩覆盖，阳光下黝黑发亮。苏洛取出5阶上品的龙血凝体膏，将其涂抹全身的每个角落。嘶！忍不住倒吸一口凉气，冰凉的膏药涂抹，竟如同火焰炙烤般难受。怪不得老师说要在有水的地方进行。最后还剩下一个地方，深吸一口气，双手并用。好歹是有龙血的好玩意儿，其他部位都强化了，这种地方又怎么可以放过？我尼玛，是真疼啊！我靠！所以到底会增加硬度还是长度？难不成会是直径？灼烧的剧痛非但没有得到缓解，反而在正午阳光下愈发严重。龙血本就是炙热至阳之物，涂抹全身无异于裹上一层熔岩外衣。苏洛死死咬牙坚持，目眦欲裂，一声不吭。矿山深处有诸多强悍凶兽，即便已经足够隐秘，谁又能知道叫出声会引来什么？
想起梅念雪说过的龙族体魄，距离进入湖水仅有一步之遥。熬过最炙热的痛，忽而有愉悦舒服的感觉自下而上直冲天灵。这什么情况？苏洛低头一看，有种突发愈发突出的感觉，而且还有种发自原始的本能，口干舌燥。龙族的欲火无间断冲刷着仅存的意识，全身每一处都便开始鼓胀。扑通，刺骨的寒冷从每个毛孔冲入，鼓胀的身体随之淬炼，变得愈发凝实。湖中走出时，精壮的身躯上满是大大小小的水珠，仿佛造物主最完美的杰作，每一寸都蕴含着极为恐怖的爆发力。身躯进化成完美的凶器，如同龙族那般，每一处都是致命的工具。澎湃的力量源源不断涌出，忍不住仰天长啸。系统启动，心头默念一声，苏洛不敢置信般揉揉眼睛。力量665，黑色向上箭头；敏捷643，黑色向上箭头；体魄1432，黑色向上箭头；精神932，黑色向上箭头。除精神之外，剩余3项属性全部提升，其中体魄提升最大，有888点。唰，黑玉张岩转瞬展开，犹如龙鳞般一片片叠合，其上还有类似血线的细微纹路。不仅是身体，就连黑玉张岩也得到净化。此刻即便弥漫全身，也远比之前凝成拳头大小时还要坚硬。苏洛扭动身体，适应着身体的变化。黑玉张岩凝于左臂，片片黝黑龙鳞与其上的复杂纹路清晰可见。轰！猝然一拳打出，刺耳的音暴雨，激烈拳风随之出现，嘴角不可思议上扬。这居然是普通一拳的威力！现在即便赤手空拳面对烈焰巨猿，单纯凭借肉体力量也能将其秒杀。伸了个懒腰，脸色突然变化，低下头看向两腿之间。卧槽，怎么感觉变重了？第56章加点。宗师级功法，应该不是错觉，这种晃晃荡荡的负重感完全骗不了他。一个男人的体重增加，但是身材没有一点变化，这种事情可喜可贺。从储物空间里取出贴身衣物，表情顿时变得极其复杂，的确是成长了。唉，回去还得往大了买，先凑合穿吧。毕竟还有很长一段时间，奔跑于灰区左摇右晃在所难免，这要是起来也很无语。当下的确有点淡淡的忧伤，庆幸梅念雪的提醒，要不然他可真得面临龙火焚身的可怕境况。奔行于林间，恍若黑色的闪电，速度奇快，却不曾发出半点声音。呼啸风声不断，感受着全新身体带来的变化，苏洛喜形于色。比之原来的肌肉维度仅有小幅度增加，肌肉密度提升3倍还多。真正让苏洛感到惊喜的地方，还在于对身体的掌控。否则快速奔行而悄无声息也不会如此轻松实现。回到居住的山洞，苏洛完全没有任何疲惫，全力奔跑超过40公里，也才1小时16分钟。换出系统面板，自由点数已经达到14279点。首先点击天赋后的箭头，出现的提示说明现有的自由点数不足以升到 SS 级。愈发坚定之前的念头，转而点击功法后的箭头，提示的内容与上个完全不同，意味着可以升至宗师境界。毫不犹豫点击8元淬体诀，成功进入宗师境界。下一刻，体内发出爆竹一样连串炸裂的声响，自然而然出现8颗颜色各异的元素星体，随之而来便是8球合一，一分为8。只不过现在的8颗元素星体完全相同，皆是颜色驳杂，是技能书里记录的一化8元。左手张开的瞬间，一支金光闪闪的能量箭矢猝然成型，昏暗的洞穴好似阳光普照般明亮。几个呼吸后，损耗的元素能量已经恢复。此前凝聚元素能量时，总会由于续航而选择更为持久的元素附魔剑。从现在开始，终于不必再考虑剑矢损耗，以后实体剑支可以更侧重于功能性。境界提升带来的好处远不止于此。运转数周功法，苏洛惊喜得出结论，如今的功法运转效率是先前的10倍以上。换言之，从2阶中位升到2阶上位的时间会比原来的1/10还要短。当然，除了炎元素对应的技巧黑玉张炎，苏洛打算再学习其他元素的技巧。他可不打算就此停下脚步，又将所有入门境界的技能全部提升到熟练，剩下的自由点数也仅仅够将剑术、枪术以及拳法3个技能提升到精通。这个过程中又发现加点的一个新规则，从同等境界升级，品质越高的技能花费的自由点数也会更多。看着只有12点自由点数，虽然有点肉疼，更多却是想要获取自由点数的迫切。苏洛进入疯狂杀戮模式，化身为没有感情的机器，无情收割3阶领主及以下的凶兽。而且因为身体的变化，精力也有长足提升。苏洛干脆压缩睡眠时间到4个小时，其余时间不是在猎杀凶兽，就是在猎杀凶兽的路上，
转眼进入灰区3周时间。处于高强度杀戮，也使得苏洛很快拥有与凶兽相比毫不逊色，甚至还要远远超过的杀气。行走在废弃矿山，许多1阶甚至2阶的凶兽闻风而逃，同遇到高阶凶兽的反应如出一辙。苏洛哑然失笑，幸亏多是用弓箭射杀，要不然猎杀的效率会大大下降。这天，苏洛熟练使用金刚匕首上下翻飞、刮骨踢碎，刚过40秒，已经完成对3阶精英凶兽金爪地龙的分解。3米之外的树丛突然冲出一道黑影，救救我！是个看起来与自己差不多年纪的女生，一头粉色长发绑成马尾，姿容秀丽，柳眉杏目，穿着暗色贴身的战甲，黑色的过膝长靴，浑圆白皙的大腿上还有数道触目惊心、深浅不一的伤痕。这时候，从不远处有嘈杂的脚步声与叫骂声传来，女子俏脸更显苍白。本以为面前这个与自己差不多大的男生会有这个年纪本该拥有的英雄救美之心，触及平静淡漠的眼眸，心里顿时一惊。请你帮帮我。之后我……女子的脸上显露几分犹疑，随着声音临近，像是下了决心一般。我发现了一座秘境，你带我脱险，我们共享。哈哈，你以为能逃得掉？这里可是我们暴龙佣兵团的地盘。近在咫尺的笑声出现，10几个佣兵装束的男子将两人团团包围。呵，没想到还有同伙。平静擦去匕首上的血迹，苏洛沉声道：“我和他不认识，你们之间的恩怨，我并不想插手。”所有佣兵们微微一愣，不曾预料这个身着黑色长皮衣的青年会这般干脆。女子浑身颤抖，眼眶早已被泪水浸润，不争气的泪水划过脸庞。她知道自己的下场会是什么。灰区的杀戮每时每刻都在上演，苏洛可没有多管闲事的心思。暴龙佣兵团，他在来之前查阅资料时有看到，属于川宁镇的地头蛇霸占废弃矿山的外围区域，只要不影响到自己刷取自由点，苏洛并不打算招惹。更何况女子口中的秘境也可能是为了增加获救的筹码。我说的都是。苏洛压根不理会，转身就要离开。等等，像是首领或者队长模样的男子舔了舔干涸的嘴唇，直勾勾盯着那把长着眼睛的长弓。根据他多年的经验，绝不会低于精英品质。而能用得起这种品质的青年，储物戒指里又会有多少值钱的好玩意儿？在场人均2阶中尉，灰区里杀了也就杀了。结，优势在我。这种货色的男人可不多见啊。想走可以，把你的武器和储物戒指乖乖留下，我可以人让你活着离开。苏洛脸色陡然阴沉。你说你要我的弓，还有你的储物戒指，要不然老子让你尝尝什么叫后庭菊花开的滋味。呼，我都给你们，只要你们放我走。哼，我们暴龙佣兵团最讲信用。听出苏洛话语中有几分放不下面子的讨饶之意，男子笑容愈发灿烂。交了武器还想离开？要是爽完还活着，走又何妨？两人警惕上前，眼前火花一闪，沉浸于种菊花的男子头颅炸碎。第57章，身如鬼魅，全灭。少爷，杀了他们！砰！话音刚落，熟悉一幕再次上演，像一个被穿甲弹命中的西瓜，没有任何阻力，当场破碎。滚烫的白色与红色物质混合物飞溅，佣兵们瞬间石化。最厉害的两人猝不及防之下被爆头，谁都不想下一个死的人是自己。趴在地上的少女忘记了呼吸，瞪着大眼睛看向那个身影，不自觉颤抖。印象中认识的弓箭手可没有如此伤害，那两人可都是到达3阶中尉的实力，而且被佣兵们唤作少爷的男子，还是拥有强化系 B 级天赋血甲犀牛，本身防御可媲美寻常4阶下位觉醒者，现在直接被秒了。他开始怀疑眼前这些是不是临死前的可笑妄想。这时候他才发觉，苏洛身上散发出的气势比之那些4阶领主级别凶兽毫不逊色，反而有过之。一人震慑，无人敢动。短暂的沉寂，剩下佣兵同时发起攻击。你一个弓箭手还能同时360度无死角射箭？死去两人分别是暴龙佣兵团团长刘龙的儿子和外甥。所有的佣兵都知道，前者因为老来得子，天赋又高，平时备受刘龙宠溺。两人抱头而死，如果再被凶手逃脱，等待他们的将会是无尽折磨。小心啊！少女想要起身，奈何身中酥骨烟，双腿酥软，有心无力。速度最快的佣兵已经冲至近前，眼眸布满血丝，多年刀尖舔血的搏杀，他早已预测出苏洛的闪躲轨迹，双手握刀奋力劈下。只要苏洛闪躲，瞬间就会改劈为斩。我预判了你的预判，一个弓箭手而已，被近身的下场只有死。朝右！说话声戛然而止，电光火石的一幕，仿佛看到了鬼一样，瞳孔巨震。的确是朝左闪避，
完全在佣兵的意料之中。可就在移动后，又如同幽灵般再度平移，下秒箭头精准刺穿心脏，佣兵瞪着不可思议的大眼，立时死亡。这是什么技能？直径不出3米的土地上，苏洛接连用出顺滑步，身如鬼魅，每次闪躲的下一剑必定带走一条生命，精准优雅。片刻时间，脚下躺着8具死尸，一张张呆滞的脸庞写满临死前1秒的惊恐。剩下5人眼看形势不妙，当即四散溃逃。多年的经验使得他们本能知道，只有这样才有可能活命，是个好办法。不过对我没用。这一次，少女看清了完整的射击过程，连续5箭，每一次的姿势都如同与生俱来的烙印，是机器一样完全相同的优雅。前后才几分钟，暴龙佣兵团小队全灭。你想要干什么？觉察到苏洛的危险目光，少女顿时有种与高阶凶兽近距离对视的恐怖窒息。与那些佣兵除了要财要命还要色不同，苏洛带给他感觉就是与凶兽一样，除了哥布林或者胶合猿之类的存在，凶兽会在乎食物长得好不好看。你说的秘境真的假的？切，你不是不感兴趣？咕噜，一瞬的目光令他头皮发麻。好，我说就是了，真的是真的。哎，你别走啊，我都说是真的了。望着渐行渐远的背影，不满嘟囔道：什么人嘛，把人家留在这儿算怎么回事？人好看，心这么狠。虽说如此，他还是庆幸遇到了这个冷血的青年，要不然他的下场绝对会更惨。砰砰一声闷响传来，苏洛检索死尸，将全部有价值的东西搜刮出来。紧接着，死尸在连串的爆炸中变成散发焦糊味道的碎肉块，一个又一个，面无表情却异常熟练。除了沉闷的爆炸声，安静的可怕。死，这家伙肯定不是第一次，太可怕了。等，我什么都不会说。看到苏洛没有停下脚步的意思，话音中已经有了哭腔。我告诉你秘境的入口，我什么都愿意做，你不要杀我啊！绝美的脸庞写满恐惧。见识过苏洛的一条龙送走套餐，他丝毫不怀疑苏洛会对自己下手，而且他能拿得出手的美貌，对面前这个冷酷的青年没有半点诱惑。完了，我要死了！给你血落草，吃了这个可以更快消除苏古烟的药力，就是味道可能比较苦。啊！少女看着距离很近的帅气面庞，脱口而出：你不杀我，我想知道秘境的具体位置。哦，谢谢。约莫1刻钟，少女感觉全身力气恢复，内心对这个冷酷中又有一点点温暖的青年愈发好奇。明明不是炼药师，却连血落草这种并不常用的药草也认识。看年龄，难不成也是顶尖学府的学生，或者哪个大家族出来历练的明日之星？趁苏洛扭过头的功夫，取出一粒丹药，又把储物戒指塞进还算宏伟的无响刃匣间。我对你的储物戒指没兴趣，现在可以说说秘境了吧？谢谢你救我。眼睛滴溜一转，伸出手，笑着说道：玉琛，很高兴认识你。哦，罗素。对于玉琛的握手，直接选择无视，真是个谨慎的家伙呢。玉琛不由感叹，旋即倒也释然，如果像他一样，只怕是早死800回了吧。可嗨，事情还要从我来穿宁镇那天说起。我记得是上午8点半，也有可能9点多。我喝了2碗加半碗糖的甜豆浆之后，就……苏洛眉头皱起，这个粉头发的女孩就像是在做报告会，事无巨细说个没完没了。哦，你刚才杀的一个人叫刘坤，他爸是刘龙，4阶上位巅峰的觉醒者，我雇佣他们做我的保镖，花了50万华夏币，你知道吗？20分钟过去，居然连第一天进灰区都没讲完。够了！手掌突然出现一支又粗又长的能量箭矢，厉声吼道：你要再不说一点有用的信息，现在我就用它插进去再抽出来。灰区在矿山深处巨大坑洞的废旧矿场下，坐矿车到头右拐，门口有6堆矿石的那个口就是。1天后，数十个佣兵簇拥着3人出现。团长，少爷他们最后发信息时说的位置就是这儿，给我搜。为首的中年男子头发灰白，斜过脸庞的刀疤在火光映照下格外阴狠。暴龙佣兵团团长刘龙，身旁2人则是副团长刘刚和赵虎。佣兵们点着火把寻找，呐喊声此起彼伏。几小时之后，空地上零零散散又烧焦的细小肉块，以及隐约可以辨别的软甲碎片。刘龙颤巍巍拿起，认出这正是他送给儿子的礼物，两眼通红，滔天怒火也无法掩盖丧子的悲怆。给我找，就是把废弃矿山翻个遍，我也要把那个贱人找出来。我的坤坤啊，呜呜！大哥，坤儿走之前从这里拿走不少幽谷花油，只要那个贱人用过，就是上天入地，我的幽谷峰也能找到。第58章，这个女人过分话多的同时又很帅气。你是叫罗素，吃素的素，对不对？
像你这种实力，肯定是4个顶尖学府里的头牌啊，不是高手是不是？别看我之前，咱也是学校里1等1的高手啊。你能安静点不？玉琛跳到眼前，呼呼拍着饱满的胸脯，我真的是个大高手。对，是挺大的。其实从刚见面的时候我就很好奇，这把弓上的眼睛像真的一样哎，我能戳一戳吗？闭嘴！瞧着苏洛手上再次出现的粗大剑矢，玉琛这才闭上嘴巴，两只明亮的眼睛弯成月牙形，不超过5秒，又开始叽里呱啦说个没完。其实熟悉之后，他发现这个冷血的青年并不那么可怕，最起码是个非常有规矩的社会好青年。无奈瞪了眼跟在身后的玉琛，马上又获得珍贵的片刻安静。粉色长发高马尾，贴身战甲过膝靴，左腿上还套着一圈黑色腿环，更显白皙大腿浑圆丰满。夸张的腰臀比，颠簸碰撞的南北半球，的确是人间好风景。如今恢复后，凭借气息判断，大概是2阶上位觉醒者。这个年龄有如此实力，的确也算佼佼者。就是真的太烦了 ，W 下划线 W， 而且还是个自来熟，如同被一群苍蝇包围。当然，废弃矿山深处，遗弃矿场繁多，地形极其复杂。玉琛的话多都是在安全的时候，如同个好奇宝宝，恨不得把苏洛这块未知荒地的每一寸土都翻出来看看。相比之下，还是与凶兽战斗来的舒服。苏洛很想把能量剑矢再变粗变长几分，最好是能直接顶到喉咙。反正不管什么东西，只要给玉琛嘴巴塞满，让这个世界保持安静就好。不过苏洛也从玉琛的话里得到不少有用信息，毕竟他可是花费巨额费用雇佣暴龙佣兵团，那些地头蛇们对废弃矿山地带的了解要超过任何人。与此同时，苏洛也判断出玉琛应该是个假名字，10有8九也是顶尖学府的学生。对此倒也无所谓，野外萍水相逢，保持基本的谨慎理所应当。看你这么有经验，一定是大3、大4学长对不对？那我能叫你罗大哥吗？不说话就是默认喽。罗大哥，安静。两人的前进速度并不算快，还要躲避某些可怕凶兽，将近3天才抵达玉琛所说的遗弃矿场附近。破旧茅草屋与陈旧开采工具的中心是触目惊心的漆黑深坑，心头一惊，这直径肯定有3000米以上。罗大哥，秘境就在下面。我问你个问题，万一下去你发现我骗你，会怎么样？呼，你放心，要是你敢浪费我的时间，我会给你全身能插进去的地方，用它们全部插满。他从话语中听到了一个男人的言出必行。玉琛两腿夹紧，不免有些担心，稍稍松了口气，避免被全面开发的危险。玉琛拍了拍颤悠悠的胸脯，隐约听到可能是因为碰撞而产生的闷响。看吧，是不是有秘境？如同深渊一般的坑洞底层，距离地上足有数千米的地下，居然真的是完全未开发的秘境。与此前打到吐的模拟秘境不同，真实的秘境并非存在于另外的空间世界。历史书中曾说，蓝星体积莫名增加，从而导致灵气浓度提升，由此才有凶兽出现，其他位面的异族降临，人类开始觉醒天赋。随后便是秘境，上古文明遗迹接连被发现，其中秘境的形成原因的多种多样，想要进入一般都需要破解谜题。虽然条件颇多，但是往往会有珍奇丹药或高品质装备技能书出现，许多觉醒者将其视作逆天改命一般存在。像眼前这种完全没被开启过的秘境，价值无可估量，难怪暴龙佣兵团会不惜撕毁契约。我和他们完全没有办法，那帮头脑简单、四肢发达、胸大无脑的傻瓜，除了我，哼！玉琛双手抱怀，忍不住低声嘟囔。2颗本就不小的球在有意无意的挤压下愈发饱满。苏洛走到洞口前摸索，的确是有接近透明的屏障存在。脑海中浮现6种普通解锁办法，庆幸之前有听过秘境解密学的专题讲座。渊眼凝眸的目光穿过屏障，若有所思。为何这个地方会感觉眼熟？咔嗒，找到了！双手在4个角落移动，不到半小时完成解密。你连这个都会？之前有听过讲座，没想到还能用上。玉琛暗自啧舌，感叹着眼前青年的全能。一般人都是只有一处很突出，但是这个人非常不一样，是各个方面都很突出。心中愈发感到好奇。只不过苏洛这一路上都极其谨慎，完全得不到任何有用信息。2人各自取出能源荧光棒，冷色灯光将周身3米之地照亮。走过数百米，视野豁然开朗。没想到这矿洞的深处居然别有洞天。中心的空地上以红线勾勒出前所未有的复杂阵势，中心是一张6角形的石桌，金银各半的骷髅恰好盯着入口的位置。玉琛咽了口唾沫，不免向苏洛身后靠去。你的身上什么味道？一股奇异的香味出现，苏洛忍不住发问。啊，哦，就是一种香膏，我这几天都没洗澡，有点臭。
哦，苏洛不再问下去，环顾四周时才发现这片巨大空间竟然与石桌同样是六角形，6座巨大白骨铸成的金棺恰好在角落位置。这是，我知道，他们全都是8阶领主凶兽匪刚龙的头骨。玉琛凝重说道。走过剩余5个角落，分别是不同凶兽的头骨，等级没有一个低于8阶。真正令苏洛惊讶的是，玉琛对于这些头骨极为熟悉，如数家珍般娓娓道来。彼此对视一眼，心中已有几分退意。这座秘境的凶险程度远远超过他们目前的实力。渊眼凝眸，看到角落的不起眼图案，残缺的记忆碎片涌现。这奇异光彩一掠而过，洞口忽而有清冷寒风吹入。嘶嘶嘶，6座金冠瞬时飞出数不清黑影，两人头顶也有数以万计的猩红眼眸忽闪忽闪。暴雨黑符，话音刚落，无数蝙蝠俯冲疾驰。只是一阶精英凶兽，数量之多堪比蝗虫过境，暴雨黑符因此而得名。咔嗒咔嗒，苏洛脸色瞬间阴沉。秘境出口锁上了，既然走不掉，那就杀个痛快。玉琛战意高涨，美目中燃起熊熊战意。砰！木匣出现，雪白柔仪伴随轻喝拍落，两侧随之打开。罗大哥，这些小玩意儿交给我。朝露、西红、月灵、凤萤、太白、贪狼、40血、青霄雷，还有剑气冲环宇、龙吟震九霄。剑匣正中有白龙腾空、白龙跃华、御九剑、斩黑埋。罗大哥，我真的不弱。浑圆有力的双腿蹬地跃空，九剑演化百剑千剑，剑随心起，千剑天来，无双剑气御空，刹那万千蟹花绽放。我勒个去，合着他是个剑仙。啧，这么看还有点帅。第59章秘境变异，邪神圣堂。剑气纵横霜雪寒，我以9剑破万凶。嘿嘿，好事好事。双手捏剑诀，青色风旋扩散，少女肆意的呐喊响彻秘境，豪气不输哪儿。我的字有点数啊。焰火粒子蓬勃而出，数只暴雨黑符爆成血雾，火红能量矢凝聚。功法升级为宗师后，首次以能量矢的方式使用技能，成型速度是之前的2倍。啪！花火飞溅，赤色阵势将2/3的空地完全笼罩。砰砰砰！爆炎剑仿佛倾盆大雨，触碰凶兽的瞬间火花飞溅，并非单纯的爆炸，而是爆炸的叠加。头顶青云成型之际，舒尔青转紫。蚊子腿儿再小也是肉，更何况这蚊子也不少啊。天云降魔，闲庭信步般行走。S 级技能天云降魔在没有操控下，对周身2米直径范围内的目标具备锁敌功能。换言之，苏洛并不需要一直射呀射。另外的苍穹剑书结束前1秒再用一次技能即可。宗师境界的功法，除非是倾泻技能，否则元素能量完全不需要担心。一个弹药充足又续航持久的射手，朴实无华射才是抵达真理的最佳坦途。啊，这样也行。玉琛连忙掏出一颗增灵丹服下，苍白的脸庞才有几分血色。原本以为这个弓箭手面对暴雨黑符会捉襟见肘，毕竟射箭能射几个，居然可以这么多的吗？柳眉凝成一团，心中猝然升起前所未有的挫败之感。无论群攻还是单挑，他都被按在地上狠狠摩擦，连持久力也自愧不如。幸好这个妖孽没和我在同一级，要不然4校交流会还有的玩。眉头瞬间舒展，玉琛庆幸似舒了口气。两人放肆将秘境内数万暴雨黑符击杀。啊呜！玉琛无奈瞅着打哈欠的苏洛，完全没有任何疲惫之色，两条腿如同经历生命洗礼般颤抖，只能倚靠在剑匣上恢复体力。连续使用大范围御剑攻击，对于体力消耗极其巨大，玉琛内心挫败感更甚。此时出去的通道彻底封锁，两人心中皆明白，唯有通关秘境才有可能离开。咔嚓咔嚓，一条条腐烂的手臂破土而出，6角同时出现红袍教徒。这些教徒因为宽大兜帽看不清面貌，只有长袍下伸出如同章鱼一样却是惨白的恶心触手。玉琛忽而想到某些无法过审的画面。罗大哥，这些腐烂僵尸交给我。妥。拉弦至满月，闪光能量矢上有红焰螺旋，无声无息悄然离弦，转瞬炸裂为12道光火流星。红袍异教徒下一秒于光火的蘑菇云中粉身碎骨。第二件，又一个红袍教徒在没有痛苦中打出 GG。 我去！玉琛又一次被震惊。3阶精英啊，秒了！这等威力效果怎么看都是 SS 级技能啊。要知道品质越高的技能，修炼所花费的时间越长，最关键达到 S 级的技能，一个个都像7、8岁的熊孩子。简单来说，皮得很，领悟难，使用难，哪儿都难。而眼前的一幕却是 SS 级技能连发，
几个眨眼的功夫，红袍教徒全部肃清。可，元素能量消耗超过1/2，苏洛嘴角一咧，暗叹连续6发 SS 级技能的消耗果然巨大。渊眼凝眸转动大眼睛，似乎是在寻找着什么。我的活儿完了。玉琛不服气，扬了扬拳头，战意无比高昂。我也不能丢了面子。罗大哥，如果咱们从这儿离开的话，我请你吃饭好不好？随便。动作缓慢的僵尸全部爬出，粘连神经的眼球，腐烂流出内脏的身躯，还有那闻之欲吐的味道，无疑不再挑战视觉与嗅觉神经。看我的一贯八方！手持白龙月华，玉琛展露出不输剑仙的清冷凌厉，月牙白色的剑刃自龙口而出，优雅有余，更显霸道无双。一剑斩，8剑齐出。怎么会？看似腐烂的碎肉，竟然比钢铁更加坚硬。玉琛怔失神，引以为傲的攻击连防御都破不掉。玩呢？粉色马尾便摇摆不停，凌厉的剑锋却难在这些僵尸身上留下任何痕迹。失落之时，眼角余光正看到泛起圣洁之光的剑矢掠过，出剑，下意识挥剑横斩，嘹亮龙吟冲天，僵尸拦腰而断。这些僵尸身上有某种增益效果。身后的声音淡然解释，玉琛展露绝美笑颜。下一秒，他的笑容呆滞，其他的僵尸已经被消灭干净。罗大哥，你射的也太快了吧？可还行。苏洛无奈叹口气，怎么说呢，还是头次被一个女生说射得快。华夏的文字博大精深啊！体内的元素能量再度奔涌，苏洛面色淡然，心头狂喜。不曾想到8元淬体诀升入宗师境界后，恢复的冷却时间也有巨大提升。如果是至真境界，大概可以达到没有冷却的神奇状态。试想，弹药充足，续航持久，又没有冷却的射手，还需要什么技巧？再次恢复平静，苏洛赶忙靠近通道查看，发现完全被锁死。通道正上方，漆黑不起眼的角落，一枚由日月和6芒星组成的图案，透着几分难以言喻的诡异。罗大哥，你发现了什么？一步一步靠近6角桌，渊眼凝眸上的大眼睛显露疯狂。这里应该是某个崇拜邪恶的教派献祭之所，我想他们应该是失败了。玉琛打量着中心的金银头骨，沉声说道：那些教徒被邪恶力量侵蚀身体，还有一部分当场死亡，变成腐烂的僵尸。根据各种物品的摆放，玉琛的分析条理清晰。苏洛则是结合所学，将玉琛的分析拼图补全，诸多细节让玉琛再次对苏洛感到佩服，任何方面都称得上优秀，堪称全能的6边形战士。你居然连这些也学？看过几本书而已。抬手的瞬间，渊眼凝眸，期待多时的场景出现。大眼睛与金银头骨对视的刹那，6角桌下的阵势猝然明亮。被激活了？我们什么都没干啊！迷雾转瞬升起又散，苏洛握紧渊眼凝眸，周遭景象完全改变。有数个足球场的面积，四周是光滑的岩壁，类似于溶洞的场景。正上方是一只大钟，左右摇摆，震耳欲聋。高低不平的台阶直抵圆形门扉，处处透露着诡异。玉琛连忙拿出一把丹药，狼吞虎咽，又将几枚黑红色的丹药塞进苏洛手中。附体丹，谢谢。罗大哥说这些做什么？苏洛没有客气，这些丹药是只要没有缺胳膊少腿，服下一颗马上就能活蹦乱跳的救命灵丹。6阶下品丹药，单颗价值不低于500万。敲击心脏的脚步声由远及近，满是脂肪肥肉的臃肿身躯超过5米，粗壮的象腿却有相当优秀的速度。一手大斧，一手等身大盾。玉琛艰难咽了口唾沫，话语中已经有了颤音儿。五阶领主一族，是血屠夫。渊眼凝眸上的大眼睛看了一眼这道熟悉而陌生的身影，眼皮缓缓闭合。下一秒，苏洛脸色突变，感受不到持弓右手的存在。弓就是手，手即是弓。这是什么？苏洛眼睛瞪大，为什么我能看见他的血条？第60章，只要有血条，神魔皆可射。大哥，山河大学的剑人就在下面。数十道身影站在巨大深坑边缘，一个个露出惊奇疑惑之色。你知道这是什么吗？我怎么知道？老六，你知道吗？你们都不知道，我怎么会知道？刘龙、刘刚两人眼神凝重，眼前的景象匪夷所思。废弃的深坑中有9层晶莹的血红高楼，幽谷风沿高楼缝隙后徐徐而下，一旦触碰，瞬间化成血雾。通知赵虎，带上所有人都来。刘龙斩钉截铁说道，脸庞闪过一抹贪婪，说不定能得到真奇装备和上古技能，届时逆天改命，儿子还不是要多少有多少？说到底也不过是抽口烟的冲刺罢了。很快，赵虎带人赶到，现场足足有上百名觉醒者，其中更不乏辅助。最低等级2阶中位，大部分都在3阶下位，
人人皆是经验丰富的佣兵，能够在川宁镇盘踞一方，暴龙佣兵团并非浪得虚名。丝丝缕缕的冰凉流过无响刃匣间，流过饱满雪白的大腿，伤口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愈合，酥麻又略痒的感觉，脸颊情不自禁涂满晚霞。就在刚刚，他被苏洛射了，第一次有这种心情，被弓箭手射中，竟会如此开心，忍不住好奇，这个人究竟还能射出怎样的箭？射向自己的箭还能疗伤？他真的是弓箭手？玉琛手扶剑匣，眼神呆滞的无可置信般的望向苏洛，黑色的皮衣上有几处磨损，却也仅此而已。他的眼眸前所未有坚定，射出各色箭时并非是简单的直线，走出各种奇怪的轨迹，以诡异刁钻的角度在嗜血屠夫身上留下伤口。他始终与嗜血屠夫保持超过30米的距离，4米多长的巨斧与等身的大盾全都成了摆设，就像是个丑陋而巨大的风筝，不论如何挣扎攻击，始终无法离开那根线。线的另一头是那个把5阶领主一族当成风筝一样戏耍的青年，而他本身也只是个2阶中位的觉醒者呀。艰难地咽了口唾沫，玉琛不知道这场战斗还会持续多久。吼！嗜血屠夫的2只眯眯眼倏尔睁大，肥肉堆叠的臃肿肚子倏尔扬眉吐气般张开大嘴，白骨的钩爪激射而出，速度之快，音爆震耳。他也是有尊严的，这个像猴子一样跳来跳去的人类从没有停下。钩爪抵达的前一秒，苏洛身体平移闪躲，钩爪打空，却调整角度再度从后袭来。他也会受伤吗？虽然仅仅只是擦破点皮，不过这是在2人进入这片神秘空间接近1天之后，他第一次受伤。即便有增强后的黑玉章岩，依旧还会有损伤。在此期间，苏洛从未停下射箭。原来他也是人。玉琛有几分莫名的庆幸，明明是面对超过自身3个阶位，只存在于图鉴里的异族，他居然能与其对抗，甚至到现在才有明显伤痕，没有任何害怕，没有半分动摇，就那么射呀射。在此之前，玉琛甚至有种错觉，这不是个人。好！嗜血屠夫发起冲锋，苏洛跳来跳去，重新将距离拉大。到底谁才是怪物？玉琛觉得那个冰冷无情的射箭机器才更像怪物。体力恢复的差不多，玉琛转手又掏出一颗废血丹丢入嘴巴。只有3阶上品，可以在接下来1个小时内完全感受不到任何疲惫，代价就是药力过去后他会软成一滩烂泥。罗大哥，我来了！脚踩白龙月华，8剑如影随形，皮圈早已断掉，粉色长发飘舞。哦，其实你可以不用来。玉琛很受伤，很是幽怨白了一眼，双手捏剑诀。我也是有伤害的好不好？月穿流照，太虚剑，8剑围绕白龙月华急速旋转，刹那变为7米长剑凌空刺下。等身盾牌举过头顶，溢散的剑气在周围岩壁留下无数深浅不一的剑痕。咔嚓，盾牌上的裂痕有所扩大。除此之外，再没有任何效果。啊，这怎么是这样啊？玉琛欲哭无泪。一顿操作如剑仙，再看伤害就是0。如果真的说这一剑有什么作用，趁着盾牌举起，苏洛倒是在最后一块还算光滑的区域增添不少伤口，仅此而已。玉琛大概就是个背着8把剑的辅助。就是这样。聚精会神的时间速度飞快，玉琛再次回到最远处的角落，又变成如一滩烂泥一样的存在，甚至眨眼都费劲儿。他又一次对苏洛的超强续航感到震惊。呼！再被白骨钩爪擦破，当即咬碎一颗附体丹，伤势立时恢复。是附带有类似追踪的效果吧？这一次受伤可称不上什么好消息，只说明苏洛在超过1天的鏖战后，被龙血淬炼过的身体开始陷入疲劳。而更加麻烦的是，持续的战斗渐渐让他的反应速度下降。其实也有更好的办法，通过战斗调整位置，然后进入先前嗜血屠夫出现的通道。但是苏洛不敢赌，谁知道通道的尽头是什么？一旦再被嗜血屠夫堵住，结果只有死。眼下虽不是什么乐观局面，凭借宽广的地形足以将嗜血屠夫风筝到死。而且在他眼中，象征嗜血屠夫生命的红色焰火如今已经消去超过2/3。这种能力似乎与渊眼凝眸闭上眼睛有关，连带自己羽弓的契合度暴涨，普通的射箭如同呼吸一般自然。既能可以对嗜血屠夫造成伤害，还可以看到遥远却会抵达的终点。又有什么可怕的？恰恰相反，现在的苏洛意志愈发坚定，难以抑制的兴奋化作永不枯竭的动力源泉。好久没有这样了，仿佛又回到那个寒冷的冬夜，成功用一根破旧的木棍干死最后关卡的 BOSS。等身巨盾朝前，嗜血屠夫又一次发起狂暴而无畏的冲锋。经过如此长时间的激战，巨盾上早已布满裂痕，
拉弓如满月，绽放金光的能量矢有赤红火焰缠绕。呼，青色的风元素与火焰纠缠。玉琛睁开眼眸，远处那道人影被青红金三色气焰包裹其中，仿佛神灵。光火风，三元流星12连。第61章，绝望的玉琛。渊眼凝眸开眼，要赢了。对，肯定快要赢了。玉琛不知道在自己近乎昏睡的时间里到底发生了什么，眼睛一闭一睁，嗜血屠夫全身焦黑，密密麻麻的伤口流出血液，整片空间弥漫着一股浓郁且恶心的味道，就像炙烤烂肉，机遇令人作呕。嗜血屠夫本身更像腐蚀烂肉的组合，太凶残了吧。玉琛暗自啧舌，在最新出版的图鉴中，将嗜血屠夫评价为不输7阶普通凶兽的恐怖存在，现在居然会被搞成这副模样。所以到底谁才是怪物？两条粗壮的象腿早已被射断，失去移动能力的嗜血屠夫距离死亡也只是时间问题。苍穹剑书，天云降魔，地刺之剑，一剑又一剑。天上的阵势有光与火闪耀，具备穿刺和爆炸效果的剑矢持续输出，以嗜血屠夫中心5米的土地凹陷超过20厘米。嗜血屠夫将大斧做散，却无法抵挡从地下突起的岩刺，以及来自苏洛更为恐怖的攻击。上中下3路，高频且有力。也只有在这个时候，苏洛才敢不计消耗的全力输出。玉琛苦笑连连，庆幸、佩服、疑惑诸多复杂心绪流淌心间。2阶中尉对战5阶领主一族的战斗，至此再无任何悬念。这场战斗将他的认知再次刷新。越级、越阶并不少见，跨越整整3个大阶的战斗，却只是受了轻伤。弓箭手这么厉害的吗？那个青年究竟是哪个大家族的妖孽？执着的信念，全能的6边形面板，远超他的想象。似乎从战斗开始，苏洛全程都在输出，没有陷入任何困境。或者说，5阶领主级的嗜血屠夫还不足以令他感到无法战胜。全程除了白骨钩爪能触碰到苏洛，嗜血屠夫的大斧和巨盾全然无用。发起的无畏冲锋，现在看来也不过无脑的垂死挣扎。他的力量、防御都是碾压的存在。30米的距离，明明只要攻击到1次就能彻底终结这场战斗，可是没办法靠近，成为此生无法逾越的天堑。弓箭手的距离优势，生生让苏洛发挥到淋漓尽致。瞥了眼手表，已经过去整整2天2夜的时间。也就是说，那个屹立不倒的身影不眠不休在这种高强度的战斗下连续输出。单纯一剑造成的伤害，对嗜血屠夫而言就像蚊虫叮咬，最后硬是让苏洛积少成多，完成了这不可能的逆天反杀。他真正强悍的，不是能一直射下去的续航，也不是什么多变全能的能量剑士。明知失误1次就是必死的结局，明知自己在面对几乎无法战胜的对手，却始终坚定。原本应该随着时间流逝而愈发疲惫萎靡，可他的漆黑眸子一如当初，反而战意愈发高昂。能支撑他做到这一切的，只有必胜的信念。他从开始就知道自己终将胜利。玉琛苦涩的咧嘴一笑，他其实在看到嗜血屠夫的那一刻起，就知道注定会死的结局。之所以还能战斗，也不过因为那个人没有放弃。打从一开始，他就已经输了，输得彻底。无死角的箭雨冲刷，终于有一方支撑不住了，并非是弱小的苏洛，而是嗜血屠夫。他的生命如风中残烛，好像随时都有可能熄灭。生机流逝，连嘶吼的声音也更像是讨饶。嘴角一咧，玉琛实在无法相信，那个虚弱到几乎是在讨饶的生物，曾经轻松接下他最强的一剑，感觉自己上也能行。略显苍白的脸庞展露绝美笑颜，想要再吃一枚丹药，储物戒指里空空荡荡。回去老头估计能骂死我吧。紧绷的心弦出现不可逆的松动，终于快要结束了呀。可是苏洛的表情愈发凝重，甚至两眼没有一秒敢从那堆早已被射穿的肉山上挪开。他没有站在原地，而是绕着圈攻击，又好像在寻找着什么。地面在无休止的狂轰乱炸中颤抖不止，尘土飞扬中还在下陷，整个岩壁构成的空间疯狂摇晃不停。随时都有可能死去的嗜血屠夫，伤口竟然在以极快速度愈合，密集如雨点的噼里啪啦声，转瞬将玉琛从期盼胜利的喜悦中拉回到残酷的现实。是自爆，罗大哥，是自爆啊！声音淹没在更大的声响中，玉琛顿时垮塌下来。那是好不容易看到生的机会，又被残忍剥夺的绝望。这么关键的信息，他怎么会忘记呢？嗜血屠夫濒死之际有小几率发生自爆，其威力相当于1万吨烈性 TNT， 除非能用出更强的力量，否则只有等待死亡降临。哼，原来我们从一开始就没有活下去的机会啊！
玉琛觉得浑身的力气像是又被抽干了一样，剑雨戛然而止。他也有放弃的时候。罗大哥，我们就要死了呢！再次拉动弓弦。死？谁要死？深吸一口气，几乎是在瞬间，玉琛惊讶发现整片空间被青色风元素充斥，带有星芒的眼眸中转瞬有异乎寻常的青色。风？为什么会有风？玉琛下意识想到，这个空间哪里有通风口？然后他发现了风的源头，惊人的风之漩涡将所有青色元素聚拢，成为贯穿上下的元素风暴。青色能量使凝聚，那些元素光粒犹如飞蛾扑火，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变粗变长，单纯的普通射击而已。弥漫的青色元素粒子一粒不剩，取而代之的是接近3米的巨型能量箭矢。啪嚓，脸颊微疼，玉琛只能竖起剑匣作为屏障，内心愈发惊骇。这是一个2阶下位觉醒者能引发的攻击。啪啪啪啪，数不清的细小锋刃密集倾泻在剑匣上。这是什么技能啊？我没有被炸死就要先被刀死了呀！玉琛内心疯狂大喊，我以后绝对不会和这个决斗。眉宇之间的显露几分凝重与疲惫。宗师境界的8元淬体诀全功率运转，效果与负荷同样巨大。风元素也并非只有将剑矢隐形这一种效果。风之剑，不过剑的目标并非嗜血屠夫，而是他身下的土地。轰！强大的后坐力让苏洛脚下土地碎裂，电光火石之间，青色箭矢炸裂，形成足以吹起一辆重型坦克的恐怖飓风。臃肿的嗜血屠夫就像个气球被吹到了半空。啪！悬挂大钟的铁链被射断，刚好将嗜血屠夫完整扣住。下一秒，渊眼凝眸的大眼睛再次睁开。第62章胜者的福利。资源分配没有预想中的大爆炸，只有渊眼凝眸悄然发生变化。位于大眼睛的上方出现类似嗜血屠夫的白骨钩爪，活动手指，左手酸麻不已，先前融为一体的感觉消失不见。苏洛有几分惋惜，能看到生命状态的效果也一并消失。是你搞的鬼！大眼睛扑簌眨着，满满都是欢喜。别给我在这儿卖萌，眼泪汪汪也没用。似乎大眼睛中能流露出更多情感。先前叶修、谢耀真再加上自己的老师梅念雪，3位获得胜者称号的高手，都曾表示这把邪弓已经认主，之后有机会一定要搞清楚它的来历。苏洛暗自思忖，转手一甩，白骨钩爪激射而出，与先前嗜血屠夫发射一般无二，只是连接弓与钩爪之间变成斑驳的元素能量。咔嚓，钩爪稳稳嵌合，下一秒苏洛已经晃到玉琛身边。理论上应该是可以做到无限长度，当然前提是自身的元素能量足够雄厚。罗大哥，你太帅了！重获新生的玉琛大叫着，苍白的脸上出现激动的红晕。啊！最后的战斗中，苏洛凝聚全功率的风元素能量时形成的杂乱锋刃无差别攻击除苏洛以外的个体。虽说剑匣作为屏障，的确是挡下诸多正面的锋刃，可是还有不少打在了玉琛身上。战甲早在先前与嗜血屠夫交手时破损，外面的衣服也在刚才的锋刃中变得破破烂烂。锋刃的弹性作用下，无想刃匣间内部的景色看到大半。过膝长靴上几条拇指粗细的雪白和红色伤痕，强烈反差的对比更是醒目。玉琛的身体还处于虚弱之中，甚至还没不曾发现大片裸露在外的雪白。毕竟除了刚才，也不会有风吹进这片空间。罗大哥，你能再射我一箭吗？我的丹药都吃光了。脱下黑色长皮衣，虽然有点破，总归是把关键地方全部挡住。掏出附体丹给玉琛喂下。你换好衣服叫我去那边休息一会儿。皮衣上还残留着苏洛的余温，玉琛这时候已经知道自己完全暴露，还是在一个认识不超过1周的陌生男子面前。脸上刹那红成一颗熟透了的日落果，耳边仿佛能听到急促的心跳声，黑色皮衣也遮掩不住的小动物一起一伏。害羞闭上眼，满脑子却都是刚才苏洛近在咫尺的脸庞。英明，心中似乎有种奇怪的感觉猝然出现，愈发澎湃。听到窸窸窣窣换衣服的声音，苏洛又将头扭到一边。他并不打算休息，紧绷的神经尚且没有完全松弛，长时间高压之下的鏖战对精神与意志是残酷的挑战。一旦完全放松，得到足够休息之前，再难恢复到最佳状态。右手轻轻抚过弓弦，对渊眼凝眸极其熟悉的他，却发现了弓弦力道的变化。简单来说，拉满弓弦需要的力气更大了，射程与威力肯定也提升不少。居然还是一把可以进化的弓。反复拉弦，身体逐渐适应渊眼凝眸的变化。系统启动，嘴角流露淡淡的微笑。顺滑步、地刺之剑和拜石之剑都在没有加点的情况升为熟练境界。
自由点数又一次突破5000，达到5163点。罗大哥，甜甜的声音打断了思绪。睁开眼睛的时候，玉琛的脸庞就在面前，一双美眸中似乎多了些先前不曾拥有的东西。我们走。乖巧跟在苏洛身后，这次玉琛没有再像之前那样说个没完。两人走上台阶，一直行进到通道的尽头。玉琛忍不住抓着苏洛衣角。放眼看去，房间并不大，无论墙壁还是地板，亦或其他任何东西，全都是骸骨制作。两人分散搜索房间。哇，是血骨青莲！罗大哥，发财了！苏洛难掩激动之色。由于生长环境严苛，是无数顶级炼药师万金难求之物，直接服用可以增补气血，舒展脉络，据说有身轻如燕的功效。这些血骨青莲我分走15株，剩下的给你。啊，这……玉琛没想到还有自己的份儿。这种情况下，就是全部拿走，他也没什么说的。而且没有像那些佣兵们见财起杀心，已经很少见了。数了数，自己还能分到10株，玉琛更觉不安。使不得，罗大哥，你救了我那么多次，我不能拿……你说什么就是什么吧。望着再次出现的能量箭矢，玉琛似乎想到什么奇奇怪怪的画面，声音嗫嚅，手指不住绕着衣角。还是头一次见到逼着人拿好东西的，真是个奇怪的人。苏洛麻溜使用白骨钩爪从血潭中摘取血骨青莲，没有玉琛的带领，他也不会进到这片秘境。更何况玉琛也是处理出丹药，要是没有他给的附体丹，击杀嗜血屠夫必然会更麻烦。摸着柔软的皮衣，玉琛坚定说道：“拿5株血骨青莲换我现在穿的皮衣。罗大哥，反正我已经决定了，你就算拿剑插死我，我也不会改变。随你。”嘻嘻，就知道罗大哥最好了。眼角余光瞥了眼玉琛，怎么现在声音腻歪成这个样子？看自己的眼神，好像饥饿的狼在看小绵羊。相比之下，苏洛觉得还是那个话痨更可爱一点。罗大哥，你看。玉琛指了指藏于角落的6角形石桌，一只幽色护手放于中心，材质莹润，入手温热细腻。对于这只护手，玉琛选择直接无视，苏洛也默契穿于左臂。脚下再次冒出浓雾，消散时又回到最初的地方。玉琛激动欣喜之余扑进怀中，两只丰腴的小动物挤压，带来非同一般又回味悠长的触感。掏出2枚丹药给玉琛，两人结伴走出矿洞。罗大哥，我之后能跟你一起吗？我肯定不会拖你后腿的，好不好？罗大哥，一会儿咱俩出去留个联系方式。自觉安全的玉琛又恢复到话痨状态，熟悉且浓郁的香气，苏洛忽有片刻的失神，左手吃痛，大脑瞬间清醒。啪！苏洛反手一巴掌甩在玉琛的脸颊，罗大哥，奋力挡下致命一击，玉琛的精神达到极限，当即晕倒。大家给我上！身后寒芒再起，苏洛怀抱玉琛，反手抽剑，黑暗中刺客拦腰而断，一记鞭腿甩出，顿时有惨叫夹杂骨头碎裂的声音响彻坑洞深处。白骨钩爪击射而出，按元素能量细线完美契合环境。苏洛怀抱玉琛腾空而起，卧槽！给我打，给我追！刘龙3人率领一众佣兵从深坑中走出时，气急败坏。谁也不曾料到苏洛还有这等逃脱之法，以至于把手坑下要道，对坑上反而疏忽了。大家分开找，带个拖油瓶，跑不远。砰！队伍最后的佣兵抱头倒地。砰！砰！砰！转眼又有10人倒地，死法如出一辙，皆被一剑爆头。杀戮还在继续，佣兵们仓皇之下，只能寻找掩体，仍旧逃不过被爆头的命运。刘龙无能狂怒，他在哪儿？他在哪儿？第63章提心吊胆，各怀鬼胎，是不是走了？我不知道啊，要不你露个头看看。滚犊子，老子才没那么傻。佣兵们寻找掩体，各自躲藏。19具无头的尸体七零八落躺在地上，开掘的巨大器械与破损的集装箱三面环绕。刘龙3人挤成一团，像几个和大人玩躲猫猫的小孩，时不时透过细小缝隙瞅瞅外面的情况。看到这滑稽一幕的佣兵们一点笑不出来。这片遗弃矿区，朦胧月光透过树叶的缝隙，正在觅食的小兽抬起头，放弃食物，迅速离开。刚哥，你不是说幽谷峰找不到了吗？真是猪脑子，也不想想那2人身上有什么啊！对，还是咱们刚哥聪明。就在刘刚想象自己走上人生巅峰，品着下酒，趴在坤坤他娘那白嫩嫩的身体上享受精彩昆声的时候，队伍最末尾的佣兵眼睛凸起，与夜色融为一体的能量箭矢精准射穿喉咙。身躯倒地的前一秒，一只手突然出现减缓下沉的力道。兴奋讨论的佣兵们没有发现有同伴离开。六子，待会儿你们几个先上，我绕后，你还是堂堂正正来吧。身体如同陀螺一般飞速旋转，
刘刚双手持匕首，瞳孔如猫科动物那样倏尔变圆。你杀了他们！望着那张年轻的面孔，刘刚一时就有些懵。望着青年手上的诡异长弓，瞳孔猛然一缩。是啊，也不知道你在想什么。淡然一笑，隐于夜色的能量矢射出。哼！匕首斜向上一挥，能量石猛然炸裂，觉察到脸庞上流下的鲜血，刘刚轻轻用匕首的锋刃刮去。就这，谁给你的勇气？不过也好，就在这解决你，神不知鬼不觉。话音刚落，刘刚如同灵活的野猫，轻松跃到树干上，脚上出现锋锐的利爪，恰好可以让他侧身站立，茂密的丛林为他提供绝佳的落脚点。说起来，我倒要感谢你，省得我之后再动手。刘刚在树与树之间来回弹跳，速度之快远远超过声音入耳的速度。小子，有本事你射啊！挑我当猎物，是你最愚蠢的决定。阴恻恻的笑声与怪叫，刘刚忽而出现在苏洛斜后方，双脚猛地重踏树干，宛如一颗爆射而出的榴弹，对着苏洛暴冲而去，瞄准脖颈最柔软处，一击必杀。须臾之间，刘刚瞪着苏洛的后脑勺，笑容愈发残忍。铮！激烈的金铁之声，火花飞溅。预想的一幕并非未发生，匕首精准命中，却连表皮的防御都无法突破。刘刚一时竟有些懵逼，这是铁脖子？呵！随着不屑的轻笑，凶猛的黑影以更快的速度重重抽在刘刚的身上。砰！一声闷响，刘刚的身体倒飞而出，连续撞断3根粗壮树干才停下。哇！鲜血夹杂着破碎的内脏从嘴中狂喷而出。刘刚想要挣扎起身，这才发现前胸后背的骨头在刚才那一击之下尽皆碎裂，也只有2条腿还算完整。他不是一个弓箭手吗？为什么能防自己引以为傲的一击？为什么他会有媲美自己大哥的力量？一连串疑问出现，耳边却响起仿佛死亡丧钟一般可怕的脚步声。艰难抬起头，映入眼帘的是一张泛着春日般温暖笑容的脸庞，只不过在刘刚心中，远比恶魔都要可怕。你也不想就这样死去，对不对？给你个机会，我们做个交易，把你们团长和另一个人的情报告诉我。第64章，怎么感觉我睡得像死猪？我答应你。刘刚不想死，他还有伟大的梦想没有实现，想要进去的那2个洞还在川宁镇的别墅里。断断续续的交代完，苏洛满意点点头。暗色的能量使猝然凝聚，轻轻抵在心房，隐约还能感觉到刘刚急促的心跳声。你说过的。刘刚瞪大眼睛，声音也提高了几个分贝。哦，我的朋友，我什么时候说过会不杀你？做个交易，我会给你一个痛快的死法。噗嗤！能量矢插入跳动的心脏，生机迅速退散，将所有尸体上有价值的东西全部拿走。紧接着又是友情赠送的往生业务。一连串闷响之后，连同刘刚在内，所有尸体只剩下焦糊的碎肉块。在这个凶兽聚集的区域，烤熟的肉块可是难得的美味，相信不到天亮就会被吃得一干二净。今晚的月色真美啊！梭洛隐于夜色，一大片云将朦胧的月完全遮挡。真正的夜色降临，像训练有素的猎手，黑暗的夜还未结束，猎杀才刚刚开始。云慢慢悠悠的过去，朦胧的月不知在这段时间做了什么，变得格外明亮。借着月光，刘龙看到双眼透着惊恐的赵虎，几个佣兵忍不住快步跑到一旁呕吐不停，各种内脏稀里哗啦流了一地，腰以下的部位在2米之外。来不及为赵虎的死而感到悲伤，下一个要迎接死亡的人是谁？团长，我们撤吧，再这样下去兄弟都会死干净啊！几个骨干成员忧心忡忡，所有人都害怕看不到明天的太阳。你以为他会放你们走？他身上可是有从秘境里得到的宝贝，只要杀了他们2个，我保证今晚所有兄弟每个人1000万。死亡的恐惧转瞬被无尽的贪欲取代，刘龙改变策略，所有人将2个精神系天赋佣兵围在中间，他自己则是游离于所有人之外。只要对方敢出手，凭他2天前突破到4阶上位的实力，足以迅速定位对方位置。哦，正好。黑暗中咧嘴一笑，恰好露出洁白的牙齿。这种送人头的阵型最喜欢了。当然，对方的精神系天赋也必须考虑在内，一路跟随，始终保持耐心，就像个经验丰富的枪手，想要获得难忘的快乐。出其不意最重要。夜还很漫长，月亮甚至还没有爬到最高。新一天的起点是晨曦的光刺破夜晚的黑暗。坑坑洼洼的地上，每隔1-2步就会有一具尸体。循着这些尸体往回看，不到5平方的土地上，尸体的密集程度足以将地面完全遮盖，就像是这些尸体会动，一个个爬了出来，似乎要去什么地方。如此诡异的一幕，在雾气未散的清晨愈发惊悚。
清晰的脚步声由远而近。青年从最远处的佣兵手上摘下空间戒指，然后重复着。砰！刘龙踢开尸体，挥刀冲出，布满血丝的双目闪烁无比兴奋的神采。他的守株待兔，终于得到了想要的结果。刀锋哗啦一声，有火焰爆燃。这一刀比刘刚的最强一击还要强上10几倍，速度更是快如闪电。苏洛身体如幽灵鬼魅，毫无征兆向斜后方平移。别想走！刀芒又暴涨数倍，那个本该被斩成2半的身体竟然诡异划出一个 S 形，与自己经验完全相悖的移动轨迹，还不待思考，一发炽热的能量矢迎面冲来。不到3米距离，普通的爆炎能量矢蕴含无声射击与闪速射击等诸多技巧，本该是必中的一箭，刘龙的脖子带动脑袋横向平移，直接射空。咧嘴狞笑，刘龙看向苏洛的眼神已经如同看死人一样。他早已知道对方不俗的射箭能力，也预测到苏洛必然会近距离射击，而从现在开始，他将拥有绝对的主动权。收刀转身，蓄力借势，不顾一切缩短与苏洛的距离。手中大刀带起尖锐的破风声响，同时划出半月刀弧斩向苏洛胸膛。苏洛腹后的右手刺啦一声，合金短剑出鞘，铮！刀剑撞击，竟然是平分秋色。轰！刘龙的后背猝然发生爆炸，血肉横飞，一口鲜血狂喷而出。他并没有在意的射空的能量矢，却是一发新一箭，转了个大弯，再次飞回。短暂失神出现的刹那，苏洛果断丢开冤眼凝眸，左手握拳有漆黑色的玉质外层。刹那又有焦红乌青出现，引动音爆之声，悍然砸在刘龙的心口。剧烈的疼痛使得刘龙的眼中闪过一抹怨毒，多年来生死拼杀的经验让他在这生死关头不顾一切，顶着苏洛的拳头疯狂将大刀再度劈落。苏洛显露笑容，双唇一闭一开，咚！7道裹挟火风双元素的暗劲连续炸裂，将刘龙的五脏六腑彻底炸成碎块。大刀举过头顶的刘龙身体晃了几晃，眼眸的神采迅速暗淡。至此，叱咤川宁镇的最大地头蛇暴龙佣兵团自团长刘龙以下，全部死在这片未被完全开发的灰区。足有上百人的佣兵团，包含半数以上的3阶觉醒者以及3名4阶觉醒者。苏洛单枪匹马将其灭杀，身上连半点伤痕都没有，不得不说是一个奇迹。林间浓雾完全消散，阳光重新洒满大地。掏出一颗增灵丹服下，苏洛将昨夜的步骤又重复一遍。川宁镇上的人只知道暴龙佣兵团在团长刘龙带领下举全团之力进入灰区，然后从此消失，被凶兽干掉，被仇家寻仇，谁又会关心？苏洛瞥了眼此前满是尸体的土地，头也不回的走了。英宁，好爽啊！哎呦，疼疼疼！少女呻吟不断，浑身酸软无力，就像是历经一场大战一样。哎，扑鼻而来的咖喱香气一瞬间让玉琛恢复清醒，咕嘟咕嘟的声音若隐若现，少女赶忙跑出洞穴。熟悉的背影正蹲在柴火前认真搅着浓郁的汤汁，阳光从侧面洒落，恰好为那张本就令人难忘的脸庞添加了高光的滤镜，美得惊心动魄的侧颜让玉琛一时看得呆住了。也不知道是谁有足够的幸运可以拥有这样的男人。哟，你终于醒了。周围的环境很陌生，玉琛挠挠头，怎么感觉自己睡过去的时候时间过得飞快一样呢？第65章，完了，我大概是沦陷了。得知自己睡了整整1天1夜，玉琛嘴巴张得很大，一直红到脖子下面。给你，就地取材，将就着吃吧。玉琛滴滴一声，十分乖巧接过苏洛递过来的碗筷，浓郁的咖喱，入口即化的土豆，还有炖得软烂的牛肉，放了让人浑身发暖的辣椒和白胡椒，这些元素无不在刺激着玉琛的味蕾。哦，巴适的很。罗大哥，你怎么还会做饭？你为什么啥都会？以后谁要是做你媳妇儿，肯定是要幸福死的。我还是第一次吃这么好吃的咖喱牛肉饭。两只眼睛放出崇拜的目光，像是闪着明亮的星星。吃吧，这都堵不住你的嘴。想到在秘境中的女子剑仙，再看眼前这个嘴里塞满了饭都在含糊不清说着话的话痨少女，苏洛叹了口气，满脑门黑线。大概是几顿没吃的缘故，玉琛的饭量大得异乎寻常，风卷残云的炫了5大碗，看得苏洛目瞪口呆，忍不住在心中竖起大拇指。在干饭这件事上，他愿称玉琛为最强。罗大哥，等回到川宁镇，我请客。玉琛装模作样拍了拍假装圆滚滚的肚子，却发现苏洛直勾勾盯着自己。你别动。说罢，苏洛缓缓靠了过来。玉琛咽了咽口水，撇着嘴，紧张、好奇，还有一点点期待，温柔伸出手指，
轻轻欲琛嘴角的饭粒拭去，少女的脸已经是像猴屁股一样红。罗大哥，哦，你的嘴角有饭粒，下次吃饭注意。说着话，转身将饭后的狼藉拿到不远处的湖边清洗，愤愤跺了跺脚，还以为是要像某些青春期少女爱看的小说那样。是个死直男，笨蛋，笨蛋！本该是要分开，但是玉琛死气白赖跟着，哭唧唧，惨兮兮，并且对天发誓自己肯定会保持安静。苏洛这才勉为其难同意组队的请求，而苏洛近乎凶残的猎杀方式让玉琛大开眼界，心中愈发崇拜这个十项全能的青年。他原本以为遇见100米之外举敌人向上首级已经是攻击距离的极限，直到苏洛漫不经心在1000米开外的树上一剑爆了3阶普通枯藤蟒的头。当然，玉琛也的确遵守承诺，始终保持安静，并且一直穿着苏洛的黑色皮衣。瞅着苏洛熟练包取材料的背影，玉琛倏尔露出不可思议的神情。先前明明会因为这个青年比自己优秀而产生相当大的挫败感，还打算奋起直追的，现在为什么只有莫名的欣喜？玉琛感觉自己的脸颊愈发滚烫。12月15日上午，川宁镇的灰区入口，像往常一样，不少觉醒者打着哈欠，懒洋洋地喊着。所有人的目光不约而同聚焦于远方，两道身影从道路的尽头缓缓走来。青年浑身充斥如同凶兽的暴虐杀意，一张帅气的面孔是达到男妒女爱的程度。旁边的女生一头粉色长发垂落，面容绝美，贴身战甲衬托下，身材比那些只存在于待会视频图片里的超模还要好。罗大哥，先说好，这顿饭我请，要不然我就烦死你。玉琛双手负后，调皮跳到苏洛眼前，看到对方略显无奈的表情，笑得愈发开心。两人一起走进镇上最好的饭店后，不论是男人还是女人，都流露出羡慕的神色。引起的骚动也只是持续了片刻，街上的人们转而又开始谈论起近来最神秘的一个话题：暴龙佣兵团从团长到团员全部神秘失踪。对了，你们听说了吗？暴龙佣兵团是惹到了某个大家族，一夜之间全部人间蒸发。你就胡扯吧，明明有人看到刘龙带着人进了矿山深处，肯定是被什么凶兽团灭了呗。嗨，咸吃萝卜淡操心，他们不在，咱们挣得更多，管那么多干嘛？就昨天刘龙的老婆给人干死了，切，那个垃圾女人仗着暴龙佣兵团没少乱搞，死了才是最好。是啊，不过那胸那屁股，啧。由此带来最直接的影响，就是进入灰区的觉醒者们陡然增多。正当不少佣兵准备趁着太阳高照进入灰区的时候，一列队伍从远处走来。这支队伍有40人左右，战甲之外统一身穿白袍，背后则是有手工缝制的郁金香标记，下方还有一个7的数字。为首男子满头乌黑长发，如雄鹰般锐利的眼眸令人不敢直视，气息飘渺无常，完全无法感知是何等级。真正令人感到惊悚的是，每个人都有无比雄浑的气息。不少佣兵们缩了缩脖子，噤若寒蝉。全都是5阶的觉醒者！死！原本拥挤的街道瞬间自动让出一条通路。是郁金香公会，他们来这儿做什么？我记得他们最近不在参加外线受潮的攻略吗？佣兵们窃窃私语，却都不敢直视任何一人的目光。郁金香公会在华夏国所有觉醒者公会的排名中是稳居前10的存在，甚至已经到被国家委派同军队一起执行任务的程度。每个小队的成员其实力都堪称恐怖，因为想要进入面试环节，最起码也得在5阶。川宁镇是个在地图上都找不到的地方，人们不知道鼎鼎有名的郁金香公会小队为什么突然出现。这支队伍在饭店门口停下，威武的气势瞬间让不少打算就餐的客人选择别家。这家店的主厨手艺太辣鸡，等下次你来我们鱼城，我请你最好吃的扒牛肉火锅。罗大哥，之后要不你跟我走怎么样？好不好吗？罗大哥。苏洛感觉自己的头几乎是要爆炸的程度，怎么觉得从灰区出来，这姑娘除了话多之外还越来越粘人了啊？苍天啊，来个人给我收了她吧。罗大哥，你的脸怎么黑了？是不是也觉得这里的主厨垃圾？你别不说话啊，光我一个人对不对？很没意思的。刚要进门的长发男子听到这个声音，坚毅的脸庞露出宠溺的笑容。小妹，二哥。玉琛发现了长发男子，俏脸上瞬时浮现一抹惊喜，转而又有几分害羞。罗大哥，你等我会儿，就一会儿，我马上回来。真的。玉琛走出门外后，某人如释重负，松了口气。这个世界终于安静了，就算嘈杂的大堂也觉得无比舒服。好不容易有这么个机会，苏洛灿烂一笑，当然是溜了。黑色的梅德赛斯保姆车行驶在高速路上，车里的少女手托香腮，眉毛扭成一团，时不时叹口气，两眼无神看向窗外。渐渐的，
有些瞌睡。嗡，轰鸣的引擎声由远及近，一个快到极致的残影闪过，少女瞬间清醒，因为她看到了一个熟悉的侧颜。陈伯，你刚才听到看到什么了吗？小姐，什么都没有啊，是不是您太累了？我该不会是喜欢上他了吧？只这么一想，少女顿觉内心里某个阀门打开，如龙卷风一样的情绪席卷内心的每个角落。这就该早点留下联系方式的，气死人了啦！第66章，我的大白菜把别的猪拱了。Do him，老杨，一大清早，孙必伟穿个红内裤、白背心，踩着粉色的刮搭板，咣咣砸门。你干什么呀？杨云峰怒吼一声，鸡窝般蓬松的头发下是因发困的双眼，两颊各有对称的口红印儿，以及生长在沙漠上的浓眉草莓园，恰好说明此刻杨云峰为何如此憔悴。看不出杨云峰这膀大腰圆的货，也有被榨干进入冷却的时候。老子终于突破了，2阶中位啊！这么快？瞪大还有些酸涩的眼睛，杨云峰立时睡意全无。顶楼的苏洛外出猎杀凶兽，以他的性格，再次出现就算到3阶也不奇怪。实际上，两人早将苏洛排除在竞争对象之外，而如今孙必伟突破，整个宿舍只剩下自己还在2阶下位，能上约莫这种顶尖学府，杨云峰也有深埋内心的骄傲，只是从没听过至高无上的生命交响乐，一时有些迷失罢了。哈哈，颤抖吧，老子就算超不过那个变态，也把差距变小了。而你呀，老杨，啧，你已经不在我的视线之内了。孙必伟毫不掩饰内心得意，他可不是一个只看小电影、啥正事儿都不干的咸鱼。从下位到上位才用了不到30天，对比他之前的升级时间缩短1/4还多。都怪那个变态的妖孽，以至于自己也朝着变态的方向发展。切，你和洛哥的差距就跟咱俩身高体重的差距一样大。咔，门轻轻打开，正在两人争论不休时，苏洛走进玄关。你们两个在做什么？瞧着发生巨大变化的舍友，苏洛感觉自己出现的不合时宜。啊，洛哥，你回来了，俺可想死你了。一左一右冲来，苏洛感受着两人的热情，脸上露出笑容，这种感觉很不错。三人许久不见，当即到苏洛房间好好聊了会儿天。对了，洛哥，你现在啥等级了？你这不是明知故问吗？杨云峰翻了个白眼，颇有些无语，这气势比3阶凶兽还猛。你说是啥等级？不摆明是3阶？像机器一样精准而高效的收割凶兽，苏洛的气息比凶兽还像凶兽。刚才在进校门的时候，差点被门房的6阶看门大爷拦住，以为是什么不长眼的家伙，敢不要命来冲击顶尖学府，直到验证了身份勋章才放行。2阶中位，我还没那么快。哈，孙必伟一下就跳了起来，没想到自己有朝一日能追上苏洛这种妖孽，兴奋的手舞足蹈。正好学校已经发出通知，再过几天就是4校交流会，到时候争取咱们哥仨在全国人民面前露露脸。没问题。苏洛一边收拾屋子，随声应和道。杨云峰撇撇嘴，望向苏洛的目光里满是惊悚。他能察觉出凶悍暴力气息之下，对方的身体强悍了1倍不止，简直就像面对巨龙一般。他的身体忍不住站立，危险信号已经放大到极限。苏洛的2阶中位和孙必伟2阶中位，那能一样？内心油然而生出一种敬畏，猝然出现的危机意识压得杨云峰喘不过来气儿。洛哥，又有几个工会的人找你，联系方式我发给你，还有你的一堆限量版漫画。云峰，多谢了。其实在苏洛悄无声息离开后的一段时间里，两人总要接待登门拜访的工会学长学姐，连带着他们两人也认识了不少。那些平时趾高气扬的社长、副社长上门时却无比客气。说话间，苏洛从储物戒指中拿出2块洁白无瑕的毛皮，给你们的礼物。毛皮入手滑腻柔软，仅仅只是握了几秒就能感受到淡淡的温度。这是雪绒火貂的皮，3阶精英凶兽，本身实力不俗，更兼临死前会疯狂咬烂身体而出名。孙必伟展开一看，除了包皮的口子，再没有任何伤痕。这下彻底不淡定了。要知道，雪绒火貂皮做成的衣服足可在冰天雪地中高枕无忧，而如此程度如此完好的，是几乎不可能遇到的绝顶材料。这个礼物太贵重了，我不能要，又没帮什么忙。俺也是。据说高阶的女觉醒者曾以1000万华夏币求购，有价无市。没什么，我这儿还挺多的。两人探头一瞅，接连咽了几口唾沫。滴神啊！外面万金难求的东西，苏洛的储物戒指里居然还有10几张。两人感觉自己好像是没睡醒一样。一番收拾结束，两人识趣离开，拿起手机先给家里报了个平安，又把回来的消息先后告诉梅念雪和蒋心柔。
我那 iCost 老师6点半第3教学楼。我那 iCost 老师，老规矩，别忘了。苏洛嘿嘿一笑，他的这个老师好像也就这点爱好。蒋欣柔半天也没回复，估计是在跑步。紧接着，苏洛又按照杨云峰发来联系方式的时间顺序打过去。一听到是苏洛，对面瞬间从梦中惊醒，连带着说话声音也变得结巴。对方也知道马上就是4校交流会，直接一口价出到15000学分，只不过要求是需要带领他们的人进入榜单。这个要求自然是没有任何问题。将所有事情全部忙完，洗了个热水澡，渊眼凝眸，这次变得毫不避讳，大眼睛上下左右欣赏着，恨不得把这具完美的男性肉体一寸一寸检查一遍。啊，终于能安心睡个觉了。4点起床，苏洛特意去了趟清北城里最好的制衣铺——张记制衣铺，拿出3张雪绒火貂皮，立时引发轰动。上了年纪的老裁缝泪流满面，问明尺寸和款式后，直接表示不会收取任何手工费用，但是需要将其中一件放在店里展示2周。苏洛看着颤巍巍的老人，不忍心拒绝，一口答应下来。随后又到最大的商场，把所有种类的糖果都买了一遍，是上次的3倍还多。人潮涌动的教学楼，天上飘着雪花，一个个上完课的学生三三两两走出来。这时候，不只是谁惊呼一声“秦风社长”，顿时许多大2、大3以及有所了解的大一新生呼呼啦啦围了过去。男子站在越野车旁，深色的牛仔裤和皮夹克，一双黑色的皮靴，英武干练。赤渊社团的社长秦风，也是学院天榜上前5的觉醒者。秦风社长，你在这儿做什么？峰哥人家可是好久没见你了啊！其他的学生目光穿过人群看去，满满都是崇拜之色。天帮高手，一手壮大赤渊社团，听说将来毕业就会进入鼎鼎有名的赤渊工会，还是直接担任小队队长的角色。这样的人毋庸置疑是站在渊墨大学所有学生的顶点。只不过他无心理会周围这些人，目光焦灼望向教学楼的大门。能让他等的人只有一个，大一公术课的主讲老师，公之圣者梅念雪。人流渐渐变少，秦风看到那个人影，奋力冲出人群。银色长发披肩，红色的羽绒服与高筒长靴，翠绿色的美目没有半分情绪的尘埃，那份冰冷的气质让许多人不由得让出一条路。刚出大门，他就看到远处那个倚靠黑色机车的青年，熟悉的笑容，截然不同的气质。梅念雪顿时眼前一亮，他用了龙血凝体膏，还不错嘛。淡漠的脸上舒尔灿烂一笑。秦风一时之间看得呆住了，虽是寒冷的冬日，他却像看到了春天的太阳。梅念雪走下台阶，秦风忽然有些不知所措，他已经来了有几次，可没有一次像今天这样。梅老师，您……两人擦肩而过，大，那脚步声竟变得急促，居然还是一路小跑。回来了。那走吧。好嘞，头盔，老师。引擎轰鸣，震耳欲聋。所有人的目光中，梅念雪轻盈坐在奥古斯塔柔软的皮质座椅上，身后响起一声声不敢置信的卧槽。第67章，我要玩养成游戏。梅念雪很庆幸，梅老师这就走了。那个人是谁啊？卧槽！我也想让梅老师坐在我身后啊。秦风立在风雪中许久，上次像这样直接被无视，还是再上次。他没听说梅念雪有男朋友或者丈夫之类的。如果换作是其他人，接下来的大学生活注定会很惨。就算是一些新来的讲师或者助教，面对秦风时也会客客气气。可对方不仅是新来的讲师，还是整个华夏国仅此一个的公之圣者，再不服气也只能憋着。社长，那个人就是苏洛。哦，欧阳青望着秦风熊熊燃烧的眸子，不免打了个冷战。他可是梅老师的学生，可别把他打成残废啊！深知秦风的性格，欧阳青抓着他的手，忧心忡忡说道。之前秦风露出这种眼神，霍青的学生不得不中途退学，秦风也因此被了处分。两人不仅是社长与副社长的关系，私下也是相恋了5年的恋人。虽然这一层关系除了有限几个人外，谁都不知道。呼，欧阳，我心里有数，我只是不明白他有什么好。从徽区归来，得知梅念雪任教的消息，秦风无比激动，10几次登门拜访，却都被拒之门外。他不明白为什么梅念雪会放着他这个4阶上位、攻术抵达精通巅峰的人不要，反而去选择苏洛。难道只是因为对方出现的时间比较早，亦或是宗师境界的攻术？流星12连他也会，而且练到了熟练境界。不要担心，欧阳，这次我有分寸。秦风早已不是当初的火爆脾气。学期末的天榜定位战，我会让梅老师知道谁才是值得他倾囊相授的人。这是梅念雪眉头微凝，
下意识伸出手指在苏洛的后背捅咕了几下。不完全的龙魄体，虽然身体里只有1/2的精灵血统，不过托那个人的教导，他对诸多种族都有相当的了解。2阶中位，内心愈发疑惑，他该不会是按捺不住提前用了吧？可既然能获得不完全的龙魄体，也就意味着他的黑玉章炎达到了自己所说的要求。但是能做到那一步的，不都到3阶了吗？种种与他认知出现偏差的情况，一时令梅念雪有点乱。算了，只要能平安归来就很好。梅念雪内心思忖着，瞳孔舒尔变大了不少，因为轻轻贴着苏洛而稍微扬起的嘴角也耷拉了下来。这个人究竟有没有按照他的办法来？龙血玉体，龙族的某些特质自然而然也会出现。万一旁边没有足量的水，养的大白菜可是会自己变得非常主动啊。老师问你个问题。老师，您说。这次猎杀凶兽有没有认识什么新的朋友或者同伴？苏洛眼前顿时浮现玉琛的面庞，耳边仿佛又有类似苍蝇的嗡嗡嗡。一个嘴巴停不下来的女生，那张嘴真的是想想都害怕。嘴巴停不下来，还是个女的，泛着欣喜的心顿时就像现在的天气，冷了个透。你现在是不完全的龙魄体，之后有类似龙族精血的资源，你的体魄还会提升，直到媲美龙族，甚至灭龙体也有可能，听懂了没？还有你的气息过分暴露了。苏洛乖巧坐在沙发上，总感觉自己的老师和之前一点不一样。哪来那么大火气呢？你让我看看你的黑玉章炎，快点的！不敢有所怠慢，黑玉章炎尚如龙族的鳞片清晰浮现。梅念雪满意点点头，还是没忍住询问。毕竟黑玉章炎想要达到以漆黑之色包裹全身，起码也得3阶。这是那个人说的，许多年下来还从没出错过。把偶然发现黑玉章炎的锻炼之法，再到涂抹龙血凝体膏的全过程都说了出来。梅念雪的心情一点点变好。没别的了？没了呀。哦吼，心里的小人一瞬跳了起来，养成的快乐又回来了。那你认识的嘴巴很厉害的女生呢？她呀，老师，我有件事情想问您。突然凝重的神情让梅念雪一时眼神有些躲闪，该不会是她发现了什么吧？听到苏洛同玉琛的秘境经历，梅念雪的樱桃小嘴微微张开，很是无语的咂咂嘴。这该是什么逆天的运气？掩饰了白骨钩爪，梅念雪拿起发生变化的渊眼凝眸，细细端详。视线交锋的刹那，梅念雪觉察到某种敌意。凶兽头骨堆成的金冠、六角形石桌，还有只存在于图鉴中的嗜血屠夫，所有元素都让梅念雪陷入沉思。史诗品质的渊眼凝眸，在此之前他从未听说。苏洛所描述的情形，毋庸置疑，这把弓与那个邪恶的仪式有所关联。死！梅念雪倒吸一口冷气，他想到某个最不可能却又十分合理的答案。他或许是出自禁区。所谓禁区，是迄今为止依旧盘踞有强大存在的区域。上万年的时间，人类觉醒者依旧未能光复之地。禁区中的存在，全部都是实力达到9阶或者更高的凶兽或者异族，更像是某种不得已而为之的约定。强大的异族或凶兽生存其中，人类觉醒者一旦进入，十死无生。毕竟，让他们走出禁区，便会成为足以灭城灭国的灾厄，只能选择这种折中的办法。推测渊眼凝眸是某个恐怖存在的武器。那老师，您知道它是谁的武器吗？不知道。梅念雪可以清楚感知到，渊眼凝眸已经奉苏洛为主，换言之，绝不会做出诸如吸取苏洛生命之类危害主人的行为。可苏洛究竟对这把弓做了什么？这才是梅念雪真正好奇之处。转而将话题引向如何将暴力气息收敛。对于苏洛的聪慧和悟性，他早就习以为常，说过2遍，已经掌握到七七八八。老师，能请你帮我测试一下黑玉章炎的防御力吗？面对苏洛的请求，梅念雪欣然同意。两人来到屋顶，梅念雪拿出一把极致简约的白色长弓，相比于一般长弓还要更长。我直接从3阶中位开始。叮叮当当一阵响，黑玉章炎被一箭射爆。还不错，4阶下位吧。话虽如此，梅念雪暗自啧舌。他所说的是 S 级天赋的4阶下位，换作 A 级天赋或者更低，基本可以抵御4阶中位，甚至是上位。其他元素的技巧，你也可以尝试修炼了。还有几天之后的4校交流会，我有课没办法去。带队的是个疯子，你没事别招惹他。苏洛还是第一次听到梅念雪说这种话，不免对其口中的疯女人有点好奇。又交代了不少8元淬体诀以及不完全龙魄体的注意事项，梅念雪这才放苏洛离开。透过窗户望向苏洛背负的渊眼凝眸，梅念雪悠悠叹了口气。嗜血屠夫这种异族为什么只存在于图鉴？因为他只能通过邪神的仪式特殊召唤。
他在邪神的军团中也不过类似于炮灰而已。翠绿色的眼眸有一抹狠戾掠过，梅念雪转瞬显露无比灿烂的笑容。同样的经历绝不会再发生。邪神还是其他什么，敢动他一下试试。第68章调教直男懂浪漫。第1名的时间是8小时46分43秒啊！模拟秘境入口旁，苏洛摩擦下巴，回想起模拟秘境中怪物出现的顺序以及时间，抬起手腕开始设置智能手表的时钟。为了激励社团不断增加实力，打破模拟秘境时间记录的奖励是可以重复领取的。换句话说，只要可以不断打破记录，就能把奖励拿到手软。在4校交流会开始前还能打2次，并且由于精英社团的数量增加，不少普通社团开始对通关记录有需求。从废弃矿山回来，打破之前自己创下的记录其实极其简单。一个合格的团长还要考虑如何让自己的利益最大化。很快，社团的人出现，简单确认需求，苏洛拉上另外15人，浩浩荡荡开启模拟秘境。黎明时分，榜单更新，时间为8小时34分22。将所有资源收入囊中，苏洛在一片崇拜目光下骑车回到宿舍，不免感叹校园夜晚的安全与静谧，根本不用担心随时会到来的危险。蒋欣柔发来一张身穿明黄色碎花长裙、透明高跟小凉鞋的写真，明眸善睐，成熟妩媚中还有几分小女生独有的俏皮。苏洛只是夸了一句不错，约好第2天的晨跑，手机一扔沉沉睡去。第2天，某个人顶着黑眼圈，满脸幽怨。再次看见苏洛，蒋欣柔的脸上显露震惊之色，那份深沉如渊又隐约充斥暴虐的气息令他心惊肉跳。虽然之前苏洛有着与等级完全不符的战斗能力，他并未有危机感。好奇询问苏洛这1个月来的经历，听到苏洛居然给一个女孩子做饭，蒋欣柔娇悄皱了皱鼻子，哼，说好要请我吃饭的，你倒是先请了别人。你不是也想问我4校交流会的事情？那你该思考一下要怎么撬开我的嘴呢。晚上，蒋欣柔开着一辆甲壳虫出现，走进苏洛的宿舍时，眼前顿时一亮，干净整洁，简约大方。除了各种训练用的器械，摆满各种书籍的书桌和书架格外醒目。欣柔姐，稍等我一下。前世独居生活，做饭属于必备技能，后来跟着母亲萧晴在厨房玩耍，长大后也没少帮忙。一道道菜虽然比不得饭店精美，却也是色香味俱全，远非寻常大厨可比。蒋欣柔歪过头，看向那个围着围裙忙活的青年，诱人眸子里闪过几分难以言喻的喜欢。书架上的书称得上是包罗万象，蒋欣柔无声挖了一下，愈发觉得苏洛不同寻常。信手拿起书桌上的炼丹基础入门，蒋欣柔捂嘴轻笑，每个字都很自由，也只有苏洛他能看得懂。发现书架角落上未拆封的漫画书，其中还有许多属于少儿不宜却画风极其精美的小漫画。嘻嘻嘻，原来你也喜欢看这个呀？像是发现什么新大陆，蒋欣柔嘿嘿一笑。至少她是第一个进来苏洛的宿舍的女生。美味的食物入口，蒋欣柔开启扫荡模式，苏洛耐着性子等到酒足饭饱，这才问起有关4校交流会。神秘一笑，压低声音道：咱们学校可是6年老3了哟。啊！蒋欣柔卖个关子，这才娓娓道来。4校交流会是国家在决定大一下半学年资源分配时，需要4所顶尖学府展示成果的形式。顶尖学府得到远比一流二流更多资源的同时，也要担负为国培育良才的重任。除了4所顶尖学府，其他学校参加的是高校交流会。排名靠前的大学享有优质资源优先挑选的权利，更可以分配到更多资源。所以实际上是在为我们下个学期的资源而努力。Bingo， 答对了，学弟最聪明了。而约莫大学因为之前没有注重新生质量，导致4校交流会连年失利。之后虽有改变，却也只从第4变成第3。对了，看你在学习炼丹，你要是给我包个虾，我告诉你点有关学习听课的小秘密怎样？闻言，苏洛轻松把一盘虾全包好，堆在蒋欣柔面前。无可奈何摇摇头，蒋欣柔忍不住翻了个白眼，实在的过分了呀喂，还不是一般的钢铁大直男，是高纯度的钛合金，可谁让自己喜欢呢？一边吃着虾，把各个有关炼药的老师以及课程讲座都说了一通，又给出最适合苏洛时间的安排建议。不过你居然还要学炼丹，避免中间商赚差价嘛，多掌握点东西肯定没坏处。舒尔想起刚才看到的一点点画面，蒋欣柔的脸便红了个通透。窗外明月高悬，清冷月光泼洒之下，粉色长发愈显瑰丽，双手剑诀捏起，剑匣中忽有异样剑鸣响起，抚寒炉，玉佛奴，起！流光一闪，月光下空中漂浮一把锈迹斑驳的宽刃剑，剑鸣如犬吠。至于另外一把纤细苗条如美人，竟是一把散发寒气的乳白翡玉剑。小姐，
有关暴龙佣兵团，我们找到一个被射成重伤、挂在矿坑峭壁侥幸生存的佣兵。据他所说，团长刘龙等人遭到神秘弓箭手的袭击。结合在废弃矿山找到的证据，基本可以确定。管家装扮的老者眼皮一跳，还是平静说道：“是您的那位朋友完成了对暴龙佣兵团的灭杀。”两柄飞剑猝然跌落在地，嘴角一扯，几声无可置信的轻笑传出。别墅门前，月光不见，飘飘洒洒的雪花落在肩头。蒋心柔一脸无奈：“你不打算送我？”苏洛歪着脑袋：“心柔姐，把你送回去，谁送我回来？”呼，感觉心里的小火山几乎要到喷发的时候。还下着雪，怪冷的。心柔姐，你开车一定要慢点，回去了记得告我一声哈。哦，他甚至在关心我，让我慢点开，报平安呢。这个满脑子修炼又实在的可爱的锤子哟。蒋心柔的平静心境倏然波浪滔天，愤愤关上车门，屋檐的积雪猝然掉落。片刻后，车内传出笑声。谁让自己喜欢呢？调教钛合金直男懂点浪漫，好像也蛮快乐的呢。终于有了一点空闲的时间，苏洛从书架上拿下装帧精美的漫画，必须要承认，画得很棒。与之前一样，还是很喜欢收集各种各样的漫画。爱美之心，人皆有之嘛。哎，我记得都没拆开过啊。翻开时，一张纸条从中掉落，我们之间的小秘密哦。回想起8元淬体诀中各个元素的诸多技巧，下一秒，左手成爪，隐约有电弧缠绕，噼啪噼啪。第69章卷王的传说，炼药初体验。周4，雪停。这是难得晴朗的一天。第8炼药实训室，药草的香气与凶兽材料的陈腐味道杂糅，让不少学生本能打开窗户。相比于这些令人作呕的味道，冬天的冷风似乎也不那么冷。上课前几分钟，已经有人吵着把窗户关上，即便他们的内心并不想这样。阶梯教室很大，可以容纳上百名学生同时炼药，所有人都在争抢靠后的位置，只有那些时间稍迟的学生才会不情愿往前坐。不过第一排的10张桌子没有人会去考虑，他有个习惯，就是会对第一排的学生重点关注。由于年轻时到摘取药草被冻坏了身子，冬天的冷风会让他咳嗽不停，炼药实训室没有暖气或者空调，温度太冷会直接黑着脸离开。脾气暴躁爱骂人，并且只在第8炼药实训室上课，诸多缺点也无法抵挡学生们上课的热情。因为这堂炼药课的老师是7星炼药师荀瑶，最关键一点，在他的课上能学到真东西。像个企鹅一样的中年人走上讲台，目光飞速扫过教室里每个面庞。上课铃响，身穿咖色外套牛仔裤的青年随之冲进教室，看着除了第一排座无虚席，咧嘴一笑，安然自若走到第一排中间。陌生的面孔让荀瑶看了几眼，随即脱下外套，露出令人艳羡的7星腰带。炼药师的等级其实与觉醒者差不多，有专门的炼药师协会进行等级认证，通过后会颁发对应等级的星级腰带，故而炼药师一般都以星代称。清了清嗓子，荀瑶开始上课，咬字清晰，声音洪亮有力。炼药的难点在他的讲述下变得不那么麻烦。阶梯教室后排，几个学生探出头确认后，小声嘀咕着议论起来：“那个人是苏洛哎，怎么忽然来上炼药系的课了？这么说吧，咱们学校80%以上的课你都能看见他，没听说吗？时间管理最强王者呀，那可是啊！我昨天还在解剖学的课上见过他，那包材料的手法把老师都看傻了。少见多怪，我之前听他舍友说，他经常夜不归宿，是直接在紫霞楼开的房。卧槽，这么狠！我记得紫霞楼一晚得80学分吧？那有什么？人有的课是直接掏学分找老师上小灶的，牛逼，真有钱啊！”周围几个新生们倒吸一口气，他们的学分捉襟见肘，苏洛夫的流油，许多人心里泛起滔天巨浪，不约而同看向那个坐在第一排认真听课的背影。现在居然连炼药也学，真尼玛卷死算了！时间怎么够用？我把炼药和感知2种课上完，就没时间了呀！你和你家那口子少出去研究，时间多的是。才不！讨论的声音越来越大，众人拼凑出的碎片，使得苏洛的形象愈发神秘，内心也油然而生出敬佩之情。虽然一个个羡慕，真要是自己来，只怕马上就会摇头拒绝。本事不大嘴不少，有在哪儿佩服别人的功夫，干点什么不好？伴随荀瑶的一声怒吼，教室马上安静。清心破胀丹，2阶中品丹药，有解毒明目、防胀气、侵蚀之功效。炼制的药材有明星草、青杖藤。学生们各自开始在本上飞速记录，一个个兴奋至极。虽然只有2阶上品，但是清心破胀丹的药方属于不传之秘，在炼药师协会购买，起码要70万华夏币。
荀瑶的性格是真不好，可有东西也是真叫。你们的桌子上有3份材料，按照我刚才说的办法炼制，3次机会用完还没成功，就可以直接滚了。有些没接触过炼药的菜鸟，最好不要直接上手，省得浪费老子的材料。言下之意有所指。苏洛挠头一笑，知道对方这是在提醒自己，倒也没有在意。来之前，他听蒋心柔说过，之前有个菜鸟新手听课，上手就废了荀瑶3份药草，追着从教学楼骂到宿舍，直到赔偿等量的药草才罢休。脾气大点就大点吧，毕竟咱是白嫖的。桌上的3份药草的摆放整齐，而且能看出是经过精心挑选。打开炼药炉，按照刚才所讲，一丝不苟进行操作。炼药的过程基本可以分为起火、提炼、融合、凝丹以及开炉，共5个步骤。材料入炉，身后不少人已经引火开始提炼材料。苏洛心念一动，5指各自有小火苗燃起，旋即5火合一，灵活跳至炼药炉底部火台。好熟练的火焰操控，荀瑶顿时眼前一亮。虽说是生面孔，完全不似是一无所知的新手，精神力量汹涌而出，脑海中浮现出炉内各种材料的变化，感知到药草与材料在高温中变形。苏洛没有半分松懈，耳边时不时传来炸炉以及炼制失败的哀嚎，整个人全神贯注，不曾有半分出神。天赋的效果是可以随心所欲掌控元素，常人眼中暴虐的火元素，在苏洛手中就是随意揉捏的小哈基米。均匀炙烤下，材料中的药力被不断提炼，逐渐变得凝稠，是个不错的好苗子。荀瑶多看了几眼苏洛，将这个初来乍到就展现不俗天赋的学生记在心上。小心啊，老子精心准备的材料火候不行，用心用心。走了一圈，还是觉得第一排的青年看着顺眼。苏洛完全沉浸其中，物我两忘。快要出单了，这么快？眉头一挑，荀瑶双臂抱怀，饶有兴致打量着，对于其他人完全不去关注了。很快，教室里多出一缕浓郁的药香，周围响起窃窃私语声，不少浪费了3次机会的学生也围了上来，一个个显露震惊，感慨连连。难怪坐在第一排安然无恙，原来他这么厉害，有没天理啊？连炼药都会，这个人好帅啊！待会下课加个联系方式。双目陡然睁开，炉盖飞起，4枚通体乌黑的丹药飞出。什么时候这么多人？哈哈，干得不错。荀瑶难得展露笑颜，手指轻轻捏起丹药，瞳孔骤然一凝，脱口而出道：“丹文。”哗！围观的学生们嘴角一咧，一声声倒吸冷气的声音此起彼伏。携带丹文的丹药，药力更加精纯，也意味着炼药师在炼药过程中满足材料提纯达到 90% 甚至更高，以及全程火候均匀这2个条件。你叫什么名字？苏洛。谁教给你这些的？荀瑶问道。没有人教，绝对不可能达到这种程度。不是您刚才教的？苏洛哭笑不得回答。第70章，蒋心柔的天使投资。我？荀瑶内心狂震，自己不过是把炼制清心破障丹时所有可能遇到的情况，以及经过无数次验证的方法都说出来而已。如果只是这样，那眼前的青年毋庸置疑就是100年难遇的炼药奇才。同学，你能给大家分享一下经验吗？我也是第一次搞这个，把老师讲的东西全部都注意到，然后练就行了。周围学生伸长脖子，竖起耳朵，呆愣片刻，无一不是显露笑容。就这还算是经验？要只这样，岂不是谁的成功率都能上去？荀瑶一时竟有些懵，看似简单的一句话，又有谁能真正做到？如果面前这个青年真的像他说的那样，真是相当恐怖，因为就连他自己也无法在同等条件下做得更好。这时候下课铃响了，荀瑶仍沉浸在震撼中，半晌才反应过来，宣布下课。方便加一个联系方式吗？苏洛掏出手机，周围的学生眼里满满的羡慕。那可是一个7星炼药师啊，还是在清北城炼药师公会有一席之地的名誉长老。他们上了这么多次课，也没见荀瑶这么主动去加一个学生的联系方式。以后有什么炼药的问题，你可以随时找我。好不容易发现一个有潜力的苗子，荀瑶自然不会放弃白白溜走。谢谢老师。走出教学楼，蒋心柔等候多时，人群中还是能一眼就认出来独特的成熟气质与娇媚笑容，即便夜色已至，仍无法掩盖。有什么事吗？真是好无情啊！用完人家就给扔到了一边。路过的学生忍不住多看了几眼。不是，我的意思是，知道你一会儿没安排，陪我去吃个火锅。说罢，挽起苏洛胳膊就走。一路上碰到不少熟人，看到2人亲昵的模样，个个都面露惊讶。吃火锅的时候，蒋心柔从储物戒指里拿出个通体青红相间的袖珍炼药炉。这个给你。苏洛疑惑不解，
你还没炼药炉吧？这个双火炼药炉算我资助你的，以后不可以拒绝给我炼药，怎么样？像只狡猾的小狐狸，又像个忐忑的女孩，无比担心苏洛会拒绝。那我收了，以后炼药只会一声。苏洛如何能不明白蒋心柔的小心思？他又不是傻子，谈恋爱这种事情嘛，他并不拒绝。可是没时间，一天中所有的时间都已经安排出去，那么多课还有技能、功法、技巧等他去搞，似乎也就只剩下个睡觉的时间。总不能拿睡觉时间谈恋爱吧？过几天我也要离开一段时间，你们有你们的4校交流会，我们大3有联合研学，都差不多。估计你们的正式公告就在这几天了。果然是和蒋心柔说的一样。第二天一大清早，手机就收到集合短讯。下午4点半，渊墨大学最大的会议报告厅，陆陆续续有收到短讯的大一新生们出现。自从上次新生大比之后，见识到渊墨大学的退学政策，所有人全都投入到紧张的学习生活中。有好多人平时完全不会碰到，如今热情打着招呼：“老校，好久不见啊，是有段日子了。听说你前几天打破记录了。”低调低调，光说我呢，你最近怎么样？熟识的人彼此交流着，并非是所有大一学生都收到了短讯。渊墨大学看似是个年轻觉醒者们聚集的小世界，上课等各项安排全部自由，实质上也会根据每个学生的大数据以及老师的综合评定进行排名。当然，这份名单只有学校少数几个人能全部看到，只有综合实力靠前的学生才会被选中参加4校交流会。这之中大部分都是来自各省市的状元，或是在进入大学后成长迅速的潜力股，早已褪去出来的稚嫩收起了张狂的爪牙。各位，我是来自贝城的张浩然，很高兴认识大家。已经有社交显眼包开始发挥自己的才能，毕竟这个会议厅里的人不出意外将来都会有光明的前途，拓展人脉在他们看来变得愈发重要。毕竟觉醒者的社会也不是只有打打杀杀，还有人情世故。郁北墨和任梦晴两人携手出现，不少消息灵通的人都知道，新生大比中排名第2和排名第3的两人不久前正式官宣，而今两人的等级实力突飞猛进，围上去祝福打招呼的人也随之增加。云峰，看到没？这两人都被洛哥一剑秒了，现在却成了一对儿。你知道这叫啥？爱神丘比特之剑。两人忽然想到什么，目光四处寻找。杨云峰索性直接给苏洛打手机，却是处于关机状态。对于苏洛而言，修炼到忘记时间这种事并不是不可能发生。郁北墨和任梦晴也注意到苏洛还没有来，走上前问孙必伟和杨云峰他们舍友的下落。如今两人早已放下执念，反而还有几分佩服，尤其是联手挑战模拟秘境后更是如此。纯粹不是在一个世界的战力，郁北墨不想承认，却不得不接受了这个现实。算了，就这样吧。当之无愧的新生最强，过去这么多天又能达到什么境界？在场人在聊天时或多或少都会谈论到苏洛，咱们到时候抱紧苏洛大腿，说不定能直接起飞呢。众人听到这句半开玩笑的话，完全不觉得有什么，让那些趾高气扬的学长学姐客客气气。而且放眼如今校园内，没有一个普通社团的人敢得罪苏洛，甚至不少刚晋级的精英社团愣可惹上老师也不会招惹苏洛。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苏洛本身的实力。就在距离开始还有10分钟的时候，一个深沉如渊的高大身影走了进来。原本热闹的会议报告厅不知为何突然有了一股冷意，刚才还聊得火热的学生们无一例外看了过去。任梦晴觉察到郁北墨握着自己的手变得有些紧，他与苏洛目光对视的一瞬间，冰冷淡漠的双眸完全看不到半点身为人的情绪波动，仿佛是被强大的凶兽盯上一样。其他人也是相同的感觉，忍不住在心中暗自啧舌。这才多长时间，怎么感觉苏洛的实力又往前突飞猛进了一大截儿？哈哈，洛哥，你可算来了。孙必伟挥了挥手，苏洛转瞬一笑。这时候，会议报告厅里有许多人下意识松了口气，心里不约而同说道：苏洛，真他妈吓人。第71章，卧槽，怎么会是他？嗡，时间到，所有人各自落座。校长任丹青以及战斗辅助2座学院的正副院长全部到场。在4位圣者面前，任丹青的7阶修为显然不够看。少有人能知道，渊墨大学之前历年垫底的情况下，仍旧可以保证相对丰厚的资源获取，正是任丹青的功劳。而且校园内诸多琐碎杂事也都归其负责。至于出外历练等涉及战斗相关的内容，则是在几位副校长和2座学院正副院长职责范围内。综合排名前100的同学们，大家下午好。任丹青身穿得体黑面袖金马面裙，搭配刺绣上衣，格外端庄稳重。扫视全场，直到看见后排角落的苏洛，这才继续说道：相信大家也都知道，本次会议内容是有关4校交流会。
两侧的巨型屏幕上分别出现地形俯瞰图以及卫星侦测的实景图，茂密的森林与连绵无尽的山脉，还有隐藏于地下纵横交错的通道。形形色色的凶兽出现，冰冷残忍的眼眸隔着屏幕也能感受到浓烈的杀意。本次四校交流会位于川省虞城，具体位置是在虞城附近迷雾山脉深处。迷踪兽巢，几个从川省出来的学生脸色变得格外难看。他们自小就听大人说起迷踪兽巢是吃人的魔窟，一旦闯入九死一生。其他人听到兽巢这个称呼，不免觉得唏嘘，暗叹四大顶尖学府的交流会难度果然很高。兽巢与猎场、灰区又有区别，对于某一种或者几种凶兽聚集之地，都会被冠以兽巢的名号。而从屏幕上看，迷踪兽巢的地形复杂，不仅有地上的群居性凶兽，地面之下还有虫穴，难不成是错觉？相比于其他人，苏洛盯着任丹青身后的位置，感知中分明有暗元素聚集。虽然对方的元素操控妙到毫巅，依旧逃不过苏洛的眼睛。转瞬想起梅念雪曾说起过的那个疯子，任丹青并不在意所有人的反应，声音铿锵有力。此次交流会由邱副校长、战斗学院副院长谢傲真带队，另外有2座学院各15名老师随队。话音刚落，整个会议报告厅顿时变得漆黑，并非是停电，而是被一种黑色类似蛋壳一样的东西彻底笼罩。任丹青身后出现一个身材超过2米的男子，白皙的皮肤与鲜红的双唇形成鲜明对比，摄人心魄的眸子却是看向了角落。诸位同学们，下午好，初次见面，我是你们这次的带队总负责邱四。咔嚓，黑色蛋壳破裂，会议厅重新恢复正常，邱四却不见了踪影。每个人却都有一种感觉，自己就在邱四的视野中。那位令人觉得阴森的副校长，此刻不知在哪个阴暗的小角落窥视着所有人。大家别在意，习惯就好了。我来说一下，此次交流会决定下半个学期诸位乃至整个大一能够得到资源的数量。这么说吧，上次我们是第3名，如果这次能取得第1，端庄的脸上倏然一笑，比了个耶的手势。你们下个学期用学分购买各种资源时，全部半价，甚至更低。这下所有人都不淡定了。每个人都知道，顶尖学府受到国家资源倾斜，价格本身就比外界要低。要是在这个基础上再减少1半，简直如同天堂一样。我来说说具体的排位方式，和高考也差不多，只不过比的是100人团队的综合分数。不同强度等级的凶兽分数不一样，还会有一些大型的挑战，完成后也会增加分数。我还要说一句，个人分数第1，自己分数加在团队分数时会乘以3。说这话的时候，任丹青看向平静的苏洛，不紧不慢说道，个人冠军还可以自由挑选一份 SS 级评定的凶兽修炼资源。瞧着苏洛来了精神的模样，任丹青这才满意挪开目光。此次事关重大，希望诸位为了学校，也为了你们自己，尽力而为。2天之后，晚上10点东操场集合，11点正式出发。山河大学，一辆崭新的白色摩托驶入校园，引擎的轰鸣声在这片安静的校园中显得格格不入。教学楼前停车，摘下头盔，粉色的柔顺长发倾泻而出，走入位于走廊尽头的会议厅。刚一露面，所有热烈聊天的人顿时安静了下来。陈瑜姐，你回来了。陈瑜，我听说你在川宁镇的事情，等4校交流会结束，我让我爸派个冒险团过去。哦，不用了。少女独自走到最前排坐下，其他人这才恢复到先前的状态。淡漠疏离，生人勿近。如果有哪个不长眼的家伙，他的剑可不会有任何留情。唧唧歪歪，啰里吧嗦讲道理，不烦。迄今为止，有2手之数的人，因为想要强行闯入他的内心，而被他送出了山河大学。川省陈家的掌上明珠，郁金香公会的预备会长，被当代剑之圣者亲口评价是未来剑道纲鼎的女子剑仙。一个个令人窒息的名号，共同造就如今望而生畏的剑仙陈瑜。很快，山河大学的校长以及众多高层相继出现，将几天后举办的4校交流会诸多事项说完，随后又说起其他3所顶尖学府的具体情况。陈瑜，这次延续我们山河大学6连冠的荣耀，我把这根接力棒交到你的手中，有没有问题？哼，好。声音清冷，却有一种不容置疑的沉稳。身后的所有人也觉得是理所当然。哦，对了，有个情况你需要知道，今年约莫大学同时将全国第1和全国第2招了进去，你想要达成7连冠，可能还需要费点心思。陈瑜歪着脑袋，绽放自信的笑容。没问题。1小时后，陈瑜颤巍巍看着照片上熟悉的面孔，眼睛几乎能跳出眼眶，半天也合不拢嘴。卧槽，怎么会是他？为什么会是他？他忽然想收回刚才说的话。第72章，吃姐姐的软饭，可好？这位小友，
你确定不在网上试试？谢谢，我赶时间，不用了。苏洛委婉拒绝。按照荀瑶估测，他现在的炼药水平基本能达到2星水平，实际接触炼药没几天，达到这种程度已经让他很满意了。没有超过3星，统称为下品炼药师，在炼药师协也只享有下品炼药师的权限。既然如此，何必浪费时间和精力？须发花白的老者流露惋惜之色，忍不住叹了口气。拿着象征1星炼药师资格的星级腰带回来时，看到眼前正在整理擦拭炼药台的青年，不免点点头，眸子里颇多欣赏。负责炼药师等级考试10多年，结束之后还负责打扫的炼药师不过一手之数。这是你的1星腰带，之后如果你想更新星级，可以随时过来找我。炼药师协会全世界通用，如果需要什么单方药方、各种炼药材料，都可以过来。见过了形形色色的炼药师，对眼前这个天资好、品性佳的青年，老者不免生出几分爱才之心，自然也多唠叨了几句。从老者口中问出元方库的位置，苏洛道别后赶忙走出房间。炼药师协会的元方库专门用于储存单方药方，也会向获得认证的自由炼药师出售。当然，只是一些常用的，价格也还算公道。大部分炼药师都讲究师承，拜师后的炼药师自然不需要购买。真是太热情了。苏洛面露苦笑，要不是他直接打断，估计还能再说好长时间。这可都是时间啊。进入元方库，一个类似中学教导主任气质的中年女性推了推大黑方框眼镜。姐姐上午好，我来买几张丹药的方子。啊？哦，好，把你的星级腰带给我。脸上透出几分红晕，连带着严厉的口气也变得缓和许多。你确定要全都买？是啊。潇洒刷卡付钱，将堆积如山的卷轴一股脑收进储物戒指。姐姐，下次见。女子盯着门口，迟迟没有挪开目光。苏洛，你怎么在这儿？炼药师协会大厅，苏洛看着眼前只露一双小眼睛、浑身臃肿的男子，疑惑问道：荀老师？簇拥在荀瑶周围的10几人，有身穿长袍的青年炼药师，也有西装革履的领导。此刻无一不在打量这个穿着得体的青年。他们接待荀大师多次，很少见其与人主动打招呼，而且看样子还只是个学生，不禁内心猜测起苏洛的身份。哦，我来这儿认证炼药师星级，顺便买点单方药方药材之类的。胡闹！周围人下意识打了个寒战，脑海里飞速思考是不是自己的接待工作出了问题，得罪一个在炼药师协会有相当根基的7星炼药师，最次都是丢了饭碗。我不是都给你留联系方式了吗？为什么不找我要？荀老师，这点小事情就不劳烦您了，我还有点事情，实在不好意思。微微躬身行礼，苏洛头也不回地，一路小跑出大厅。所有人倒吸一口冷气。所以这是直接拒绝了？一个7星炼药师上赶着收徒，那还不是祖坟冒青烟的好事？这小子的脑袋让驴给做了吧？指望能获得荀瑶赏识的炼药师们，一个个瞪大了眼睛。再看看自己，站在寒风里苦逼哈哈等了半个钟头，荀瑶直接选择无视。有人出生在骡马，有人生来是牛马，有一说一，是真羡慕啊。这小子，荀瑶气急而笑，倒是对苏洛这种不卑不亢、不求人的行事风格颇多欣赏。对于这种热忱炼药的好苗子，他从来都不会吝啬。师承什么的，在他看来完全无甚所谓。话说，还是头次碰见这么不开窍的，主动要联系方式，不就说明是可以拜师的吗？难不成自己说的太委婉了？下次要不再直接点儿。最后一场模拟秘境打完，再次刷新最快记录，算下来一次性获得21500学分。关键这还是对方求之不得要给的。寒风中回到宿舍，差几分钟过凌晨1点，洗了个热水澡，上床睡觉。4点半，闹铃声响起，伊古路从床上爬起来，将提前准备好的各种材料以及那个袖珍的双火炼药炉放在桌上。大3的联合研学旅行出发时间是在今天下午4点。蒋欣柔是把自己的行程事无巨细的发了过来，上网查过资料，挑选出一些可能用得着的单方药方。能看出来双火炼药炉的品质不凡，虽说是天使投资，也没有追着马上炼制丹药。不过打了个哈欠，将材料按照比例投入炼药炉。我还是不太喜欢，欠太多人情啊。冬夜的寒风一刻也没停，屋子里炼药炉下的小火苗几乎也是一刻没有熄灭。渊墨大学正门口，战斗学院和辅助学院大3年级的学生三三两两聚在一起聊天，等候大巴出现。与大1大2的穿着打扮完全不一样，都是透着几分休闲和随意。姬星琼瞅着心神不宁的好友，无可奈何摇摇头。这就是掉进爱情漩涡里的女人吗？柔柔，别看了，你们又不是正式在一起，他来不来还不一定呢。我可是跟你走过高中3年的人啊，你倒是看看我啊。心里止不住吐槽着，姬星琼露出一抹坏笑，忽然叫道：呀，苏洛，
蒋欣柔顿时回头看了看憋着笑的好友，气不打一处来。好呀，看我不挠你！两女互相追赶打闹，让不少男生都下意识回头。苏洛，还敢骗我？我咬你！欣柔姐！啊！姬星琼拍了拍好友肩膀，趁机跑开。哼，你才来！猝然的娇嗔让旁边几个开拓者工会的男性成员走路一个踉跄。这他妈是副社长说话的口气！摘下头盔，蒋欣柔难得看到苏洛脸上有憔悴之色，说：“是不是背着我干什么坏事了？”蒋欣柔叉着腰，语气陡然转变，活脱脱像个审讯丈夫的小娇妻。亏人家还想出去多杀点凶兽，回来好包养你呢。想到这儿，蒋欣柔不免愈发生气。这些给你。下一秒，手里多了个小篮子，足足有10多个小药瓶。这是，要不多，算是你投资的第一轮分红。蒋欣柔一瞬间愣住了，心里霎时被愧疚和不安填满。她居然会把面前这个男生想歪，真的是不该啊！这一刻，蒋欣柔忽然觉得，这种男生怎么能等他开窍呢？为什么不直接倒推回去？那学姐，你别勉强自己哈，我真的有点困了，就先。耳朵忽然听不到任何声音，心里做出决定，也就在几秒的时间。万一等自己研学旅行回来，直接被熬成了稀饭，找谁哭去？那个，苏洛，我喜欢你，很喜欢的那种。鼓起勇气，蒋欣柔失去了平日里那份淡然从容，完全不似是那个在万草丛中飞舞又骗夜不沾身的花蝴蝶，却是像个扭捏的小姑娘，好不容易才说出心声。嗡，引擎的轰鸣声不断。欣柔姐，我回去睡觉了。哦对，到地方别忘了发信息。拜拜。我靠！第73章，对方拒绝添加你为好友。后视镜里，看到蒋欣柔上下挥动双拳，接连跺脚的情形，苏洛笑得无比开心，估计感动的吧。扑面而来的冷风，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精神的疲惫。连续超过8个小时炼制丹药，虽说到后面可以很熟练运行，可对精神上的消耗却是实打实的，连带着身体也觉得累起来。炼药果然和恋爱一样，劳心又劳力啊。4校交流会出发还有几个小时，苏洛回到房间，顾不得满屋子的药味，直接扑到床上定好闹铃，呼呼大睡。渊墨大学办公楼顶层，窗明几净的会议室中，一些初次进到这个房间的老师好奇打量着。能进到这里的人，毋庸置疑都是学校的决策层或厉害的觉醒者。不一会，副校长霍青、2大学院的正副院长以及资深教授们先后走入，全身黑衣的高个少年也走了进来，肆无忌惮坐在霍青旁边的椅子。你是哪个学院的？那个位置是你能坐的？脾气火爆的老师当场站起，立时如坠冰窟，两眼不知为何漆黑一片，浑身冷汗直流。啪！谢傲真轻轻一拍肩膀，自知失言的老师瘫坐在凳子上，满脸绝望。也难怪大家不认识，开会前我来介绍一下，副校长之一秋四。这下许多资历不多的老师当场惊了，看样子最多也就20岁，就算高阶觉醒者的身体衰老速度极其缓慢，也太年轻了点吧。夜王，夜王秋四，有个老师惊声喊道，其他几个后知后觉，脸庞写满惊色。他的战绩是至今都留在教科书中的传奇，曾经一夜团灭过紫霄皇族72位高手的传奇觉醒者，有着与霍青的冠军封号同等地位的夜王之名。先前指责的女老师扑通一声跪在地上，泪流满面，已是吓了个半死。哼，无妨，不知者不怪。环顾四周，秋四眉头微皱。这时候，任丹青推门而入，在座之人不乏有比其等级高的觉醒者，却无一人会不尊重眼前这位女性。正是他将顶尖学府地位岌岌可危的渊墨从悬崖边拉了回来，而且因为有他的关系，这个房间里的其他人才能安心进行教学工作，不被任何世俗琐事打扰。人都来齐了，我也不废话了，距离发车还有几个小时，这里是其他3所学校的详细情报。抱歉，任校长，我打断一下，是不是还少个人？秋四摸摸鼻梁，突兀问道。邱副校长说的那个人现在正在上课，没空过来。显露几分惊诧，秋四张开的嘴巴又闭合，不禁摇头笑了起来。先简单说下我们此次目标。闻言，任丹青的目光扫过房间里的每个人，声音坚定，铿锵有力。保2争1。会议持续不到1个小时，结束时，不少人这才惊奇发现，霍青身旁坐着的人是个略有些胡茬、剑眉星目又有些忧郁气质的大叔。这次就有劳邱副校长和谢副院长了。小意思。傲真，带我去他宿舍。谢傲真微微一愣，恍然大悟，4点头，眉梢还残留几分疑惑。刚准备敲门，一支青色箭雨从天而降，精准插在邱四下一脚的落脚点，抬起的脚又悻悻回到之前的位置。
楼顶，一道身影持弓而立，青衫与银色长发随风飘舞，绝代风华。好歹我们也是曾经的队友，今天旭就没必要这么狠吧？再往前一步，你知道我的脾气。秋思一口气把烟抽尽，随着夜色降临而逐渐魁梧的身材，连带声音也完全改变。别忘了，你的宝贝学生，老梅，你应该不想让你的学生被我玩死吧？你可以试试，看我算了。梅念雪一跃而下。不远处，谢耀珍看到在路边闲聊的两人，倏然想起秋四在得到夜王封号之前，曾加入过一支6人小队。据说，连同秋四在内的7名成员，之后都是圣者或圣者以上的人物。看两人还算熟悉的模样，莫非？叮铃铃，8点。苏洛睁开眼睛，连续炼药的疲惫得以适当缓解，将房间打扫收拾过一遍，给母亲萧晴和姐姐罗妙夏打了通视频，简单说了下近况以及之后要出发去虞城。罗妙夏眼睛瞬间明亮，一听到是要去迷踪受潮，和萧晴脸上同时浮现担忧。不过两人都只是反复叮嘱苏洛要注意安全，再没有多说什么。从小对苏洛的性格很了解，更何况这段时间他们能感受到苏洛的成长，也没有去过多干涉。眼睛瞥向列表中的蒋欣柔，上次发消息还是在清晨他叫起床。虽说实际面对面蒋欣柔的话不多，可在聊天软件上时不时就会发消息。冷不丁变得沉默，还有点奇怪。欣柔姐，到地儿了没？大笨蛋去死吧，开启了朋友验证，你还不是他朋友，请先发送朋友验证请求，对方验证通过后才能来聊天。发送朋友验证。苏洛，黑人问号连点 JPG， 为什么把我删了？我找他惹他了？抽什么风啊？下意识点击发送朋友验证，几秒之后，苏洛收到了提示，对方拒绝添加你为好友。算了，等回来当面再说吧。苏洛把手机一扔，将炼制好的丹药分装到小瓶，盘点所有丹药数量，做到心里有数。系统启动。精神属性涨了，从966点变成973点。虽然只有7点，却也说明通过炼药将精神压榨至极限，恢复后可以极小幅度提升精神属性。难怪炼药师的精神会成长得那么快。苏洛早把刚才被人删了这件事抛诸脑后。总之，这可比单纯的冥想要实用，又能加精神，还可以顺道把炼药技术提升起来，一箭双雕。就是过程很痛苦，苏洛很快也就释然了。奏响大和谐的旋律前，不也得经历撕裂般的剧痛？先苦后甜，诚不欺我。听到楼下孙必伟和杨云峰的呼喊声，苏洛穿上黑色长款披风衣。这个笨蛋，大笨蛋，傻瓜！蒋欣柔捧着个手机，破口大骂，牙还有点痒痒。毫不怀疑，如果苏洛就在身边，他直接会扑上去咬上几口。反正本姑娘也是属狗的，你再来一次我就通过了呀。要不我加回去。第74章，罗大哥，你不老实啊。12月23日，冬日的夜晚，寒风呼啸。东操场距离宿舍区最远，除了那些压马路的情侣和一些习惯夜跑的学生，很少会有人来。从9点半开始，陆陆续续有大一新生出现。平时漆黑的操场，此刻灯火通明。4校交流会的持续时间为1个月。出门在外，又是陌生的土地，每个大一新生基本都有相当的准备。有储物戒指的苏洛3人，相比起那些拖着行李箱和装备战甲的学生，就要轻松很多。30名随行老师，每个人都会负责3到4个学生，方便日常管理。负责他们的老师是一位叫做孔方的年轻讲师，不过25、6岁的样子，个子不高，身材容貌都属于中等，圆嘟嘟的脸蛋在寒风中冻得像个红苹果，格外可爱。3人报到之后，就站在孔方旁边。孙必伟天生自来熟，不一会儿已经和老师聊得火热。苏洛和杨云峰则是打量四周，看到没有任何交通工具，不免疑惑：洛哥，你知道咱们怎么去吗？我还真不知道，这个问题还是让我们可爱的孔老师来解答，怎么样？孔方显然还有点不太适应，尤其队伍里还有个新生最强，无形中有了不少压力。可爱什么的，嗨嗨，咱们是坐星途列车去的，那是。对于这个出现的新名词，苏洛还是有些诧异，毕竟这里是操场，他也没看到什么铁轨之类的东西，难不成又是像竞技场那样直接在地上开个洞？不过像约莫大学完全有可能。疑惑之际，从头顶传来鸣笛声，苏洛下意识抬起头，就看到了相当震撼的画面。星光铺陈的轨道一路延展到操场，漆黑无垠的夜空，有长长的列车疾驰而来，类似于老式蒸汽机车在星光下熠熠生辉。一众从未见过的学生和老师惊叹之余，又在吐槽着：牛逼牛逼，咱们约莫出行就是和别人不一样，这火车他妈的真帅，就是车前头这个笑脸，
怎么这么滑稽？我去，那他妈是个人！卧槽！还有谢副院长！当所有人看清车头上的人影，更是引发连串惊呼。帅气的中年大叔身穿黑色西服，抽着中式的烟袋，倚靠高耸的烟囱。他的旁边，战斗学院的副院长谢傲真双手插兜，两只脚像生了根一样，违反力学般站立。苏洛当即猜出男子的身份，本次四校交流会的主带队副院长邱四。怎么看起来老了那么多？犹如翱翔9天的长龙，硕大机车头之后是10多节同样巨大的豪华车厢。透过明亮宽大的车窗，能看到车厢内部的装饰称得上美轮美奂，低调又尊贵。嘶！尖锐的刹车声让不少人下意识捂着耳朵。星途列车安稳停靠，紧接着，合计20个车厢门打开，所有人1刻钟内登车完毕。谢傲真的声音不大，却精准出现在每个人的耳边。当即有随行老师开始维持秩序，孔方带着苏洛3人跟随人流上了车。这届的学生乖得像一群小绵羊，他们谁又敢放肆呢？邱四旋即冷冷一笑，吐出个完美的烟圈。磅礴的星辰之力再次灌注整个星途列车。与此同时，列车下方的星轨向前延伸，车厢门徐徐关闭。起航！风景扯呼喽！车厢内所有人趴在窗户前，看着飞速闪过的景色与近在咫尺的夜空，欲觉惊奇。谢傲真仰起头望向天上明月，身后长发飞舞。虽然已经不是第一次与邱四合作，对方诡异的力量增加方式还是令他心惊肉跳。再过不到2个小时，他将会拥有媲美甚至超过9阶上位觉醒者的恐怖力量，即便仅有1分钟而已。副院长，能量储存器全部放空，您今晚可以随心所欲。哦，你有心了，哈哈哈！邱四放声大笑，双臂张开，为自己有个可以保持清醒又不至于战斗厮杀的夜晚而感到由衷开心。星轨无限延伸，星途列车向着余城的方向疾驰而去。车厢内部十分宽敞，除了每个人拥有独立的房间之外，餐厅、酒吧、电影院等各种设施一应俱全。学生们按捺不住内心激动，进阶聚集到中部最大的餐厅车厢。言谈之中，话题逐渐回到即将展开的4校交流会上。我可是听说，要是咱们能打到第1或者第2，下个学期每月还能多领1份修炼的资源。真假的？要真是这样，那可得认真来了呀。不过其他3所大学也都不弱呀。除了苏洛之外，在场许多人都有同学或者朋友就读于其他3所顶尖大学，情报自然也要更灵通一些。苏洛更喜欢作为倾听者，而且这些细微的情报说不定会有助于之后的4校交流会。事实上，之前开会结束，专门有人给了他1份资料，只是到现在还没来得及看。情报和资料也不过是锦上添花的东西，实力不够，该打不过还是打不过。抵达余城后，有将近1整天的空闲，正好可以详细看几遍。龙城国防军工有 S 级天赋的觉醒者，就我同桌舍友。说到 S 级天赋，不约而同有数道目光看过来。苏洛对此并未在意，只是让他想起一个人，招他进来的于幼蕊。自打给他买了摩托后，就直接请了长假。从梅念雪那里得知是家里有事，除此之外便不再多说。电话不接，短讯不回。若非渊墨大学真的是顶尖学府，苏洛甚至以为是像大学刺客一样招进来就玩消失的骗子。对于这个刚入学就帮了自己许多的老师，苏洛一直都很感激。山河大学的女剑仙，脑海里浮现某个叽叽喳喳背着几把剑却只能当辅助的粉头发少女，不禁笑了笑。龙城国防有 S 级，山河大学有女剑仙，红海大学是3阶上位的留学生，我们有什么？当然是我洛哥了，有苏洛和我们一起，肯定能拿第1。凌晨的车厢里满是欢快的笑声。川省余城丰江战略营地，毗邻旁边的军事基地而建，是川省最大觉醒者工会郁金香工会所有。行走于基地中，随处可见郁金香的标志。此次作为接待4校交流会的营地住所，已经安排专门的保洁做过不下3次清洁工作。4周的护卫工作统一由军方担任，各个交通要道随处可见实力处在3阶甚至是4阶的军人。即便是在冬季，在这片偌大的广场依旧有盛开的郁金香。几个身着正装的人从后方大楼走出，时不时看向天空。小妹，你怎么也来了？二哥，我来见一个熟人呀。闻言，长发男子正欲说话，听到天上的汽笛声，所有人齐齐看向天空。远方的黑点只是一眨眼就变成庞大的列车。是渊墨大学，打起精神来。平稳停靠，谢傲真牵着一个5、6岁的孩子微笑上前。预先准备好的仪仗队鸣放礼炮，奏响渊墨大学的校歌。谢院长好，我是陈玉，欢迎渊墨大学的诸位莅临我丰江战略营地。身后车厢门打开，一个个精神饱满的学生走下车。
早有营地的引导员上前与随行老师开始对接，现场秩序井然。我们已经为学子们准备好了单人的宿舍，老师们都在旁边的公寓，一切都已准备妥当。今晚我们还准备了接风洗尘的宴会，务必请谢院长率领约莫大学的老师和同学们来参加。伸了个懒腰，苏洛正打算跟着引导员去宿舍楼，身后忽然响起一个甜甜的声音：“罗大哥，你可不老实啊！”第75章，这姑娘该不是个恋爱脑吧？几人闻声回头，是一名个子偏高的粉发少女，18、19岁左右的年纪，明眸皓齿，要如春花。穿件雪白无瑕的过膝大衣和暗色长筒靴，却并不显得臃肿，反而将饱满的胸脯曲线和近乎夸张的腰臀比完美展现。双手负后，欲语还休。孙必伟和杨云峰不自觉张大嘴巴，感觉就像动漫里的人物直接跳出来变成了3次元，比看到谢耀珍牵着像他孩子的小男生从车上下来更觉震惊。就连孔方也不免下意识推了推滑落的眼镜：“小姐，你不用管我，做你自己的工作。”引导员诚惶诚恐，一时之间左右为难。明明是叫苏洛，还骗我，哼！出门在外，小心为上。娇俏皱了皱鼻子，玉琛的语气中透着几分重逢再见的喜悦。3个人的目光再次回到苏洛身上，尤其是作为舍友的孙必伟和杨云峰，更是暗暗啧舌。真不愧是洛哥呀！看到了没，咱们洛哥的红颜那可到处都有啊！话音未落，透露着甜美的眼眸里猝然出现一抹冰冷的杀意，直指孙必伟。连眨眼都不到的时间，惊出孙必伟和杨云峰一身冷汗。哟呵，恭喜啊，都突破到3阶中位了呀！那当然了，我都说过我不弱的嘛。自知失言的孙必伟缩了缩脖子，对方显露的杀意锋锐难当，毋庸置疑是可以直接把自己秒了。两人面面相觑，更加疑惑整天时间管理精准到分秒的苏洛，怎么可能认识这种又美又强的女生？而且看样子，封疆战略营地还是这个粉头发女生家里的产业。不远处，热情招呼谢耀珍的陈玉心里咯噔了一下，他还是第一次看到自己的双胞胎妹妹露出如此明媚的笑容，而且那个背影似乎还有点眼熟。紧接着，眼里闪过一缕难以言喻的狠戾。她这个妹妹自小就单纯的很，万一要是被什么垃圾偷了心，她绝对会让对方死得很爽很难看。请跟我来。苏洛几人跟上引导员的步伐，旁边聊得意犹未尽的少女蹦蹦跳跳跟在苏洛身边。那里是龙城国防军工，我们山河大学在第1宿舍楼。4人神情略微变化，居然是山河大学的学生。孔方已经认出了少女，正是此次山河大学的王牌，有着未来女子剑仙之称的陈瑜。可资料上不是说她其人冰冷，不苟言笑吗？莫非资料有误？封疆战略营地虽然毗邻残酷的迷踪兽巢，环境却相当不错，公园凉亭、人工湖这些应有尽有。这个湖的名字叫明镜湖，我起的，是不是很好听？哦，对了，欢迎宴会是在下午5点半。老师，您住在教师公寓307房间。引导员的介绍下，几人基本了解清楚。4所顶尖学府各有一栋楼作为学生宿舍，约莫大学是在3号楼。从孔方处核对过学生信息，引导员又取出各自的房卡和钥匙。欢迎3位入住封疆战略营地。为方便各位，我们的食堂和补给大厦全天候营业，所有吃喝全部免费。苏大哥，我知道几个很不错的窗口，到时候我带你去。哥哥姐姐们人都很好的。另外，如果想去余城走走看看，我们还有专车接送。引导员苦笑着完成了自己的全部工作，而始终伴随的那个声音依旧没有停下来。苏洛叹了口气，无可奈何说道：“咱能安静会儿不？”旁边的2人同样也在心里叹气，真是身在福中不知福，可就这样，对方居然贴贴的更凶猛。难道这就是传说中的欲擒故纵？该说不说，是真的牛啊！咱们先上楼吧。另一边，引导员则是带着孔方去往教师公寓。4人走进电梯，孙必伟和杨云峰在6楼，苏洛是在7楼。嘻嘻，苏大哥，你是不是很好奇我怎么知道你的？山河大学距离余城极较近，提前半天入住营地，约莫到来的阵仗很大，许多山河大学的学生包括老师自然看到了这样一幕。不苟言笑的冰山雪莲居然一路上笑容没有消失过，几乎所有熟悉的人都不禁揉揉眼，怀疑是不是自己还没休息好，简直就像处在热恋但是很久没见到自己男朋友的少女，这感觉几乎可以颠覆他们的全部认知。这还是陈瑜吗？陈瑜这姑娘该不会是个恋爱脑吧？一个身穿得体西服的长发中年女性不可思议说道。此前开作战会议的时候，在动员大会上还信心满满的陈瑜，居然一反常态，出乎意料地说出诸如别得罪渊墨，更别招惹对方的心声第一之类的言辞。亲眼看到的一幕让他忍不住怀疑，如果真的与他所想一致，又该如何？
身为带队的老师，他肯定能眼认出让陈鱼围着的正是渊墨大学的最强新生苏洛。同样也很清楚，目前只有2阶中位的苏洛，颜值真的很抗打，就连他也下意识多看了几眼，更不必说是在陈鱼这个年纪的少女，简直是超级大杀器。可恶的人丹青，知道你们学生综合实力差，就给我来这手，还是美男计，卑鄙无耻！我呸！关上门，听到少女渐行渐远的脚步声，苏洛顿觉世界安静是如此美妙。简单收拾一下房间，比起学校的别墅宿舍肯定要差很多，不过也是5星级的标准，各种配置都很不错。群里放出通知，5点的时候到宿舍楼下集合，一起去参加欢迎宴会。大概还有8个小时，将鸳眼凝眸温柔放在椅子上，洗了个热水澡，又小憩片刻，拿出之前的资料细细阅读，在山河大学的文件夹中看到了不久前才刚见过的面庞，与娇俏甜美恰好是对立面，两眼淡漠，嘴角下意识抿着，一副拒人于千里之外的模样。切，什么垃圾资料，冰冷还不苟言笑，真要是这样反而好了。把资料扔在一旁，苏洛打开窗户，冷风呼啸而入，呼，缓缓闭上双眸，感知存在于寒风中的律动，一个又一个拔地而起的强悍气息在虚无黑暗中出现。自由的风穿行于天地之间，可以抵达诸多角落，如萤火虫一样的青色粒子盘旋于苏洛周身各处。耳朵里的风声呼啸渐渐消失，取而代之的是仿佛菜市场一样闹哄哄的嘈杂说话声，渐渐将这些混乱的声音剥离，只要自己所需的一个或几个。风元素的粒子一点一点汇于身后，凝成翅膀的形状，如同一个调皮的小孩，左顾右盼后趴在耳边轻声低语。轰！青色的翅膀倏尔爆碎，屋内狂风汹涌，凳倒桌翻。苏洛的气息如同骤起的疾风，迅速攀升，身体里的某个限制被飓风悍然冲破。2阶上位，半晌，直至气息完全稳固，苏洛这才惊喜睁眼，明亮眼眸中的青色疾风一闪而过。原本只是想领悟风元素的技巧风之羽，却没料到顺水推舟般直接突破。系统启动。第76章接风洗尘宴会。系统信息浮现眼前，姓名苏洛，资质2阶上位觉醒者，天赋全元素掌握 S 级，黑色向上箭头，力量702，黑色向上箭头，敏捷791，黑色向上箭头，体魄1555，黑色向上箭头，精神1011，黑色向上箭头。细细看过一遍属性，最后是将目光聚焦在敏捷上。与前几次突破有所不同，属性中增加幅度最大的是敏捷，足足有148点，其次则是体魄，是123点。当然更令苏洛倍感惊喜的是，他终于将风之羽完全领悟，只要有风吹过的地方，皆可从风之口得到信息。尝试过后，这个技巧是会根据精神属性增加，范围以及信息的精准度、完整度都会提升。继黑玉章言大成，苏洛又领悟到无响鸣雷和风之羽这2种技巧。系统面板上没有显示，也就意味着没办法通过自由点数提升。面板最下方的自由点数一栏显示的数字为9127，自从废弃矿山归来，还没有加过点。简单思忖片刻，自由点数飞速下降。毕竟还是以弓箭作为主要攻击手段，把随后学到的弓箭系技能全部提升到精通，随后将剑术、枪术以及拳法的技能全部升级，其中剑术掌握、枪术掌握、拳法掌握再次升级成精通，对应的技能则是到熟练境界。结束加点，还剩下76点，自由点数实在不太够用。抱怨了一句，旋即又想起这次4校交流会的场所是凶兽聚集的迷踪兽巢，而且是20天以上的自由狩猎。苏洛暗暗下定决心，都这种条件了，绝对得射个痛快。群里时间表上，接风洗尘宴的时间从5点半到7点半，第2天就是4校交流会正式开始的日子，必然不会到很晚。结束之后出去找个地儿射几箭，每次提升和加点都会带来细微的差别。苏洛并不喜欢无法掌控的感觉。接风洗尘宴的地点在封疆战略营地的东北角，足以容纳2000人的巨大宴会厅，4所顶尖学府的校徽与校旗高高挂起，随处可见郁金香的元素，超过100张长形方桌，美酒佳肴、水果点心和特色小吃一应俱全。身着淡雅郁金香图案制服的侍女游走其间。秋四和谢耀珍率领渊墨大学师生进入，马上看到龙城国防军工和山河大学的师生。今天本来就是嗨皮的日子，大家自由活动。秋四不耐烦挥了挥手，直接解散队伍。闻言，所有学生呼啦散开，每个人都很开心。苏洛没有穿标志性的黑色长风衣，只是背着鸳眼凝眸望向秋四，对方的容貌年龄倒是与先前开会时差不多。
正疑惑之际，孙必伟像看到鬼一样瞪大眼睛：“洛哥，你又突破了，让我多享受一会儿和你肩并肩的快乐啊！”简单说了几句，孙必伟拉上杨云峰去转悠。两人都知道苏洛的性格，默契选择忽略，凭着弓箭手天生的直觉，找了个很容易被忽略的角落。苏洛摸了摸早已饥肠辘辘的肚子，自言自语道：“先吃饱肚子。一般这种宴会，中途应该有偷偷溜掉的机会。更何况约莫大学没什么所谓进场退场的签到，待会儿只要和孔老师打个招呼就行。与龙城国防军工的整齐划一、纪律严明完全是对立面。约莫大学更加自由，学生们四处游走，时不时还会与其他两所学校的朋友打招呼。伴随着红海大学进场，宴会正式开始。儒雅随和、两鬓斑白的中年人登台致谢。苏洛从旁边人的交谈中得知，这个完全感受不到气息的普通人是郁金香公会的现任会长陈道平。宴会随即进入相对轻松的环节，乐队演奏舒缓的音乐，穿漂亮汉服的粉发少女，自信张扬的金发留学生，毋庸置疑是整场宴会的中心。而身着军人制服的国字脸男生，目光锐利，沉默少言，若隐若现的冰冷气息令不少人打算结识的人望而却步。三所顶尖大学的新生最强都已出现，约莫大学的新生左顾右盼，完全寻不到苏洛的影子。还有一个人看似得体，应对着每个人，美目流转，也在寻找着苏洛。咔！宴会厅大门忽然打开，鹤发童颜的老者身着粗麻宽松练功服，龙行虎步。四所大学的领队和老师觉察到门外不同寻常的气息，纷纷投去目光。邱四懒洋洋坐着，不为所动。郁金香公会的创立者，川省3名9阶觉醒之一，剑皇陈新安，热情与四所学府的领队和老师们打着招呼。陈新安高举酒杯，放声说道：“大家吃好喝好，老朽迟来多时，自罚一杯。”说罢一饮而尽，顿时响起喝彩之声。山河大学的张建华老师是哪位？陈老，您好。身着学校制服的中年女性挤过人群，身体前倾与陈新安握手。陈瑜在你的班上，就有劳您多费心了。哪里，都是我应该做的。您有什么要求，尽管告诉我。旁边的陈瑜明媚脸庞顿时有几分暗淡，望向自己的辅导员老师，漂亮眸子里闪过一缕异色。宴会随着陈新安的出场，氛围抵达高潮。在场诸多老师和学生都心知肚明，郁金香公会是川省第一大公会，在整个华夏国的排名稳居前列，与4大顶尖学府签订有人才引进协议。今晚陈新安的出场，不只是为孙女铺路，同样是展示公会底蕴实力，提前物色招揽优秀人才。请问约莫大学的苏洛苏同学来了吗？爽朗的话语盖过所有声音，闻者无不面面相觑，显露疑惑之色。陈瑜轻咬红唇，粉发之下的耳垂愈发红了，犹豫再三，还是伸出手，轻轻拽了拽自己爷爷的衣角。苏洛，苏同学在场吗？陈道平要跟着喊道。切！喝完杯中红酒，邱四的目光落在那个不起眼角落里吃得不亦乐乎的家伙身上，怪不得能成为那种性格古怪的人的心爱徒弟。一个抱着搪塞不开手，一个吃起东西停不下来，猩红的双唇忽然向两边咧起，轻轻打了个响指。啪！整个宴会厅里无人注意到如同弹壳一样落下又消失的漆黑幕障。洛哥，噗嗤！心弦绷紧的少女瞅着右手拿着半拉烤羊腿，左手端着冰镇可乐的少年，忍俊不禁。这个人真有意思。喂，呆子，我爷爷刚才喊你呢。苏洛一脸懵逼，怎么从角落直接出现在了中心位置？瞬移了。隐约觉得大厅里倏然浓郁又不曾出现过的暗元素，下意识看向邱四所在方向。陈新安眼睛一眯，闪过几分欣赏之色。这种悄无声息的移形换影，也只有夜王邱四能做得到。而且目前这个时间点，对方的能力属于每分每秒都在膨胀式增加的状态，连他也只是看到一瞬的变化，面前这个少年居然也能察觉得到。刚刚晋级2阶上位的实力与其他人相比并不算高，陈新安却能一眼看出苏洛的修炼之路稳扎稳打，并不是单纯追求等级，倒也难怪能从佣兵团的手中救下自己的孙女。苏同学，老夫多谢你救了鱼儿，日后若是有用得着我陈新安的地方，尽可开口。也欢迎苏同学将来能加入我郁金香公会。某个紧张的少女悄然擦去原本在眼眶里打转的泪水，咧着嘴笑了，笑得很傻，仿佛心爱洋娃娃失而复得的7、8岁小姑娘一样。陈新安的声音不大，却让宴会厅里的每一个人脸上都出现错愕震惊的神情。孙必伟和杨云峰口干舌燥，不曾料到那个围着苏洛的少女竟会是剑皇的孙女，更无法想象苏洛会有救命之恩，还顺道给人姑娘的心都就走了。多少人想和剑皇攀关系，都苦于没有门路。
苏洛这是直接一步到位。谢耀珍单手抚在傲人的饱满上，随着呼吸上下起伏。这个青年带给他的震撼实在有点大。吹了声口哨，秋四眼睛一亮，愈发好奇。那个和蔼慈祥的老头也只是因为上了年纪，所以看起来慈眉善目罢了。年轻时候要没个狠辣心肠，便不会有川蜀剑皇最无情的说法流传。能让这种不见兔子不撒鹰的家伙大庭广众下如此感谢，究竟做了什么？总不会是生面直接蒸成馒头了吧？如果陈老头一剑斩了苏洛，那个护犊子的主儿会不会直接来个万里射杀？秋四浮想联翩。是这样啊，没什么，您太客气了。苏洛的回答很平淡，毕竟以结果来看，他也在陈馀的口中得到秘境具体位置，并且从中获利，各取所需而已。望着陈心安伸出来的右手，苏洛腾出手又在衣服上擦了擦。唉，这下彻底没法偷溜了。苏洛有点烦。好不容易熬到宴会结束，苏洛这才从营地侧门溜出去。皎洁月光下，陈馀倚靠墙壁，淡淡笑着，朦朦胧胧的滤镜下愈显清冷，看样子早已等候多时。晚上好，想去哪儿？我带你去，有凶兽的地方就行。怎么感觉现在的陈馀有点不一样呢？白色的机车突兀出现，苏洛眉头一挑，这得多大的储物戒指才能把摩托直接装里？走吧，上车。好。引擎轰鸣，安静夜色下震耳欲聋。陈馀刚想叫住，为时已晚。我靠！哎，他忽然想到是自己妹妹骑车，难道其实是反过来的？手指灵活在仪表盘轻触，白色机车随之变形成为适应崎岖地形的越野模式。冰冷的寒风拍打着脸颊，越发红润。陈馀高兴地笑出了声。从小到大，爷爷总会将他喜欢的东西一个又一个拿走，除了剑。这一次他也以为会是这样，所幸并不是。第77章，守护这句话可不是说说而已。一发又一发，夜空之下须臾闪过的寒芒悄无声息。陈馀望着消失的剑矢，距离很远，完全看不到是否命中目标。不过本能觉得肯定射中了。他印象里的苏洛从来不会射空。将身体的变化完全适应，苏洛咧嘴一笑。最大有效射程基本可以达到1100米，极目星瞳的视野距离还要更远，粗略估计能到1400米。屏气凝神的刹那，脚下的积雪忽而盘旋高飞，耳边有更加凌乱的声音。迷踪兽巢的边缘，风中的信息量就有如此程度。眉头忽然皱起，这些杂乱的信息中出现一抹不同寻常的嘶吼。呼！双目微闭，星星点点的青色粒子熠熠生辉，精神愈发集中，这一缕声音也随之放大。东南方向，陈馀，快！啊！什么？懵逼的陈馀被苏洛拽上车，按照所指出的方向改变摩托的形态，从陡峭岩壁的疾驰而下。苏洛颇有些羡慕，暗自思索，等回了学校也要给自己的摩托稍加改装。陈馀也从苏洛口中得知其急迫的原因。距离两人刚才位置2000米，有大量凶兽正在追逐着一辆破旧的小轿车。这是一条废弃超过50年的公路，怎么会有汽车？相信我。陈馀吐了吐舌头，白色机车如幽灵般无声穿梭于密林之间。对方的语气不容置疑。囡囡，别害怕，那些都是在和我们两个玩老鹰捉小鸡的游戏。女子满头大汗，脚已经把油门踩到了底。后视镜里小女孩眼皮低垂，几乎是快要昏睡过去。囡囡，帮妈妈看着身后好不好？万一被追上来，我们两个可都要输了呢。可妈妈，我好困啊。小女孩艰难举起手里的小镜子，距离小轿车不超过10米，令人头皮发麻的凶兽如浪潮一般。这条公路横穿迷踪兽巢区域，早已荒废。女子也不想这样，如果她的女儿没有中了兽毒的话。偏远的乡镇没有解兽毒血清，通往余城的专列要到第二天8点。通体黑色，足有3米多长的凶兽一跃而起。嗡！白色机车从旁边密林中横飞而出，车尾一人站立，漆黑之下唯有腰间刀刃绽放金光。圆弧的剑气将凶兽一斩为2，拉弓如满月，流星12连。响彻山林的轰鸣，凶兽浪潮为之猝然停滞片刻。金色的阵势在夜空下尤为耀眼，密落的箭雨将凶兽的前路完全阻隔。余城第一人民医院，披头散发的中年女人双手合十，不住地祈祷着。苏洛和陈馀看着眼前一幕，沉默不言。漫长等待结束，医生从急救室出来，患者已脱离危险。中年女人泪流满面，高呼老天保佑，多亏了那枚紫莲清毒丹，要不然神仙来了也没辙。医生心有余悸，却也有些震惊，望向那2名年轻的觉醒者，满是敬意。这里只是专门给普通人治疗的医院，
而且一枚紫莲清毒丹的价值超过80万华夏币。他很少会见到有觉醒者会给普通人喂这种丹药。中年妇女踉跄跪下，发了疯的磕头。两人将其扶起，待到中年妇女的情绪稳定后离开。病房里，中年妇女摸着小女孩的额头，庆幸着自言自语：神灵护佑，多亏了那个白色的圆球啊！那，等你长大了，也要成为像那2个哥哥姐姐一样厉害的觉醒者。走下医院台阶，天上飘起雪花，取出黑色风衣递给陈瑜：下雪了呀。没事，我的衣服也很，嘿嘿。少女不好意思接过风衣穿上，先前不顾一切林中穿行的时候，衣服没少被枝杈勾扯。为什么？没有为什么。苏洛笑了笑，目光锐利。我们上学时学的第一课，你还记得是什么吗？眼神显露迷茫，片刻后恍然大悟。华夏国大地上所有学校的启蒙一课是同一个主题：守护。无论将来是否成为觉醒者，都有守护之责。觉醒者前线作战，普通人在后方的所作所为皆符合守护之名。我的父亲和母亲在很小的时候死在凶兽浪潮，既然知道了，看见了，又能帮一点，总不至于让这种惨剧又在我眼前上演。守护这句话可不是说说就完事儿的。轻轻揉了揉陈瑜的脑袋，从其手中拿过车钥匙。刚才多谢了，回去的车我来开。两手轻轻把黑色风衣拽得更紧。陈瑜望着那个挺拔而高大的背影，心里不知有什么东西流过。快跑几步，乖巧跟在苏洛身后，如同那时进入秘境一样。雪花飘飘洒洒，白色机车无声前行，恍惚如幽灵。正在飙车享受漂移刺激的青年，陡然从后视镜看见刺眼灯光，下一秒，眼角余光看见白影闪过。吃线，前面可是死亡拐角，开那么快，不想活了呀！接下来看到的一幕，让青年感觉这辈子都值了。只见那辆摩托的车轱辘燃烧起烈焰，周遭有青色屏障，居然违反物理定律般诡异拐弯，轻松通过。这他妈都行！我该不是碰见亡灵机车手了吧？回到封疆战略营地，身后陈瑜也已经睡得迷迷糊糊。醒醒，醒醒！苏洛把车支架放下，毫不客气几个巴掌拍醒，转身朝3号楼方向走去。迷迷糊糊的少女茫茫然坐在机车上，半晌才反应过来。啊呀，怎么感觉就一会儿？两脚刚一接触地面，一阵触电感冲入大脑，忍不住喊了一声，身体前倾扶着车座，等到麻麻的感觉消退，才打着哈欠走进1号宿舍。砰！一拳砸进墙壁，陈玉目眦欲裂，转瞬又头皮发麻，口中呢喃自语道：爷爷，出大事儿了！迷踪受潮的密林中，几十道身影悄无声息穿梭其中。为首的男子掏出一颗通体幽蓝的水晶球，其中一个白色四叶草的标记格外显眼。目标已经出现，通知周边的兄弟缩小搜寻范围。第78章，你该洗头了，洗个澡也行。迷踪受潮内凶兽最低等级2阶普通，中部区域和深处有大量6阶、7阶的领主级凶兽，希望大家量力而行。每人的战斗记录仪上3颗守护珠，可以抵挡3次7阶凶兽的全力攻击。如果守护珠用尽，也可以继续猎杀，后果自负。本次交流会新增药草采集和组队猎杀高阶凶兽项目，大家可以在战斗记录仪中查询到对应分数。今天下午3点开始，持续27天。1月20日下午3点前没有上交战斗记录仪的学生，视为自动放弃分数提交。几天之后是元旦，郁金香公会为我们准备了跨年会，大家酌情安排时间，当然不强制参加。此前迎接4所顶尖大学的广场上，山河大学的副校长又将一些注意事项说明，随即宣布解散。哦，我美丽的陈瑜女士，我做个自我介绍，自由国度的斗士拉尔斯·布朗德，邀请您与我组成浪漫双人队，可好？手握郁金香的金发青年迈着优雅的步子走向山河大学的队伍，而红海大学的学生见状，无一不是吹起口哨声。一道无声无息的剑气斩断郁金香的同时，还有2-3根金色的发丝接连飘落，俏脸寒霜，美目淡漠。拉尔斯后退3步，惊骇之中又有几分忌惮。他这个3阶上位的觉醒者，可半分没有注意到对方的剑气是如何发出的。这只是一个3阶中位的觉醒者啊！华夏国的觉醒者恐怖如斯。掉落的郁金香被无数剑气斩成泥。陈宇冷哼一声：我最讨厌郁金香。说罢，转身离开。人群自动分开一条路，鸦雀无声。哦，这个就是你们华夏人说的母老虎，是吗？这么好看的母老虎，很有征服的必要。拉尔斯舔了舔嘴唇，棕色眼眸放肆瞅着那道清丽的背影。比起其他大学领队和老师直接参与，约莫大学的队伍相对更自由。谢耀珍旁边是个3-4岁的小男孩，粉雕玉琢的模样十分可爱，除了那一双眼睛，完全看不到孩子本该有的天真无邪。随行老师3-3-2-2聚集，
时不时会有学生上前询问。洛哥，那我们去找队友了。20号见。孙必伟和杨云峰十分清楚，苏洛必然不会是在往返上浪费时间的人。等等，这个给你们。从储物戒指中拿出4个小瓶，每瓶10颗，1人2份。解毒丹和增灵丹，数量不多。两人叹了口气，还是选择接受。洛哥，我发誓，如果我是女的，你干啥都行。滚！平时忙于上课，也多亏两人事事都想着他。更何况储物戒指里像这种常用的丹药，他还有超过200颗。那个苏洛，你要不要和我们3个组队？听到背后怯生生的说话声，苏洛诧异扭头。习惯先前豪爽大声的任梦晴，冷不丁扭扭捏捏，的确不习惯。不远处，玉北漠看见苏洛的目光，下意识脸红着望向别处。北漠他不好意思，我们俩再加上辅助学院成绩第1的高兴，抱歉，我并不打算组队。这样子啊，那好吧，那你注意安全，期待你最后的成绩，加油。任梦晴早有所预料，眉宇间仍不免有几分失望，转身走向不远处的补给大厦。与其他兴奋寻找队友、探讨方案的学生相比，苏洛并不合群，背影还有几分孤独。出发前查看当地物资，顺道检查储物戒指，一直都是苏洛的习惯。那3人的心思，他也都清楚。事实上，无论玉北漠还是任梦晴，交手前后他都不曾放在心上，也永远不会放在心上。龙有翱翔寰宇之心，声震天地之势，又岂会在乎蝼蚁是否仰望？拒绝的理由只有一个，他是打算前往迷踪兽巢更靠近深处的区域。队友只会是拖累，技能增加，还有各项属性和天赋强度需要提升。苏洛不免想要以更快的速度获取更多自由点数，先定个小目标，弓箭系全部宗师，然后其他技能都到精通。显眼位置看到一些特色商品，根据店员介绍，这些都是之前进出兽巢的佣兵们经常采购之物。听完效用后都买了一些，毕竟未来27天吃住都在兽巢，该有的准备必须要有。才刚走下台阶，身着暗青色战甲的陈鱼从角落里蹦了出来，高高扎起的马尾辫左右摇晃，如同2次元一样夸张的身材在战甲的勾勒下愈发令人惊叹。冰雪消融的脸庞已是明媚如春的笑容绽放。苏大哥，我们2个组队好不好？还像上次和昨天一样。美少女的眼睛里满是期待的小星星。我不要啊！为什么？为什么？是我的车不够快吗？还是我技术不太好？你总不能因为我不够持久就拒绝我吧？可我会的也很多啊，这点你肯定得承认是不是？你就带上我吗？好不好？陈鱼身体前倾，双手胸前合十，挤压之下的饱满几乎能把贴身战甲直接撑爆。这个吃干抹净还不想负责的混蛋！躲在灌木丛里的陈玉咬牙切齿，自己的妹妹什么时候用这种语气请求和他组队过？轻轻揉了揉少女的头，一瞬间耳朵安静了下来。苏洛发现这招可比威胁管用多了，就是有点费手。理由就是这次我不用辅助。对了，你该洗头了，洗个澡也行。啊！脸红的接近于猴屁股的少女疯狂朝宿舍楼跑去。昨天激情飙车之后的确出了不少臭汗，可那不是回来太迟了吗？我尼玛！陈玉下意识2手拽着自己的长发，自己的妹妹这是眼睛瞎了吗？不过还好，幸亏没答应组队，要不然这么多天下来，该有的不该有的全都能有。必须要承认的是，苏洛虽然软件是负数，可长相什么的硬件对女性的诱惑力十分强大。我要敢这么说我对象。陈玉转瞬变成苦瓜脸。都说川渝的女人温柔共10斗，自家那口子可是能倒他欠12斗。12月25日14点45分，苏洛领取到战斗记录仪，是个类似检测战斗的装置，具备实时通讯、影像实时记录和传输、智能识别等多种功能。靠近耳部的终端上镶嵌有3颗明亮的守护珠，侧部上方则是鲜红色的紧急呼叫。为国培养人才，会最大程度避免学生伤亡。孙必伟和杨云峰2人与另外3人组成小队，摩拳擦掌，跃跃欲试。相比之下，龙城国防军工的学生整齐划一，气势雄浑，庄严郑重。滴答滴答，叮！时间到，4校交流会正式开始。战斗记录仪出现机械式的僵硬声音，与此同时，眼前浮现各种信息。老子的大刀早已饥渴难耐了，你们3个要是敢给老娘临阵逃脱，看我打不死你们！学生们气势如虹，呼呼啦啦从3个门冲出封疆战略营地。苏洛还在站在原地，手指不停触碰终端上的按键，咔咔，以更换语音风格。这里是可甜可遇的萌萌，谢谢哥哥光临，接下来由我为哥哥服务。前方1400米处进入迷踪兽巢区域，请注意小心，好不好吗？
行不行嘛？苏洛咧嘴一笑，这个语音包还不错，就你了。从侧门疾跑而出，黑色长风衣飘舞，像一头捕食的猎豹，快而优雅。讨厌了啦，哥哥不喜欢植入吗？我以为哥哥重新规划自动导航路线。第79章，黎婷扫学，自由点数49978，真不知道这个语音包是怎么过审的。苏洛感叹一句，忍不住想保存下来。浓密树叶遮蔽天空，林间提早进入黑夜，身体灵活穿梭于林间，无声无息，灵活的好似幽灵一般，呼吸着冰冷清新的空气，全力奔跑超过2个小时，依旧没有任何疲惫。与之相对应的是，现在的速度大概比2阶中位的时候快了3-4分。一路上对于2阶的凶兽基本全部放过，目的就是要尽快赶到中部区域。看样子6-7点就能到，还行，比预想中快了将近2小时。黑暗中，苏洛咧嘴一笑，露出洁白整齐的牙齿。迷踪兽巢，严格意义上说，是由数个绵延百里的巨型山脉组成，洞穴迷窟交错，虫穴兽巢星罗棋布。战斗记录仪中信息描述，卫星检测到的就有超过200个大大小小的凶兽毒虫聚集之所。外围区域平时会有许多佣兵活动，实力较强的凶兽一旦出现，很快就会遭到围剿，故而毗邻入口分布的都是些2阶3阶的凶兽。目前可以轻松杀死4阶精英凶兽，只要不碰上5阶领主或者更高等级，苏洛都不会觉得太过棘手。迷踪兽巢内强大存在过多，一旦使用大范围攻击技能将其惊动，十分影响效率。现在是下午6点23分，你已进入中部区域。哥哥的速度太快，人家需要休息，你可以随时叫我有红心。500米外，一群双火棕狼正在进食，卖力撕扯腐烂的尸体。狼群全部处在3阶精英，个个在撕扯腐肉的同时，竖起的耳朵倾听着周围的声音，口中可喷冰霜与烈焰，利爪尖牙可瞬间撕裂高级品质战甲。最关键是群体活动狡猾灵活，曾有其团灭过10人3阶佣兵小队的案例。狼王呢？几个眨眼，终于找到5米外的狼王，体型是普通双火棕狼的3倍，皮毛隐约呈现青红之色。狡猾的家伙！光元素能量矢猝然凝聚，蓦然指尖闪烁紫色电弧，由金转紫，没有任何声音，蕴含无响鸣雷的一箭，精准射在狼群中间。噼啪噼啪，能量矢炸裂，所有双火棕狼的身上出现紫色电弧。下一秒，这片范围内有无数金色岩刺突起，超过20头当场毙命，仅剩的几只腹部被贯穿，发出呜咽的哀嚎。梅念雪在场，定会惊叹苏洛的技巧又纯熟不少。第一箭运有无响鸣雷，射出的瞬间紧跟满是光元素的地刺之箭，仅仅2箭将双火棕狼群几乎团灭。没有花里胡哨，只有实打实的伤害。嗷呜！你倒是聪明。狼王借助高坡飞扑而起，口中火焰蓄势待发，眸子里闪烁残忍与冷酷，如足球大小的火球接连喷出。而狼王飞扑的势头非但没有减弱，反而愈发凶猛。渊眼凝眸旋转着，高高抛过头顶，闪烁星芒的眸子骤然有呼啸的火元素闪掠而过，数颗火球当场自爆。狼王失去平衡下落的瞬间，一个黑影忽然与其面对面，双拳漆黑，如墨如玉，赤鱼子的光力闪烁，龙鳞清晰可见，对准柔软的腹部连续数拳，暗劲裹挟爆炎与鸣雷，连续在狼王体内肆虐爆炸。一记鞭腿的大力射门恰好接下渊眼凝眸，2发恰到好处的能量矢，精准命中狼王双目，又不曾从脑后洞穿。利用天赋瞬间控制火球自爆，使得狼王空中失去平衡。利用这个无法自由活动的空档，苏洛完成对4阶精英凶兽双火棕狼王的无伤击杀。前后2分钟不到，双火棕狼群团灭，利落将一张张狼皮剥下。狼王的毛皮通体，没有任何伤痕，质地细腻柔软，是制作大衣的上好材料。回想起刚才的元素掌握技巧，苏洛不免点点头。看来只要是使用元素能量的攻击，他都可以进行操控，大概与精神属性有关。苏洛思忖片刻，打算接下来利用猎杀凶兽的间隙，测试一番这个技巧的强度。闻着扑鼻而来的烤肉香气，肚子叫了起来。今晚就吃烤狼肉了。拿出烤肉料，割下狼腿大快朵颐。转眼已经是12月31日，年终末尾，封疆战略营地张灯结彩，处处洋溢着节日的氛围。不少学生特地早早结束归来，营地里欢声笑语。郁金香公会特地准备了华夏国各地的美食小吃以及精彩的表演节目，数百人的元旦过得格外开心。孙必伟怎么没见苏洛？洛哥这会儿说不定还在兽巢某个地方战斗呢吧？闻者无不动容，心里油然而生一种敬意与羞愧，转瞬就被精彩的相声逗乐，完全忘记了这回事。陈鱼悠悠叹口气，本想与那个人一起跨年的，
而且这次他特地洗得香香的，用上了过世母亲留下的香水。我有点想你了，你知道吗？下意识看向窗外，窗外不知何时下起了雪。迷踪兽巢中部与核心区域接壤的山岭中，密密麻麻数不清的洞穴，也仅能容纳一人进出。这里是地图上被称作蜈蚣岭的地方，南北上千米，鬼面蜈蚣的大本营。许多觉醒者心中默认将虫穴的危险度排在兽巢之前，即便虫穴平均等级更低，一旦引发真正的虫巢过境，几乎是如同天灾般的恐怖。轰！一声巨响，尘土与碎石齐飞，有数十条超过3米的蜈蚣，面部狰狞似鬼，仿佛放烟花一般，从狭窄的洞口喷射绽放。朦胧月光下，纷飞大雪中，青年舞动长枪，枪头耀眼，通体缠绕雷光，每一枪都精准点在鬼面蜈蚣的头部正中心，似乎凋零洒落的紫藤花，好像闪烁的明星。星云百花葬，一条条3阶普通的鬼面蜈蚣无力跌落在地，身前2米就是这些鬼面蜈蚣难以逾越的死之禁区。这里是鬼面蜈蚣的巢穴，两侧岩壁中有黑色的水流源源不断，层层叠叠的巨型蜈蚣，眨眼间已是令人头皮发麻的汹涌波浪。苍穹剑书，地刺之剑，流星12连，天云降魔，远比雪花更密集的剑雨将这股黑色的浪潮生生镇压，一发又一发能量矢将漏网的鬼面蜈蚣射杀。背对月光，青年立于突兀的岩柱之上，下方绵延数百米，鬼面蜈蚣的碎尸让峡谷变得不那么深。元旦快乐呀！系统启动。下一秒，青年笑得出了声，真是大宝贝，我爱死你们了。清空了鬼面蜈蚣的巢穴，自由点数来到12592点，足足提升6350点。虽然单只给的不多，可架不住数量多呀。苏洛两眼发亮，好像找到了一个快速发财致富的好路子。恶心就恶心点，谁让给的多呢？散发恶臭的蜈蚣碎尸此刻也变得有些可爱。往后10天时间，中部地带所有的虫穴遭遇扫荡式的毁灭打击。龙城国防军工整齐推进的队伍偶然发现一处如同乱葬坑的场所，直径超过500米的深坑中满是花花绿绿的毒虫碎块，观者看到的一瞬间无不是头皮发麻，两眼瞪大。队伍中90%以上的女生当场呕吐反胃。死！耳边突兀响起如风笛般的声音，四目相对刹那，苏洛飞速闪避，一发爆炎能量矢当即射出。5阶精英凶兽血斑缠龙蟒，你也想起舞吗？话音未落，铺天盖地的箭雨再度出现，数十米的巨蟒却是极佳的活靶子。相比之下，还是那些从4面8方进攻的虫子威胁更大。几天前，苏洛冲入涅金蚁穴中当诱饵，结果连锁引发轻甲巨蟹的浪潮，无死角的攻击是顺滑步也无法躲避的程度。幸亏有白骨钩爪，才从包围中脱出。当然，接连扫荡虫穴的好处就是自由点数差28点，突破5万。奄奄一息的血斑缠龙蟒，粗壮身躯已然满是深浅不一的伤口。爆炎能量矢激射而出，到5万了。天上忽然有金色大网落下，触碰血斑缠龙蟒的一刻，绵延数十米的身躯陡然缩小为2米不到的长度，从林间掠过数道身影，皆戴各不相同的兽形金属面具。金色大网捕获巨蟒，便瞬移到其中一个面具人手上。电光火石之间，濒死的5阶精英凶兽没了。末日6阶第80章，兽兽那么可爱，肯定不会伤害你们的，对不对？蛇蛇那么可爱，你怎么可以伤害它呢？射了那么多，蛇蛇也没死，真弱。飘荡在密林与岩壁之间的声音经久不散，而说话的女子瞬间显露的气息，比那些接触过的5阶学长学姐们还要强上几分，起码在6阶下位。与其同行的几人，毋庸置疑也都在6阶下位，甚至更高。差一剑就能破5万自由点数了呀！你好端端跳出来抢了我的凶兽，还劝我善良，最烦这种圣母心的玩意儿，同情心泛滥没处使了。有一说一，这时候苏洛很想干他一剑。物理意义上的，唉，6阶的觉醒者呀，惹不起惹不起。苏洛自言自语，心有不甘，总不能直接头铁上去直接干吧。对方要是4阶或者5阶，他不介意让对方明白得罪一个弓箭手会是什么下场，最起码也是被射到不能自理。心念一动，仅仅几个呼吸的功夫，清晰的风之语在耳边响起。这段时间不停练习，将提取的时间成功从10分钟缩短到5秒以内，并且可以得到更加精准的信息。同时也发现精神属性只能增加范围，如今破千的精神对应范围是1000米以内，缩短提取时间必须通过感悟风元素的律动。对此苏洛还比较满意。要知道，精准感知的能力基本是精神系或感知系天赋觉醒者的拿手好戏。
诸如元素技得依靠深入开发天赋，至于其他类型战斗天赋，就需要漫长时间的经验积累。不少佣兵团或工会初次探索时都会带上一个具备感知的觉醒者，可以大大降低伤亡。在这个危机四伏的迷踪兽潮，依仗风之羽躲过不少5阶以上的凶兽，的确非常实用。4校交流会时间已经过半，苏洛短暂沉思片刻，顺着废弃的公路继续向深处的核心地带进发。中部区域的虫穴扫了个干净，诸如像3阶4阶的凶兽也杀了超过200只。停歇的飞鸟陡然高飞，许多刚打算觅食的弱小凶兽纷纷掉头就跑。几个3阶的凶兽抬起头四处张望，旋即凶兽显露疑惑，刚打算继续进食，闪光的能量矢直接将其射杀。我来看看能不能把天赋干到 SS 呢？系统启动，点击箭头，出现的提示依旧还是不够。苏洛感叹一声，选择继续保留，争取这几天再搞1万个自由点。要是6万都不够，还是优先技能和属性吧。这个有点奇怪啊。干脆利落从3阶领主凶兽尸体上剥取材料，苏洛有些心不在焉的呢喃道：核心地带的5阶凶兽都去了哪儿？自从那只血斑缠龙蟒被神秘女子收走，自己进入核心地带都有3天时间，居然一只高阶的凶兽都没见过。此前在中部区域时，还有见过6阶甚至7阶的凶兽，而且他本能觉察到这几天碰到的凶兽反应都比较迟钝。一阵山风吹过，耳边的信息鬼一般变得整齐。附近最高的山峰之上，当看到远处一幕，苏洛顿时惊了。山坳笼罩柔和白光，一颗白色接近椭圆的光滑球体隐约可见几道裂痕，正安静躺在一具腐烂发黑的巨大尸体旁。苏洛下意识呼出一口气，暗叹那尸体生前必然是某种强大的凶兽，即便直线距离超过2000米，仍有心惊动魄之感。湍急的河水流个不停，水花时不时溅上去，每一次都会引起左右摇晃。四周是魔间接踵的凶兽，从里到外，凶兽的等级逐渐降低。寻常叱咤山林的5阶领主凶兽，也不过是在最外围。7阶领主银角玉马，7阶精英鬼背魔猿。下意识咽了口唾沫，内圈的凶兽随便放出一个，都会引起地区的震动，国家也会因此而派出圣者级的觉醒者。这么多凶兽，如果要是直接冲出，就算最终会被平息，余城也会毁于一旦。只不过眼下的场景显得格外诡异，是悲伤，难以言喻的哀痛，仿佛在哀悼那只凶兽。苏洛终于明白，为什么本该凶险万分的核心地带，居然连一只5阶领主凶兽都找不到。下一秒，他的脸上显露匪夷所思的神情。先前那些戴着奇特金属面具的神秘人有将近40人之多，正蹑手蹑脚、鬼鬼祟祟走在凶兽与凶兽的缝隙之间。不科学啊，这不得被凶兽直接抡死？有点奇怪。居高临下看得一清二楚，自然也发现了那个收走血斑缠龙蟒的女子。虽然不知道对方究竟有什么目的，眼下看来对方是打算得到腐尸旁的那颗蛋。嘴角忽然咧到了耳朵根儿，耳边仿佛又回响起女子的声音：我们本来无冤无仇，要怪只能怪你抢了我的怪，这一切都是命运的抉择。曲弓，斜指天际，引剑上弦。渊眼凝眸，见到远方的一幕，大眼睛里浮现震惊之色，感觉到握着的手变得更紧，倏尔缓慢闭上眼。嗡，与手中弓合为一体的感觉再度出现。最大射程不够，这一刻他忽然有种感觉，目之所及，剑必能至。嘿嘿，我就觉得咱俩的性格还挺合。眼前的景象骤然为之一变，猩红色的雾气笼罩山坳上空。苏洛也明白为何那些凶兽会无动于衷，是类似于凶兽专用的迷幻药吧。金色能量箭矢暴涨超过1米，混杂无响鸣雷之威，青色的粒子渐渐凝成风旋，嘴角显露明媚而和煦的笑容，如同春日的暖阳一般。猜猜看，被惊醒的兽兽们会不会因为你们这些人很可爱而选择不伤害你们？我拭目以待。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敢抢我怪的人就是敌人。苏洛发出感慨，没想到我有一天会和凶兽当朋友，命运真奇妙啊。巨大的能量矢没有引起任何声音，穿过了厚实的云层，甚至没有被任何生物发觉。云层之上，面对即将撞上的飞鸟，他居然选择了偏移。一道近乎完美的弧线，能量矢飞临7阶凶兽们正上空时，伴随着1000米之外嘴巴的开合，轰隆，震彻寰宇的无响鸣雷劈落。紫色雷光之下，是金属面具背后一张张错愕、绝望而又崩溃的脸庞。白色的蛋从中间的缝儿完全连通，数以千计的凶兽最次都是5阶领主级的存在，6阶觉醒者，就是7阶的来了也得跪。青年捂着耳朵，开心笑个不停，活脱脱就是闯入香铺力士集训营宿舍，行偷盗之事的小偷团伙。1连懵逼，2连懵逼，
瑟瑟发抖、抱成一团的小可怜们，凶兽们怒不可遏。好了，我也该返程了。如果有下辈子，千万记得别惹一个姓苏的弓箭手哈。河边，苏洛刚洗了把脸，准备返航，一个白色的蛋顺流而下，啪嚓，白骨钩爪精准从河里捞上来，但却在空中直接裂开，双掌摊开，白色的小东西瞪着迷茫的大眼睛，好奇打量着面前的巨大面孔。噗，四叶草突兀从头顶长了出来。喵呜，哼擦，喵呜，哼擦。第81章，老子居然捡了个长着四叶草的哈基米。河边洗脸捡了个蛋，蛋里出来的哈基米，你他喵是在逗我？苏洛提着小东西的后颈完全没什么重量，粉粉嫩嫩如樱花的小鼻子，小巧的耳朵，以及并不算大却圆滚滚的身子，洁白无瑕的白毛，有着相当不错的手感。最吸引人的还是那双不染尘埃、明亮澄澈的红蓝一瞳，以及头顶那颗嫩绿的四叶草。小家伙瞪着大眼睛，一直叫个不停，似乎在等待回应。无奈咂咂嘴。苏洛记得凶兽生物学上曾讲到过，这种情况下都会将第一眼看到的生物当成是自己的母亲，所以我这是喜当妈喽。在觉醒者的世界，不乏有人贩卖即将破壳而出的凶兽蛋，一般价格不菲。自小养大的凶兽不仅极其忠诚，也会在战斗上起到非常不错的帮助。眼前这个好像哈基米一样可爱的凶兽，成长起来可是能让众多凶兽臣服的存在。虽然想了半天，也无法准确判断是什么物种，暂且当个猫养，反正厉害就够了，倒是省得我专门花钱去搞了。我看看，起个什么名字呢？脸圆嘟嘟的，像个倒过来的毛桃。苏洛拍了拍小东西的脑袋，就叫你白桃了，好不好？似乎是听懂了，乖巧地点点头。手才刚松开，白桃极其精准的从领口钻了进去。下一秒，卧槽，老子是男的，妈的没有奶日！小东西显然也处于疑惑状态，两只小爪子合十，不停掰了又掰。行吧，看这身皮，长大点应该能做个帽子吧。从储物空间里取出个吃剩下的鸡腿，小东西试探性嗅了嗅，吃过一口，两眼猛地一瞪，吃得更快了。1月17日，余城高铁北站，女子刚走出站台，人群自然而然分开一条道。走过后，窃窃私语起来：“我的天，如此完整的雪绒火貂皮！妈妈，那个姐姐好漂亮啊！这是哪个大家族的大小姐？”秀丽的容貌略施粉黛，已是不可多得的角色。再搭配简约的雪绒火貂皮大衣，更是自带贵气，妙不可言。原来她送给我的，居然是这么贵重的东西。女子一想到，便笑得合不拢嘴。走出高铁站，老远就看到一个中年妇女带着个可爱的小女孩。哎呀呀，胡老师，怎么劳烦您亲自来迎接呢？这么可爱，你肯定就是囡囡吧？伸出右手，笑面如花。很高兴认识你，我叫罗妙夏。夜晚，火焰噼啪燃烧，10几根兔腿炙烤下，表面逐渐变得金黄，呲呲冒油。蜷缩着身体的白桃，香味出现的瞬间，马上开机。非常端庄的蹲在火焰旁边，满脸崇拜地看着苏洛。烤好的兔腿并不算大，一人一猫各一半。目前已经是在返程的路上，从核心地带到封疆战略营地，足足有700多公里，留出1周的时间，按照现在的身体速度和持久力，应该绰绰有余。苏洛盘腿而坐，静气凝神。这段时间反复尝试，终于可以在睡觉时自动运转功法。尽管效率只能达到清醒下的6、7成，倒也总好过任何提升都没有。风之羽和无响鸣雷如果也有境界的话，苏洛感觉自己应该处于熟练以上，精通以下。前者成功缩短到2秒以内，后者在使用时得心应手。自由点数在不懈猎杀凶兽之下，已经来到56793。按照估算，大概还有2天就能达到6万的界限。长达20多天的迷踪兽潮猎杀，2阶上位的气息已经完全稳固，甚至还隐隐约约触摸到3阶的天花板。不得不承认，宗师级的8元淬体诀一旦全力运转，体内的元素能量仿佛大江大河，滔滔不绝，流之不尽。正常情况，觉醒者修炼功法的境界是与自身等级提升相辅相成。处于2阶等级的功法，基本能在熟练境界已是难能可贵。如果是 S 级功法，可能还要再低一些，因为品质级别越高的功法和技能，实际修炼和操控反而会更难。犹如驯服烈马，级别越高，性子越倔。而苏洛因为系统存在，2阶等级就有其他人觉醒者在7阶、8阶才能拥有的宗师级功法境界，效率自然远非常人可比。苏洛所不知道的是，每每在他进入睡眠修炼状态时，白桃便摇晃着小脑袋爬上2腿之间卧下，不一会儿就会打起呼噜。这时候，围绕在身体周遭的元素粒子会陡然增加。1月18日，
苏洛看到自由点数进入60033点，长长舒了口气，感叹这将近1个月的时间没白费。打开系统面板，点击天赋后的箭头，提示不曾有任何改变。反手连续点击箭头，不一会儿，自由点数只剩下468点。取而代之的是弓箭系全部技能，外加剑术掌握、枪术掌握、拳法掌握进入宗师境界，以及其他技能达到精通。剩下的自由点数，我索性就加了属性吧。苏洛刚点了几下，便发觉有点不太对劲。记得之前4维的比例是2:1，也就是2个自由点数提升1点面板，现在全部发生变化，而且各不相同。其中体魄变成大概4:1的样子，难不成是因为使用龙血凝体膏的缘故？苏洛暗自猜想道。以后还是通过等级提升和各种丹药、修炼资源提升4维面板，用自由点数着实亏得厉害。报告一下我的当前分数。性感萌萌在线为您汇报当前分数。GD 叫苏洛，来自渊墨大学。GD 当前分数为998795分。哇哦，真的好长哦！盘算一下，回到营地前肯定是可以达到100万分的样子。要是自由点数也能像这样，该有多好啊！正常情况下，苏洛就算放弃吃饭睡觉，把全部时间都拿来猎杀凶兽，也绝不可能在不到1月时间里狂刷这么多分。更何况，看似凶兽颇多的兽巢，3阶、4阶甚至5阶的凶兽也不会太多。最妙的地方就是可爱的虫子们。扫荡一座孽精蚁穴，单只成年的孽精蚁才不过12分，可一座蚁穴足有上万只，再加上以后又以这些，分数只会更多。当然，还有自由点数。苏洛现在最喜欢的事情，从猎杀凶兽变成了离庭扫穴。一大一小2个身影突兀出现，下方的山坳里还残留有凶兽集体暴动的痕迹。金属面具碎片与黑色布片，毋庸置疑是行动失败的宣告。非但没有引发兽巢毁灭于城，连最基础的目标也没有达成。真正令2人头疼的还是目标不知所踪。不对啊，老六他们几个明明用上族内8星炼药师亲手炼制的万兽迷魂伞，连我都扛不住，怎么可能会被发觉？身材魁梧的男子悠悠叹了口气，看向封疆战略营地的方向，目光显露几分凝重。或许是有人从中捣乱呢。这里不巧，刚好有一个，只是可惜我们费尽千辛万苦才将他诱杀。走吧，等到天黑，我们2个谁也不是他的对手。闻言，娇小的女生的脚下出现空间阵势，随即消失不见。直到此时，迷踪兽巢里那些6阶、7阶的强大凶兽才敢露头。第82章，哦，上帝保佑！48万分的我，怎么可能会有人超过？妙夏姐姐，这个好吃。小女孩指着左边的蛋糕，奶声奶气说道：“小罗，可不要灰心啊，你这个年纪做到这些，已经相当不容易了。”中年妇女连忙安慰，语气中不乏对这个才20出头的女孩的欣赏。她很久没看到这么有天分，而且还愿意沉下心来打磨的年轻人。胡老师，我明白的。妈妈，你之前说的哥哥姐姐，他们都是厉害的觉醒者，对吗？没错啊，楠楠看的绘本里不是也有说的吗？觉醒者保家卫国，战胜凶兽。听着母女2人的对话，罗妙夏不由露出狡黠的笑。正巧再过1天就是周末，他已经提前打听清楚了，顶尖学府的交流会在市区50公里外的一座营地，坐大巴也才不到2个小时。他迫不及待想要看那家伙的错愕表情。听到母女俩说到会射箭的青年和骑摩托的好看女生，忽而心里咯噔一下。旋即，他摇头苦笑，就那种不解风情的家伙，哪个女生会看上他？更何况那可是凶兽浪潮啊！电视新闻里报道的凶兽浪潮，哪一个没有引发恐怖后果？就自己的傻弟弟。窗外的城市繁华而喧嚣。一夜过去，1月20日，今天是决定4校交流会、大一学生及学校最终积分与排名的日子。元旦跨年晚会结束，明显能感觉到学生们上了头，早出晚归，甚至直接住进迷窟兽巢也屡见不鲜。封疆战略营地里，大清早就有清洁人员开始打扫卫生，营地主管等领导各处检查，不敢半分马虎。4校的校徽、校旗以及巨大的横幅标语都已经悬挂完毕，包括各路记者也闻讯前来。此前迎接的广场中央，一个超过10米长的屏幕格外引人注目，不远处有10个1米高大黑色圆柱形装置，它们的名字是战斗记录仪回收器。学生们只需要将自己的战斗记录仪放入，就可以通过屏幕看到分数，并且还能够从智能云存储中调取有关该记录仪记录下的一切影像资料。过了中午1点，天空开始飘雪，不时有人迈着自信的步伐将战斗记录仪放入回收器，大屏幕会直接显示该名学生的姓名、学校以及分数，最右侧的分屏滚动个人积分的排名。
裁定员高声宣读，没有任何异议后，成绩随即正式确定成功。紧接着，个人排名就会出现。曾一萌，红海大学19843分；李浩，山河大学20067分。旁边的休息区，郁金香公会准备有奶茶、速食，还有足量的座椅，方便提早回来的学生安心看到最后一刻。这些学生们一个个都在议论着：“哎呀，要不是那头豹子溜得快，我肯定能破2万。你还可以吧？第134名。可后面回来的人他们都好厉害啊！我倒很想看看4所大学的新生第一最后分数都怎么样。虽然不想承认，我认为拉尔斯的分数肯定最高，听红海大学的人说已经触摸到4阶的门槛了。我去，那他毕业的时候会是什么等级？”时间1分1秒流逝，迈入大门的学生也多了起来，休息区讨论的声音此起彼伏。就在此时，大门口走进来4人，为首的男子身穿幽蓝战甲，剑眉星目，容貌俊朗，剑气充沛，宛如一把开锋出鞘的宝剑。身旁女生与之相比，气势完全不输，甚至还隐约要更胜一些。2个丸子头和明黄色战甲下玲珑有致的身材，让他极其有辨识度。是郁北墨和任梦晴。渊墨大学的学生纷纷起身，话语中满是激动。4人几乎同时将战斗记录仪放上机器，随即中间的圆形平台下降，开始对其中数据和资料进行检测分析。几个眨眼，大屏幕上出现4人的积分。裁定员忍不住倒吸了口气，这才喊道：“郁北墨，渊墨大学123425分；任梦晴，渊墨大学109873分。就连辅助学院的高薪也有34523分，加起来的积分之和超过20万。”渊墨大学的学生发出无比激动的欢呼，谢耀珍也不免点点头。这等成绩超过去年渊墨交流会第一的分数。之后还有那个被所有老师都看好的苏洛。渊墨这把稳了。台上始终半闭眼眸的陈新安睁开眼睛，望向郁北墨的眼神中有几分赞赏。这个年纪能将剑术练到精通巅峰，可不多见。排名榜上，郁北墨的名字出现金光的特效，然后从下直飞向上，最终停留在第一的位置。哈哈，不愧是北墨，第一了。梦晴也厉害啊，第2名，这叫夫唱妇随。熟悉2人的学生激动之余开起了玩笑，另外3所学校的学生心中皆是不服，尤其是红海大学，因为郁北墨本来就是红海人，结果被渊墨大学横插一脚。北墨、梦晴，还有你们2个都很好，快去吃饭休息一会儿。谢耀珍笑着说道。接二连三的学生归来，却很少有人像郁北墨和任梦晴一样超过10万分。哎，龙城国防呢？怎么一个都还没回来？卧槽，你这么说还真是啊。3所学校的学生忽然发现了这个奇怪的现象，忍不住发问。台上坐着的龙城国防军工教导主任武安平双臂抱怀，似笑非笑。这时候，整齐一致的脚步声出现，渐渐变大，声势雄壮。所有学生不免近身看去，都感到肩头上的压力。龙城国防军工的学生100人全在，以整齐的队列走入广场，为首正是拥有 S 级天赋的秦风，率先将战斗记录仪放入。屏幕上出现157846的数字。任梦晴轻轻捏了捏男朋友的脸颊，轻言安慰。接下来，真正让在场其他人感到惊讶的是，龙城国防军工的学生分数都属于中等水平，却都相差不多，基本都在5万到6万之间。分数确定完毕，龙城国防军工的名字瞬间到了最顶端。大家干得很好，现在听我口令，休息区吃饭喝水，补充能量，休息。学校的积分排名从前到后依次为：龙城国防军工、渊墨大学、山河大学、红海大学。距离3点还有半个小时。陈锡安淡淡一笑，来了。众人循声看去，眼中顿时掠过一抹惊艳之色。远方天际有个黑点眨眼间放大，少女容貌绝丽出尘，高高竖起马尾飞舞，一袭乳白色战甲上有金色与红色条纹相间，身材饱满成熟，又如同2次元照进现实。一剑成风，双手负后御剑而来，潇洒落地，引得无数人叫好。不多时，陈新安朗声大笑，山河大学人人欢呼雀跃。陈瑜，山河大学248935分。按照规则，个人排名第一的分数算在团队分数时会乘以3。山河大学瞬间得到超过74万的分数，瞬间跃居第一。只不过陈瑜没有半分高兴，与山河大学其他人相比，只有无尽的淡漠。清冷的眸子飞快寻找，发现没有那个熟悉的身影，不免更加失落。鱼儿，好样的！哦，陈新安只看到那摇晃的马尾与其手中泛着寒光的白龙月华。山河大学的兴奋还没持续多久，大屏幕上的数字却是让所有人，
包括陈心安在内一种见多识广的高阶觉醒者，都足以为之心脏骤缩的程度。489761分，红海大学爆发震耳欲聋的惊叫声，终于洗刷了去年倒数第一的耻辱，10拿9稳是第一了，颇有种多年媳妇熬成婆的得意忘形。各位，承让承让！红海大学副校长双手抱拳，喜笑颜开，而其他人沉默不语，眼眸中闪过一抹不屑之色。郁北墨的嘴巴半天没有闭合，望向金发青年的眼神一瞬闪过诸多情绪，愤怒、不甘以及自责。没事儿，北墨，我们继续修炼，肯定能胜过他的。任梦晴悠然叹了口气，却也只能无奈苦笑。他们4人消耗诸多丹药，足足浪费3天时间，才将一头受伤的5阶领主打到只剩下一口气。没想到拉尔斯突然冒出来抢了怪，不仅如此，还将他打成重伤。郁北墨气不过上前，同样也受了轻伤。如果不是因为这样，他们的分数还会更高。虽然愤怒，却也只能接受，因为规则中并没有禁止不能抢怪。哦，上帝保佑！我的分数绝不可能有人超过的。亲爱的陈瑜小姐，请允许我将这支代表胜利与爱的玫瑰献给您。对此，陈瑜只有一个字：滚。14.53分，山坡上的青年举目远眺，尴尬了，杀几只凶兽，时间不够了。有问题，但是问题不大。渊眼凝眸，又一次闭上了眼睛，一发能量矢穿云而去，黑影一闪，白骨钩爪猝然收紧。青年与两爪紧紧勾在肩膀上的小东西，站在飞驰的能量矢上，急速而去。第83章，原来他喜欢性感一类型的，这个留学生不简单啊！谢耀珍苦笑着发出感慨，忐忑不安的心反倒彻底落了地。接近49万的分数，已经是近10年都无人达到的水平。他并不认为苏洛能将其超过。这下回去，我可没脸见老任了。原本计划着直接保2争1，现在看来第一是拿到了，却是倒数。我真尼玛！抢了我们的怪，打伤我兄弟，我强烈要求对这种人重新裁定分数。我也同意，我们山河大学也同意。一个个被拉尔斯抢过凶兽分数的学生跳出来，群情激愤。而随着喊话的人越来越多，众人也明白为什么拉尔斯的分数能达到接近49万的水平。毕竟4校交流会明令禁止，不允许学生之间互相杀戮，没有明确说明不可以进行抢怪等诸如此类的行为。顶尖学府的学生基本也都会将不去抢对方怪作为一条不成文的规定。哦，我的上帝！听听我听到了什么？弱者的哀嚎吗？是因为你们弱，而我比你们都要强，这才是根本的原因。我违反了你们的规则吗？拉尔斯摊开手，满脸轻松。正因为熟悉规则，他更加有恃无恐。还有1分钟时间，属于我的辉煌胜利时刻马上就会来到。陈瑜小姐，希望您不要拒绝我共进晚餐的邀请。这时候，广场上轰一声爆炸，连带着地面也开始颤抖了几下。弥漫的灰尘让所有学生都搞不清楚发生了什么，只有高台上几个高阶的觉醒者显露不可思议的表情。头回看到还能这样赶路的，这个小家伙倒是有点创意。陈心安蓦然发现自己孙女的眼睛里好像多了点不太一样的东西，一道身影拍打着衣服上的尘土，时不时还咳嗽几声。哈哈，洛哥，你可算回来了，咱们这把稳了，懂不懂？孙必伟一眼认出，激动大叫，身旁的杨云峰连连点头。相比两人的反应，其他人虽有期待，却并不认为苏洛可以扭转局势。苏洛就是那个全国状元。拉尔斯两眼一眯，脸上的笑容反而灿烂。他早听说华夏国的高考状元可以说是相当荣耀的头衔，今日他就要把这个所谓的荣耀啪叽一下摔成粉碎。宴会上心思都在陈瑜身上，自然没有过多留意。毕竟连2阶上位都没有的人，还不值得他投下俯视的目光。即便他此刻发现苏洛突破到2阶上位，也只是摇摇头。相差整整1个阶位，能翻起什么波浪？所有人怀揣各种心情的目光中，苏洛摘下战斗记录仪，缓步朝回收器走去。好可爱的咪咪！陈瑜一眼看见好奇从风衣口袋里探出的小脑袋，恨不得马上冲过去撸几把。平静放上战斗记录仪，随着圆台逐渐下沉，关闭。屏幕上的数字飞快开始变化，几秒之后，数个鲜红加粗的数字出现：1002354。鲜红的光映衬着现场每个人的呆滞脸庞。哼，原来超过100万分是这个效果。陈安心忍不住说道：“第一次见有人刷到上百万的分数。”拉尔斯瞳孔地震，竟一时忘记了呼吸。陈瑜回过神来，目光触及到那一连串数字的时候，第一次觉得数字长得令人头皮发麻。不过一想到这是苏洛的成绩，内心更有几分难言的欣喜。与苏洛组过队的他，
此刻只有惊讶，却不曾有任何疑惑。一个能生生把嗜血屠夫射死的二阶觉醒者，还需要什么理由吗？咔咔咔咔咔，是记者们最先回过神，紧接着就是一连串疯狂的拍摄。100万！龙城国防军工的人个个都是懵逼脸，国字脸男生的表情在不可思议中逐渐崩坏。好哎，翻盘了家人们，洛哥，我爱你！呀吼，总算给这个死外国佬压下去了，就他妈的爽！反正只要不是红海得第一，老子都送上祝福。干！相比于拉尔斯犯了众怒，约莫大学绝地逆转，很快收获来自四面八方的祝贺。拉尔斯双肩颤抖，大吼道：“不可能，绝对不可能！要知道，他抢了一只5阶领主凶兽，独吞全部分数，才不过35000分，对方只是2阶上位，最多击杀3阶领主凶兽，拿到一只的全部分数也才1000分。27天杀2000只3阶领主，一天41、42只。哦，我的上帝！就是地狱的撒旦来了都得流泪，更何况也没那么多凶兽。拉尔斯同学，你是在质疑四校交流会的公正？”谢耀珍柳眉一竖，气势悍然爆发。周围的学生们发出嘘声，就连红海大学的学生也不免低下头。没想到这居然是个输不起的家伙，回收器可比你的人品质量高多了，没有发出警报就足以证明一切。而红海大学领队赶忙上前解释，拉尔斯也从震惊愤怒中回过神，迫于各方压力，不得已向苏洛低头道歉。苏先生，请您原谅我的失言，实在是您的成绩太让我惊讶了，对不起。呵，就这？旁边红海大学的老师抢先一步，满脸堆笑着上前。苏同学，拉尔斯不懂规矩，一时失言，稍后我红海大学自有一份礼物送上，真诚请求您的原谅。见状，知道这一句话能引发什么后果的红海大学众人，这才稍稍松了口气。本来可大可小的事情，万一被捅到某人的耳朵里，那位可是最讨厌有人质疑自己发明的主儿。以后红海大学怕是别想得到任何前沿的高端科技。苏同学，老夫比较好奇，你一个人怎么能拿到这么多分数？可以分享一下吗？陈兴安问道。眼角余光却看到自己的孙女，后者身体顿时一颤，心叹一声，果然，这也是我想要了解的，还希望苏同学可以大方相告。龙城国防军工的武安平也同样说道。没什么啊，反正一直射就结束了呀。苏洛耸耸肩，反正在他看来，反反复复射的过程并没有什么要说的。裁定员，我们可以申请查看苏同学的战斗记录仪吗？只要4位领队没意见，完全可以。谢耀珍点点头，其他3人见状也先后点头。裁定员在手腕的装置上一通操作，屏幕上瞬间出现一个类似声音折线的图案。这里是可甜可遇的萌萌，谢谢哥哥光临，请问您需要萌萌为您提供什么服务？超大号音响下，这个酥麻慵懒的声音不仅传遍整个封疆战略营地，连隔壁的军事基地也能听得一清二楚。裁定员脸庞一红，赶忙调整音量。所有学生笑得合不拢嘴，而陈瑜像是发现新大陆一样，用震惊的目光看向苏洛。怪不得他一直嫌我烦，还让我闭嘴，原来是因为他更喜欢性感慵懒的类型。但是这个风格，陈瑜十分清楚，他想要驾驭这种风格的话，是真的相当有挑战性。面对四周的各种目光，苏洛耸耸肩，喜欢听好听的声音，有错，请调取使用期间内获得分数最多的一场战斗的影像资料。好的呀。令人羞红了脸的喘息声中，进度条抵达终点。苏洛只想对发明这套语音包以及相关配套界面的人送上自己的佩服，真尼玛绝了。第84章，鱼儿，爷爷想替你把把关。超大号的高清屏幕上，如同玩第一人称视角的 FPS 游戏，通过视角连续不停的转换，足以说明情况的危急。这个地方我去过，是中部地带的藏虫坑。卧槽，这他妈怎么这么多虫子？老子的密集恐惧症都要出来了。聂金蚁、桃花粉面珠，这怎么还有铁背蜈蚣啊？看到屏幕上密密麻麻的虫子，熟悉的学生忍不住惊呼出声。第一人称的视角使数种凶虫如奔涌波涛带来的压迫感展现得淋漓尽致，分明就是直接捅了虫穴啊！难以想象苏洛究竟怀着怎样的心情在面对这些无止境的凶虫。这些凶虫的等级最高也不过才3阶中位，随便一只拎出来，在场40%学生可以轻松完成单个击杀。可凶虫的可怕之处就在于其数量，一旦出现就是几千几万，乃至于10几万。陈兴安、谢耀珍几人在确认是整个虫穴倾巢而出的那一刻，已是恍然大悟。四校交流会中，凶兽、凶虫的分数是依据等级、价值和危险程度等要素综合之后得到。除了虫王，剩下的凶虫单个的分数，每一只都不会超过30分。
但是将整个虫穴灭杀，还是在一个人的前提下，这个分数将会是令人目瞪口呆的程度。很显然，苏洛并不是第一次干，视角从不曾有任何停顿，射箭清出落脚点，再度跃起攻击，又一次清理落脚点，如此反复循环，箭雨密集，火力凶猛。苏洛绕着圈攻击射箭，再加上天空密落的箭雨，竟是活生生将地面射得塌陷了数米，最终呈现的就是类似于藏虫坑一样的阔口大坑，其中花花绿绿的一幕，让不少才刚刚吃饭的学生反胃作呕。根据影像资料上的进度条，也只有15分46秒，而屏幕右上角高达90659的数字，无疑像重锤一般轰击着在场每个学生，甚至是老师的内心。纵观整个过程，真就像苏洛说的那样，不停地射呀射。视角转换，龙城国防军工的学生指着突兀出现的又一个深坑，眼睛几乎能从眼眶里弹出来。他，秦风看向那个漫不经心的青年，显露凝重与浓浓的忌惮。他是亲眼看到过藏虫坑的，而且还不是一座，没想到居然是苏洛一人所为，这是2阶尚未能有的实力。陈心安放声大笑，满是对苏洛的赞赏，甚至还有几分佩服。在他的印象中，很少有这个年龄段的觉醒者会去拿虫穴开刀，稍有不慎就是必死的结局。当然，这只是原因之一，更重要的因素还是因为密集凶虫所引发的生理不适，让很多学生在选择猎杀时本能将凶虫排除在外。这个青年有种丧心病狂的执着，眼光还可以，就是不知道品性如何。影像资料放映结束，约莫大学的人手掌高举过头，这15分钟足以将所有的怀疑全部射成再起不能的渣子。相比于拉尔斯的抢怪伤人，苏洛无疑得到现场所有人的敬佩。玉北漠和任梦晴面面相觑，也能看出对方心中的无奈。他们的4人小队理论上具备扫灭单个虫穴的实力，却选择了自动将之排除在外。梦晴，这次我输得不冤。玉北漠由衷感叹，那个站在场中央的青年，现在正是所有目光汇集的焦点。许多女生都不约而同萌生出想要去认识一下的念头。玲玲，咱俩一会儿去加个联系方式，怎么样？没问题啊。陈瑜皱了皱眉，听着四周的异样声音，内心顿时涌现一种危机感，仿佛心爱的布娃娃随时都有可能被夺走。忽然有掌声响起，紧跟着全场掌声雷动。这一刻，苏洛不仅终结约莫大学连续6年第3，成功带入第1的功臣，更是在拉尔斯这个外国人耀武扬威之时，堂堂正正将其彻底击败的英雄。掌声停止，山河大学副校长起身宣布4校交流会的最后排名。感谢各位同学们的努力，本年度4校交流会圆满结束。个人分数第1是来自约莫大学的苏洛，结束后可以从资源库中挑选一份 SS 级别的凶兽修炼资源。第2名是红海大学的拉尔斯·布朗德，获得一份 S 级凶兽修炼资源。第3名是山河大学的陈瑜，获得一份 A 级凶兽修炼资源。根据4校团队分数排名，约莫大学第1，之后是红海大学、山河大学、龙城国防军工。未来1年4校对应的资源分配比例为 40%、30%、20%、10%。排名宣读完毕的刹那，约莫大学所有学生的呐喊声响彻整片营地上空。洛哥威武！苏洛，我们爱你！6年之后的第1，洛哥你太帅了！明年老子能半价买枪捅人了！在场的学生中，不乏有比苏洛等级高的，全都向那个高大的身影投去钦佩的目光，只因为苏洛那份对胜利的执着。天赋再高，没有一副对自己很辣的心肠也是枉然。玉北漠站在人群边缘，满脸感慨。高考结束时，他和苏洛的分数差还很少，现在却是如同天与地一样，几乎令人窒息的鸿沟。等级高又怎么样？玉北漠仿佛知道了自己与苏洛差距的真正原因。大家辛苦了，接下来2天属于自由活动时间，大家可以选择放松，或者在郁金香公会资深佣兵带领下学习实用的野外技能。具体安排根据个人意愿进行选择。经历过紧张刺激战斗的学生们露出会心的喜悦，虽然只有2天时间，却也是难得的放松机会。洛哥，明天去鱼城嗨一波，怎么样？对，俺觉得这个提议一级棒。孙必伟和杨云峰一想到回去后不久就是大1第1学期的考试，他们与那些在校的学生相比，肯定落下不少东西。想要拿个好成绩，可不会太容易。我对那个什么野外技能比较感兴趣。哎，就知道你要这么说。4校交流会落下帷幕，众多望穿秋水的新闻媒体只等到郁金香公会的发言人代替发言。孙芳特地找到苏洛，嘱咐待会儿8点去营地的资源库挑选个人第1的凶兽资源奖励。呼，紧绷的心弦骤然放松，苏洛长长松了口气。大部分人还在热情讨论行程安排时，带着白桃从侧面小路回到宿舍。这些天在迷踪受潮，
即便是夜晚也无法安心入睡。终于能睡个好觉了。小白桃好奇嗅着屋子里的一切，蓦然与鸳鸯凝眸目光相对，喵呜，大摇大摆着跳到床中央，盘着身子睡了过去。洗澡出来的苏洛抱着小白桃钻进被窝，打开手机就看到弹跳出的添加好友提示，足有10几条之多。你已成功添加对方为好友。叮，蒋欣柔抓起手机，嘴角骤然扬起诱人的弧度。哼，还不是乖乖加上了。刚发了个超可爱的表情包过去，屏幕上倏尔出现惊人的感叹号。蒋欣柔。19点45分，换好干净衣服，喷上香水的陈瑜蹦蹦跳跳着刚走出宿舍门，一个熟悉的声音传来：老爷说，请您挑选资源之后，带上那位名叫苏洛的同学去找他。2个手指不停卷着衣角，陈瑜轻轻咬着逐渐失去血色的嘴唇，明亮的眸子像是被抽干了灵魂一样，变得暗淡无光。我知道了。第85章梅念雪的建议。 SS 级凶兽资源，我先听听你的看法，直说就好。苏洛听到手机那头冷冰冰的声音，简单停顿几秒，这才缓缓说道：我想挑选一份龙族有关的材料。 SS 品质的凶兽修炼资源应该能补全龙破体，如果没有强悍体魄作为保障，怕是很难在高强度的战斗下持续输出。苏洛对此深有体会，如今不完全的龙破体，其体力以及恢复速度至少是同龄强化天赋觉醒者的10倍以上，但是哪个射手会拒绝持久力、爆发力并重又几乎没有冷却时间的躯体呢？我的建议是挑选一份能帮助提升天赋强度，并且还能增加体魄的资源。虽然相隔很远，梅念雪还是给苏洛耐心解释。达到 SS 评定的凶兽修炼资源，大部分是击杀9阶精英的凶兽所得，其精血或关键部位蕴含极其精纯的能量。如果资源与使用者天赋契合，能增强使用者的天赋强度。这是在8阶、9阶觉醒者中人所共知最简单的变强手段。心中一震，苏洛面露惊奇之色。他还是头次听说，原来除了系统加点，还有其他手段能增强觉醒者的天赋。愈发庆幸拥有一个好老师，否则岂不是白白浪费一次机会？应该有一份 SS 级评定的龙皇精血还没有被使用，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名字是星辰镜灭龙。龙皇。苏洛一咕噜从床上坐起，却把小白桃猛不丁摔懵了。只有达到9阶领主级别的强大凶兽才有资格称为皇，而同等级的强悍一族是拥有帝的称号。可兽皇的资源不应该是 SSS 的吗？哦，因为我们几个打得有点狠，精血只剩下一半，不过也足够你用了。梅念雪漫不经心解释道。电话这头苏洛一愣，情不自禁心跳加速。乖乖，自己老师原来还参与过击杀兽皇啊！还有事儿没？老师？有话快说。您最近怎么样？糖是不是快吃没了？待会儿会有人送货上门，您签收一下。还有就是您有没有好好刷牙？嘟嘟嘟，电话已经挂了。啪啪啪，滚烫的脸颊倏尔浮现一抹诱人的晚霞，翠绿色的眸子看向正在下雪的窗外。哼，还以为自己只是个工具人呢，刚才挂得太急了。梅念雪的心情无比畅快，听到楼下的声音，如同饿了一整天听到外卖到了的少女，蹦蹦跳跳跑下楼去。冬日的夜晚来得很早，苏洛掏出一根鸡腿，小白桃这才停止幽怨欲哭的眼神，转而嘴角微微弯曲，如同是笑了一样。将屋子简单收拾过后，又把电话打给母亲萧晴报平安。事实上，每次苏洛出外击杀凶兽，萧晴包括罗妙夏都会格外担心，可他更明白苏洛的志向，不会多加干涉，将担心深深埋藏。苏洛每次结束猎杀打去电话，总能听到萧晴会放心一般的松口气，紧接着将自己在山坳里看到的一切原原本本告诉孔方。叮叮叮，关闭闹钟，穿上黑色皮衣走出房门。陈宇倚靠栏杆，眼眸低垂，穿着一件乳白色的中长款大衣，黑色的马丁靴搭配保暖的黑丝，恰好是将纤细修长的小腿露出，而小腿肚部位类似刻度尺的图案，无疑将偶然发现的目光引向被马丁靴包住的脚踝，忍不住去进行联想，与印象中的穿衣风格完全不同。这是走起性感可爱风了吗？苏大哥，你出来了啊，都7点半了，咱们走吧。自顾自转过身，迈着浑圆修长的美腿，马丁靴踩出清脆的声音。这是怎么了？我应该没惹他吧？一路上陈宇罕见的没有说话，沉默的氛围让苏洛感到略微不适应，心里暗自叹了口气。苏洛轻声询问，陈宇却只是笑了笑不说话。冬夜下的战略营地只有风呼啸而过的声音，更何况27天的凶兽猎杀结束，大部分学生都迫不及待奔向繁华热闹的鱼城市区，让本就安静的营地更加沉寂。走过前方拐角，
就是营地的资源库。这时候，两人听到若隐若现、操着一口流利的英文说话声：“等我2个小时，先找好人。对，就要那些。太懂了我想试试体验你们经常用的。对，就是那个。哦，我的上帝，你可真是太懂我了。”短短几句话，苏洛已经听出说话之人。拉尔斯·布朗德听到自己的要求全部被满足，他发出爽朗的笑声。在这个国度，他总能碰到不少好女孩。今夜他要达成骑上12生肖这个前所未有的成就。在刺激且长时间的猎杀中，大部分觉醒者都会压抑自己的欲望，故而一旦任务结束，觉醒者总会用各种方式让自己的愿望得到满足。而且本就比普通人要强得多的体魄，欲望自然也会更猛烈。陈瑜的美目中闪过几分厌恶，却并未去说什么。从漆黑中走出的性感少女让拉尔斯两眼放光，刚欲上前时，资源库的大门轰然开启。4所大学的领队、郁金香工会的会长陈道平同时出现，看见乖巧跟在苏洛身边的陈瑜，眼中泛起一抹惊诧和疑惑。陈道平还是头次看到自己女儿选择这种风格的穿搭，不动声色往左边挪了几分，恰好挡在黯然神伤的陈瑜前方。5人前方的空间倏尔泛起道道涟漪，身材娇小、褐发童颜发的老妪出现，虽是上了年纪，却与陈心安一样，气息深不可测。孟老，同时躬身行礼，神情无比恭敬。我先来说一下，资源挑选的时间不限，为保密起见，你们3个会各自进入我创造的空间，选完才可出来。你就是分数第1，对吧？苏洛点点头。老妪眼睛一眯，苏洛惊奇发现自己眼前的空间骤然发生变化，竟是出现清晰可见的文字，内容大概是：由于 SS 级修炼资源十分珍贵，挑选成功后会专人送至相对更安全的学校，时间是1周之内。你明白了吗？谢谢您，明白了。那好，待会儿挑选成功后，一会儿出来到我这儿领取。说罢，3人面前忽然出现高约2米的空间门，苏洛轻轻拍了拍陈瑜，后者这才反应过来。苏大哥，待会儿如果你先出来，可以等等我，好吗？语气中颇多苦涩，像是做出某种决断。苏洛微微一愣后，随即点头答应。惊叹于对方的空间系天赋已经达到那般恐怖的境地，苏洛不免对世界的宽广有更多认识，还是要继续变强，不能松懈啊。前方2米突兀出现类似紫霞楼致谢小爱的查找装置，不过现在这个的体积更大，旁边的全息投影装置能够将对应资源的外观显示。罕见的 SS 级凶兽资源足有上100%之多，苏洛暗自啧舌。要知道这一份可就意味着一只9阶精英凶兽的死亡。简单熟悉装置的操作后，苏洛没有迟疑，找到了星辰镜灭龙的精血。请问您是否选择 SS 级修炼资源星辰镜灭龙的精血进行兑换？提示：你所兑换的资源只有完整度的 65%， 请问您是否确定兑换？声音响起，苏洛毫不犹豫说道：确定。兑换人：苏洛，所属约莫大学，信息确认。将一连串的操作全部完成，苏洛直接离开，全程用时不超过20分钟。看到居然是苏洛率先出现，在场所有人皆是一愣。不一会儿，陈瑜也走出空间，看到苏洛的刹那，眼睛瞬间明亮，很快又暗淡下去。我们走，苏大哥。老妪忽然说道。小家伙，回去替我向你的老师问好。躬身向众人行礼，两人的身影消失于夜色。陈道平叹了口气，神情复杂。唉，如果我争气点，是不是鱼儿也不用这么累？他忽然咧嘴一笑，满是心酸无奈。第86章，18年来第一次硬气。隔着很远就看到大门口站着的魁梧身影，脸庞依稀和陈瑜有5、6分相似。苏洛想起是在川宁镇上见过，被陈瑜喊作是二哥。得知是陈心安想要见自己，苏洛本能想拒绝，觉察到陈瑜无可奈何又独自神伤的状态，隐约是有种不能拒绝的意思。反正又不是洪水猛兽，见又何妨？苏洛随即释然。陈瑜很安静，眼看就要到陈心安的书房，即便他早已预想到最后的结局，不知从哪里来的勇气，伸出手拽着衣角。苏洛，我们是朋友吧？是啊。那你可不可以答应我？陈瑜不知道他为什么要说这些话，明明都是徒劳无用。打从记事起，那些朋友最后全都选择站在与自己爷爷同一个阵营，他被背叛了。可是现在这个他拽着的人，给了他莫名的信心。如果我没有做对不起你的事情，不管你听到什么，看到什么，不要不理我，可以吗？就算你打算这样做，也请你当面告诉我，行不行？话说到最后是近乎哀求的语气，眼中盘旋着的泪水流过脸颊，寒风吹过更觉冰冷。啪嗒，
温暖的大手像之前那样轻轻揉了揉他的脑袋。我答应你。手指轻轻拭去眼角泪水。陈瑜就这么拽着苏洛的衣服，一人在前，一人在后跟着。冬夜昏黄的灯光下，影子逐渐被拉长。这是我二哥，陈玉。你好。面前的青年丝毫不掩饰内心的厌恶，尤其是看到自己的妹妹居然会这么依靠苏洛之后。很高兴认识你。伸出右手，在苏洛握住的刹那，身为3阶中尉，直逼上尉的气息轰然爆发。同双胞胎妹妹陈玉不同，陈玉不曾进入学校，打小跟随佣兵们猎杀凶兽，其天赋与陈玉相比，同样毫不逊色。陈玉的心中此刻只有一件事，让这个比他更像哥哥的青年付出应有的代价。差了1个阶位，2个等级，绝不可能会输。右手表皮有盐元素凝聚，骨骼猝然成为与合金一般的硬度。右手爆发巨力的下一秒，陈玉猛地瞪大眼睛，他发现自己好像是在捏更加坚硬的钛钢，还是完全实心的那种。他看到苏洛的嘴角一点点向上翘起，意识到不对，想要抽出手时，咔吧咔吧，死，仿佛爆豆子一样，在这个极其安静的环境下格外安静。额头渗出浓密的薄汗，眼球陡然前凸，炽热冰冷，经受着冰与火的2重天，全身有电流淌过。陈玉两腿一软，扑通一声双膝跪地。哎呀呀，您刚见面就给我行死大礼，我怎么能受得起啊？话虽如此，苏洛纹丝不动，一抹沁人心脾的清凉注入，变形的手掌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恢复，就像完全没有遭到任何蹂躏那样。小妹，扶我一下。陈玉在看到自己的手时，不可思议般来回活动。难道是个梦？那份痛彻心扉的感觉，仍旧让陈玉心有余悸。不过，比起自家那口子的拳头，啥都不是。旁边的少女2只眼睛里满是小星星，莫非二哥也认可了苏洛？嘻嘻嘻，未来的事阻力减少了一点点呢。这对于身处绝望的少女是莫大的心理安慰。铺着红地毯的长走廊尽头是一扇拥有颇多常见浮雕的大门，爷爷他就在里面。你不一起进去吗？陈瑜神情一暗，嗫嚅道：我没有被允许进去。怀揣好奇而复杂的心情，苏洛打量着陈心安的书房，除了书还是书，似乎只有不远处的玻璃陈列柜还有点看头。房间的装饰属于极简风格，巨大的壁炉里火焰旺盛，在这个寒冷的冬夜光亮而温暖。路过陈列柜时，苏洛看到诸多陈瑜的照片，从婴儿到现在全部都有，表情从绽放如花一般的笑容变成什么都看不到的扑克脸。陈心安坐在宽大的红木长椅上，指了指对面的沙发。晚上好，苏同学。晚上好，陈老。书房里陷入了短暂的安静。通过陈瑜一系列反常的表现，能做出的判断便是，必然与眼前这个慈眉善目的老人有关。老实说，苏洛并不想与陈心安这种存在独处，与那位夜王同等存在的剑皇近距离面对面，还是在这种接近密室的环境中，尤其还是在完全不了解对方的前提下，对方杀死自己比踩死只蚂蚁更轻松，所以他保持了沉默，意图不明，言多必失。短暂的安静之后，陈心安率先开口说话了，悄无声息地不留痕迹地断绝和陈瑜的任何联系。他只是看着熊熊燃烧的火焰，随后丢进一根很细很细的木柴，像是在说什么再普通不过的事情一样说道：他是川渝陈家未来的家主，也是郁金香公会的下一任会长，他不需要任何影响实力提升的东西在身边。全程都没有看苏洛，却比直视更具压迫。怪不得陈瑜会提前说那一番话，想必那个话痨小姑娘之前许多朋友也都经历过类似的场景吧。与名震华夏国的川蜀剑皇面对面，为了陈家的未来，所以剥夺了一个花季少女本该有的色彩。这种做法，苏洛不敢苟同。别人的家事，他同样无权过多责问。不过，他不管对方的家事，对方也不该去在他的生活里横插一脚。苏洛当然知道，接下来这句话说出来会意味着什么。抱歉，我拒绝。我不是个言而无信的人，对谁都一样。陈瑜是他的朋友，而眼前这个老人并不是。如果答应陈心安，无疑会违背同陈瑜的约定。生而为人，总不是什么言而无信的东西，更何况还是自己的朋友，一起经历过生死血火的朋友。现在同意，就是对曾经自己的背叛。苏洛并不喜欢背叛自己，被人抢了怪，发现是6阶强者，自己打不过，可以选择暂时放弃，却会牢记在心。苏洛没有任何迟疑，扔木柴的手忽然停下了。无穷尽的剑气，就像暴虐的飓风引发的恐怖海啸，是足以摧毁前方一切的毁灭浪潮。这就是剑气吗？苏洛眼睛一眯，身体的潜能在生与死的边界被开发到极限，星芒闪烁，每一道剑气都清晰可见，
并非仅有眼睛在看，还有明镜止水一般的内心。苏洛忽然想到自己的风衣之下，还有一柄合金短剑。目之所及，心之所念，无我为剑。铮，倏尔，剑鸣如龙，仿佛在暴风骤雨中破壳而出的幼龙，以无双绝伦的姿态向天地昭告自己的到来。随之一同出现的是苏洛同样也爆发出无双的剑气。陈心安手中的木柴掉落在地，剑气浪潮荡然无存。无我明心，无我剑气，这是宗师级剑术。新生剑气所面对的压力骤然消失，竟如洪水决堤一样无可阻挡向前猛冲，身形骤然闪现1米之外。刚才所坐的长椅被剑气射了个稀烂。我的百年沉香椅。对不起，你是第一次。苏洛尴尬点点头。砰！大门轰然被推开，一个清丽绝尘的身影迈开大步，旁若无人地走了进来。门口处，陈玉目瞪口呆，好端端的，妹妹变得这么勇敢了。对于这间她从小到大被明令禁止踏进来的房间，她没有任何好奇。美目里映衬出心心念念的脸庞，嘴角翘起一个明媚的弧度。破碎的沉香木长椅无疑说明了一切问题。朦胧月光洒落地板，陈玉的身影拉得很长。苏洛，谢谢你。打从记事起，这应该是他笑得最开心的一次。爷爷，苏洛是我的朋友，我能做好我该做的，请你以后不要干扰我的人生。第87章，爷爷，我们晚上不回来了。爽朗的笑声传遍整个房间，甚至是整条走廊。书房里的老人笑得无比开心，已经到捧腹大笑的程度。望着忽然有些发了疯的陈心安，苏洛无辜似眨了眨眼睛，这可和他什么关系都没。当然，因祸得福也是真的。宗师境界的攻术掌握，因为有没念血的关系，加之平时战斗使用频率最高，自然对各个境界下的技巧掌握最为纯熟。相比之下，剑术、枪术以及拳法这3项，虽然境界到达宗师，可技巧不曾掌握太多。而在刚刚陈心安的剑气倾斜之下，转瞬便领悟到剑气的用法，如同拥有巨大力量却完全不会用的懵懂孩童，机缘巧合开启全新的世界一样。无我剑气嘛，还算是个很好的名字。门口的陈玉双手抱头，撕扯着头发，心里忽然涌现一抹恐慌接近于害怕的情绪。这是他的双胞胎妹妹，从小到大第一次当面冲撞陈心安。惊慌失措的陈玉想到了父亲陈道平，转头飞奔而去。天生剑心，随着年龄的成长，剑气剑意自然足。而陈玉的 A 级天赋倒更像是锦上添花一样的存在，能够让其在这个觉醒者的世界中绽放最为明亮的光彩。伴随他们的降生，母亲因此而离世。陈心安直接让普通人的大哥陈道平从之前家中最不受待见的废物，一跃成为郁金香公会的会长。谁都知道，陈心安选择让陈道平接管郁金香公会的意图，就是为了将来顺理成章要陈玉接替。陈玉在奔跑去寻找父亲的路上，情不自禁笑出了声。他的记忆中，陈玉是家中最小，却更早懂事。幼年时的诸多爱好，包括交到的朋友，一个个都离奇从他的世界里失踪，连一声告别都不曾有。与陈玉作伴的，只有陈心安在他3岁时送出的生日礼物，一个造型古朴厚重的剑匣。长大之后，他才知道，是爷爷陈心安出手干预，凭着滔天权势，让全部可能影响到陈瑜的人，尽皆选择主动断绝了联系。虽然由衷为妹妹高兴，可万一陈心安因此被气得疯了，陈玉无法想象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书房内，笑声如潮水，渐渐平息。陈瑜，你确定？爷爷，我再说一遍，请你以后不要干预我的人生。埋藏多年的心声，此刻真正出口的瞬间，陈瑜整个人的气势已然天翻地覆。一把锋锐的绝世好剑，如果没有出鞘之心，再锋利也只是摆设。真正敢于跨出那一步，才是用剑之人需要真正跨越的天堑鸿沟。苏洛听得出这笑声背后的喜悦，虽然不太明白，却在感受到陈瑜的蜕变后，隐约懂了。爷爷，我会做好我该做的事情。我有权做我喜欢的事情，也可以去喜欢。陈瑜深吸一口气，剑气再度膨胀，竟是比刚才还要高涨。说话的声音没有半分怀疑和惧怕。我也可以去喜欢我喜欢的人。好，我知道了。陈心安打量着面前剑气凌人的少女，眼中满是欣慰，就像一个铁匠看到自己打磨多年的剑，有朝一日终于展露锋芒，是相同的心情。我会尊重你的想法，也希望你不要忘记今夜说过的话，这辈子我都不会忘。好了，你们两个该干嘛干嘛去，让我静静。片刻的安静，陈宇脸上的笑容进一步扩大，一把拽起还有点懵逼的苏洛，跑出书房，仿佛终于从笼中飞出的鸟般欢乐，好像重新找回布娃娃的小女孩一样激动。同样激动的还有陈心安，像中了一个亿，手舞足蹈，
这一刻，陈瑜知道他自由了。爷爷，那我们今晚不回来了？等到陈玉和陈道平出现，已然看不到两人的身影，只有静静拿布擦拭陈列柜的慈祥老人。父亲，鱼儿呢？沉浸于喜悦中的老者冷不丁想起最后听到的那句话，瞳孔逐渐放大。身为顶级强者的他，眼睛有点花。快，给我找到他们！天知道这时候的陈瑜能干出什么来，万一生个孩子，然后陈心安晕了。余城西南角，这里的老旧小区有很多，住着的都是没有任何天赋的普通人。漫长冬夜，却有热气源源不尽，燃烧的木炭上方是翻滚的火锅。哟，小陈来了，这段时间可没见你过来啊！哎呀，这是对象。呼出一口热气，少女羞涩笑着，可不要乱说哦，我朋友发展，可不就是男朋友了噻。瞅着周围人热情打招呼的陈瑜，苏洛不免笑出了声，得体大方，友好热情，就像回到了自己的家。不一会儿，热气腾腾的扒牛肉火锅端上来，陈瑜很霸道的给苏洛加了块炖得软糯酥烂的牛肉，满脸期待。巴适的很。被苏洛的不正宗川渝话逗得笑不拢嘴，陈瑜重新变成一个话痨少女。待会儿我带你去几个好地方，个顶个都是超级有意思的，我们能做许多好玩的事情，好不好？苏洛。狂炫牛肉的青年猛地停了下来，透过白气腾腾露出疑惑目光。我帮了你这么大忙，连大哥都不叫了？才不要！本姑娘单方面决定，以后就叫你苏洛了。被冻得通红的手支着下巴，眼波流转，美目含情。如果叫大哥的话，那自己不就是妹妹了吗？可从他决定冲进书房的时候，就不想只是当朋友和妹妹的呀。夜过得很快，封疆战略营地4号宿舍楼，拉尔斯通体金光闪耀，整个房间仿佛堆满黄金般金光闪闪。当所有的光元素全部被吸入身体，他的气息疯狂上涨，直至冲破某个屏障后才逐渐放缓。钟声响了9下，拉尔斯兴奋跳下床，膨胀的肌肉与暴增的力量令他喜形于色。哦，上帝保佑，我到4阶下位了，这次真是太值了。感受到自己的气息距离突破到4阶中位也只是时间问题，拉尔斯愈发兴奋。这一刻，什么苏洛，什么陈瑜，都只是浮云。拿起手机看到99家的未接电话，拉尔斯完全不觉得有什么。女人日日夜夜都会有突破的契机，失去可不会再来。刚走出校门，拉尔斯看见从大巴上下来2个女人和小女孩，其中那个穿着雪白貂皮大衣的女子，不仅是他从不曾见过的美女，更重要还是一个普通人。哦，我的上帝，您真是太眷顾我了，我由衷的感谢您。第88章，他们一晚上干了多少事？这是余城一天里少有可以呼吸清新空气的时段。到7点半前后，又会挤满形形色色的上班族，车辆络绎不绝。怎么样？爽了吗？很爽，很舒服。闻言，少女笑得愈发明媚且肆意。你还是挺厉害的。那当然。两人一夜没睡，享受着余城夜幕下的生活。抓娃娃100%成功率，蝴蝶刀和花切是余城的传奇，而且在音乐领域，诸如弹钢琴和吹箫上有着令人惊艳的成绩。苏洛暗自感慨，这个女孩对自己的每个爱好都做到媲美专业人士的程度，恨不得让她深入了解每个角落，如同赶场一般去了很多个地方。见过的所有人对陈瑜无不是交口称赞。脱下黑色风衣，露出健壮的身体，陈瑜笑着穿上，乖巧坐在后座。引擎的轰鸣打破马路的沉寂，一声闷响，隐约能听到骨头碎裂的声音，紧接着是小女孩撕心裂肺的哭喊：妈妈，你这个坏人，呜呜，妈妈，胡老师，哦，我的上帝，真可怜。声音中不乏讥诮，拉尔斯无可奈何摊了摊手，转过头对旁边几个人用近乎命令的口气询问着：你们可要替我作证啊，明明是这个女疯子先攻击我的。身上有明显红海大学校徽的几人点点头，感谢你们，我的朋友，上帝会保佑好心人的。拉尔斯转过头，得意吹了声口哨，望向蹲在中年女人身边的年少女，能够想象雪白大衣之下同样雪白的柔嫩身体。至于另外2个人，在拉尔斯眼中只不过是活在觉醒者保护之下，对自己没半点用处的弱者。身为弱者就该有弱者的模样，居然还敢阻止他拆开礼物，简直搞不清自己的位置。轻轻一推而已，又不会死，更何况要不是因为他，计划也不会失败，没有当场将其杀死，已经足够仁慈。漂亮的小姐，抛开事实不谈，我只是甩了下胳膊而已哦。你们几个为什么要帮他？俏脸寒霜，燃烧着怒火的美目扫过一张张表情复杂的脸庞，显露几分绝望之色。这些都是华夏国的觉醒者，
此刻却站在金发碧眼的外国人一边，距离封疆战略营地并不算太远，更何况旁边就是军事基地，几人也不敢过分放肆。妙姐，苏洛冲过人群，看见绝望无助的罗妙夏，还有哭得撕心裂肺的小女孩和几近昏迷、奄奄一息的中年妇女。旁边站着的拉尔斯和红海大学几人是一副事不关己的无所谓态度。苏洛，胡老师他没关系，有我在呢。转手从储物戒指中掏出一颗附体丹，喂下时透过指尖缓缓输入水元素能量，避免其被强悍的药力直接冲垮身体。几人刚转身要离开，身后突兀出现的声音仿佛深渊之下的凶兽觉醒。周围的学生以及佣兵们表情突然发生变化。你们5个要是再敢走一步试试。胡蓉咳嗽几声，脸上出现血色，喃喃在陈玉的安抚下仍是小声啜泣着。妙姐，发生了什么？告诉我。轻轻拭去脸颊的泪水，梭罗还是像往常说着话，甚至更加温柔。随着罗妙夏的讲述，陈玉还是第一次看到苏洛的脸上流露出愤怒。围观的学生与佣兵们同样义愤填膺。红海大学的4人眼看犯了众怒，心中已是后悔万分。此前他们刚刚释放压力回来，刚进校门就被拉尔斯拽住，见到惊为天人的容貌，又是一个没有天赋的普通人，自然便同意了拉尔斯的计划，谎称是苏洛的朋友，要带罗妙夏3人进入灰区。苏洛的眼中荡漾着比凶兽更加恐怖的杀意。此前抢怪物的家伙是敌人，而欺负到萧晴和罗妙夏头上，只能是死人。拉尔斯，你想死？狂妄！拉尔斯顿时觉得又被侮辱到。一夜过去，今非昔比，达到4阶下位的他，配合自己的 A 级天赋圣赐之光，即便是面对大3的学生，也能有1半以上的胜率。而苏洛只不过区2阶上位，有什么资格？哦，我的上帝！是撒旦给了你愚蠢的勇气吗？更何况普通人生来就该为觉醒者奉献他们的一切。胡蓉这时候已经可以站起来了，虽然身体还有些虚弱。真是不好意思，又浪费您1颗丹药，之后我肯定会赔给您的。眼尖的围观者不由苦笑摇头，那可是6阶下品疗伤丹药啊，1颗至少就要500万。在这个世界，普通人想要挣到500万，就是出去卖刀累死也不够。陈瑜，这是我的房间钥匙。诧异接过钥匙的少女显露错愕之色，却看到杀意弥漫的青年蹲下身，亲切和小女孩聊着天。囡囡对不对？哥哥告诉你个小秘密，在哥哥的房间里有个超级好玩的小家伙，让这个漂亮姐姐带你去，好不好？妈妈肯定也会同意的，对不对？胡蓉不明所以，下意识点点头。眼看2人的背影渐渐走远，罗妙夏忽然瞪大眼睛，不可思议望向那个挺拔的背影，竟是无可名状的忽然颤抖起来。支开孩子的目的只有一个，他要杀人了。父亲，刚才门房传来消息，鱼儿回来了。陈道平忧心忡忡说道。床上躺着的陈心安一夜之间似乎苍老太多，他印象中还从未见过父亲显露如此虚弱的模样。走！父亲您没事了？旁边的陈玉一口水喷出来，诧异盯着自己这个忽然生龙活虎的爷爷，暗叹还是妹妹在爷爷心里重要。管家陈伯眼疾手快，早已准备好外套。一行4人快步下楼，陈心安看到眼前一幕，顿时颤巍巍指着前方。见惯大风大浪的他，屈指可数的几次，下巴抬起45度。还有他，不可能，绝不可能！无可置信地摇着头。陈心安觉得自己此刻的血压肯定高得吓人。陈道平、陈玉父子俩大脑竟一时转不过弯。压抑10多年的陈瑜，这刚刚放开就给家里来了波大的，也忒狠了点吧？他们2个这一晚上到底干了多少事情？父亲，爷爷，你怎么了？10点45分，封疆战略营地的训练区，这里有3座80米乘80米的擂台，平时主要的作用是佣兵们对练提升经验。当然，脾气火爆的佣兵们一般能动手，肯定不啰嗦，擂台也会作为解决争端最直接快速的手段。胜者占据主动，在觉醒者的世界永远是不变的真理。4校交流会个人分数第1的苏洛要与人战斗的消息，几乎只用了不到10分钟就传遍整个营地，而他的对手是此次排名第2的留学生拉尔斯。几乎听到的每个人不约而同愣了片刻，径接朝擂台跑去，生怕会错过这场好戏。渊墨大学和红海大学2校的新生最强战斗，谁更强？谁知道他们为什么要打？听说是因为几个普通人，还是苏洛主动提出的？我去，为了几个普通人打架，我估计肯定是为那几个被拉尔斯打伤的人报仇。学生们七嘴八舌讨论着，不乏有对这场战斗起因和结果的猜测。而此前拉尔斯在受潮中的所作所为，更多人都期盼着苏洛获胜。不管怎么样，
我都支持苏洛。看见那个外国佬，我就生气。心情可以理解，可拉尔斯是3阶尚未巅峰的实力。谢耀真闻讯快步跑出教师公寓，刚巧碰上一脸轻松的红海大学副校长。哟，谢副院长，这是打算去阻止苏洛吗？我听说两人现在正准备签生死免责协议呢，都火烧眉毛了，居然还在那儿说风凉话。我是去让苏洛别把拉尔斯杀了。第89章，这个射手为什么会进站？生死免责协议是双方进行擂台决斗时，在双方自愿的前提下签订。一旦签下自己的名字，最后结果无论生死，都与对手没有任何责任。擂台裁定员以及诸多学生、佣兵们的见证中，苏洛龙飞凤舞，拉尔斯同样干脆利落。上啊！干趴这个垃圾！山河大学挺你，洛哥！渊墨大学、龙城军工以及山河大学的学生一边倒给苏洛加油，而红海大学不甘示弱，声势同样高涨。在这些人中间，孙必伟和杨云峰牢牢站在罗妙夏和胡荣两侧，表情庄重。从认识苏洛到现在，他们没有见过苏洛露出过那种表情，尤其是在了解到事情原委后，更加怒不可遏。冬日的暖阳之下，苏洛本就超过1.8米的个子，在黑色风衣的衬托下，愈显修长挺拔，将一身精壮的肌肉完美隐藏。棱角分明的脸庞上，漆黑澄澈的眸子，时不时有星芒闪烁，炯炯有神。手中握着的漆黑战弓，一只大眼睛上下左右看个不停。白色的骨爪让本就诡异的战弓又透着几分邪气。不得不承认，苏洛的气场的确非常强大。就这还是在有意识收敛之下，如果将杀戮凶兽磨练出的气势全部释放，只怕所有人都会以为台上站着的是一只高阶的凶兽。许多人眼中闪过一抹异色，几个大胆的女性佣兵早已按捺不住心中的喜欢，吹着口哨，挥舞手臂。不俗的身材和颜值，再搭配冷峻的气势，几乎是可以通杀的存在。只要苏洛愿意，马上就会有不少身材火辣的女性佣兵投怀送抱，这一点毋庸置疑。当然，数量更多的女生拿出手机，咔咔咔往自己的好友群里扔照片，顿时又引发一阵赞叹。望着台上的修长身影，罗妙夏内心的担忧忠实地写在精致的脸庞上，总感觉自己的弟弟长大了，成熟了，还有几分陌生。不过，再怎么变，都是他可爱的弟弟，他都会喜欢。玉北墨和任梦琴刚下车，一路飞奔来。与其他人不同，两人的眉宇之间多是担忧之色。曾经直面拉尔斯，对方虽然人品道德欠佳，实力强悍，不容怀疑。苏洛，你只不过是占了虫子们的光。拉尔斯拿出自己的兵器，一面能遮挡大半身体的狮头圆盾和一把散发寒芒的长刀，刀与盾击打，声如洪雷。两人间隔20米，一左一右，相对立。擂台裁定员确认完毕走下台的一刻，意味着战斗正式开始。轰！拉尔斯气势陡然膨胀，眨眼之间停留在4阶下位，而且与4阶中位的觉醒者不相上下。他可没什么扮猪吃老虎的癖好，甚至还有些鄙视，因为他是实干家，明明上来直接干掉就好，为什么非要循序渐进？又拿时间多去实操不香？台下所有人脸色大变。4阶，我的天！拉尔斯突破了，2阶对4阶，这还怎么打？听到周围人的声音，罗妙夏俏脸惨白，失去血色的嘴唇被咬出血。如果苏洛因此而死，他绝不会独活。玉北墨握紧拳头，眼中担忧之色更浓。身边任梦琴倒是对苏洛充满信心。4阶又怎么样？你忘了苏洛最厉害的是什么了吗？在男友疑惑的神情中，任梦琴嘿嘿一笑，俏皮说道：射得快啊！20米的距离，对苏洛这种境界的弓箭手而言，不是又快又准。轰！忽然有巨响爆发，待到众人回过神时，依稀可以可见散落拉尔斯周围的光元素。只有少数几个人看清楚了台上发生的一切，玉北墨就是其中之一。完了！刚才还信心满满的任梦琴，同样露出绝望的表情。此前将玉北墨开局秒杀的闪速射击，竟然被拉尔斯完美防御。4阶下位的实力，在此刻展露无遗。哦，看在上帝的份上，我大发慈悲的告诉你，我的盾牌掌握是精通境界。好像发现猎物即将捕食的猫科动物，身体压得很低很低，狮头盾牌几乎完全挡住前方的射击。拉尔斯双脚猛然一蹬地，浑身被光元素笼罩。这一刻，他与盾牌合二为一，仿佛一头飞奔的黄金狮子。转瞬已经在苏洛身前3米，近乎瞬移一样的速度，连约莫大学的随行老师都不由得瞳孔紧缩。双脚踏在擂台上的沉闷声音，正是敲打在众人心上的重锤，众人无不色变。A 级技能野蛮冲撞，结合拉尔斯本身的天赋圣赐之光，速度和力量更是到达一个骇人的程度。快躲开，苏洛！玉北墨大声吼道。他当初就是躲闪不及，被这一招野蛮的盾牌冲撞
直接打成重伤。而现在拉尔斯等级提升，速度和力量必然遥遥领先，说不定直接就能结束战斗。想逃？拉尔斯大吼一声，逃得掉吗？他早已有所预测，苏洛的任何退路都在计算之中。2米，1米，盾牌后的拉尔斯不禁露出残忍的狂笑。下一刻，苏洛动了，左手握拳，一层墨黑如玉的物质龙鳞清晰可见，混杂着青色与赤红的元素粒子出现，还有紫色的电弧肆虐。没有人看到苏洛是怎么出拳的，只听到连串的音爆声，以及震耳欲聋的火焰爆炸，当的一声，如同金铁交割。不知道的还以为是2种金属激烈碰撞所产生，可眼前的分明是拳头打在了盾牌上啊！这他妈都行！俺的娘嘞，他的身体是拿什么做嘞？玉北墨张大嘴巴，听得咔吧一声，脱臼了。要知道，他用剑同拉尔斯对招，最终落得个剑折人重伤的下场。也就是说，苏洛的拳头比他妈剑还要硬。玩呢？面对这一幕，就连谢耀真也有些目瞪口呆。普通的2阶上位觉醒者，面对拉尔斯这一招就会当场毙命。据他估计，拉尔斯的野蛮冲撞不亚于一台油门踩到底的赛车冲刺100米所携带的力量，而苏洛只凭一拳就将其正面逼停，其瞬间爆发的力量只会更高。这得是什么身体强度？饱满的胸脯情不自禁上下在浮动。谢耀真在约莫大学任教多年，从没有见过如此妖孽的大义新生。众人尚且处于震惊之中，还未走出，却看到令他们更觉惊悚的一幕。咔嚓咔嚓，狰狞的狮头最先出现裂纹，随后便是像蛛网一样蔓延的整面盾牌。轰！盾牌后突兀爆发火焰的风暴，将猝不及防的拉尔斯完整吞噬。不易觉察的暗劲，绝不是只有将盾牌震碎那么简单。被火焰炙烤的拉尔斯像一只断了线的风筝倒飞而出，空中他的身体竟是鬼一般颤抖了几下。看似普通一拳是宗师级的拳法掌握，还有达到精通境界的寸劲开天，更有风火雷3元素附魔。扑通！苏洛还是站在原地，拉尔斯却倒地不起。5脏6腑翻江倒海，还有酥酥麻麻的电流游走全身。呜哇！一口鲜血狂喷而出。拉尔斯看着手臂上只剩下个半拉狮子脑袋的盾牌，顿时有些发懵。这是为什么？他的世界观出现一定程度的崩坏。不是个弓箭手吗？力量大就算了，这媲美稀有品质盾牌的肉体是什么鬼？哦，我仁慈的上帝啊！到底谁才是他妈的4阶？第90章，下次记得把话听全。爆头！拜托，拉尔斯就是一个头，2只手3条腿都举着盾牌，只要苏洛愿意，爆头也是轻而易举。而且办法不止一个，姿势也可以有很多种。可是死这么舒服的结局，对拉尔斯来说是不是太快乐了？哦，我的神啊！你动不了了！全场鸦雀无声，每个人都插入到无与伦比的震撼中，拔不出来。只有苏洛俏皮学着拉尔斯在说话，一道道目光在拉尔斯、苏洛以及他手上的鸳眼凝眸上来回徘徊。这不是弓箭手吗？怎么变成一拳超人了？战斗开始，再到结束，也就射了一支箭，打了一拳吧。所以这场实力悬殊的战斗没了。2所顶尖学府新生最强的战斗啊，居然会是以刚刚进入4阶下位的拉尔斯的惨败最为收场。大哥，你该不是晋升一个假的4阶吧？本该已经宣告结束的战斗，却因为苏洛异乎寻常的耐心而得以延续。几分钟之后，拉尔斯挣扎着摇摇晃晃起身，时不时还能看到冒出的紫色电弧、丝丝缕缕的黑烟和脸上的灼伤，如同刚从火灾现场逃命出来。可是金色的爆炸头倒是为拉尔斯增添不少喜感，引得台下观众阵阵发笑。从光鲜亮丽跌落成逃灾的难民，拉尔斯只用了10秒左右。任梦晴伸出手在玉北墨的眼前晃了几晃，无奈咧嘴笑着。这种震撼对他来说着实太大了。一个弓箭手用拳法打败了远高于自身的觉醒者，就好像炒菜的厨师在绣花比赛上赢了全国冠军一样震撼。红海大学的副校长姗姗来迟时，还以为是自己眼睛出了问题，赶忙揉了揉，这才确定擂台上狼狈不堪的人是自己学校的新生最强。啊呜！反手一颗丹药，拉尔斯好似受伤的独狼，不择手段也要获得胜利。随之而来的是气息暴涨。我去，他居然嗑药！这是4阶打2阶能有的操作？台下的观众们忍不住问道。这种神奇的现象，他们这辈子还是头次看见。低吼一声，擂台上瞬间出现无数大大小小的金色光点，是光元素的粒子。拉尔斯振臂高呼，一个个金色的粒子由近至远，飞快冲入身体。这时候他变成了光。快动手啊，苏洛！
任梦晴苦笑着拍了拍自己那个又开始激动的对象，显然是之前被拉尔斯打出了阴影。无论是几分钟前的野蛮冲撞，还是即将出现的 S 级技能，他都恰好尝了个遍。虽说是好心，可任梦晴看见台上那个云淡风轻的背影时，心中暗自啧舌，透露绝对的自信，分明是胜券在握。10几秒过去，一尊堪称宏伟的金色巨影出现，苏洛忍不住笑了，甚至连所谓的战意都消失得无影无踪。拉尔斯震天撼地的气势，在他看来就像是小丑一样滑稽可笑，身高超过8米，金光闪耀夺目，气息更是直逼5阶中位巅峰。在场的学生不乏见多识广，当即惊呼出声。他居然将 S 级技能光之巨人修炼到了熟练。有一说一，拉尔斯真的不弱。光之巨人是只有 B 级强度评定的光元素相关天赋的觉醒者才能进行学习领悟的 S 级技能，不仅体型会更加巨大，而且还有了类似秘术增幅等级实力的效果。哼，去死吧！拉尔斯大喝一声，巨大音浪响彻方圆数百米。罗妙夏双腿发软，美目死死盯着台上那道身影。梭罗一拳轰然打下，遮天蔽日，裹挟凌厉的破空之声，急速快过闪电，速度居然也这么快。按理说体型增加，速度是保持不变甚至降低才是，可光之巨人技能的增幅是从等级到力量，甚至是速度的全方位提升。视野中那枚金色的拳头仿佛成为世界的唯一。呼，星芒闪烁的漆黑眸子里，倏尔有金色的光辉一掠而过。砰，从拳头处开始崩坏，凝聚的光元素化作一只又一只翩跹飞舞的蝴蝶升空，只留下数米之外与光之巨人同款姿势却一脸懵逼的拉尔斯。这怎么回事啊？他如何做到的？这下连同谢耀珍在内，诸多大学内经验丰富的觉醒者老师也是目光呆滞。那可是 S 级技能啊，说没就没了。忽然，谢耀珍的瞳孔放大，红润的双唇翕动。他记得苏洛的天赋是叫做全元素掌控，能够掌控全部的元素，也就是说，不光是自己的元素能量，就连对手的元素能量也是可以操控的。拉尔斯用光元素凝聚出的巨人，本质上也还是光元素的聚合罢了。想清楚这一点，谢傲真的美眸中泛起一抹奇异的光彩。他居然能做到这一步，他无比清楚，要做到这一步需要多么恐怖的精神力量。唉，情不自禁叹了口气，他忽然格外羡慕起梅念雪，也明白为什么堂堂战斗学院的院长叶修会连脸都不要去找梅念雪。这样的学生，用妖孽都不足形容他的恐怖。擂台上，拉尔斯再度石化，引以为傲的 S 级技能就这么轻而易举被一个2阶上位的觉醒者以最匪夷所思的状态直接取消。本能还想要继续战斗，他却发现视野从擂台变成了无垠的天空。砰砰砰，一声声闷响编织旋律，灵活移动的身影汇成精妙的画卷。所有看到这一幕的人都不禁扪心自问，这还是一个弓箭手？拉尔斯的身体就是永远不会下落的沙滩排球，什么时候能落地取决于他完全看不到的那个人手里。终于弓弦3响，拉尔斯的痛苦惨叫撕心裂肺，比起之前小囡囡的哀嚎更甚。斑斑点点的鲜红洒落擂台，拉尔斯落地时被洞穿的双膝无力支撑身体，只能面向罗妙夏和胡蓉跪下。这也在你的计算之中吗，苏洛？谢耀珍自言自语道。现在你有2个选择，第一个是马上被我射死，第二个是先道歉。话音未落，拉尔斯疯狂磕头，咚咚咚的声音不绝于耳。美丽的女士，求求您看在仁慈的上帝的面子，原谅我。对不起，对不起。胡蓉和罗妙夏哪里见过这种场景，胡蓉后知后觉的明白了，为什么苏洛要提前支开小囡囡，残忍却温柔，冷酷又温暖。我们原谅你了。胡蓉颤巍巍答道。真的吗？尊敬的女士，您就是我的上帝。眼眸中满是死而复生的欣喜，拉尔斯只想赶快离身后的那个家伙远一些，最好这辈子永远都不见。下一秒，拉尔斯两眼暴突，已经死得不能再死，头顶正中心是贯通全身的伤口。风元素附魔，剑出无形。哦，我说的第2个条件是先道歉，再被我射死。下次记得把别人的话听完。哦，对了，你没有下次了。全场寂静，只有苏洛的自言自语随风飘出很远很远。第91章拔枪，那得看看粗细和硬度。末日丧尸风格的电影里总会有爆头之类的画面，此刻亲眼看到精准而优雅的爆头，罗妙夏和胡蓉忍不住后退几步，尤其是前者，漆黑的瞳孔猛地一缩，有些不敢将目光往上移动。这还是他那个阳光开朗的大男孩？不对，是弟弟。苏洛从擂台上潇洒跃下，笑得温柔而和煦。
妙姐，胡老师，没吓到你们吧？没有。惊魂未定的胡蓉手抚着胸口，内心砰砰乱跳。近距离面对这个用残忍方式杀人的青年，他本该觉得害怕。此刻的他格外清楚，自己其实一点都不害怕，反而还很安心，甚至是庆幸。只不过刚才的场面太过于震撼，再加上苏洛所散发出的浓郁杀意，才让他心惊肉跳。妙姐啊，我没事的，你不用担心我。丹凤眼中并不见半分惊恐害怕之色，坚定的眸子里倒映出青年略显错愕的表情。罗妙夏情不自禁抚摸那光滑的下颌，显露出的笑容，一时竟让旁边的孙必伟和杨云峰看呆了。怎么忽然担心起我来了？你可是我弟呢，姐姐什么时候怕过你？就算当着他的面完成射杀，罗妙夏也并不会因此而害怕。他只是担心，如果苏洛有一天变成嗜杀的怪物，可怎么办？这种忧虑也仅存在片刻，就消失得荡然无存。不管什么时候，面前这个人都是需要他爱护的弟弟。至于其他的乱七八糟，又有什么关系？恰恰因为看到苏洛的另一面，他还有种淡淡的欣喜。全方位细致了解弟弟，不也是姐姐应该做的？苏洛稍一愣，不免笑得灿烂。战斗经验更加丰富的佣兵们热情呼喊着，鼓掌喝彩。有关营地门口发生的事情，他们也都基本清楚。对身为2阶上尉就敢出头的苏洛，油然而生敬佩之情。无论领队还是4所大学的随行老师，亦或台下全部观众，望着浑身干净整洁的青年，倒吸冷气与惊呼的声音此起彼伏。所以他们到底见证了什么？实际只有几分钟不到的战斗，将不少人10多年辛苦建立的世界观、修炼观直接捅了个粉碎。任梦晴在苦笑的同时，眼中闪过一抹隐晦的忌惮。对于这种人，就算没有与之交好成为朋友，也绝不可变成敌人，要不然说不定哪天莫名其妙被射死，你都不会知道剑从哪儿来。有许多心里认定苏洛区一个弓箭手，只要被近身就会被任意揉捏的学生，摸着阵阵发凉的头顶，庆幸自己没热血上头去挑衅。倒是那些许多被拉尔斯抢过凶兽的学生，脸上满是困惑，还有随之而来的不服气，自己居然会被那种菜鸡打败，甚至还受了重伤。怎么同样的招式技能，换了个人就变得不疼不痒？什么嘛，原来这么菜的，我当时到底因为什么会输的？就感觉有点丢脸呀。众多老师们听到这些白日做梦一般的呓语，下意识感叹道，到底还是年轻啊。别看拉尔斯跟苏洛战斗时就像个错误百出的新手菜鸡一样，可他的实力毋庸置疑。不信换个其他2阶上尉的学生，拉尔斯能用各种姿势把他玩弄一遍再死。苏洛能把拉尔斯轻松击败，谢耀珍全程看得清楚，其中的9曲18弯，就是他处于苏洛这个年纪也绝对远远不如。甚至可以毫不客气地说，当拉尔斯依仗光元素战斗时，结局已经注定。F 级的天赋居然能影响到 A 级天赋，除非苏洛有媲美8星甚至更高星级炼药师的精神力，否则只有一个解释：苏洛的天赋绝对是 A 级打底，超过80%可能是 S 级。如果是 SS 级，谢耀珍忽然打了个寒战，旋即又否认了这个念头。要知道 SS 级天赋极其稀缺，华夏国可是拥有80亿人口基数，几十年也没出现过一个。回去后我得找老任，尽快安排测试天赋强度。谢耀珍内心暗自思忖，他记得于幼蕊请假前夕曾专门提交重新测试新生苏洛的天赋强度的申请，后来这份申请不翼而飞，加之申请人请长假，也就不了了之。裁定员大哥，可以把擂台收拾一下吗？擂台的清洁工作会有专人处理的。苏洛尴尬挠挠头，叫住准备离开的裁定员。我想可能还得耽误您几分钟吃饭的时间。略显冰凉的小手轻轻扯了扯苏洛的袖子。罗妙夏可是和苏洛在同一个屋檐下生活了10几年的人，他这个弟弟是什么性格，那可是有相当深入的了解。要么不做，要做就做绝。越是礼貌，也就代表这个风波还远没有结束。因为除了拉尔斯之外，当时参与的还有红海大学的4名学生。要不，罗妙夏欲言又止。从孙必伟和杨云峰口中，他和胡蓉得知拉尔斯的身份，连同那4人都是顶尖学府红海大学的学生。倘若再杀下去，触怒了那尊庞然大物，他们只是没有天赋的普通人，在这个残酷而拥有等级森严制度的社会里，尽可能努力的生活着。而比起自己，他更担心苏洛的前途被影响，这是他宁愿死也不想要看到的。妙姐，我知道的。感受到握着自己右手的温暖，罗妙夏紧张不安的心顿时平静下来。如果放在我身上，可能我会考虑去忍一下。只有你和妈一点都不行。话语平淡，掷地有声。我听你的。罗妙夏无比乖巧低下头，任由苏洛握着自己的手。一旁的胡蓉不由得显露出羡慕之情，转而又想起数年前死去的丈夫，脸色无比晦暗。
喂，你们4个！正当所有人以为要散场的时候，苏洛的声音却让他们停下了脚步。打算偷摸溜掉的4个人身体猛地一颤，艰难转过头，也算做件好事，一起上吧，让裁定员大哥和大家早点去吃饭，怎么样？全部人听到这句话都不由得愣了愣神，旋即恍然大悟，原来拉尔斯的死不是结束的钟声，而是开始的号角。话音落下时，红海大学的副校长脸色骤然黑了下来，4人瘫坐在地，如丧考妣。见过拉尔斯像一条砧板上的活蹦乱跳的咸鱼，被苏洛料理干净后丢进了垃圾桶。他们虽然都有3阶下位，可面对这个恶魔般的青年，3条腿都没了力气，还怎么打？都怪拉尔斯，如果不是他，又怎么招惹上苏洛？心里忍不住痛骂，4人蜷缩着，瑟瑟发抖。不少红海大学的学生在刚才了解到大概的情形后，一小部分义愤填膺，大骂无耻败类，居然帮外国人骗自己的同胞，大部分还是左右为难。快到中午了，大家都要吃饭，我会很快的，不会耽误你们和大家吃饭的。当然，吃的饭不一样。苏洛彬彬有礼，周围人只感觉无尽的寒冷。明明现在是冬季1天里最暖和的时候，他们5个造成的误会，我调查清楚之后给你一个满意的答复，可以吗？一道身影轰然出现，红海大学副校长阴沉着脸，滔天的气势压来。孙必伟和杨云峰脸色大变，却选择与苏洛站在同一条线，咬牙硬抗。那也可以，您作为他们共同的老师，给受到惊吓的2位女士和小孩鞠躬道个歉，总没有问题吧？男子的错愕一闪而逝，旋即内心奔涌狂怒浪涛。杀了拉尔斯尚且是他个人自己做主，怨不得其他，而眼下在当着所有人的面，要是还让苏洛再杀4名学生，以后红海大学将会成为足以载入顶尖学府史册的超级笑话，亘古流传，经久不息的那种。所以无论他们做了什么，哪怕事后严重处理，今天他也必须要将其保下。至于让他一个高贵的觉醒者给普通人道歉，这是什么天大的玩笑？更何况他还不是普通的觉醒者，是4大顶尖大学之一红海大学的副校长。眼眸升起犹如毒蛇一样的阴鸷，却碍于身后悄然攀升的气息，冰冷着说道：过分了吧，苏同学！僵持不下时，忽然一声大吼，有人从自动分开的通道走进，正是郁金香公会的会长陈道平以及牵着小囡囡的陈瑜。苏洛挪了几步，恰好挡住了小女孩的目光。妈妈！胡蓉张开怀抱，小囡囡高兴扑了过来。胡姐，真的是你？好久不见，道平。双手抱怀，谢傲真与其他2所大学的领队各自嘴角不易察觉的上扬，而最中央的红海大学副校长勉强挤出一个尴尬的笑容。陈会长，您认识？第92章探讨有关次数等方面的问题。杨副校长，我来介绍一下。陈道平的声音与其形象格外符合，让人一听就觉得是位儒雅和蔼的中年大叔，只不过此刻的话语中透着几分疏离。这位是林望川烈士的家属。在场所有川省的学生下意识看向胡蓉及其怀中可爱的小姑娘，眼中满是尊敬。从5年前川省省会天福城5公里外天灾极受潮平息那时起，每个川省的学校以守护为主题的入学第一课，肯定会说起川渝郎佣兵小队舍生延缓受潮的英勇事迹。也正因为他们的举动，才创下受潮对城市无任何影响的空前纪录。而这支佣兵小队的队长正是5阶上位巅峰觉醒者林望川。之后川渝郎佣兵小队全员被国家追封为烈士。胡蓉和小囡囡正是林望川的妻子和女儿，本该享受国家专项的生活补贴，胡蓉却选择自食其力，是得到所有人尊敬的女性，也是我陈道平的大嫂和侄女。听到这句话，在场所有人都微微一愣。杨副校长嘴巴张开，却没有半个字能说得出口。如果这时候让他再选择一次，他肯定会毫不犹豫当场鞠躬道歉，就算跪下都没问题。事情的发展已经完全超出他所能处理的范畴。这5个蠢货到这一刻性质完全变了，也就是说，拉尔斯和4名学生不仅仅是涉嫌诱骗学生以及恶意伤害普通人。要知道，当着孩子的面，英勇的母亲被打成重伤，差点死去，地点还是在郁金香公会的战略营地，而且与旁边几乎闲置的军事基地距离也不算远。种种因素堆叠，一旦发酵，将会成为足以令红海大学万劫不复的炸弹。如此巨大的影响，是谁都无法承担的巨大责任。胡女士，还有这位女士，我先向2位道歉。由于此事带来的任何损失，我们全部承担，恳请2位原谅。另外，陈会长，我肯定会调查清楚，给你、给胡女士、给所有人一个交代。说罢，杨副校长无比干脆地弯下身子，低下了头颅。这可不是影响资源分配的问题，
而是上升到关乎红海大学荣誉以及地位的选择，容不得他有半点错误。现场没有半点声音，所有人都在静静看着眼前滑稽而搞笑的一幕。苏洛笑出了声，前倨而后恭，思之令人发笑。迟来的道歉，尤其还是在得知胡蓉母女的身份之后，比迟来的深情更坚。这件事发生在我封疆战略营地大门外700米，我们郁金香公会责无旁贷，就不劳烦杨副校长费心费力了，这不正好吗？人都在，虽然是普通人，陈道平多年执掌郁金香公会，身后又有陈新安做靠山，气势竟隐隐超过在场诸多的觉醒者。如此恶劣的事件一旦被爆出，为此次4校交流会提供诸多便利的郁金香公会，无疑是第一个被架在火上炙烤的对象。陈会长，现在人多，不如我们坐下来谈谈后续解决方案。此事事关重大，杨副校长不必再多言。这时候，一个声音猝然出现，嘹亮如剑鸣，沉稳似泰山。如果事后有任何不妥，老夫会亲自登门道歉。现在请大家前往郁金香广场，此事究竟如何，自有定论。是陈新安，华夏国拥有单独封号的绝对强者。一支身着红衣的佣兵们分成2列进入，人人身高超过1.85米，皆是体格壮硕。强大的气息让在场所有人的呼吸猝然一滞。苏洛下意识吸了口气，感叹郁金香公会的强悍底蕴。眼前这些佣兵，人阶达到6阶，身后以金线首绣的郁金香格外刺眼。眨眼间已经将4名学生控制，在场无人作声。刚才陈新安的话已经说得清楚，事关郁金香公会的名誉，谁又敢在这种时候当那个头铁的显眼包？放心吧，爷爷这次可难得生气，他们都是只有爷爷才能调动的红袍队。陈瑜不知何时出现在苏洛旁边，压低声音介绍道，美目中流露异色，眼波流转。他现在每每想起苏洛那夜的所作所为，只有发自内心的敬佩，还有几分莫名的羞愧。要知道，苏洛可什么都不知道啊，对待普通人也会毫不犹豫，直接使用价值昂贵的丹药。作为同龄人，苏洛对他是从战斗能力以及个人修养的全方位碾压，他并不觉得难过，只有甜蜜的喜悦。刚才爷爷碰到了什么？苏洛一时竟有些懵，这姑娘突然又在说什么东西？还有，你怎么忽然变得这么扭捏啊？喂，他以为是咱俩的孩子，嘻嘻，直接晕过去了。走了几步的罗妙夏身体陡然一颤，如同卡壳的机械，一格一格扭回头。有什么话回头再说。说罢，头也不回的自顾自跟着人群往前走。姐姐，等等我呀！我和你一起。陈瑜抛开苏洛，一溜小跑到罗妙夏身边。喂，那是我姐啊！杨副校长其实还有几分侥幸，直到他看见矗立在陈新安身后，眼眸紧闭的4个老人彻底变成一只蔫了的老茄子。是精神系天赋觉醒者，环绕周身的精神力量接近10质，等级不会低于7阶。4名才不过是大一的新生，精神力最多也就在炼药师学徒和一星炼药师之间。换言之，他们面对7阶精神系觉醒者，会毫不犹豫敞开心扉，任由对方粗壮的精神力量捅进灵魂的深处。为了保证最后信息没有任何作假成分，也麻烦4位领队了。谢耀珍4人在内，皆是点点头。早已被这阵仗吓成一滩烂泥的4人，面对7阶的精神系觉醒者，连半点反抗的余地都没有。他们瞬间变得呆滞，两眼无光。听我说，请你们4个一人一句，告诉我刚才做了什么。围观的所有人同时变得安静。天上飞着的飞行器以及数个使用便携式录影机的佣兵将从全部角落留下证据。我们昨晚刚释放了几次，然后回来准备睡觉。拉尔斯刚突破，也想爽几下。他说他听到门口那3个人是来找苏洛的，想要我们帮的忙，说苏洛去杀凶兽了，骗他们到兽巢附近。我也不知道他为什么会知道我们是在说谎。然后那个不知死活的老女人就咬了拉尔斯。随着4人的讲述，广场上的空气如同凝固一般，内心所想最真实的话语毫无保留说出来。哼，真是丑陋啊！陈新安眼眸一瞥，淡淡说道，连同红海大学学生老师在内，神情中只有厌恶。而这4人还是能够作为代表红海大学出来参加4校交流会的精英。审讯在无声中结束，软成烂泥的4人被红袍队像拖死猪一样脸着地拖走。谢耀珍与武安平对视一眼，各自看出对方心中所想。这一次红海大学怕是要栽一个大跟头了。中午2点，广场上的人陆陆续续离开。罗妙夏和胡蓉母女有专人护送去食堂用餐。苏洛也要走的时候，身旁忽然多了个人。走吧，咱们爷俩得去探讨一个严肃的话题。爷爷，你……陈宇很担心。第93章，骚年，想不想让你的剑变得更润？开玩笑，哪个做老人的会杀了自己未来重孙子孙女的爹？
人类多样性决定必然会有这样的人存在，但是陈心安绝不是那样的人。一行几人再次来到书房，你们两个关上门。陈心安近乎用指使仆人的生硬语气，让陈道平和陈玉关上门。现在书房里只有陈心安祖孙3代4人以及苏洛，请坐。谢谢。昨晚上真是对不起。苏洛由衷道歉，他也没能料到陈心安会突然撤去剑气，而更意外的还是临阵领悟的无我剑气，一旦发出，竟然像是脱了缰的野马，压根控不住。这个不重要，在此之前，我必须要替林忘川谢谢你。陈心安已经让手下去对接相关事宜，这次不会再管胡荣母女是否接受。您不必为此专门道谢，都是我应该做的。而且先前救下胡老师用的，还是陈玉给我的附体丹。换个角度说，也是郁金香公会的功劳，我只是顺手帮忙而已。陈宇眼前一亮，露出开心的笑容。在他身后，陈道平望着那个坐在自己父亲对面还能侃侃而谈的青年，流露出几分欣赏之色。面对陈心安的气势，尚且可以回答的滴水不漏，甚至还将功劳巧妙转嫁给郁金香公会，这等心思着实巧妙。何必谦虚？陈心安的气势在眼睛闭合睁开的瞬间为之一变。如果刚才是宝剑在鞘，此刻就是龙吟九霄。旁边陈道平一家子下意识都挺直了腰板。正常情况下，陈心安如果流露出这种气势，必然是有重要的事情要宣布。而且由于陈心安是背靠大门而坐，三人是一点面部表情都看不到。接下来我问你什么，你必须如实回答，不得有半点隐瞒。好吧。事实上，苏洛很无奈，要不要看看陈心安现在的表情，就好像好久没吃到肉的狼，还能瞥见他眼睛里闪过的绿光，大概就是要询问昨晚无我剑气之事。苏洛很快倒也释然，如果能从陈心安这里得到关于剑气，甚至剑道的技巧最好。他从不拒绝学习，更不会抵触让自己变得更加突出的过程。昨晚上你是第一次。你的感觉怎么样？很糙，一点儿也不丝滑。没人注意到陈心安的手缓缓攥成拳头，笑容反而愈发灿烂。具体说说。刚有想法就直接出去了，不过好在很持久，没感觉会用完。就这样，刚开始都会这样，很正常。你需要多练几次。不是要宣布什么重要的事情吗？这怎么忽然开始交流经验了？陈道平无辜眨了眨眼睛，他有生以来第一次见到父亲如此不正经。一家子整整齐齐脸红了，尤其是陈瑜害羞着低下头。他不明白陈心安为什么要问这个，而且最关键的是，他和苏洛真的很干净。冷不丁看到被擦拭得一尘不染的陈列柜，陈瑜的眼中只有一张张封存于记忆深处的画面，在这时轰然展开，席卷思绪。交流还在继续，而且有逐渐起飞的节奏。陈道平父子俩很想立刻马上离开。又是那帮家伙没错了，我还能闻到他们身上那股子味道，令人反胃啊。少年有超过1.7米的个子，白皙的面庞在阳光下有几分淡淡的光泽，与鲜红的嘴唇形成绝对反差。身边的老妪闻言淡淡一笑，目光深沉而悠远。这里是迷踪兽巢深处的某个角落，湍急的流水奔涌而过，下方的土地有着巨大的凹陷，很明显，之前有一只可怕的凶兽，最后在这片土地上咽了气。之所以可以做出如此判断，是因为凹陷的区域已经鲜花盛开。要知道，现在可是来冬天，只有那巨大的凹陷中，却呈现一片欣欣向荣的春日景象。这种违背常理的情景，他与秋四已经不是第一次见到。你能看出什么凶兽吗？老孟啊，这你可太高看我了，反正都是被兽灵殿坑了的倒霉玩意儿。秋四耸耸肩，话语中反而多了些许同情。这与5年前在天福城外爆发的兽潮是一模一样的原理。虽然两人并不知道对方用了什么手段，才能杀死那些被称作移动天灾的真奇9阶领主凶兽，利用濒死9阶凶兽诞幼崽，并且引发万兽朝拜之际，伺机抓取幼崽，并引发凶兽狂潮。这是兽灵殿的拿手好戏。只不过这次明显是失败了。听你说我还不信，你怎么知道的？那只能说明他们变强了，或者你变弱了。秋四瞥见老妪又开始黯然神伤，暗自叹了口气。孟月，苏洛，我有种感觉。秋四顿了顿，又露出不可能的笑容，笑道：说不定就是他阻止了这次凶兽狂潮呢。原来说的是剑啊，不是那个剑。父子俩长长舒了口气。1天时间，你能学多少就学多少。谢谢。旁边陈玉张了张嘴巴，竟露出像受委屈小媳妇似的幽怨表情。爷爷，你说明天要教我的，加个人而已，有意见？没意见，没意见。陈玉头摇个不停，而陈道安的目光
则是在自己女儿和苏洛身上来回徘徊，内心早已爆发不亚于12级的大地震。比剑之圣者更强的用剑强者是他的父亲剑皇陈心安，可苏洛他不是个弓箭手吗？居然都能得到父亲的青睐。作为亲孙子的陈玉，1年也只有1次能让爷爷亲自教导的机会啊！一切尘埃落定，时间到4点，小囡囡还在午睡，苏洛陪着罗妙夏闲逛。许久未见，罗妙夏说了许多萧晴的近况，还有这段时间生活和工作上的种种，苏洛都在静静听着。不知不觉，时间来到7点半，两人行至大巴站台前不远处，可以听见由远而近的声音：“走了走了，谁让某人明天有安排呢？”妙姐，这个……罗妙夏扑哧一声笑了：“不逗你了，来，你下来点，弯弯腰不会啊？对对对，再把头低一点，闭上眼，不许偷看。”罗妙夏的声音与平时没什么变化。夜色下，脸颊绯红，干什么？如郁葱般的手指轻轻掠过涂着口红的下唇，随后又温柔点在眉心。苏洛睁开眼时，看到的是罗妙夏一路小跑的背影。大巴的灯光之下，恰巧能见到眉心的那一抹红，嘴角惬意扬起，昏暗夜色下明艳妩媚。叮叮叮，手机轻响，老师的消息。我那 iCast 的老师，我这几天要去趟新都。我那 iCast 的老师要拍一组写真。我那 iCast 的老师，我接到赤星公司电话，代言的形象要调整。第94章，他找不到我，肯定会呜呜呜哭个不停，好可怜。驶向新都的普快专列的某个卧铺房间，梅念雪静静躺在上铺，耳边响起熟悉的咯噔咯噔的声音。小时候第一次做这种绿色的钢铁巨兽，也是像这样，他独自睡在上铺。清北城到新都有各种更快也更舒适的交通工具，在他这儿，涂着绿色油漆的老旧普快专列永远是一次选择，并非坐不起，只是这个更有性价比。短讯发送完毕，梅念雪握着手机刚准备入睡，就听到下铺的女生在用娇滴滴的声音报备自己的行程：“老公啊，我刚上车，车上还有人就不说了哈，我先睡会儿，爱你有红心。”翠绿澄澈的眸子忽然睁开，这个瞬间仿佛听到已经加速的心跳声，内容居然大同小异，除了最后的2句。为什么感觉自己像个没怎么出过门的小女人？似乎是怕他误会，他刚才还特地说明地点和出行的原因，这样的话不就真像恩爱小夫妻一样了吗？对于自己鬼使神差近乎养成习惯一般的行为，梅念雪想要撤回消息，却已经过了时间。2个人几乎同时到达，他睡到上铺第一件事就是发消息。白皙柔嫩的脸颊渐渐升起一片诱人的晚霞，仿佛一张绝美的风景画，还带着滚烫的温度。到底谁是老师，谁是学生？我凭什么给他报备？这辈子是不可能给他报备的。哼，那家伙要是因为找不到我气得内心崩溃，哭哭唧唧，不是会很可怜？梅念雪爪得意扬起嘴角，终于找到一个合理的理由，他这可是再尽一个好老师该有的职责而已。渐渐睡着了，并没有发现他的耳朵又变尖了，比之前任何时候都更像精灵族。冷月高挂，漫天繁星闪烁。冬日清晨的新都车站，一辆红色的甲壳虫缓缓停靠路边，几个热气腾腾的早餐店里挤满了着急买早餐的上班族。路过的行人猛不丁朝车里一瞥，顿时流露惊艳之色。驾驶座上的人正是之前请长假的于幼蕊，柔黑亮丽的中短发搭配暗色边框的眼镜，精致无瑕的脸庞只是略有粉黛，已是美得叫人挪不开眼睛。听到乘客出站的声音，他赶忙下车，白净而略微泛红的柔仪轻轻将凌乱的发丝撩在耳后，随着他的出现，为这片灰暗为主色调的画面点缀了亮眼的色彩。身后的宽敞道路时不时会响起巨型运货车经过的声音。生活在新都里的人早已习惯这种画面，这座城市更像一座工厂。华夏国数1数2的赤星集团总部就坐落于城市中心，周边有大大小小超过30个厂房，负责制造生产与觉醒者生活战斗相关的任何物品。与洛水市这种资源城市不同，新都属于制造业和工业极其发达的城市，有 90% 的市民是赤星集团或其下属公司的员工。念学姐，激动挥了挥手，于幼蕊快跑几步与梅念雪抱在一起，简单说了几句，赶忙上车向赤星集团总部大厦而去。正好，省得我一会儿再专门上道具了。透过后视镜，于幼蕊看见毫不掩饰的尖耳朵，笑着说道：“啊！”梅念雪一瞬显露几分局促，暗想是不是自己昨夜又梦到了那个家伙。现在爱 cos 的人那么多，没什么关系的。内心暗自叹了口气，于幼蕊捕捉到梅念雪脸上瞬间闪过的晦暗之色，赶忙说道：“对了，念学姐，华龙他最近还挺刻苦的，这会儿估计在西南边陲跟着公司的测试队测试弓箭的性能。
他还说不练到宗师级攻术不去见你呢。对于梅念雪的经历，他多少知道一些，自然语气格外欢快。哦，那恐怕他这辈子是看不到我了。于右蕊不客气的咯咯咯笑不停。听到梅念雪又说起之前苏洛经常会打听自己的事情，于右蕊神情一滞，脸上泛起一抹温暖的笑。哎呀，约莫大学里除了念雪姐姐之外，居然还有第二个人的惦记我。其实中间苏洛发的短讯，他每次都有看到，打字框里的草稿至今都没有发送。我没有惦记你，谢谢。车里转安静。接到明天下午3点乘坐星途列车离开的通知，苏洛又往盆里倒了20几根鸡腿。想起昨天晚上送别罗妙夏回到房间看到的一幕，忍不住笑出声。饿到抓狂的小白桃看见他回来直接跪下，两只前爪合十，场面十分滑稽。等吃的时候又骂骂咧咧个没完。换了身轻便的运动服，苏洛来到位于营地的封闭训练室内。距离约定好的时间还有半小时，爷孙俩都还没到。热身完毕，陈心安和陈玉刚好出现。今天的主题是对剑气的掌控，以及如何将剑气转化为更进一步的剑罡。你们两个先放出剑气看看。一把黝黑古朴造型的长剑出现，陈玉的脸色刹那凝重。铮，剑鸣嘹亮，随之剑气爆发。陈玉微微扬起下颌，满是自信。他虽然没有妹妹那种妖孽一般天赋，也是川省年轻一代中公认的剑道天才。3阶中位，精通境界剑术，不出1月必能达到巅峰。熟练掌握诸多剑术技巧，更是除妹妹陈玉之外，家族年轻一辈中最先领悟剑气之人。没有选择上大学，而今还差18场战斗就能成为郁金香公会有史以来最年前的百战佣兵，这一切都是他足以自傲的资本。至于身旁这个家伙，陈玉下意识嘴角高扬，一个区弓箭手而已，居然上来直接学习剑气，爷爷这不是为难人吗？他的这个判断并非毫无依据，必须要承认苏洛的攻术境界的确厉害，这也意味着他的剑术肯定拉胯，这一点毋庸置疑。毕竟人的精力时间都是有限的。下一秒，他忽然觉察到身体本能出现惧意，手中剑似乎也随之发出哀鸣。轰！仿佛平静的海面有巨鲸从下跃起，不是简单的一点，是以剑气形成的平面，其密集程度已经到令他头皮发麻的程度。陈玉被逼得连退数步，不可思议的眸子里是那个平劲儿挺拔的身影。他近乎用力地揉了揉脸颊，另一只手颤巍巍指着，半天都说不出话。这股剑气有着莫名的熟悉，他猛然扭过头，分明就是陈心安所用的无我剑气。一个外人怎么会自己爷爷的剑气？陈玉的脑海里忽然想起，之前曾听陈心安说起，想要习得无我剑气，至少得满足2个条件：生死边缘下舍生忘我的心境，还有最关键一点，精通巅峰乃至于宗师境界的剑术。如眼前这般密集剑气编织的平面，毋庸置疑是达到了宗师境界，仿佛一记重锤狠狠敲在心脏，使其出现短暂的停滞。换言之，这个弓箭手他除了射箭厉害，连手里的剑也到了精通。不错不错，陈心安满意都是赞赏之色，的确是与自己的剑气同宗同源。细品之下又有几分不同，苏洛的无我剑气正如他之前所说，犹如滔滔江水，络绎不绝。都过去将近1分钟，仍不曾出现后力不济。苏洛，你是如何达到宗师境界的？就按照高中学校发的剑术教材，还有实战课上老师教的基础剑式，总不能说自己是刷刷刷那么点了几下就到宗师了吧？陈心安眨眨眼，多年阅历锻炼的大脑在此刻也有点跟不上节奏。这要是真的，眼前这个青年就是10个陈玉加起来也赶不上啊。第95章，优秀的种子肯定要留在我们陈家。陈心安自然能看得出来，这个青年很诚实，可越是这样，越让他感到空前的震撼。要知道，剑术境界不是吃饭喝水，也非凭空造人那样，只需要大力就能出奇迹。精通境界之前，刻苦勤奋尚且可以，多少人穷尽一生，终究未能达到宗师，也只是差了那么点天资。即便像陈瑜这种天生剑心之人，多年来勤练不辍，如今也才一只脚迈入宗师门槛的程度。就这还是他动用自己的权势，不择手段排除任何可能会干扰其修炼的因素，居然还不如一个弓箭手剑术境界高。最让陈心安觉得匪夷所思的地方，苏洛竟然他妈一点剑术上的技巧都不会。正常修炼再不济也能有几个不算高明的剑术技巧才对。感受到苏洛在剑术上稳固而扎实的境界，陈心安这么多年建立的3观彻底崩塌。如普通人每天做100个俯卧撑，100次仰卧起坐，100次深蹲加10公里长跑，就能获得吊打高阶觉醒者的恐怖力量一样。呼！陈心安的目光让苏洛下意识后退2步，就是有点过于狂热，以至于爱不释手的那种欣赏。
哈哈，真是妙哉妙哉！到这一刻，陈心安终于能理解，为何一点技巧都没有的苏洛可以瞬间学会无我剑气，好像一个身负绝世内功又完全不懂如何发力交手的小孩，简直就是个没有任何瑕疵的璞玉，只要恰逢机遇便可一飞冲天。旁边陈玉对于自己爷爷忽而狂笑，忽而蹦蹦跳跳的行为早已见怪不怪，反而还有几分羡慕。记忆中上次陈心安有这等激动表现，还是在发现陈玉拥有天生剑心的时候。嗨嗨，我来说一下剑罡，你们可以把它看作更高等级，密度更大，达到实体的剑气。想要激发剑罡，首先将剑气掌控到如臂指使的程度，接下来压缩剑气，最后才是出剑升罡。陈心安作为远超剑之圣者的用剑高手，讲解十分接地气，通俗易懂，尤其在剑气的掌控上言简意赅，点明要害。苏洛倏然眼前一亮，无我剑气再度澎湃而出时，与上次相比已然完全不同。如果刚才是天水一股脑倾泻，无法控制，这次完全可以收放自如。对了，要有巨龙撞碎花蕊的气势，更要学会一浅一深的缠绵拉扯。话语中满是欣赏，更有几分隐隐的期盼。他的感知中，苏洛此刻的剑气掌握水平已经同陈玉不相上下，甚至在剑气的数量、凌厉程度等诸多方面处于完全碾压的状态。而让苏洛完成如此蜕变的，只不过是他多年经验总结下来的几句话而已。虽说有宗师级剑术打底，苏洛本人的悟性之高，世所罕见。接下来的训练，陈心安特地传授给两人剑气的进阶之法。封闭式训练室同外界完全隔绝，苏洛和陈玉各自占据一边，趁热打铁。待到陈心安再次回到训练室，恰巧看到令他眼前一亮的画面。一剑出，肉眼可见的剑罡横贯而出，本该是如激流一样笔直向前，竟是同水中游蛇那般猝然扭曲拐弯。游龙剑罡，陈心安倏尔又摇摇头，匪夷所思地咧起嘴角。所谓游龙剑罡，正是在熟练掌握剑罡之后的进阶用法，令无往直前的剑罡变成飞舞蜿蜒的游龙，其势愈猛。而刚才所见是将蜿蜒二字完全凸显，像草中毒蛇那般扭动身体，诡异难测。死！光顾着分析的陈心安，直到看见颓丧瘫坐在地，一脸傻笑的孙子，这才想到苏洛趁他离开这几个小时，不仅把剑罡熟练掌握，甚至还由着性子开发出属于自己的用法。陈老，您回来了。苏洛一路小跑而来，脸上堆满亲切的笑容。要是罗妙夏在，看到这一幕绝对会扮个鬼脸，笑笑绝不说话。站在这个笑容对面的人，十有八九会面临被苏洛掏空的窘迫。你想干什么？此刻苏洛眼里的陈心安就是个十足的宝库，只要他用心，肯定能榨出不少有用的好东西。剑术修炼上的技巧，你还能再多告诉我一些吗？这个倒没问题，不过贪多嚼不烂。没事儿，先咽下去再说。陈玉眼巴巴瞪着房间另一头的两人，重重叹口气，自己可是连剑气压缩都没完成，他怎么就直接掌握剑罡了呢？才刚把熟练境界可以掌握技巧、闪击剑的用法传授完毕，陈心安到走廊上打了通电话，回来看到苏洛一瞬期间的场面，直接愣住了。陈老，嗨嗨，下一个技巧是？渐渐的，陈心安额头冒汗，他发现那个手上拿着烂大街合金短剑的青年，从接触到熟练使用，大概在1个小时左右。而这些技巧，陈心安作为过来人，十分清楚他们的难度。比如他在精通巅峰时才领悟到的剑气海潮，剑气可像奔涌海浪一般，一剑斩出，后浪高过前浪，连绵无断。当初他偶得灵感，从无到有，再到熟练掌握，足足用了将近1年。而苏洛只花了2个小时不到，收放自如了。陈心安忍不住在内心大吼：这种人难道没有任何修炼的瓶颈吗？之前的苏洛在剑术一途是一块十分巨大却无比干瘪的海绵，面对陈心安这种境界的剑道强者，自然如鱼得水一般。宗师级的剑术掌握打底，还有心之眼提供的超强领悟能力，造就如今令人头皮发麻的学习速度。修炼的时间总是过得飞快，转眼又到上午8点。苏洛抬手一剑，翻滚的剑罡如同飞速旋转的风车，光滑坚硬的墙壁上满是深浅不一又格外清晰的剑痕。陈心安竟无比幽怨地翻了个白眼，内心油然而生的挫败感，让这个2天前还叱咤风云的剑皇变成一个精气神萎靡的老者。通知上不是说8点半开会吗？那谢谢您的指导。苏洛发自内心的非常恭敬鞠了一躬。虽然感觉还有很多技巧没有学到，不过这1天1夜的时间，基本将宗师级以下80%剑术技巧完全掌握，剩下就是回到学校之后抽时间将这些技巧全部融会贯通。瞧着苏洛终于离开，陈心安终于长长舒了口气。再看另一边还在刻苦用功的孙子，顿时觉得眉清目秀，十分可爱。原来有个妖孽一样的徒弟，
会是这么变态的一件事？唉，真不知道梅念雪是怎么坚持下来的。感慨之余，陈心安又多次叮嘱陈玉，切不可将训练室内的事情告诉妹妹陈瑜。直到现在，他终于确定，苏洛是拥有比陈瑜更可怕天资的绝世天才。这时候，陈道平走进训练室，微微一愣：“父亲，您找我？你觉得那个叫苏洛的小家伙怎么样？”犹豫片刻，陈道平因为胡蓉母女和女儿成功打开心扉，对苏洛观感很好。不过问这问题的人是自己的父亲，犹豫片刻，这才怀着谨慎的心情道：“天赋奇高，目前来看，品性上佳。这些年你也没白当这个工会会长。”陈心安的表情是前所未有的郑重，他未来的发展你要格外关注。明白，父亲。才走到距离门口不远处，陈道平忽然听到身后有响起陈心安的自言自语：“这么优秀的种子，要不留在我们陈家，怎么感觉会愧对列祖列宗呢？生出个自带空灵剑心又有超绝领悟的重孙来，啧。”陈道平一个趔趄，险些跌倒。第96章，我要娶了你！盛开的郁金香在冬日的寒风下摇摆，四校的校旗在天空飘扬，连同诸多佣兵、封疆战略营地的领导在内，上千人聚集于广场。剑皇直属的红袍队分立于两侧，威严肃穆。现在我宣布对红海大学拉尔斯、布朗德等5人的处罚决定。陈心安居于中央，声音并不大，却铿锵有力，出口瞬间传遍整个广场。拉尔斯、布朗德已死，除个人财产外，其余全部没收。其专属负责导师威尔斯、史密斯接到文件后3天内出境。曹某等4人明知拉尔斯行为不当，仍违背华夏国觉醒者的良知和道德，即日起开除曹某等4人的学籍，并将此事永久留存档案。个人所有财产没收，作为英烈家属管理机构专项资金。即日起不得以任何名义进入任何一所觉醒者大学学习，5年内不得以觉醒者身份从事任何有关活动。将此事通知4人家庭，对胡蓉母女、罗妙夏进行赔偿。4人的小学、初中、高中派驻调查组，严格审核觉醒者道德良知教育课程情况。一条条处罚之下，4人早已当场晕厥。所有人听到这些处罚，只有一个想法：他们这辈子完了。即便数年之后风声过去，只要档案上污点还在，就不会有任何工会愿意接纳。这已经是个人所能得到的顶格处罚。当然，没有任何一个人会因此而生出同情。5人所在红海大学经研究决定，对学生的道德教育缺失，决定取消此次交流会成绩所获得资源30%评分到其他3所大学，终止红海大学有关国外留学生的引进方案。未来1年专项调查组进驻，如1年之后审查仍未合格，红海大学降格为一流大学。感叹国家处理此事的效率和雷霆手段，众人谁都未曾料到，这件事居然会直接动摇红海大学作为顶尖学府的根基。红海大学的杨副校长连同老师和学生一个个脸色难看，早早离场。而另外3所大学则是因为凭空多了10%的资源分配，暗自窃喜。尤其是约莫大学，算上原来作为第1名的40%，现在的资源分配将会是总量的1半，是去年的2.5倍。4校交流会也在此刻落下帷幕。谢傲真感慨之余，不免看向那个在队伍末尾的青年，内心风起云涌。此次交流会，苏洛堪称最大的功臣。原本按照之前开会的安排，如果取得第1的成绩，个人积分排名第1者奖励2万学分，星辰品质战甲1套，每个月可以得到1份 A 级的修炼资源。但现在来看，还是显得太过于寒酸。能在大一上半学期就取得如此傲人的成绩，可以预见苏洛在未来的资源优势将会如雪球一样越滚越大。散会后，苏洛到食堂吃饭，又打包了上百个鸡腿。小白桃果不其然又饿到发狂，巴掌大的身体却有着可以一次性吃36根卤鸡腿的饭量。幸亏苏洛不缺钱，如果要是放在前世，怕是压根都不会养。回去之后想办法搞清楚是个什么凶兽，然后再买些专用的粮食。兽宠由于缺少厮杀的经验，需要服用专门的食物提升体质，主人还要不定期带上兽宠外出击杀凶兽，以此获得更好成长，培养默契。蒋欣柔发送几10条好友添加后，终于消停了下来。当然并不是真的就要删了，加好友是他主动要加的，删除也是他要删的，总不能由着你的性子随便来吧。苏洛就一句话，绝不惯着。咚咚咚，打开房门，身着山河大学制服的陈瑜俏生生站在门口。要走了？是啊，1点半的飞艇。好，我们有缘再见，需要我的时候说话。陈瑜忽然小脸一红，嗫嚅道：那我如果时时刻刻都需要怎么办？要不你忍忍，或者憋着。对于苏洛的发言早已习惯，陈瑜忽然塞给苏洛一把短剑，这个就算作是我送给你的临别赠礼。
摸着温热的短剑，并不算长，却有相当的重量。看到剑鞘有银钩铁花的清新二字，想来便是这短剑的名字。刚抬头，陈鱼霸道着两手抵在左右两侧的墙壁，比任何时候的出剑速度都要快。温热的双唇如小鸡啄米，轻轻一点，老子这是被人强吻了。苏洛眨眨眼，还好刚才自己没张嘴，毕竟超过1天时间没刷牙了。竖放着的鸳眼凝眸忽然不可思议瞪大眼睛，丝丝缕缕的愤怒一闪而过。这就当着我的面亲上了，不要脸！四目相对，少女没有半点害羞，取而代之的是明媚如春的柔情与决心中下的果敢。轻柔拍打着面颊，沉鱼落落大方。我知道这是你的初吻，不过现在是我的了，你也不吃亏，因为这也是我的第一次，而且我肯定会负责到底。谁知道以后你还会用这张嘴亲几个女孩子？你的初吻只属于我。对了，我很喜欢你，很喜欢的那种。从你来到这儿的时候，我就一直想说，谢谢你一直站在我身边。所以我决定了，我要娶了你。你可要好好的哟，等我哪天来娶你，我允许你找其他的女孩子，西西，到时候我一并娶过来就可以。我走了，苏洛，我喜欢你。说罢，少女潇洒转身，高高的马尾辫轻轻抽打在脸颊和下颌，酥酥麻麻，还有几分痒痒的感觉。走下楼时，陈鱼看向天空，像个不懂事的傻姑娘，咧嘴笑个不停。等等，别走。你是来送我的吗？那倒不是，这个给你。苏洛递出一瓶口香糖，无奈说道：你中午刚吃的那家韭菜鸡蛋包子吧？下次记得吃完嚼个口香糖啊。哦，我倒也不介意。趁着陈鱼愣神的功夫，苏洛悄悄说道：因为我也没刷牙。下午3点，渊墨大学所有人在广场集合完毕。不远处，干净如新的星途列车停放在一边。陈心安与陈道平同时现身，与苏洛热情交谈。众人的目光中情不自禁流露出羡慕之色。这分明就是提前向苏洛递出橄榄枝。有序上车，出发。随着谢傲真的一声令下，所有人按照之前的车厢序号上车。小白桃在黑色风衣的口袋里睡得安稳，周围有许多欢送的佣兵。小伙子，有机会再来余城，加油啊！苏洛2次救下胡蓉母女的事迹，在这片营地的佣兵中广为流传。佣兵们都从心底佩服这位实力强大又心性纯良的年轻人，自然更加热情。车头的烟囱前方，少年模样的秋四望向远方的迷踪兽巢，若有所思。老孟，我走了。耳边突然有一个声音出现，秋四轻轻打了个响指，星途列车全部车门关闭，谢傲真随之开启隐藏的后备能源。2条并不算显眼的星轨出现，星途列车的速度越来越快，直至升空，消失于远方。数个小时后，渊墨大学的东操场，少女双手插兜，红唇紧抿，时不时会不耐烦望向星辰密布的夜空。周围几人窃窃私语，他们都是开拓者工会的精英成员，也是作为此次众多工会欢迎队伍中的一员。我怎么感觉心柔姐这要杀人的节奏啊？妈哎，我3年都没见过她生气，吓死个人了啦！直到看见一个身材高挑的红发少女，几人这才如释重负。会长，你可算来了。我知道了，你们去忙别的事吧。姬星琼与蒋心柔并肩而立，忍不住打趣道：哎呀呀，我们高贵的心柔小公主，这是真生气了啊！哼！一声悠远的汽笛声突兀从远方传来。第97章，这该死的魅力。幸好有你们配合，才会这么顺利。老师，谢谢你们了。孔方从窗外收回目光，暗自松了口气，一脸郑重说道：已经能看到灯火通明的东操场，大概还有几分钟就会抵达。此前得知要成为苏洛这个新生最强者的随行老师，另外2人还是他的舍友的时候，孔方其实无比担心。好在这1个月的时间，苏洛3人非但没有任何违规的行为，也都各自取得不错的成绩。尤其是带领渊墨直接升格为第1的苏洛，他还能因此领一笔数额可观的奖金。见识过其他学生与随行老师发生冲突，他愈发为自己感到庆幸，也必须要说声谢谢。哈哈，孔老师怎么忽然这么客气了？俺也觉得是。孔方拿出手机，和3人挨个添加了好友。有什么关于上古文明或者各族神秘教派的问题，都可以找我。别看我刚来，这些方面还算可以。4人聊着天，星途列车到站。寒风呼啸，乌云遮月，漆黑夜空下，东操场人头攒动。校长任丹青带头，2所学院的院长以及诸多老师尽数到场，还有全部的大一学生、社团成员组成的欢迎队伍。今天是星期六，第2天的课程安排并不多，不少大2、大3的学生也来到东操场，准备见证这个宏大的时刻。车厢门打开，上百名学生以及随行老师感受着熟悉的气息，哗啦一下，鱼贯涌出。
他们刚下车就受到热烈欢迎，掌声雷动，喝彩声经久不息。仪式并不繁琐，全程不超过1刻钟。用任丹青的话说，大冷的天儿，少说几句废话比什么都强。通知了庆祝宴会的举办时间和地点，欢迎仪式随之结束。期待中又有几分复杂情绪的漂亮眸子在人群中寻找着。随后，蒋欣柔的脸上绽放笑容，一闪而过后又把脸绷了起来，迈开浑圆的长腿，就那么径直朝着一个好不容易冲出人群包围的青年走去。姬星琼连忙快走几步跟在身后，嘴里还不住地劝说着：“那个欣柔，咱们要不先回去，等明天再说啊，大晚上的容易上头，你可别冲动啊。”欣柔，你别不说话。姬星琼感觉大事不妙。身为蒋欣柔多年的好友兼闺蜜，她还从没见过她这么杀气腾腾的模样。似乎感应到什么，人群也都自动分开一条通路。哈哈，晚上好啊，欣柔姐，好久不见。望着几个眨眼就从远方直接冲到自己面前的蒋欣柔，苏洛笑得格外开心，热情地打着招呼：“星琼姐，欣柔姐，能看到你们两个来迎接，我们俩可是太激动了。”旁边孙必伟满面红光，杨云峰嘿嘿笑个不停：“你们两个表现不错，没丢咱们社团的脸。”姬星琼面带笑容，眼角余光盯着始终不说话的好友，随时准备摁住身旁这头即将爆发的母狮子。怎么不说话啊，欣柔姐？稍稍弯腰，目光与蒋欣柔持平，甚至还用手在其眼前不停左右摇晃。他是个笨蛋吗？姬星琼忍不住在心里焦急大吼，他难道看不出蒋欣柔正处于爆发的临界点吗？不过他转念一想，要是真能看出来，也干不出加上好友又立马删掉这种反复横跳的事儿。还打算当面和你说的？说什么？谁都能听出来，这声音中压着恐怖的怒火。孙必伟和杨云峰咽了口唾沫，忍不住疑惑，自己这位舍友到底干了什么？之前不是把你删了吗？来，我们重新加一下，就像再说一件稀松平常的事，和吃饭喝水差不多。苏洛掏出手机，打开添加好友页面。这个笨蛋啊，哪壶不开提哪壶，仿佛眼前站着的是个什么都不懂的原始人。姬星琼还从没见过这么能作死的家伙，这种情况不应该好好哄一哄的吗？连他不谈恋爱的人都知道。你说什么？蒋欣柔怀疑问道，怎么和他想的有点不太一样？我说我们重新加一下好友，听明白了吧？你怎么可以？这次该轮到我主动加你了，手机呢？不会没拿着吧？嗡！蒋欣柔猛地吸了口气，竟是害羞扭捏着拿出手机，伴随着好友重新添加成功。蒋欣柔忽然惊恐瞪着眼睛，自己刚才做了什么啊？怎么会这样？你不要以为删了我好友，还拒绝了那么多次，我就会原谅你。那我明早还要不要叫你？呼！目光看向旁边，犹豫中又带着几分期待的点了点头。好，还是老时间，老地点。这一刻，姬星琼很想给自己脸上来一巴掌。所以这就毛事没有了？这也太快了吧！早知道这样，刚才费那么多口水干嘛？合着小丑竟是我自己。似乎重新认识了这个相处多年的好友，姬星琼暗自感叹，处于热恋中的少女真捉摸不透。她忽然有种奇怪的感觉，这两个人的身份好像应该换一下。哪儿是学姐聊学弟啊？学长斗学妹还差不多。不管怎么样，终于解决了，总算能顺利通关失联秘境了。叹了口气，姬星琼无法理解，男人的力量就这么大吗？孙必伟和杨云峰嘴角一咧，头一歪，这他妈是什么神仙操作？情不自禁在心里给自己舍友竖起大拇指，简直强得离谱啊！喂，同时又暗自感慨，要是换成自己这么在生死边缘试探，估计坟头草都一腿来高了吧？学不来，没法学。周日下午6点，庆祝晚宴在最大的宴会厅正式开始。渊墨大学结束了连续6年第3的窘迫成绩，一跃成为冠军。真正关键之处在于，这次的冠军带来了 50% 的资源分配额度。要知道，原来只有 20% 的资源，已经让所有大一新生发出类似资源真多的感慨。接下来所得到的资源是之前的 2.5 倍，也就是说，学分的购买能力瞬间增加了 2.5 倍。如果与一流大学对比，能达到16倍甚至更大差距。由此而产生的影响，已经无法用深远来形容。大一学生获取资源增加，觉醒者等级也会随之提升。接下来大2、大3时进行资源分配战时，对比另外3所顶尖大学将会是绝对的优势，将这一届称之为最强也丝毫不为过。所有经历过的学生和老师言谈之间无不透露出对苏洛的佩服，正是他凭借一己之力生生将渊墨推到第1的宝座，作为此次宴会绝对的亮眼核心。
任丹青本打算将苏洛叫上台，却得知对方压根就没来，只得苦笑作罢。对于这个出身寒微的青年，也愈发看重，随之萌生更加疯狂的念头。如果提前让苏洛，甚至是这批大一的优秀学生提前参加明年举办的百强高校赛，又会取得怎样的成绩？庆祝晚宴一直持续到夜里10点，学生和老师们陆陆续续离开。相隔不远的模拟秘境入口附近，穿黑色风衣的青年熟练接过丹药，刚打算离去，便被叫住：“那个苏学弟，你有打算扩展业务的想法吗？”第98章，走可持续发展道路，做最专业金团。听到对方想要自己带队通关试炼秘境的想法，苏洛沉吟片刻，约定1周之后再给答复。所谓试炼秘境，是指属于精英社团的学期末考核。从普通社团升入精英社团，享受高福利的同时，也并非是懒惰的温床。如果试炼秘境通关失败，下个学期的资源配给将减少 10%。第二次再无法通关，直接降格为普通社团，1年内没有晋升资格。至少在了解试炼秘境的具体情报前，不想贸然承诺。回到宿舍后，洗了个热水澡，光着身子走出浴室时，发现渊眼凝眸瞪着大眼睛，似乎是要看遍他的每个角落，隐约还能感觉出带着点吃醋的意思。说起来，自打有了渊眼凝眸，可再也没用过其他战功。你吃个泡泡茶壶的醋，一把弓而已，又不会说话，愿意看就看吧，想怎么看怎么看。这么一想，苏洛也就释然了。小白桃晃着脑袋，头上的四叶草也随之摇晃。苏洛来到角落，马上又从储物戒指里拿出一大袋卤鸡腿，瞅着吭哧吭哧炫饭的小东西，决定抽时间去受宠商店走一遭，给萧晴和罗妙夏分别报了平安。忽然弹出梅念雪的消息，一张写真海报，图片上梅念雪身穿明黄色碎花古风上衣，下身则是典雅端庄的绣花马面裙，白色长发飘舞，引弓搭箭，英武不凡。也只是看到一眼，马上就被撤回。我那 iCost 的老师周3中午2点半，清北城火车站接我。我那 iCost 的老师，苏洛赶忙回复。手机屏幕上飞快弹出的消息让梅念雪不自觉翘起嘴角，就知道这个家伙肯定在看手机。旁边听到咔嚓一声，这张侧颜绝了。于右蕊不无欣赏地赞叹道，愈发认可当初自己的决定。作为华夏国诸多圣者中的一员，梅念雪的颜值是属于站在塔尖的那个。选择弓之圣者作为弓箭系装备的形象代言人，根据估算，每个季度的交易额都会提升 10% 左右。对了，下午叶院长给我打来电话，周2给你心爱的学生做天赋测试。哦，于右蕊无可奈何叹口气，舒尔露出狡黠的笑容。念雪姐姐，我最近刚研发出多种性能的长款风衣，男款女款都有，你想不想去看看？下一刻，梅念雪已经朝门口走去，身后的少女暗暗轻笑，露出2颗可爱的小虎牙。一路上，迎面走过的研究人员看到走在前方的于右蕊，都会不自觉站到两旁。在这座赤星集团最核心的研发大楼，他拥有最高等级的 P14 权限。两人乘坐电梯徐徐向上，下方的工厂灯火通明，时不时有运货车驶向全国各地。你这家伙！蒋欣柔娇俏轻哼一声，扭过头去不想说话。等了半天也没见苏洛来哄，不免在心里郁闷的叹口气。他很好奇苏洛是不是把本该加在浪漫的技能点全都加在了天赋上，严重怀疑他只是个工具人。如果是工具人，他想当其他方面的。脸颊微微泛红，服了你了，我说还不行吗？就知道欣柔姐最好了。对于苏洛忽然打听试炼秘境，蒋欣柔心知肚明。之前不少新晋级的精英社团都是走了苏洛这条捷径，他们自然是没有办法通过比模拟秘境更难的试炼秘境。而想到苏洛居然还有售后服务，内心不免愈发佩服苏洛的头脑。试炼秘境的话，次数不限，时间不限，只要赶在正式放寒假前通关就可以。每个学期的秘境都会有不同主题，这次的主题是叫做末世虫灾，一共要挑战9个房间，3号和6号房间通关可以中途换人。最后的领主吉姆虫拥有可以无限繁殖的能力。蒋欣柔知道苏洛的想法，说的也都是他目前所需要的有用情报。不过全员新生降低难度的效果是否适用在试炼秘境，这我可不知道。苏洛点点头，主动帮蒋欣柔拿起餐盘。两人离开没过一会儿，食堂的人数陡然增加。临近学期末，无论新生还是老生都在为即将到来的考试而发愁。渊墨大学的期末考试分为理论考核与降魔塔试炼2大块，前者需要学生主动选择至少7门必修课程，每门的分数不得低于90分才算通过，后者则是需要进入降魔塔，攻略到指定层数才算及格，同时也会按照层数、时间进行评分。几乎所有新生了解到具体规则后，都会更加期待进入降魔塔。原因在于
降魔塔除了测定学生的实战水平，更是一次可以获得巨量修炼资源的机会。每攀爬7层，获得资源就会增加 5%。如果能够进入前10的榜单，还会有额外的资源奖励。渊墨大学从来不缺资源，缺的只是获取资源的手段。各种榜单与记录挑战要能完成一半，足可保证一个正常觉醒者半年的修炼用度。前往教学楼的路上，苏洛将考试内容和规则完完整整看过数遍。结束迷踪受潮的猎杀，马上又投入到紧张充实的学习生活中。仅有的空闲时间也拿来炼制丹药，反正还能增加精神属性。同等时间下，炼药提升精神属性的速度是冥想的2倍到3倍。唯一的缺点是对精神消耗极大。好在每晚睡觉时已经养成自动运转功法的习惯，元素能量缓缓入体，既能加快等级提升，也能提升精神的恢复速度。周二上午10点，办公楼顶层的会议室，苏洛如约出现。校长任丹青、战斗学院的正副院长叶修和谢耀珍，还有几个从未见过的面孔早已等候。坐在角落的短发中年女性神情慌张，明明房间并不算热，额头布满薄汗。苏洛，我来给你介绍一下。任丹青站起身，面带笑容。这2位是国家资源库的廖长官和赵长官。苏洛恍然大悟，之前挑选的 SS 级凶兽修炼资源星辰镜灭龙的精血到了。确认个人信息之后，一只高有50厘米、直径10厘米的透明圆柱体容器凭空出现，其中便是星辰镜灭龙的精血，有星辰之光若隐若现。恐怖的高温让容器周围的空气产生波动，核对无误，又取出更大一点的白色圆筒，将容器装入。不到半小时，2人走出会议室。感慨2人的高效，苏洛按捺内心激动之情，打算等明天接上老师再询问相关用法。叶修、谢耀珍等人颇为羡慕地看着苏洛，达到他们这个等级，寻常的资源早已无法入眼。而星辰镜灭龙的精血则不同，若非因为只有 60%， 绝对会是 SSS 级的修炼资源。收入储物戒指，任丹青笑得愈发开心。任校长、叶院长、谢副院长，我下节还有课，就先走了。这时候，任丹青叫住了苏洛。苏同学，请问之前于有蕊老师有没有和你说过，等你入学后要重新测试天赋强度这种事？沉思片刻，苏洛点点头。虽然并没有详细说明，于有蕊的确有提到过，后来由于他请了长假，这件事也就此搁置。这样啊，我们现在需要重新评测你的天赋。放心，不会耽误你上课的。说话间，叶修从空间戒指中取出一台大概笔记本电脑大小的设备。这个仪器苏洛并不陌生，之前他觉醒天赋的时候，也是在这样一台机器面前施展天赋能力，最终屏幕显示的评级为 F。 请使用你的天赋。任丹青的声音很轻柔，隐隐还带着几分期盼。房间里所有人此刻目光都聚焦过来。谢傲真如葱一般白嫩的手指轻轻按下天赋强度评测仪的开关，评测仪的2边有4个指甲盖大小的飞行器起飞，紧接着4个飞行器飞临头顶，舒尔投射多彩光幕，形成一个将苏洛整个包裹的光影立方体。呼，深吸一口气，苏洛不再犹豫，心念一动，元素能量顿时充斥偌大的会议室。叶修不自觉眼眸凝重，已然预料到此次评测的最终结果。呼吸间，元素能量由近及远，一个个飞速向苏洛飞去。8颗忽明忽暗、闪烁驳杂色彩的星体环绕苏洛徐徐盘旋。元素融合，所有人当场惊了。第99章，你做了对不起我的事。尽管早已知晓苏洛的天赋是全元素掌握，可如今见到8种基础元素毫无阻碍的融合，谢傲真依旧感到无比震撼。众所周知，元素融合的过程极其凶险，如水和火2种元素一旦稍有差池，会对觉醒者天赋造成不可逆的损伤。即便2种并不相斥的元素融合，也有相当的难度，更不必说同时融合8种。即便那些精神力极强、拥有元素天赋的高阶觉醒者，也无法做到像苏洛这般轻松。近距离之下，他却从这些融合过的元素星体中感受到更上位的气息。谢傲真娇躯一颤，瞳孔狂震，似乎已经知晓了最终的结果。就在所有人都注视苏洛的时候，远处的中年女人在元素能量的照耀下，脸色变得愈发难看。持续超过5分钟，漆黑的屏幕上骤然出现一个鲜红硕大的 S。 天赋检测分析完毕，天赋名称为全元素掌握，评级为 S 级。任丹青脸上的笑容愈发扩大，几秒后忍不住爽朗大笑起来。果然，谢傲真和叶修心里暗道，再次看向苏洛的目光已经完全不同。事实上 A 级天赋虽然稀少，对于顶尖学府的渊墨大学而言其实并不稀奇，可一旦天赋达到 S 级，可就要珍贵100倍1000倍。毕竟华夏国今年参加高考的觉醒者统共也才出现3名 S 级天赋，山河大学与龙城国防各录取1个，
第3个因为成绩过分差劲，正常应该是到不入流的大学，最后却被一流大学破格招收，这就是 S 级天赋的价值。而现在约莫大学这届大一继被辞退了一名心性欠佳的 S 级学生后，终于又出现一个 S 级天赋觉醒者，而且这个学生毋庸置疑是极其强悍的。想到这些，会议室里所有人的心情都不免高兴起来。片刻后，苏同学，在此之前，我需要代表学校向你道歉。任丹青的话让苏洛明显一愣，随后循着众人的目光望向角落的中年女人。如今她已经瘫坐在椅子上，无力地靠着椅背，脸上写满了惊恐与绝望。由于我们的疏忽，对你培养上的缺失，请你能给我和我的团队一个机会去弥补。当然，引发此事的罪魁祸首，我们也会严肃处理。会议室里所有人，叶修和谢耀珍满面怒容。强大气势的压迫之下，中年女人瑟瑟发抖，几近窒息。吴月莲，由于你的个人原因，对学校、对苏洛同学造成无可估量的损失，能担得起这个责任？身为招生办主任，本该一体攻心，又怎可因狭隘的观念滥用职权？每一个字都是对吴月莲的无情鞭笞。苏洛也了解到事情的始末。渊墨大学的制度重新测定特招新生的天赋强度，是对应特招老师的职责，当然也需要提前进行申请，通过后才可调用天赋强度检测仪。于幼蕊提交报告后请了长假，吴月莲将其直接压下，以至于此事几乎险些被盖过。直到谢傲珍看到苏洛的表现，重新询问过于幼蕊，这才得知原委，当场宣布吴月莲被开除，由律师针对此次恶性事件进行起诉。涉及到 S 级觉醒者已经非同小可，更何况还是恶意干扰，罪加一等。吴月莲被拖下去之后，任丹青当着叶修以及谢傲珍的面诚恳鞠躬致歉。苏洛没有再继续深究下去，对于这个敢于当面道歉的校长，也不禁感叹，能够以普通人的身份做到顶尖学府的校长，这份敢于向学生道歉的魄力，的确少有人能及。即便如此，任丹青还是赔偿了7万学分。作为普通人，他唯一能拿得出来的，只有换算成等值华夏币的学分。测定天赋强度只是领取 SS 级资源的小插曲。随后苏洛赶忙跑去上课，因为明天需要接梅念雪，还打算询问如何更好使用星辰镜灭龙的精血。他又提前找到讲师，询问周3课程的内容。对于这种天赋高又好学的学生，讲师们自然也愿意将自己的备课教案拿出。晚上的时候，吴月莲渎职被起诉的消息传遍整个校园，而所有人更关注的还是重新被测定为 S 级天赋的觉醒者苏洛。得知这个消息的大一学生只剩下由衷的感慨。事实上，从开学到现在，校园论坛中有不少学生拼凑出了苏洛的日程安排，是几乎多到爆炸的程度，甚至已经到了稍微耽搁就会使得接下来的安排全部出现问题的程度。许多学生尝试过后纷纷败退，字里行间中少了不服气，多了敬佩。他们只不过试了几天已经受不了，对苏洛而言却是日常。任丹青主持商讨有关苏洛的奖励会议结束后，目光扫过与会的每个人，猛地问道：诸位，我想让苏洛还有这届大一实力不错的学生，明年也报名参加百强高校赛，怎么样？所有人瞪大眼睛，就连叶修也不免倒吸了口气。清北城火车站，坐落于普通人数量颇多的北城区，附近的广场上有不少卖小吃的摊贩，虽然是悠闲午后，人却并不少。熟悉的烟火气让靠在机车的青年显露几分阳光般的温暖笑意。周围几个偶然看到的女生已经呆住了。如今的苏洛几乎看不到高中时代的稚嫩，俊朗的五官与沉稳的气质搭配着极不相符的年龄，对各个年龄段的女生都是堪称绝杀。听到列车进站的消息，苏洛快步走到出站口附近，乘客们或背着包，或拉着手提箱，刚出站就被出租车司机团团包围。刚才的几个女生好不容易鼓起勇气，打算上前加个好友，刚要开口，眼前突然一亮，面前的女子穿着精致的汉服，银色长发与翠绿的眸子，无瑕的美貌与典雅端庄的气质，简直对他们就是降维打击。而且看女子亲昵挽着青年胳膊的模样，摆明就是热恋中的情侣，只能失望着转身离开，却还时不时扭头看看。待到女生们离开，梅念雪才恋恋不舍，又果断干脆地扔下胳膊：老师，好久不见。呵。两人朝着黑色机车走去，擦肩而过的行人一个个都回头来看，下意识都在找摄像机，还以为是拍什么偶像剧。引擎的轰鸣中，梅念雪犹豫片刻，还是放弃了抱腰的想法，转而两只手轻轻捏着皮衣保持平衡。老师，能先陪我去个地方吗？做什么？有件礼物要送给你。哦。梅念雪倏尔想到了什么，手指下意识用力。你是不是做了什么对不起我的事？第100章，我那亲爱老师的回礼。来人会平白无故送女孩子礼物？绝对不会。
要么是他有求于你，要么就是他干了对不起你的事。梅念雪的耳边似乎又出现那家伙给自己启蒙时说的话，4根手指不免掐得更狠了。老师，我能做什么坏事？又没有拜别人当老师，这次就是跟着陈心安陈老学了点剑术而已。觉察到后背的疼痛感减轻，苏洛这才稍稍松了口气。不过话说回来，最近感觉老师是有点奇怪的样子。黑色高古斯塔穿梭于清北城的中心主干道，每停车等红绿灯时，总会吸引许多路人艳羡的目光。20分钟出头，苏洛将车停靠在路边，和梅念雪肩并肩走进一家制衣店。悠闲的午后，制衣店的人并不算多。两人刚一进门，其他人下意识看过来，一个个脖子如同石化般，再也无法移开目光。老师，你要不坐那儿稍等我一下？寻了个角落的位置，美目时不时会移到那个挺拔的背影上。想到自己临走前特地给苏洛准备了礼物，而且很有默契的是，也是衣服。梅念雪的嘴角不自觉扬起，必须要承认，这个学生越来越合他的心意。至于对方准备了什么，梅念雪完全不看重。华夏国堂堂公之圣者，什么宝贝衣服没见过？旁边的人想要上前答话，碍于梅念雪所展露的惊人气势，只得作罢。前台的伙计查到苏洛的信息，大惊失色，点头哈腰带苏洛上了2楼。还没走完楼梯，就听到一个熟悉的声音：“二位，着实抱歉，这件雪绒火貂皮大衣是非卖品。”说话者正是之前恳求苏洛将其中一件皮大衣展览的老裁缝，同时也是张记制衣铺的主人。此刻身为普通人的他，嘴唇发颤，时不时用袖子擦擦汗。要知道，完整的雪绒火貂皮不仅是每个裁缝可遇不可求的上等材料，也是许多爱美人士的追求。这件汇集他心血的完美作品，一经在橱窗中展示，问价者络绎不绝。短短1周时间，表达购买愿望的人不下200位，其中还有不少身份显赫、地位尊贵的买家。目前开出的价格已经飙升到5000万华夏币，而如今眼前的两人身份更是不一般。兴隆大学校长的千金，也是清北城中人尽皆知的天才炼药师邱星河，才大2就通过考核，取得3星炼药师认证，未来会代表清北城炼药师协会参加华夏国东部大区的年轻炼药师大会。身旁的青年来头同样不小，兴隆大学的战力前3李宣阳。随着时间流逝，必然还会有更多觉醒者出现。老裁缝这段时间扛得心力交瘁，只盼望苏洛能早日出现。张师傅打了声招呼，老裁缝瞬间显露出如蒙大赦的表情，颤巍巍激动着快步走来。苏先生，你可算来了，我来取之前定制的大衣。小李，赶快给苏先生把衣服包起来。老裁缝如今巴不得赶快把那件大衣弄走。很快，伙计麻溜打开密码锁，将橱窗内的大衣取出。而大厅里看到这一幕的人瞬间炸锅，每个人都发出惊叹与疑惑的声音。苏先生，这是我最得意的作品，下次如果有好材料，我还愿意免费做。一定。简单说了几句，苏洛当即下楼。邱星河与李宣阳随之也追了过去。拿到大衣的梅念雪当场便将其穿在身上，银色的长发搭配洁白无瑕的大衣，使得梅念雪的圣洁气质愈发高贵。连同苏洛在内，大厅中所有人无不面露惊艳，甚至是李宣阳、邱星河两人一时竟也看得呆了。好看吗？真的好看。苏洛狠狠点了点头，刚打算上前，李宣阳迈开的步子马上又缩了回去，连带着也拽住邱星河。直到两人骑车扬长而去，邱星河愤怒吼道：“李宣阳，你是不是不爱我了？我的小姑奶奶，那位可是渊墨大学新来的老师梅念雪，咱们国家只此一个的公之圣者。”邱星河身形一颤，心有余悸。他可是知道，数月前兴隆大学的土地被设他这么大的事，到现在也没个下文。回到教师公寓，梅念雪刚打算懒洋洋享受甜美的糖果，旁边苏洛将手指轻轻抹过桌面，当即便拉上梅念雪打扫收拾屋子，直到全部收拾干净，这才从储物戒指里搬出一箱又一箱的糖果。老师，昨天收到 SS 级的星辰镜灭龙精血，要怎么用？他还清晰记得，之前老师可是说过，这份精血可以提升天赋的强度，还能增强体魄，珍贵程度不亚于 SSS 级的修炼资源，他可不想白白浪费。轻哼一声，梅念雪先剥去草莓味棒棒糖的糖纸，啪，这才十分豪气的将一个拳头大小的水晶罐子拍到桌上。刚刚被湿抹布擦过的石桌顿时起了一层白霜。冰心灵泉，冰寒深渊至深处，冰元素与水元素比例2:1，才有几率出现泉眼。不理会苏洛的疑惑目光，梅念雪摸着雪绒火貂皮的柔软，说话声音也不免带着几分暖意。星辰镜灭龙诞生于好火灰烬，能使用星辰力量自然元素的亲和度拉满，其中有以对火元素的亲和度最高，
他的精血可比之前的龙血凝体膏更炽热。想要发挥最大效果，等级刚突破，境界刚稳固时，喝下冰心灵泉，以元素能量弥散全身，再喝1/3的精血。记住了没？苏洛眨眨眼睛，像看陌生人一样的目光流露而出。这么看着我干什么？老师，你这次解释的好有耐心。斜躺在沙发上的梅念雪瞬间蹦起。我可不是因为你送我东西才说这么多的，还不是怕你浪费资源。是，老师最好了。转而又从梅念雪口中得知，等级越低使用，强化效果越好。3次机会，说不定也会像星辰镜灭龙那样，可以使用星辰力量。将使用方法记下，苏洛暗暗打定主意。现在自己的等级是2阶尚未巅峰，一旦突破到3阶下位，马上使用龙血强化。为此，还需要有2份冰心灵泉。虽然梅念雪已经承诺会帮忙，苏洛还是将冰心灵泉记下。一瞬间又想起当初欲火焚身的痛苦，思忖片刻，不免问道：“老师，这次应该不会有太多喷射生命的欲望，对吧？”梅念雪的确是愣了下，转瞬又恍然大悟：“按照我的方法就不会有，万一你喝多了，肯定是会有的。你要是不放心，突破的时候来我这儿。”谢谢老师。不知不觉，窗外天色已黑。苏洛将迷踪兽巢内所见所闻，包括神秘黑袍人以及得到小白桃的过程，全都说过一遍。罕见的浮现出前所未有的凝重之色，梅念雪缓缓吐出3个字：兽灵殿。这几天把那个小东西带过来，之后我再详细说明。趁着支开苏洛的片刻功夫，梅念雪将2个相同大小的纸盒取出，其中一个上硕大而鲜红的爱心，格外醒目。当即就猜到是于右蕊的杰作，轻哼一声，掂了掂重量，转手将其带有爱心的那个再度收入戒指。这么点小把戏，还想坑我？老师？哦，这是我给你的礼物。梅念雪漫不经心地指了指，又补充了一句：回去再拆。嘿嘿，老师最好啦。回到卧室，梅念雪轻轻拍了拍脸颊，眼前似乎浮现出这样一幕：苏洛拆开后，穿上最新款的黑色皮风衣，在镜子前来回摆动，不自觉摩挲着质地柔软的貂皮大衣，眼神闪烁。这件大衣无论做工还是材质都是上之选，最关键的是尺寸也刚刚好。这家伙什么时候知道的自己的尺寸？睡觉前，苏洛将厚重的纸盒打开，一本装帧精美的类似于私房照写真的册子赫然出现眼前。